景哥儿，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帮我倒杯水。昏暗的屋内，恶臭的床榻，躺着一名双鬓白发、面容苍老的妇人，而他面前站着一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当朝最年轻的首辅宋文景。他官袍加身，头顶戴着乌纱帽，英俊的脸庞阴沉冷漠，眼底泛着浓浓的厌恶。在床榻上的妇人谢氏朝他伸手过来，他往后一退，道：“母亲，我成了燕国最年轻的首辅了，你看我这一身官袍好看吗？”谢景云这才看清杨子身上的朝服是紫色的，胸口绣着瑞兽腾云图，很是风光得意。你升职了，那你二舅舅他的二哥是内阁首辅，若杨子成了首辅，那带着杨子入仕途的二哥，舅舅他下狱了。什么？谢景云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挣扎着想要坐床榻爬起来，可是他身子一点力气也使不上，先前伺候他的丫鬟婆子全都莫名的消失了，他身边没有可用之人，有一顿吃饿一顿，已许久没与母族的几个哥哥联系，杨子也有半年没踏入他的院子。他从世家贵女到永宁侯府的宗父，从一路风光到如今败落，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切是谁所为，只是他不敢往坏处想。宋文景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靠着他娘家父兄帮助踏入仕途，他不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把二舅舅贪腐的证据送进他的书房，又买通了谢家的人作为人证，当堂指证二舅舅的恶行。皇上大怒，将二舅舅搁置收监。哦，对了，大舅舅在西关失职，害死了太子，文武百官要皇上追责太子之死，今日一早命我带兵去谢府抄家。你……谢景云只觉得浑身冰冷，看着眼前曾经最亲近的杨子，失声怒道：“你为何要害你二舅舅？”不对，宋文景解释道：“太子也是我设计杀死的，我是梁王殿下的人，谁让谢家的人不肯支持梁王上位呢？那只好让太子去死，顺便铲除你谢家，往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左右我做什么。我最讨厌你们这些谢家人，仗着一点养恩就控制我的人生。”宋文景，谢景云失声怒吼：“如果没有我谢景云，我谢家人，你什么都不是，你不过是我从街边捡回来的乞儿。你蠢不蠢？”宋文景冷笑了一声：“那都是曾祖母设计好的，我原就是宋家的血脉。你看看我身后的人是谁？”谢景云瞪大双眼，望向从房门走入的两道身影，他一眼就认出了亡故20年的丈夫宋谦，岁月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与他印象中的少年将军相差无几，若说变化，那便是这个男人变得更加沉稳了。而他手里牵着年纪40出头的妇人，她被娇养的气色红润，身材丰盈，面容姣好，站在那个男人身边，满脸笑意地看着他。谢景云，姐姐终于有机会站在你面前了。你们……谢景云目光落在自己的丈夫身上，他明明在20多年前就战死在西关了，你没死。宋谦表情淡淡，不乐意和他讲话，满脸厌恶与嫌弃。而他身旁的女人梁氏声音柔柔地说：“是我救了谦哥哥一命，才让谦哥哥逃过那一劫难，和我生下了文景，还要多谢姐姐这么多年教养我和夫君的孩子。你和你夫君的孩子。”谢景云感觉自己的认知一次次被刷新了，在三人的身上来回看了好几遍，这才反应过来，手指颤抖地指着他们：“你是说宋文景是你们的儿子？”“是啊，姐姐，这可是我们宋家唯一的血脉，姐姐辛苦你了。”梁婉之有模有样地向他行礼。谢景云气到吐血，愤怒地咆哮：“宋谦，我为你守寡了20年，你一直外面和这个外侍女逍遥快活，却将你们的孽子送到我名下，让我收他为嫡长子，他配吗？他配吗？你们这群骗子！宋文景他就是一个外世子，他不配做。”“住口！”宋文景一脚踹在谢景云的胸口，谢景云身子狠狠撞在墙上，不停地吐着鲜血。宋谦冷冷地看了一眼谢景云，道：“文景，你好好送送你嫡母，皇上已经下旨流放谢家全族，谢景云也该上路了。”说完，宋谦就拉着梁婉之的手走出院子，背后传来了谢景云不甘的怒吼：“宋谦，你会不得好死！你害我，你害了我一生，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嗤一声，火势很快包围玉斐阁，没一会儿，谢景云的声音随着烈火的吞噬消失了。咚！头部的撞击声把谢景云从那么死亡的深渊中拉拢了回来。他睁开双眼，竟回到了20年前，眼前的花荣和豆蔻都是17、18岁的模样。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竟然重生了。天哪，那个孩子太可怜了！马车外传来了妇人的声音。豆蔻先掀开帘子往外看，车夫在外面禀报道：“夫人，有个6岁的乞儿突然冲出来，好像晕倒了。”一样的情景，连车夫说的每一个字都和前世一模一样。马车外面的那个孩子就是宋文景，他怎么都没想到，看起来弱小可怜的小乞儿，竟是宋谦与外面的女人所生的种。难怪当初老夫人要把一个乞丐过继到他名下，让他按嫡子教养他，原来竟是这样的门道。算一算宋文景的年纪，在他嫁入永宁侯府之前，宋谦就让外面的女儿怀上了孩子，那永宁侯府就是骗婚。
夫人，怎么办？花荣的声音让谢景云回过神来。送去旁边的药铺，好好查看。谢景云只是往那孩子身上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可是身边的豆蔻却把帘子掀得大大的，说话声音也很大，巴不得外面老百姓都听到，用舆论引导谢景云：夫人，何不将那孩子带回我们永宁侯府医治？奴婢看他衣服破烂，定是个孤苦无依的乞儿。豆蔻是老夫人的眼线，她说的每一句话，她都是老夫人指导。谢景云神色未动，声音温婉，刚好外面围观的人能听见。他衣服虽是破，却仔细缝补过，衣上整洁。孩子面容肤色圆润泛红，不像孤苦无依的乞儿。我们侯府随随便便就将人家的孩子抱走，若他家人寻无可寻，该是要急坏孩子的亲人。花荣留在孩子身边，等孩子的亲人寻来。如若这孩子当真没有家人了，你便带他去衙门，由官老爷安排。万没有在街上随随便便抱走别人家孩子的道理。他倒要看看这一事，他不将孩子抱回侯府医治，侯府那些人和宋谦该要如何处理？是，夫人。花荣回道。豆蔻急眼了，夫人怎么没按老夫人预定的方向把孩子带回侯府？夫人一向菩萨心肠的呀。豆蔻心里急，却不敢再多说什么，便放下帘子。而豆蔻刚放下帘子的瞬间，谢景云就看到对面的巷子出现一抹熟悉的身影。他下意识地看向对面的男子，顿时呼吸一紧，是他，前世的太子，如今还只是七皇子的身份。第2章换锁。七皇子顾长宁在陈国10年为质，饱受欺压。半年前从陈国回到燕国边境后，他就失踪了。满朝文武各派势力都要暗中寻找此人，包括他的母族谢家也在暗中调查。其中梁王党追击最猛烈，七皇子是先皇后嫡子，他的回归意味着储君之位将不再是梁王的囊中之位。没想到他竟然在这里。很快那个男人就进入了一个小巷子，消失在他的视线中。这时马车继续前行，谢景云缓过神来，今日是他从娘家回来的日子。他的三哥谢礼在外经商1年，回燕京有小半个月了。谢景云收到谢家的家书后，就回谢家和家人们团聚。谢礼这次回燕赚到了一笔不菲的收入，让他带回了很多值钱的玩意。他后院的小金库都快堆不下去了，正是他手里的小金库把7年前落魄的永宁侯府慢慢扶起来，养肥了后宅那群人，还用他的小金库养宋谦和他的外室。这些都是他三哥拿命换的血汗钱，以后他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了。回到永宁侯府后，谢景云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慈松堂见老夫人，而是直接回自己的玉斐阁，让人把东西搬进去后，吩咐花溪把库房的锁换了。花溪愣了一下，但也只是愣了一下就回道：是，奴婢还收了2把锁，都给换上。这回换豆蔻愣了。谢景云没有看豆蔻一眼，吩咐完后，谢景云就回房休息了。豆蔻从侧门偷偷溜了出去，把谢景云这边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住在慈松堂的宋老夫人。他只叫花荣留在医馆等。宋谦的母亲张氏一脸错愕地看向坐在主位的宋老夫人，老夫人也拧着眉说：不应该的，往常路过的阿猫阿狗，他看着可怜，也都捡回来养，那可如何是好啊？张氏知道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活着，并和梁婉之生下了2女1子后，心里就很忐忑。宋老夫人瞪了一眼张氏，说：把你脸上的表情好好管理一下，别让人看出端倪，特别是景云，往后那孩子还得靠着他这个嫡母。说完，宋老夫人又叫来李妈妈，你亲自去医馆一趟，以夫人的名义把孩子接回侯府来。母亲，这会不会不好？景云若是知道了，张氏心里还是虚的。这些年让景云在永宁侯府给宋谦守寡，操持侯府，主持家业，已经够对不起谢景云了，如今还要叫他养谦儿的私生子，那可是你亲孙子，你自己看着吧。你若是觉得对不住你儿媳妇，那就让宋家血脉流落在外，我这把老骨头少，替你儿子操点心。宋老夫人板着脸，不再去看张氏。张氏眉头拧巴了几下，咬了咬牙，说：就照母亲说的办吧，让人去叫景云过来，此事今日就定下来，不能再让孩子吃苦受累。宋老夫人道：顺便去库房取些银票，让人送过去，拿多些，听说谢三公子出海回来赚了不少，景云肯定从娘家搬了不少好东西回来，不能亏着谦儿，让他在外头吃苦，一切用度叫他们不必省着，家里有。豆蔻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老夫人，夫人把库房锁换了。第3章见光。夫人一回侯府，就让人把谢家准备的几箱东西搬进玉斐阁，然后让花溪把库房的锁头换了。花溪问夫人要不要给个院主子各送1把钥匙，夫人说不用，随后夫人就回自己屋子休息了。豆蔻说完，张氏与宋老夫人都变了脸色，特别是张氏怕极了谢景云知道宋谦和梁婉之的事情，母亲会不会是景云知道什么？要不然此事还是和景云坦白，让宋谦回府吧。啪！宋老夫人恼火地瞪张氏，我倒是想啊，宋谦身边那个小贱蹄子抱的什么心思，你还不知？到时候侯府要如何安置那个女人？
梁婉之不肯做妾，可永宁侯府也不可能放谢景云回谢家。宋老夫人又心疼流落在外的曾孙子，这才造成现在的局面。说起梁婉之，宋老夫人的确恼。本来一个妾的问题便可以阖家欢喜，可是那个女人拿捏着宋谦，让永宁侯府很难堪。恼归恼，宋老夫人还知道要脸，谦儿和梁婉之的事情一定得好好藏着，这辈子都不能让景云知道。你先回你自个院子，别待在这碍眼，让人把景云叫来，我亲自问问他。豆蔻看没他什么事，就匆匆回玉斐阁，发现谢景云还在屋里睡觉，没有要起来的意思。谢景云这一觉睡得很沉，梦回前世种种，最后梦见了那个男人，又在痛苦的过往中惊醒。他睁开双眼，大口大口的呼吸。最后那3年，他太痛苦了，被夺掌管权，连亲人也都一一离他而去，孤苦无依的烂在床榻。还好他回来了。花溪听到动静，掀开帘子走进来。夫人，你醒了，老夫人让荷香过来，叫夫人过去。谢景云眼眸一沉，道：花荣回来了吗？回了，跟李妈妈一块回，他们还带了个孩子去慈松院。李妈妈说是夫人你让花荣把孩子带回侯府的。花溪没有跟着回谢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谢景云不动声色的冷笑，知道了，你去让二太太去慈松堂一趟。他仔细叮嘱花溪后，豆蔻便进来了。夫人，老夫人让你过去一趟。谢景云冷瞥豆蔻，但很快恢复神情。他留着豆蔻还有用途，总要有人把宋谦和梁婉之挖出来见光。2刻钟后，谢景云到了慈松堂，二太太魏氏比他早一步赶到慈松堂。老夫人脸色不大好看。谢景云走入大厅，向老夫人和二太太问安。李妈妈刚好带着刚刚洗漱干净的孩子走出来。老夫人不想魏氏坐在这里，想把她赶走，但是魏氏听说慈松院带回了一个孩子，坐在这儿想看看热闹。老夫人看魏氏无动于衷，便没有再管他，而是和谢景云聊了几句谢家的事，便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孩子的身上。听说你回侯府的路上，马车撞了一个孩子，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还有人说我们侯府撞了人便不管了。我心想，这哪能放任不管，便让李妈妈出去把孩子接回咱们侯府医治了。宋老夫人手里捏着一串佛珠，一脸慈爱的对谢景云说。谢景云目光冷淡的看了一眼那孩子，那孩子模样和宋谦有6分4，眼睛像梁婉之，面目清俊秀气，气色红润，可见宋谦和梁婉之拿着他的钱过着怎样好生活。第4章，宋良。老夫人，我本有安排花荣留在孩子身边，和他父母亲人谈谈，尽量满足补偿孩子，并没有你所说的不管孩子的死活。你这样把孩子带回侯府，万一他亲生父母找不到孩子，一纸状告咱们侯府拐带幼子，那永宁侯府又如何担得起偷拐罪名？老夫人脸色杀变。好事老卫士跟着附和，景云说的没错，娘，你实不该把一个孩子往家里带。景云为人你还不放心吗？怎能听风是风，听雨是雨，就把孩子带回侯府来？老夫人瞪看卫士，有你什么事儿？别坏他好事。我方才问过那孩子了，他无父无母，我这才让李妈妈留下他的，否则早早便送官府，让官老爷安置这孩子去处。老夫人扯了扯僵硬的脸，笑脸说道，原是外头的人在乱嚼舌根，景云打理侯府一向好，处处与人为善，又怎会对一个孩子置之不理？是吗？无父无母。谢景云挑着眉，转头盯着孩子。孩子终究是孩子，在对上谢景云的眼神时，有些心虚的缩起了脖子。李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谢景云面前，教孩子唤他，快叫夫人。夫人，快告诉夫人，你家中还有人吗？我。宋良想到亲生母亲梁婉之教他的话，便握紧拳头，两眼含泪，哽咽地说，夫人，我和爹娘从西关过来，但是爹娘在路途中病死了，我是一路乞讨到这里。当真是个可怜的孩子。谢景云皱起了眉头，一副怜惜的模样，看着也是有福气的。老夫人听到这话，眉眼舒展，看起来有谢啊。接着又听到谢景云说道，一路讨饭过来，也能将自己养得如此白净圆润，该是这一路上给你喂饭的人都是大善人吧？可见你福气很大，如今又被我永宁侯府的老夫人捡回来，日后就留在永宁侯府吧，我会安排轻松点的活让你干。你留在侯府，便不用露宿街头干活。老夫人坐不住了，她拐了这么大一个弯，把孩子接回永宁侯府，可不是让孩子入侯府做仆人的。景云，你刚才说你要给他安排活？老夫人伸长了脖子问。谢景云摸了摸宋良的头，一脸和善，我看老夫人挺喜欢这个孩子，既然孩子死了爹又死了娘，回头我让严妈妈去官府给他弄个身契，便让他留在老夫人的院里，帮老夫人浇浇花，喂喂鸟，先干些轻松点的活。老夫人觉得可行？不行。我看可行。魏氏笑眯眯地说，难得见母亲这么喜欢一个孩子，我瞧这孩子与我那死去的侄儿宋谦有6、7分相似，这是缘分啊。魏氏这蠢货。宋老夫人差点咬碎银牙，却不敢表现出来。她笑容依旧，瞧着孩子的眉眼说，是你二婶说的没错，
这孩子和谦儿小时候有几分相似？亲生的能不像吗？你做了7年望门寡，我宋家对不住你。这孩子怕是上天垂怜，让你碰上了。刚好你和谦儿还没有一男半女，我想着，要不然你把这孩子收到你院里教养，日后就换你一声母亲，给你当儿子养。魏氏一听，那哪行，直接跳脚了。母亲，你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做侄媳妇的嫡子，你怎么不让你的亲曾孙折颜过继到侄媳妇名下？折颜才是我们宋家血脉，让折颜做侄媳妇的继子最合适不过。不过你个屁！宋老夫人差点急得跳脚了。第5章做主。宋哲言是2房的长孙，今年8岁。对魏氏而言，能让宋哲言拜谢景云为嫡母，那是好处多多。谢家满门亲贵，出了不少状元郎。过世的谢老爷还曾是内阁首辅，眼下谢家2公子有望拿下榜首，谢家门庭只怕又要水涨船高。最重要的是，谢家3公子很会经商，赚得盆满钵满。这么大块肥肉，怎么能便宜一个小乞儿？魏氏不依了。宋老夫人有些火大，冷着声说：“哲言又没死爹死娘，你在这闹什么？话不是这么说啊，娘，你知道你刚才在做什么吗？过继这种大事，你3两句话就解决了，那你也得问问咱们宋家宗族同不同意啊？就算侄媳妇不选哲言，那咱们宋家族里总还有更合适的孩子吧？你叫一个乞儿做侄媳妇的嫡子，儿媳妇是万万不能答应。你……”宋老夫人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是谁把魏氏叫到他院里来的？这个搅事精！二婶，老夫人身子不好，你莫要这样与老夫人谈话，有什么事情好商量。谢景云看得很开心，但也不能让魏氏把宋老夫人活活气死了。这么死，太便宜这老东西了。景云，我连你为我牵手了7年寡，过继继子的事情也不是1天2天就动的念头。不过这是你来做主，你既然那么喜欢这孩子，就把他收了。宗族那边回头咱们多给些好处过去便是了，只要你开心。魏氏急眼了。谢景云也开门见山的拒绝：“老夫人，这么大的事情，景云不敢做主。侯府又非后继无人，将来哲言长大了，可以把侯府的家业交到哲言手里，我平白收个继子回来，岂不是很矛盾？到时候是让嫡亲的宋家血脉继承侯府爵位，还是让我收养的继子继承家业？万一有心的人把心思想到的别处，还以为这孩子是夫君生前养在外面的私生子呢。”宋老夫人差点把茶杯打碎了，她脸色又恐慌又难看。魏氏听到谢景云的话，又狠狠地补了一刀：“话是这么说，这要不是宋谦7年前就战死了，我看母亲你这态度，还真以为那孩子是谦儿的私生子呢。这么袒护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说不过去啊！”你，宋老夫人这次真的恼怒了，滚出去！魏氏吓了一跳，表情讪讪，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过了，起身道：“母亲，你莫生儿媳的气。”宋老夫人看今日是成不了事了，便想着过2日把魏氏打发出府，再和谢景云商量过继继子的事情。既然如此，此事日后再谈，就先将孩子留在慈松堂养好身子。李妈妈，你先带孩子下去。李妈妈拉着宋良的手退出了大厅。宋老夫人话题一转，询问谢景云库房换锁的事情。景云，听说你叫换锁师傅到院子换了锁头？是，我正要和老夫人说此事。谢景云说，这些年一直是我掌家，侯府为了维持从前的用度，我也从自己的嫁妆里垫了不少进去。景云觉得一直让娘家的人接济侯府总不是个事，若外面闲言碎语，便毁了永宁侯府100年清誉，日后侯府开支恐是要缩衣节食。老夫人和魏氏的眼皮子皆是狠狠跳了几下。他们一直知道侯府能维持以前的花销，全靠谢景云从谢家搬来的金山银山，只是大家都没捅破这层窗。现在谢景云当众说出来，他们就不好装糊涂了。让人到侯府守了7年寡，还啃人家的嫁妆，这事儿传出去，永宁侯府还如何在燕京立足？第6章逃兵。我们永宁侯府铁骨铮铮，也不可能为了几个黄白之物辱了先人的忠烈义气。我回头把账里一理，从公账里拿些银子出来，将先前从我娘家借来的账还清了，这样别人也不能再说我们永宁侯府啃一个寡妇的嫁妆。谢景云轻飘飘地说着。老夫人如鲠在喉，魏氏则是傻眼了，怎么好端端地说起这事？谢景云把话说得那样漂亮，老夫人一时间没找到话语回他。若是老夫人没别的事，景云就先回院里理账了。谢景云行了一个礼，就退下。老夫人嘴角隐隐抽动。魏氏抬头看老夫人，景云怎么突然？哎，母亲，定是你刚才让景云收下那孩子，惹恼了他。他守寡守得好好的，只要给咱们家花钱，帮咱们侯府奔走，还要收什么继子？哲言才是您老的亲曾孙啊！听到魏氏火上浇油，何金忍不住提醒：“二太太，你就少说2句吧。”你闭嘴，出去，老身头疼得很。宋老夫人不起再理会魏氏，就进了卧房。李妈妈回到宋老夫人身边。宋老夫人问：“孩子安置妥了？”“对，小公子很听话，说什么便是什么。我可怜的曾孙子流落在外那么多年，定是吃了不少苦头。梁婉之那个贱人偷偷瞒着宋家生下孩子，
谦儿私会梁婉之躲过了那一战，可也做了逃兵，这辈子都无法回到永宁侯府。这贱人害了我的谦儿，还害我曾孙子。宋老夫人坐在床榻骂道：“谢家这门亲多好，谢景云的祖父是首辅，父亲如今是翰林院侍读学士，不少学子拜谢家父子门下。谢景云几位哥哥都是个个出色的神仙人物，若不是梁婉之诱导他的孙儿，那谦儿与景云便是一对佳偶，前途无量。不能想，越想越生气。老夫人，此事万万不能让谢家人和夫人知道，否则咱们侯府就完了。”李妈妈低声说道：“你去把我箱子里的银票拿出来，我要亲自见一见谦儿，只要他愿意回来，理由好说。”夫人，老夫人出门了。谢景云回到玉斐阁没多久，花溪就进来禀报。谢景云说：“我们也出去，别让豆蔻知道我出府，不用太多人跟着，让花荣盯着豆蔻。”夫人，豆蔻早就不知又跑哪去了。花溪生气地说：“豆蔻原本不是玉斐阁的丫鬟，是老夫人上个月从慈松堂拨到玉斐阁的。”谢景云只轻轻嗯了一声，就与花溪离府。马车停在燕北桃花巷，谢景云就换了另一辆不起眼的马车，穿过桃花巷，到了一条在极少人走动的小街。李妈妈敲响了一处宅子，没多久，宅子的主人就开门了。花溪看到开门的男子，大惊失色：“那不是世子吗？他旁边的女人是谁？世子还有孩子了？”花溪瞪大双眼，转头看谢景云，发现谢景云一脸平静。而宋老夫人走入宅子后，李妈妈拦下了梁婉之，只让宋谦入内厅。“祖母，你怎么来了？事情还顺利吧？”宋谦这一天和梁婉之都过得十分忐忑，怕儿子宋良到侯府后不被谢景云待见。宋老夫人绷着一张脸看着宋谦，他没有把孩子抱回去，是我让李妈妈从医馆接回侯府的，事后让他收了孩子当继子。宋老夫人说到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宋谦攥紧拳头，他不同意收养孩子，可是他凭什么不同意？我已经把正妻的位置给他了，害得婉之和他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头。第7章失忆。谦儿，这件事情说来说去也怨不到景云的身上，梁家当时那样的情况，你父亲是不可能再让你娶她的，咱们永宁侯府也不可能再和武将结亲，能和谢家搭上姻亲，也算是你的造化。这些年景云把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否则哪有你和梁婉之现在的快活日子过？这次景云回了一趟谢家后，整个人都变了。你和那个女人没有被人发现吗？祖母，自从回到燕京后，我和婉之一直待在宅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绝对没人发现我还活着。宋谦说到此事，心情就更加郁闷。没有就好，我今日特意来找你，便是想同你商量些事。你和那个女人也不能一直窝在这里，万一有一日被人发现，侯府就完了。宋老夫人握紧了拐杖，瞥了一眼站在门外的梁婉之，回侯府吧。宋谦下意识回头看向门外的梁婉之，她和孩子的身影映在门窗上。祖母，就算要回侯府，我也不能让婉之受委屈，我不可能让婉之做妾。你糊涂！宋老夫人重重拍了一下桌，景云给你守了7年寡，难道她就不委屈吗？可她得到了正妻之位，婉之无名无分跟了我7年，我不会扔下她不管。若要回去，便要让婉之以平妻的身份与那个女人一块打理侯府，否则我不会让婉之回去被那个女人糟蹋的。你……宋老夫人气得看着宋谦，你觉得谢家的人会同意你这样做吗？是婉之救了我一命，当年若不是婉之，谦儿恐怕早已和爹爹一块赴黄泉了。你倒是先听我说说，谦儿。宋老夫人心情很焦虑，如今在谢家的眼皮子底下，她日夜惶恐，唯恐被谢家和其他世家发现宋谦还活着，却不回府。好，孙儿听着，你不能光顾着那个女人不顾孩子，若景云一直不肯接纳宋良做继子，你叫宋良那孩子在侯府如何自居？办法是人想出来了。我是想你以失忆为借口，被梁婉之所救，这些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梁婉之育下一个儿子，你的2个女儿都不能继续留在身边，我会把他们2个送到我外妻那边去。景儿不是个难说话的人，到时我再以救命之恩为由，让他替你和婉之张罗婚事，娶婉之为平妻，倒是梁婉之的身份也得换一换，不能让他知道她是梁家女。你看这样也体面，总好过你们在这里东躲西躲。宋谦有些心动了，若以失忆为借口，外面的人也不能说什么，他还可以带着婉之回侯府享福。祖母，给我一点时间。好，你好好考虑，我3日后再过来问你。宋老夫人起身离开大厅，门打开时就看到梁婉之抱着刚满2周岁的孙女，她只淡淡的瞥了一眼，就朝李妈妈那使了一个眼色。李妈妈拿出了几张银票递给宋谦，世子，夫人把库房锁了，能拿的就这些了，你在外头省着点用。梁婉之看到那几张银票，再看看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衣衫，老夫人还说这个月会给他们拿多些，不能让孩子们受苦了，谁知道竟比之前还少。第8章男子。夫人，他们……花溪看着老夫人离开，放下帘子，生气地说：世子竟然还活着，世子还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和孩子了，
奴婢这就回谢家告诉让几位公子，让公子们给夫人做主。不能，他们已经找好理由了。前世他在老夫人的劝说下收孩子为继子，这一世他们没能如愿，怕是在想别的出路。现在不是他该难过害怕，而是老夫人和宋谦该日日担惊受怕，睡不着觉。可是他们欺负夫人，花溪心疼的哭了。谢景云拿起帕子替花溪擦去脸庞的泪水。好花溪，若我们就这样闯进去，你猜猜他们会以什么理由解释？花溪猜不出来。谢景云微微打开帘子，看向已经关上大门的宅子。这处宅子是老夫人名下的，老夫人已经提前给他们谋划好了，世子会以失忆为理由，给自己当逃兵做借口，那个女人变成了从战场救回世子的救命恩人。不要脸！花溪气急败坏，替谢景云不值，所以不能就这么让他们回来。那夫人，你要如何做？谢景云轻轻放下了帘子，让车夫离开。他们离开桃花巷后，在一间茶馆前换回之前的马车。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正说着7年前西关大战一事，说的是宋家儿郎用肉身挡住了强敌入宫，成为了一段佳话。谢景云朝茶馆看了一眼，就转头对花溪说：“拿些银子去找说书先生讲一个故事给燕京老百姓听听。”花溪听了谢景云所编的故事后，就开开心心进茶馆。出来的时候拿了一笼点心给谢景云。夫人，都办妥了。谢景云低下头打开石笼，外头突然传来了商贩的叫骂声：“打死他！打死他！我让你偷我包子，你个狗东西！”谢景云掀开帘子，就看到几个商贩踢打一个男子，而他掀开帘子的时候，那个男子刚好抬头看着他这边。谢景云眼眸微微睁大，眼底闪过了一丝惊愕。又是他！他嘴里咬着一个包子，双手护着头，任由几个商贩殴打。商贩打累了，便朝他吐了几口口水，骂骂咧咧的离开了。男子从地上爬起来，狼吞虎咽的吃着手里脏得发黑的包子，一双眼睛如狼一般盯着谢景云。谢景云心脏跳得好快，赶紧放下了帘子，脑海里全是男子那张削瘦的脸庞。他尽管落魄，依然难掩他惊为天人的英俊面孔，特别是他的眼睛长着一对狼眼，行事手段阴狠毒辣。谢景云突然没胃口吃手里的点心了，他搁上了石笼，说：“拿出去送给外面的可怜人吧。”花溪把石笼拿出去交给车夫，车夫便拿着那一笼点心送到男子的手里，就回来继续赶马车。可当花溪再次掀开帘子时，却发现男子竟一路跟在马车后面。夫人，他跟来了。谢景云赶紧探头往外看，眉头顿时紧紧皱起。他要干什么？把马车愉快些，甩掉他。第9章文景。车夫把马车赶得很快，渐渐把那个男人的身影甩掉。谢景云在探出车窗往外看时，男人已经停在了远处，慢慢就消失在他眼前。可是他的心却砰砰跳得很快。想起前世过往私缠，谢景云有些后悔刚才的举动。他不应该那么鲁莽，抛头露面，既要避免梁婉之再出手救他，成为他的贵人，又不能再和他有半点纠葛。夫人，人已经没再跟来了。花溪说。谢景云回过神来，把帘子放下，刚才在宅子里看到的，莫要再让第3人知道。花溪心里气得慌，但是他听谢景云的话，他相信谢景云可以处理好此事。是，奴婢晓得了。马车远去后，男人停在了一处小巷，双眼如狼，一直盯着渐行渐远的马车，唇角微微勾起，低喃道：“可怜人。”一名身穿着黑色短袍的男子站在巷子内，主子已经查清楚了，是皇太后的人，要不要和皇太后见一见？暂时不用，我已经有藏身之处了。他从石笼里拿出一块糕点，咬了一口，又吐掉了，难吃。回到永定侯府后，谢景云把先前从谢家这垫出去的账一一理个明白。老夫人却在为孩子的事情心里发愁，希望谦儿能早日回侯府，这样孙儿与曾孙便能团聚。第2天一早，李妈妈出去买福寿茶馆的早点，回来时脸色非常难看。老夫人，福寿茶馆说书的今日说了一个非常离奇的话本子。什么话本子？李妈妈皱了皱眉，觉得事情不妙，不敢对老夫人隐瞒。忆起当时说书生的话，益州有户宋姓，祖上3代从武，忠烈之后，到了孙儿那一辈，无疑不现身战场，钟鼓可颂。死在战场的还是一位年轻的侯府世子，这位世子好福气，生前与世代清流文官世家女定下姻缘，谢家女得知未婚夫战死，依然履行婚约，抱着侯府世子的牌位，嫁入这侯府，守了7年寡。此时吃茶的人中突然有人大呼：“你说的不就是谢廷尉的嫡长女谢景云吗？”“哎，你可莫要乱说，我说的可是话本子上的人物。”说书先生赶紧打断那吃茶客的话，继续说话本子里的内容。突然有一日，世子夫人的马车前蹦出了一个孩子，这世子夫人可是世人称为的活菩萨，知道自家马车撞了孩子，便亲自从马车下来，把孩子抱上马车带回侯府医治。那侯府老夫人一眼瞧着那孩子，便觉得像自己死去的孙儿，
他觉着被孙媳撞上这孩子便是缘分，就拿定主意让孙媳将他当嫡子养在膝下。世子夫人也十分喜爱那孩子，便替那孩子取名为文景，寓意举世闻名，俊景光芒，对孩子抱了很大的希望，向娘家族里请来有名的先生，督促教导孩子。几年过去，宋文景果然不负众望，考取了状元，深得新任太子的重用，一路开挂，坐上了首辅之位。原本该好好享福的侯府夫人，却病倒了，在卧榻3年，身边亲近的中仆一一死去，无人伺候。哎，各位是不是想问，养子明明成了首辅，为何他身边却无人伺候？养子不应该回家尽孝，给这位世子夫人养老送终吗？宋察客皆是点头回应说书生的话。说书生笑而不语。在宋察客情绪高涨时，说书生拍了一个板子，言语中颇有几分怒色，因为世子夫人掏光自己一生嫁妆，养出了个白眼狼。第10章亡夫。吃茶客们听到说书生的话后，有的愤怒砸了面前的茶杯，有的起身拍桌大骂，岂有此理，狼心狗肺。说书生又拍了2下板子，摆了摆手说：安静，安静，还有后续。夫人卧榻3年，全拜宋文景所赐，他从义士手里得了一个慢性毒药，只要加在夫人的饮食中，夫人中毒时与生病无异。他先打发走了夫人身边的几位花子仆人，又调来自己的人照顾夫人。等夫人卧在榻上无法动弹时，宋文景带着他的一双父母站在养母面前。宋文景不是孤儿吗？说茶客的问。说书生说，夫人一开始也以为宋文景是孤儿，你们猜他带回来的那一对父母是谁？莫不是死了几十年的侯府世子？有人高声说道。说书生拿起画本子看了看，拍了一个板子吆喝道：正是世子夫人的亡夫。天啊，太荒唐了，太可恶了！那些人从未听过这么令人气愤的画本子。说书生继续把画本子推上高潮，那宋文景便是他死而复生的世子和外室的孩子。侯府上下都瞒着谢氏，替自己在外的夫君和外室养大了孩子。侯府的老夫人还要拿着谢氏的嫁妆，偷偷接济外室与他亡夫，在外过着神仙眷侣的快活日子。谢氏死后，那侯府世子便对外称自己在那场战事中身受重伤，失去了记忆，时至今日才忆起自己的身世，回来给谢氏办丧哭坟。那外室顺理成章成为了侯府主母。啪！宋老夫人听完李妈妈的复述后，狠狠拍桌。那说书的也敢这么编排？虽然是画本子，可是画本子上说的有板有眼。他真若让谢景云收了这来路不明的孩子，只怕要叫人生疑。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舆论按下去，抓住背后散播此事的人，万不能让景云知道此事。你去找那说书生，多给些钱，叫他不要胡乱说话。宋老夫人道：此事若传到景云耳边，或是谢家人耳目，怕是要怀疑宋良的身世。李妈妈听到这话，眉头皱得更紧了。老夫人，老奴去福寿楼买早茶的时候，也看到花溪去福寿楼买早茶给夫人，当时花溪就站在人堆前，她听了全部，等花溪走了，老奴才离开茶馆的。此事怕是花溪早已和夫人说了吧？当时听话本子的人人山人海，多得吓人。宋老夫人心头又慌又郁闷，脸上表情隐隐抽动。你去叫景云过来陪老身一块用早膳。李妈妈去玉斐阁的时候，谢景云正好带着茶点要去慈松堂给老夫人送吃的。老夫人看着花溪部的一桌子早点，笑道：景云啊，我今日也叫李妈妈去福寿楼买早茶，没想到你也派人去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听说福寿楼又出了新品，便想着买点回来给老夫人尝尝。谢景云拿着筷子，双手递给老夫人。宋老夫人看着谢景云，心情复杂又烦躁。景云多好，人漂亮又知书达理，还是个乖巧懂事、尊老爱幼的人。他若是男人，他都喜欢景云这样的。谦儿瞎了眼才看上梁婉之，若是谦儿能回来和景云好好过日子，侯府哪来那么多操心事？宋老夫人接过了筷子，又朝花溪那瞥了一眼，问：我听李妈妈说，今日福寿楼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画本子，景云、花溪和你讲吗？第11章领养。花溪，你一早出去，晚些时才回到侯府，原来是停在茶馆听说书先生的话本子了。你听了也罢，回来怎地也没同我讲一讲，连老夫人都知道的画本子，定是很有意思吧？谢景云笑盈盈地转头问花溪。宋老夫人得知谢景云还不知道画本子里的故事，想出口阻止花溪说，可花溪当场就把画本子的内容说出来。她先是摸了摸鼻子，而后说道：夫人就是民间文人瞎编的奇人奇事，奴婢觉得有些意思，就听了一会，听着听着就有些入迷了。那画本子说的是一个侯府主母的故事。宋老夫人身子微微一僵。花溪把画本子的故事原原本本复述。谢景云听了之后，眼眶微微有些湿润。那侯府的世子夫人当真是可怜人啊。李妈妈略有些尴尬的点头附和：是啊，是啊。说来也巧了，这画本子的女主人竟与我同姓，不过我比那画本子的女主人幸运得多。夫君生前便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当年宫墙下立誓，
不败陈国士兵绝不回京，哪怕马革裹尸，也定不让陈国大军侵我燕半寸疆土。父亲便是看重夫君品性，叫景云定要如约嫁入侯府。谢景云说着说着，便拿出帕子轻轻擦拭泪水。景云相信，以夫君的品德，万万做不出当逃兵的事。这些年还活在外面，却与别的女子生儿育女。宋老夫人眼皮子狠狠一跳，一颗心也险些从嗓子里跳出来。那自然不能。对，景云是十分信任夫君为人的，也万万不可能做出将外室的孩子送回我身边教养的事。谢景云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宋老夫人现在就像被人拿到火架子上烤，心情焦虑不安。这样下去，肯定不能再让谢景云收宋良为继子了。哦，对了，谢景云突然想到了什么，抬头看向李妈妈，我才想起，我从谢家回侯府的路上，不小心撞上的那个孩子。宋老夫人呼吸一紧，李妈妈，那个孩子可安置妥了？谢景云看向李妈妈，李妈妈嘴角扯了扯，强颜笑道：夫人放心，都安置妥了。虽说侯府要节省开支，但那孩子我看着和夫君有6、7分相似。谢景云把话说到这时，老夫人感觉有些头痛，感觉一本画本子把宋谦的前路后路全都堵得死死的。他原计划让宋谦装失忆回侯府，如今看来这个计划也暂时不能实施。听到谢景云的话时，老夫人都要怀疑谢景云是不是知道什么了。那便是和我们侯府有缘，不知老夫人可想好等那孩子身体好后，要如何安排他的去处？还是在族里相看个适合的人家，让人领养去？让人领养？那可是他的亲曾孙。老夫人心里很烦，但却不敢露于表面。景云你也说了，这孩子和我们侯府有缘，不如就暂时养在府里吧，回头再问问孩子愿不愿意留在侯府。他怎会不愿意？他便是回侯府当小祖宗的。谢景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戳破。那便由老夫人自个安排，不知孩子叫什么名字？老夫人愣了一下，那孩子取了个父母姓氏的名字，这个名字万万不能再拿出来用了，也不能取得太文雅。老夫人脱口而出的说了2个字：阿狗。第12章投靠。阿狗，贱名好养。谢景云不失得体的笑了笑，猪狗不如的东西，他都嫌弃阿狗之名辱了狗。从慈松堂出来后，花溪一路抿嘴笑。谢景云刮了一下他的鼻子，别让人瞧见了，特别是豆蔻。花溪敛去了几分笑意，夫人好道，如此老夫人便不敢再让你收纳外室之子。谢景云摇了摇头，这是其中一个用意，最终的用意却不是在这。花溪愣了一下，夫人还有别的用意？你且等着吧，戏还未完，今日老夫人定要再去一趟私宅，还要带上那个孩子，他愁得头发大把大把掉呢。可那外室也没那么容易打发，这私情都藏了那么久，那便一直藏下去吧。等终有一日被人狠狠捅破窗纱的那天。不出半日，老夫人果然带着孩子出门了。她一走入熏玉堂，便掀了梁婉之亲自煮的茶，发了好大的火。宋谦赶紧上前挡在了梁婉之的面前，然后跪在了老夫人跟前。梁婉之看宋谦跪下，自己也跪下，哭着说道：老夫人，若实在为难，婉之可以带着2个姐儿离开燕京，让世子带着梁根随老夫人回侯府，此生绝不再踏入燕京城，绝不害了世子和梁根的前途。你能这么想，那就最好，这也是眼下最好的结果。你本不应该再和谦儿私会，谦儿他有正事，你没有哪样比得过景云。你让谦儿带着梁根回侯府，景云定会把梁根当成自己的嫡子对待。老夫人窝了一肚子气，对梁婉之说了重话。宋谦和曾见过梁婉之在人前低声下气，这些年日子虽过得苦，可一家几口却是真心快乐。这是世家出身的谢景云给不了他的生活。他握紧梁婉之的手说：若要把婉之打发走，我便不回侯府了，等天黑，我便带着婉之离开燕京，梁根便留给祖母，让他在祖母跟前尽孝。你宋老夫人气急败坏地指着宋谦。李妈妈怕宋老夫人气坏了身子，根儿，你多听听老夫人的话吧。你与梁姑娘的事情若让谢家的人知道，咱们侯府就完了。你忍心看着老夫人这把岁数还要操心根儿吗？李妈妈，父亲在世时说过，做人要感恩，我的命是婉之救的，现在又怎能离他而去做个负心人？何况婉之为我们宋家育下2女1儿，延续我宋家的香火，就算没有功劳，她也有苦劳。李妈妈语顿。宋老夫人看在宋良的份上，才没有再对梁婉之再动怒。李妈妈也劝宋老夫人：老夫人，老奴看梁根儿昨夜思念他母亲思念得很，还偷偷掉眼泪，骨肉分离最是苦，倒不如再想个2全其美的法子。宋老夫人捏着佛珠，深吸了一口气，说：先起来吧，谦儿必须回侯府，不过你们不能一块回了。她看向梁婉之，也绝不能让景云知道，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起。梁婉之一脸茫然，但没有急着询问，默默地继续听下去。梁根儿我带回去，你便以我远亲的身份敲我侯府大门，就说来投靠我的，到时我会把你留在侯府，你和梁根儿便是那寻亲路途走失的母子，我与你和梁根儿相认，但梁根儿不可以再叫谦儿爹爹，眼下暂时不能，
等日后慢慢筹谋，先让谦儿回侯府再说，明白吗？梁婉之听到这话，心中一片了然，心里虽然有些落寞，却也算是两全其美。再不用过这般贫苦的日子，还能和儿子相聚，最重要的是他能继续和宋谦在一起，只是换一种方式罢了。日后慢慢筹谋，世家女怎么比得过替谦哥哥生儿养女的他呢？第13章魂归。夜色深沉，唯待晨曦。侯府大门突然被人敲响，来开门的人打开大门一侧，看了看站在外头的人，几乎要以为西关大漠战魂归乡，几番揉了揉双眼，待见那人影还立在门前。开门的人方才鬼哭狼嚎的大叫：鬼！世子回来了！管事从外院一路喊进内院，听到刘管事叫唤的人都被惊醒。不到日光冒头，院里烛火一盏盏亮了起来。夫人，世子回家了。谢景云这2日因梦魇缠身，熬到3更天后才勉强睡进去。豆蔻进来唤他的时候，他正在梦里与那个男人抵死相缠相杀，几次想从梦里醒来，却不得醒。豆蔻进来猛地摇了他一下，谢景云恍惚间猛然坐起身，大口喘息。豆蔻愣了一下：夫人，你做噩梦了。谢景云眼中冷眼没来得及收回，冷冷扫过豆蔻。豆蔻吓了一跳，但很快花荣与花溪走了进来。谢景云回过神来问：谁回家了？是世子，世子竟然没死。听说是当年有人清理战场时发现世子没死，把世子救了，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豆蔻是最开心的那一个。谢景云轻轻地划开一抹冷笑。花溪的表情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倒是什么也不知情的花荣替自家夫人高兴。谢天谢地，老天保佑，定是上苍见我们夫人守了世子7年，将世子还给夫人来的。花荣双手合十说：世子回来了，夫人就不用再守寡了。别说了，给夫人洗漱。花溪催促了一声。不到1刻，慈松堂李妈妈就来叫谢景云娶老夫人呢。谢景云穿着米黄色长裙，挽了妇人头鬓，特意从柜子里挑选了一株大朵的白色簪花，戴在最显眼的额鬓旁。等整理好自己的仪态姿容，谢景云便去了慈松堂。刚踏入慈松堂院门，里头就传来婆母张氏的哭泣声：谦儿啊，怎地瘦成这样？既还活着，为何7年不曾回过家？娘，祖母，谦儿不孝。7年前那场大战，我伤了头颅，又跌落大漠河里。虽然遇到贵人，就回了一条性命，却忘记前尘之事，在外漂泊数载，直到半年前才忆起自己的身世，便从大漠一路往北回到了燕京。娘，儿不孝，没能带回父亲。西关那场战役，永宁侯带去的宋家子弟几乎快要死绝了，就算能回来几个，不是伤便是残，有的一生都躺在榻上。谢景云敬佩公爹永宁侯的忠骨，他一直秉承着宋家历代先祖留下来的规训：生为民战，死为民死，没有哪一任家主不是死在战场。永宁侯到了今日，虽有衰败之象，却靠在祖宗阴德，还能勉强支撑几载。若宋家子弟继续秉着先祖遗志，守得家规，必能东山再起。这也是前世老夫人时时在他耳边念叨的，他也抱着宋家先祖的遗志，去好好教导宋文景。可惜了，养了一群白眼狼。景云，老夫人看到谢景云站在院门，唤了一声。宋谦也下意识地看向谢景云的方向。他与他只在几年前定亲前匆匆瞥了一眼，他对他的印象一直只有4个字：清高寡淡。时隔多年再见谢景云，他已经褪去了女孩的稚气，女子的清冷气质透着淡淡的疏离，一双美眸犀利间却又有种看透世间生死的平静，此番清高却有些让人怜惜。想到他抱着他的牌位嫁入永宁侯府，又见他鬓间大朵的白色簪花，宋谦的心升起了一抹奇怪的情绪。第14章卫士。谢景云也淡淡的扫过宋谦，他今日穿着一袭深蓝色的长袍，袖边与衣摆绣着腾云飞鹤，走近一看，那针线纹路精湛美妙，绣工不说一绝，绝对可以选入燕京名流锦绣坊了。他身形精瘦，五官刀削斧劈，站在张氏面前，背挺得直直的，很有武将的气质。当初千军万马出城前往西关对抗陈军，他一眼在人群堆里相中了相貌气质都颇为出众的宋谦，哪怕他做了鬼，他也心甘情愿加入永宁侯府，守着那一屋子曾经沾过他气息的东西，就这样过了一生。可如今再看宋谦，谢景云心下只有2个字想送给他：无耻。转眼间，谢景云走入了大厅，向老夫人与张氏屈膝行了礼。老夫人擦了擦眼泪，握住了谢景云的手，对宋谦说：谦儿，咱们家中出事那一年，景云义无反顾，抱着你的牌位嫁入侯府，操持侯府家业。你如今回到侯府了，要待景云好，不可辜负景云。宋谦从谢景云的身上收回视线，只淡淡的嗯了一声。想到梁婉之这些年跟他在外吃苦，而谢景云却在侯府过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生活，身边跟着4个丫鬟伺候着。面对谢景云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谢景云突然开声问宋谦：不知是何人救了夫君一命，
我永宁侯府定要好好感谢救命恩人。宋谦眼睛有些闪烁，刻意别开脸说，是一位大漠河上的捞尸人，老人家2年前就过世了，他孤寡一人，没有亲人。我回燕京时已上坟头祭拜过他，向他拜别。谢景云微微侧目，只轻轻点了一下头，没多说什么。宋谦的小叔宋宏凯和卫士带着小孙子宋哲言也匆匆赶来。宋宏凯从文走了文官的路子，所以没有随永宁侯上战场，但宋宏凯的3个儿子从武随永宁侯上战场，7年前也死在了西关。二房那一支只留下了长子的儿子宋哲言，二子与三子未成婚，而宋宏凯是庶出，这一支一直不得老夫人的心。卫士一走入慈松堂，就像发疯了一般，抓住了宋谦的手问：谦儿，真的是谦儿，真的活过了？谦儿，你告诉婶娘，当年你3个哥哥都死在什么位置，我这就托人去寻，兴许他们也还活着。老夫人一惊，张氏也瞪直了眼，他们差点忘了还有一个难缠的卫士。谢景云站在一旁看戏，撒下了一个谎，便要用无数谎言去圆，终有一日圆不过去了，便真相大白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再继续心安理得的度日。宋谦皱眉低头说：二婶，堂长凶手西北门被万箭穿心而死，堂二哥守西南门受陈国大将一刀，头颅被砍，当场毙命。堂三哥被敌军追到沼池之地，落到沼地，再没有出来。不可能，我不相信，你都能活着回来，定是你们看错了人。一起7年前的事，卫士痛心入骨，花了7年的时间，卫士才缓过劲来，每日将心思放在小孙子哲言的身上。如今得知宋谦活着回来，卫士的念头又死灰复燃，哪怕活一个也好。第15章阿狗。二婶，我当时和我爹，一个镇守西门，一个镇守东门，这2边陈兵最多，也是死伤最惨重的。我当时也身受数箭，掉入大漠河里，只是2箭错开了要害，否则也活不到今日。他别开脸，不敢与卫士对视。其实当年那一战，他因为一些事情并不在场，也正因为没参与，他是守西门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这是秘密，绝不能让人知道。老夫人心疼孙子，看到卫士缠着宋谦闹，生气的喝道：老两家的，还不快把你媳妇带下去！谦儿千里迢迢赶回家，舟车劳顿，还没坐下来好好休息过。景云，你快伺候你夫君回房休息。宋宏凯赶紧拉着发疯的卫士，谢景云与宋谦先走出慈松堂。等卫士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老夫人才黑着脸训斥他几句。卫士心有不甘，觉得3个儿子还有希望，便心里想着，既然侯府不找，他偷偷让娘家的人去大漠河找，哪怕回来1个，他都不至于那般不甘。宋谦根本不知道自己撒了一个谎，给将来不久的他埋下了一颗雷。他被卫士那样一闹，心情一直闷闷的，从慈松堂出来就没有谢景云说一句话。谢景云自然也没话同他说，默默地跟在宋谦的身后，连个眼神都懒得放在他身上。在走过一条长廊的时候，左手旁的小院外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呼声：阿狗阿狗，快来吃屎！我不是阿狗，我不要吃屎。狗不就喜欢吃屎吗？后院的大黄经常去茅坑找屎吃。我不吃，我不是阿狗，我有名字，你们不能欺负我。哈哈，笑死老子了！你知道老子是谁吗？你不吃，那就打你，打到你汪汪狗叫。宋谦脚步猛然一顿，转头看向小院的方向，就看到7、8个孩子围着一个6、7岁的孩童拳打脚踢。他起初没有看清那被打骂的孩子长什么模样，直到看到那孩子从一个胖胖的小孩裤裆钻出来，呜呜的哭，宋谦才发现那是他儿子。他脸色一变，大步朝着那小院方向疾步而去。谢景云回头看了一眼花溪，花溪说：那可是族里的小霸王啊。那胖胖圆圆的9岁男孩是宋氏族长的嫡子，也是族长那一房里唯一一个男儿。族长的儿媳给他们家连生了7个闺女，唯一一个嫡孙还不得心肝宝贝的疼着。豆蔻看谢景云站在那，着急的唤道：夫人，世子刚回来，是想做什么？难道要和一个孩子过不去吗？夫人，你赶紧过去看看吧。谢景云转身就也朝小院走去。刚好李妈妈知道小院这边的事情，在谢景云刚踏出圆湖拱门的时候，李妈妈也从另一条路走来。而李妈妈看到宋谦过去了，吓得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再加上谢景云又在身旁，李妈妈生怕闹出什么收不了场的事情，因此大叫了一声世子。可是宋良已经看到了宋谦，他撒腿就跑，直冲冲的往宋谦那去，张着大大的双手，满腹委屈的哭着叫道：爹！第16章嫡孙。李妈妈被惊吓过度，急得干瞪眼睛，倒吸了几口凉气，下意识回头看谢景云的方向，而他看到谢景云露出了错愕的表情。那宋良就一会功夫抱着宋谦的大腿大哭：爹爹，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家，我想爹娘，他们根本不是把我当成主子，而是把我当成奴才，我不要留在这里。宋谦也是一时错乱了，看到儿子被人欺负成这样，心急之下就
就抱起了宋良。可是他才刚抱起宋良来，李妈妈就反应过来，大步冲前，便从宋谦的手里抱过了孩子。而谢景云也一副才刚刚缓过神来的样子，疑惑不解地问：“夫君，阿狗是你的孩子啊？”这时宋谦才醒过神来，这里不是祖母的私宅，而是永宁侯府。他和宋良不能再以父子关系接触，他贵为永宁侯府的世子，也不能过多的关注一个孩子。他抱孩子的动作僵了僵，随之缩回双手，大概是心虚吧。面对谢景云的询问，他低斥道：“祖母说是你在管着侯府，为何我们院内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便是你身为主母的能力。我哪怕不是孩子的父亲，也不忍看着他受人欺负。你竟还在这里质疑我，我还要问你，此事你作何处理？”李妈妈一怔，看了看谢景云的方向，虽说宋谦的态度不太好，但是这样反客为主，倒也洗清世子和这孩子的关系。花溪替自己的夫人感到不值，他怎么有脸说夫人？谢景云却也不恼，言语犀利地回道：“夫君何至于如此生气？我不过是过问了一句，生怕夫君在外头有什么难言之隐，生下了私生子不敢同家里说，拐了那么大一个弯弯，才发现这无父无母的孩子竟是夫君的骨肉。既然不是，那世子便不必再插手管了。”宋谦如鲠在喉，谢景云刚才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啊？李妈妈也因谢景云的这番话，心跳又砰砰乱跳。夫人莫不是怀疑了？你就是这样治家的？孩子们打闹成这样，放任不管？宋谦还是更心疼儿子。世子离开7年，有所不知，这宋元鹏是族长唯一的嫡孙，你和公爹都死了7年，老夫人膝下只得了折颜一个亲曾孙，偏偏元鹏这孩子嘴巴甜，深得老夫人喜爱，便将他留在侯府，让他与折颜为伴，一块上族学。他平日也是守规矩的孩子，世子不先问过孩子们打闹什么，就偏帮另一个孩子，说出去岂不是叫人生疑？还以为我捡的孩子是夫君从外面送回侯府的，所以你才帮着阿狗。阿狗！宋谦眼皮子狠狠跳了几下。宋良是他与梁婉之的结晶，怎会叫如此恶俗的名？他深知不能再与谢景云理论这孩子的事情，便看向宋元鹏：“你为何打骂他？”宋元鹏并不怕宋谦，他看了一眼宋良的方向，说：“他拿石子打我头，说我吃的跟猪一样，我身边的人便告诉我，他叫阿狗，是老夫人院里的下人，我不过是惩罚一个下人罢了，否则日后岂不是哪个下人都能欺负侯府主子？”宋谦一听这话，脸色一瞬间好难看。第17章难缠。他的亲儿子回自个的家，竟被族里的小霸王称为下人。而谢景云他在做什么？这就是世家培养出来的一府主母。李妈妈看到宋谦脸色不好，也当场被吓得不轻，正要说什么时，谢景云吩咐花溪上前检查宋元鹏的头。花溪走过去拨开了宋元鹏的头发，一看，哎呀了一声道：“元鹏少爷的头被磕出血了。”谢景云也不看宋谦的脸色，便叫豆蔻：“豆蔻，快去请府医过来为元鹏看看。花荣，你去老宅告诉族长，元鹏和侯府里的孩子玩闹伤了头，叫他过来带元鹏回去。”李妈妈一听，那还得了，谁不知道族长两夫妇难缠，若让他知道宋元鹏的头被宋良砸伤了，铁定要大闹一场。夫人，李妈妈出言阻止，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先告诉老夫人，看看他老夫人如何决定？是要的，虽说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不算什么大事，可元鹏伤了头，阿狗又是老夫人让李妈妈你从医馆里带回来的孩子，于情于理也是要和老夫人说一声的。谢景云嗓音轻婉柔和，却又不失主母的威仪。李妈妈听得心里发颤，夫人，老奴是说多一事不若少一事，等元鹏少爷养好了伤，再送回祖宅。族长和几位高辈的叔伯公们，如今都还居住在祖宅里。元鹏伤了头，那族里的人怕是要闹了。谢景云拧了一下眉，不赞同地说：“那如何行？孩子是在侯府出事的，只是磕破了皮。我方才见他还能对粮。”宋谦的话被李妈妈的咳嗽声打断。嗨嗨嗨嗨！李妈妈急促地咳了起来。宋谦眉拧得更紧，衣袖里的双手握成了拳头，咬了咬牙，颇有些气恼。他方才还能对一个7岁孩子动手打骂，我看并无大碍，何必为一点小伤弱得大家不快？你回头送些吃的或碎银打发那宋元鹏和他身边的小厮，让他不必回族长面前提此事，就让元鹏留在侯府好好养着伤。谢景云很吃惊地看宋谦，随后他轻叹了一声：“既然夫君已有法子处理此事，那便按夫君的法子吧。”宋谦看他不再自作主张，转身对李妈妈说：“把2个孩子都带到慈松堂，让老夫人好好教导。”李妈妈牵着宋良的手去了慈松堂。宋元鹏把宋谦刚才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在被李妈妈也拉走的时候，宋元鹏回头看了看谢景云。谢景云本要跟去，宋谦停下脚步道：“你先回院吧，2个孩子的事情你处理不好，便交给老夫人处理。”扔下了一句话后，宋谦匆匆赶回慈松堂。花溪气死了，世子这是什么意思？一回来就给夫人找气，看把他威风的，也不怕闪着了蛇。他把人带到老夫人那去，不怕族长来找麻烦。谢景云垂下眼眸，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老夫人可以摆平的。先前有他三哥送来的大笔银子，他又不知犯了什么浑，事事帮扶侯府，只要老夫人动动嘴皮子，便能摆平此事。这次他放手不在理，老夫人怕是要割一点肉出一点血。夫人，有位自称是老夫人远房亲戚的少妇要见老夫人。谢景云走出角门，侯府后门看门的婆子来报，就他一人。是的，夫人。谢景云眉头微挑，言语听不出什么情绪，将人领到慈松堂，可别怠慢了老夫人的远房亲戚。第18章血性。谢景云倒没想到梁婉之竟放弃带2个女儿入侯府，独自一人来寻亲，这出戏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呢。刚回到玉斐阁，袁妈妈便从茶间里走出来，夫人，二太太来了，奴婢正要去找你。谢景云微微点头，让人去沏茶过来。他走入茶间，便见卫士从椅子上站起身，两眼红红的看着他。景云啊。白露端着沏好的茶放到卫士的面前，卫士哪里有什么心思品茶，开门见山的说，二婶过来是有事想求你。都是一家人，二婶有事用得上景云，提什么求不求的，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说吧。谢景云扶着卫士坐下，卫士看谢景云态度，心情好了许多。谢景云平日待人处事不错，对他这个二婶更是有因必求。卫士也是看在这一点，便对谢家的人脉动了心思。你大哥如今是威武将军，在西关守护墨城百姓，我想着能不能让大舅哥帮我去漠河附近打听打听。卫士把话说到这，谢景云就明白了卫士的意思了。二婶是觉得我3位堂哥总还有一线生机。谢景云心中苦笑，他瞧不起宋谦，可对侯爷与二房3个儿子却心生敬意。他们个个都是血汗男儿，西关与陈兵打得那么厉害的时候，送上战场的宋家男儿都在用自己的鲜血拼杀守卫西关，哪有那么多老天爷眷顾？能活着回来的宋谦，不过是没曾参与那场生死之战罢了。你大堂哥送回来的时候，万箭穿心，脸和脑袋都被箭射得稀碎，一张脸早就认不清了，怎能就确定一定是你大堂哥？卫士说起长子的遗体，又不免落泪痛心。你二堂哥只有半截身子，头与手脚都不知所踪，光凭那半截身子，又怎能确定那就是你二堂哥？你三堂哥只立了衣冠冢，他们说他沉入了沼池内，尸身都找不回来。我想着你三堂哥会不会像谦儿一样，遇到了什么机缘，还活在世上呢？婶婶不求你3个堂哥都能回来，也不求他们好手好脚的回来，哪怕他们终身残疾，痴痴傻傻，可只要能活着回来一个。卫士眼里含着泪，竖起了右手食指。谢景云听着他的话，心里微微缩紧。人心都是肉长的，宋家这3位都是为国为民而战，最后埋骨黄土，尸骨无权，让人又敬又难过。他眼底湿润一片，二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且我大哥与大堂哥也有几分交情，看在这个份上，大哥也会帮忙的。我这就写家书给我西关的大哥，让他去漠河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寻到一丝希望。不过二婶，景云也要劝你，你莫要一头心思钻进去，折颜是大堂哥的血脉，若你也倒下了，折颜才是最可怜的。二房长子战亡后，折颜的母亲也一根白绫吊死在房中。卫士低头擦了把眼泪说，折颜那孩子，你有空帮我劝导劝导他。谢景云叹了一声，卫士想让宋折颜走文官路子，可宋折颜身上流着宋家人的血性，想要从武，武将出身的宋家子弟最后都是要上战场的。卫士唇瓣动了动，还想再求别的，但看谢景云已去书房研磨写家书，卫士便没再开口，让谢景云教导折颜了。谢景云写好了书信，当面给卫士看。卫士看完后欣慰的笑了。谢景云便让花溪把家信送回谢家，让谢家人送往西关。这时香露走入茶间道，夫人，老夫人院里的人来传话，孙大娘到慈松堂闹得不可开交，叫夫人你过去处理一下袁鹏少爷的事。第19章刻薄。我头疼得很，你去回话，便说我病了，让人请大夫过来为我瞧瞧。谢景云扶了扶额，卫士怔了一下，不可思议地看谢景云。待香露出去回话后，卫士一脸精明地说，你病了便好好休息，这些年一直是你在打理侯府，可莫要累坏了，我去帮你到老夫人那看看。凑热闹他还是会的，就是不知道孙大娘又闹什么。多谢二婶特意为此过来看望侄媳，那我便不多招待二婶了，快歇着吧，我走了。卫士一走出玉斐阁，就让人打听谢景云和宋谦一同离开慈松堂后碰见的事。什么？谦儿竟为了一个乞儿，竟当着下人的面落景云的面子。卫士一边朝慈松堂去，一边说，宁嬷嬷说奴婢还打听到那阿狗亲母寻到了侯府。什么？这一声比刚才还要尖锐，也让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宁嬷嬷。他不是自己说父母死在寻亲路途吗？说到这，卫士一直反应过来，哦，莫不是那阿狗的母亲也如宋谦一样死而复生寻上门来的？感情那阿狗要寻的这门亲是咱们永宁侯府。天哪，老夫人上哪找来的穷亲戚？
好像就是这么说的。那女子在路途埋了丈夫，就来燕京找儿子。宁嬷嬷就觉得哪里怪异，却又说不上来。卫士说：“走，去瞧瞧去。”派去通知谢景云的何香，脸色不大好看的回到慈松堂。老夫人见谢景云并未来，却来了个卫士，脸色更加不好看。夫人呢？何香说：“香露说，夫人一回院子就躺在榻上，瞧着中了暑气生病了。她早不生病，晚不生病，偏生这会儿病倒了。方才来给老夫人请安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日头也没怎么出来，怎就中了暑气？”张氏现在窝着一肚子的火。孙大娘不知听谁说自己孙子被人砸了头，气冲冲跑入慈松堂，揪着阿狗又打又骂。巧的是，梁婉芝刚好被带入慈松堂，看到自己儿子被孙大娘按着打，她哪里气得过来，便扑过去和孙大娘扭打在一块。两人争执间，竟不小心把宋元鹏推倒，额头磕在柱子上，碰出了好大一个淤青鼓包。孙大娘便抱着宋元鹏，像死了孙子一样嚎啕大哭，说侯府欺负人，定要叫老夫人处理孩子和梁婉芝，否则他就抱着孙子一头撞死在慈松堂。张氏被孙大娘闹得一肚子火没处撒，现在又听到谢景云称病没来处理要紧的事，便没头没脑的骂出口。卫士嘴角一扯，暗骂张氏蠢，大嫂这样说就太刻薄了些。我方才有事求景云，特意去看了景云，我瞧着景云倒不像是中了暑气，倒像是被什么人气出病了。他眼神朝宋谦那儿瞥，刚好看到抱着阿狗缩在一旁的梁婉芝。宋谦双手微微握紧拳头。卫士看向李妈妈，大嫂不如问问李妈妈，在夜思小院里，谦儿对我那侄媳说了什么话？李妈妈又干了何事？李妈妈神色大惊。张氏与老夫人同时看向李妈妈与宋谦的方向。李妈妈不敢对老夫人隐瞒，便走进老夫人耳边，压低声音说。老夫人听到这番话，咬了咬牙，恶狠狠地朝梁婉芝那瞪看了一眼。都怪这小贱蹄子没教好孩子。第20章闹心。谢景云不来处理，那就只能从他账上拿钱打发孙大娘。可依孙大娘这阵势，不像之前几个碎银便能打发。老夫人一想便觉得头疼，索性扶着额头说：“我头痛的厉害，李妈妈，你去叫人给我请府医过来，我怕是老毛病又犯了。”张氏看李妈妈扶着老夫人进卧房，站起身问：“母亲，李妈妈方才和你说了什么？谦儿对景云又说了什么话，让他使小性子？”老夫人又咬紧后槽牙，瞧着张氏那拎不清的模样，差点骂他蠢货二字。这永宁侯府是指望不得张氏的，幸好还有景云顶着。回头他再敲打敲打孙子，顺一顺谢景云那口气。这个家没有谢景云不行。老夫人狠狠看了张氏一眼，便回卧房。李妈妈再出来时，便和张氏说：“老夫人身子不适，让大太太好生安抚好孙大娘，拿些银子和铺面，让孙大娘带着元鹏少爷回去好好养伤。”张氏还不知道这笔银子不从谢景云那拿，也不从宫中拿，要他私下拿。他便让老夫人好生休息，转身派人去玉斐阁要银子和铺子。老夫人听到张氏行事作风没病，也被生生气出了病来。张氏这个蠢货，景云先前当面说的话，他都抛到脑后了。真要从谢景云那掏银子，也不是这般兴师动众，明目张胆。他倒好，端着婆婆的身份拿瞧，叫谢景云掏嫁妆赔给孙大娘，真是家门不兴，家门不兴。可想而知，张氏吃了个闭门羹，连面都没见着谢景云。因为张氏去玉斐阁的时候，谢景云昏睡过去，院里的人说病得不轻。回到慈松堂后，还被老夫人劈头盖脸大骂。卫士在一旁看张氏被老夫人骂，心里好生快活。最后卫士被老夫人骂走了。张氏站在老夫人床榻旁，抹着眼泪说：“不是母亲让我去拿银子和铺子打发孙大娘的吗？你是不是蠢？是不是没脑子？景云最近在整理账目，连自个院的库房都锁了。你当着孙大娘的面跑去自己儿媳妇院子，让她从自己嫁妆拿银子铺面赔给那长舌妇，你是想让世人戳你王府脊梁骨，还是想毁了谦儿的前途？”啊！张氏意识到事态严重，脸色发白，看了看一旁站着的宋谦：“我没想太多。再者，之前不都是从谢景云那儿拿的吗？”的确如此，这才让老夫人好头疼。谢景云回了一趟娘家，不知他家里人和他说了什么，回来竟锁了自己的库房。若日后靠侯府那点营收度日，侯府这日子怕是不好过了。先把孙大娘这事解决，再让谦儿去轰轰谢景云。你回你库房拿一间铺面和100两给孙大娘。什么？张氏瞪眼，老夫人瞪得比他还大。怎么，你难不成还想让我这个老骨头拿出棺材本去打发孙大娘？梁根儿可是你的亲孙，万万不能再让梁根儿受委屈了。打发了孙大娘后，日后就不让元鹏来侯府玩了，省得再闹出什么事。张氏被说得不敢还口，可心里却憋着闷气。这事都怪谢景云，谦儿刚回侯府，做夫君的说他2句怎么了，如今却还闹上脾气了。难道日后都要谦儿顺着他？他也太不懂事。第21章安氏。张氏离开慈松堂，回自个院子，
忍痛拿出100两和铺气，把孙大娘打发走了。老夫人坐在床榻，头上包着抹额，看起来脸色微微苍白，倒有几分病气。宋谦看到老夫人脸色，心中愧疚不已。祖母，此事是我考虑不周，不该同谢景云那样说话，否则他便不会不帮着处理孙大娘的事。老夫人到底还是更疼孙子。谦儿，你这7年不在家中，不清楚现在的侯府与你在家时不同了。若不是谢景云带着谢家大笔嫁妆到咱们侯府，又有他事事兜底，侯府哪里还有以前的光景？梁根的事情怪我，先前景云问我梁根叫什么名字，我脑子犯了糊涂，随便扯了阿狗的名字。宋梁这个名字是不能再用了，但也不能让侯府的血脉姓他人的姓氏，便还让他姓宋。那个女人的亡夫我也替她安排好了，你回头给孩子重新取个寓意好的名儿，日后让他母子2人暂时住在我这院里，我会让人好生照顾孩子。你莫要再为孩子的事情与景云闹离心了。你如今回了侯府，前途更要紧。景云她是个贤惠孝顺的，谢家完全可以成为你的助力。老夫人3句不离谢景云，让宋谦对谢景云颇有些抵触。但想到永宁侯府现在的困难，谢景云能给侯府带来的前途与光景，宋谦没有再反驳老夫人，顺从的回道：祖母，我知道了，我明日就陪谢景云回门。宋谦说完，走出老夫人的房间，路过大厅时，正好看到梁婉之鼻青脸肿的站在那儿，他心里微微发紧，想上前安抚一番。身后的李妈妈提醒道：世子，该回院子了。宋谦唇瓣动了动，最终没有走到梁婉之面前，而是大步的从母子2人面前离开。梁婉之眼底泛起了一丝落寞，她低下头抱紧了宋良。不怕的，他有儿子，那个女人如何比得过他？他便只能借些卑劣的手段，靠身后的世家在谦哥哥面前耍小性子。谦哥哥是不喜欢这般小肚鸡肠的人。如此一想，梁婉之心里舒服多了。表姑娘，老夫人让你进去。耶，夫人，世子过来了。花荣从外面进来通报，正在打理屋子的豆蔻得知宋谦来了，面带娇羞的悄悄退了出去。谢景云抬眸扫了一眼离开的豆蔻，并未停下手中动作，继续拨动算盘，细细盘算账本。宋谦被豆蔻引进御景轩内，他迈过门槛，便见谢景云坐在回环状花纹窗前。他穿着青素的衣裙，鬓发齐整，面色红润，完全看不出半点病态。宋谦不免皱了一下眉，但想到宋老夫人的话，宋谦眉间的川纹又慢慢展开。听说谢景云在得知他死后，依然履行2家的婚约，抱着他的牌位嫁入永宁侯府。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愧疚之意，对待谢景云的时候，也不似一开始那般反感抵触了。既然回来了，他可以试着和谢景云接触。我有话要和你说。宋谦说。谢景云刚好停下手中的动作，起身让人送夜宵进来。花荣和香露抿嘴笑着退出房间，花溪却一脸愁容地走出屋子。白露很快从厨房拿来夜宵摆在桌上，屋里就只剩下宋谦与谢景云2人。谢景云有用宵点的习惯，便先自顾自地吃起来。宋谦却没什么胃口，一边看着他吃，一边说：那孩子不叫阿狗，他叫宋广泽，听闻是个身世可怜的孩子。他母亲安氏今日寻到侯府，是祖母娘家姨奶奶家的侄媳妇。祖母和那家以前有些交情，如今那家死的死病的病，只剩下安氏母子俩，祖母打算留下安氏母子。安氏便是梁婉之，他们给梁婉之安排了另一个身份。谢景云低着头，不动声色冷笑，果真是一群不要脸的东西。第22章讽刺。谢景云在抬头时，脸上依旧温婉端庄，连笑容都散发着柔光。那孩子说自己死了爹娘，一人乞讨到燕京，后来又碰到我的马车。老夫人也不知怎地，向来一直放心我处事，那日却背着我叫李妈妈去医馆将阿狗，将泽根从医馆接回。又提起我为夫君在侯府守寡了6年，说泽根与夫君小时候有8分像，和泽根有缘，要我收了泽根当继子，日后让他孝顺我这个嫡母。二婶百般阻拦，说咱们侯府还有折颜这嫡亲的宋家血脉，哪轮得到一个街头乞儿做侯府嫡子，这事便暂且搁置了。如今想来，幸好这事没定，若不然等他生母寻上门，那就尴尬了。不，宋谦只觉得现在尴尬的是他。若谢景云顺顺利利收广泽做继子，他便可以继续和婉之在外双宿双归。如今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他不得不行此不齐。听谢景云字字句句，宋谦的眉头不自禁的收紧，心中升起阵阵不快。你似乎很嫌弃广泽出身，真是怪了，世子刚回侯府，怎地对一个孩子如此上心？花溪守在门口听不下去了，便端着自己刚泡好的茶水走入房内，把沏好的茶端到宋谦的面前。宋谦眼中那一丝不悦，因花溪这一番话转为荒意，但他很快又压下心中的不安。不等宋谦开口辩驳，谢景云放下玉柱，世子有大爱，上可容纳百姓，下爱怜孤儿寡母，实乃侯府之幸，亦是这菩萨般的大爱，让世子能死而后生。宋谦嘴角一僵，他怎么听着这话刺耳？可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
还需靠谢景云背后的谢家，便忍了忍，双手紧紧攥着拳头，起身道：“我今夜过来是要同你说，明日我陪你回门，你早些歇息。日后世子有何事，只管派人过来说一声，不必麻烦着世子辛苦跑一趟。”宋谦面容泛起一丝诧异，他记得他与谢景云的婚事是谢家老夫人牵线结成的，在回侯府之前，虽与谢景云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可年幼时那2次相见，谢景云满脸女儿家的娇羞，那时他一门心思都在梁婉之的身上，并不成谢景云的爱慕之情。而这些年，他又抱着他的牌位给他守了6年寡，他如今就这样把他给赶走，也不想挽留他过夜。宋谦也不知哪来的邪火，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了。花溪把宋谦的态度都看在眼里，心里又气又恼。花荣与白露、香露几个却替谢景云捏了一把汗。豆蔻也心生不满，进来念叨了几句：“夫人，你怎能那样同世子说话？世子来玉斐阁，就说明世子心里有夫人。你懂什么？闭嘴吧你！”花荣狠狠瞪豆蔻。豆蔻是老夫人房里的人，本是要给宋谦做通房的丫鬟。宋谦没回府之前，豆蔻充当老夫人的眼线。如今宋谦回来了，豆蔻自是生了那等子心思。他自然希望谢景云能与宋谦早些同房，老夫人高兴了，便会让他到世子跟前伺候，将来像后院那几个姨娘一样，生下一儿半女，便有了仰仗。谢景云又岂会不知豆蔻的心思？豆蔻对宋谦的爱意可不是一点点，是激进发狂的那种热衷呢。第23章搞事。谢景云与花溪对视了一眼，谢景云没说什么，花溪明里暗里的暗示豆蔻，哪有人跑到夫人房里谈那孤儿寡母的私事？世子堂堂男子，该管不管，不管该的偏管，说出去让人笑话。再者，奴婢听闻那妇人与夫人一般年纪，如花似玉的容貌，肤白细腻，十指不沾阳春水，可一点都不像逃难而奔，倒像是一直养在家中的妇人。世子今日帮着那孩子，夜里又到夫人面前提此事，不觉得可笑？豆蔻还未见过投奔老夫人的那位，如今听到花溪对那妇人的描述，两眼圆瞪了起来。花溪，我是许久没管你了，竟在夫人面前胡说八道。赵嬷嬷从外面走入，端着一脸厉色，呵斥花溪。赵嬷嬷是谢景云的乳娘，又是谢景云母亲那边的人，算得上是她的半个娘亲。省亲了半个月，今日才回的府。屋子里的人都很怕赵嬷嬷。花溪知道豆蔻听进去了，便向赵嬷嬷求饶：“好嬷嬷，是花溪多嘴了，罚花溪收拾这一屋子茶水碗具。”花溪手脚麻利地收好桌上餐具，走出屋子。豆蔻也寻了事儿做，跟在花溪身后。花溪姐姐，你出来做什么？这儿不用你收拾，我自个忙活。那成吧。豆蔻没有再继续跟上去，他转身离开玉斐阁。谢景云站在雕花窗前，看着豆蔻离开。赵嬷嬷上前关窗，刚好看到豆蔻走出玉斐阁。赵嬷嬷蹙起眉头道：“豆蔻又跑了，随他吧。要不这样，明日怎会有好戏呢？”赵嬷嬷关上窗，却不赞同。虽说是老夫人送到夫人房里的人，可也是玉斐阁的丫鬟，若出去闯了祸，最终还是夫人揽下。我去把她叫回来，夫人先歇息吧，明日要早起回门。好。在赵嬷嬷的伺候下，谢景云躺下了。今夜一夜无梦，翌日醒来，便听到洒水扫地的丫鬟婆子私下议论着什么。花溪端着漱口水进来：“夫人，他们都在聊什么？”香露给谢景云盘发，竖着耳朵听花溪说：“是老夫人院里的那位，今日一早起来被吓得不轻，听说当场就口吐白沫吓晕了过去。老夫人和太太去安姑娘的房中时，也险些被吓死。”豆蔻端着吃用的早膳，面色从容地走进来，布菜摆盘。谢景云透过铜镜看着那正忙活着的豆蔻，今日豆蔻看着比往日还要勤快。安姑娘房里发生了何事？吓成那样？谢景云温和地问。花溪想大笑，却又不敢太明目张胆地笑出来，极力地忍着，让自己看起来稳重一些。可言语中还是听得出那未能克制住的幸灾乐祸。今日安姑娘一早醒来，掀开被子，便看到自己身旁蹲着数十只蟾蜍。那被子一掀开，这些蟾蜍便三三两两往安姑娘身上扑去。安姑娘就这样被活活吓晕了。香露听到好多蟾蜍在床上，手一抖，差点把刚要盘好的发弄散了。赵嬷嬷皱眉道：“安姑娘房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癞蛤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想就来。”豆蔻冷不丁地插了一句。房里众人皆是一阵未语，纷纷转头看向豆蔻的方向，刚好就看到立在门前的宋谦，双眸猩红，脸色阴郁。第24章争执。众人纷纷向宋谦行礼，豆蔻一改刚才的神情，笑脸迎前，温声询问：“世子可用过早膳了？夫人还未开膳，奴婢回厨房再拿些世子爱吃的。”豆蔻余音未落，宋谦大步从他身旁走过，走至谢景云的面前，气势汹汹，像和谢景云结了什么大仇。屋子里的下人一下子紧张起来，
未料到大家欢欢喜喜，一早起来给夫人收拾头面衣裳，等着回门，就迎来一脸凶神恶煞的宋谦。不知是哪里惹得这位主子不快活，自问他们家夫人这些年在侯府恪守职责，不曾有过逾越之举。世子一回侯府便处处不顺，今儿一早又是要做什么？谢景云。宋谦看着满屋子的下人，瞧着他，你若不想在下人面前失了主母的面子，便将这屋子里的人先打发出去。谢景云的妆容刚刚铺上一层粉，看起来白白净净，如今听到宋谦的话，更显得苍白中带着几分冷意。世子有话直说，屋子里的都是我玉斐阁的下人，无需避讳。我昨日不过因为宋广泽和宋元鹏一事同你起了争执，在下人面前落了你的脸面。你是不是昨夜派人去祖母院里对付那对孤儿寡母，意欲赶走祖母的远亲，以此泄愤？他连掩饰都不掩饰了，当众说的那样直白，那样难堪。屋子里的下人除了豆蔻之外，个个都是从谢家带来的。他们听到宋谦这样糟蹋自家主子，皆是一脸愤懑。谢景云虽也猜到宋谦为何是兴师动众的问罪，可等到他质问他时，他真是气得不轻。他从原木凳站起身，虽还是矮了他半代，却坦荡磊落，气势不输分毫。世子如此问出口，不是在辱我，是在辱己。世家勋爵有头有脸的人家，嫡庶内外分明，男儿在外主大事，妇人在内长内务中愧。我当以为昨日之事昨日结果，不想世子竟觉得你在下人面前落我面子之事是件非常光荣体面的事，又翻出来说还要当着我娘家派送来的下人面前说。我在侯府守寡了6年，真如世子所言所想，小肚鸡肠，心思阴毒，目光短浅，连个孤儿寡母都容纳不下。还没等世子从棺材里爬出来，我便可做的这永宁侯府都垮了。宋谦喉咙滚动了几下，被谢景云几番话羞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可今日来都来了，还有下人看着，他如何能让一个妇人压他一头？不是你，那便也是你掌家不利，让老夫人的远亲房中进了脏东西。若日后这脏东西跑到老夫人的房中，吓坏了老夫人，你如何担得起这责任？赵嬷嬷，去拿侯府对牌、账本和库房钥匙来。世子回府了，往后侯府有世子撑着，这家谁爱管谁管，本就是一堆烂摊子。赵嬷嬷转身去抽屉拿账本、对牌和库房钥匙，装到一个长长方方的木匣子里，双手递给宋谦。宋谦眼皮子狠狠跳了几下，祖母说侯府如今还需要谢景云，只有他掌家才有出头日。到嘴的说辞生生忍了回去，最后一言不发，转身就离开了玉斐阁。放着掌家钥匙，账本的匣子自然也没敢拿。第25章见面。谢景云唇角却勾起了冷笑，若他接了赵嬷嬷手中的匣子，他谢景云敬他是条汉子。可他们一边欺负压榨他，一边又干些龌龊之事，幼年时的倾慕之意，如今竟像被喂了屎一般恶心。一屋子的家仆子都替自家主子愤愤不平。赵嬷嬷端着匣子问谢景云：“夫人，当真要把管家全交出去？”不等谢景云回答，花溪就先替谢景云回道：“赵嬷嬷，你有所不知，昨日世子刚回府，就当着李妈妈和几个下人的面数落咱们夫人，就因着那安姑娘的孩子与族里的袁鹏少爷打闹，世子说出来的话真是难听。想我们夫人在谢家锦衣玉食，被老爷和几位公子们捧着长大，后又嫁到永宁侯府独守空房，恪守家规，不想竟被这样糟蹋。更过分的是，嫁入永宁侯府6年，世子早就和外人生了私生子。侯府老老少少没脸没皮，将外室和私生子谋算到小姐的眼皮子底下，还想让小姐给他们教养私生子，简直是欺人太甚。花溪气得眼睛通红。赵嬷嬷没想到自己回乡省亲半个月，竟发生了这般离奇的事，老夫人怎么说？后来孙大娘来闹，老夫人让夫人过去帮忙打发孙大娘，我们夫人被世子气病了，没去见老夫人。花溪抹着眼泪说。赵嬷嬷心里明白了，夫人今日还回门吗？回。谢景云坐回凳子，白露，继续为我上妆，一会去慈松堂同老夫人说一声。盘好了发，上好了妆，谢景云随便吃了2口就去了慈松堂。刚走入慈松堂，就看到不少下人在花丛、后园四处打捞蟾蜍，连宋谦也亲自上手。豆蔻看到宋谦挽袖捞蟾蜍的模样，眉头不由一皱，心生了恼意。而谢景云只是冷冷淡淡瞥了宋谦一眼，便快步走入慈松堂内。老夫人、张氏、卫士都在大厅，他给3位长辈行了礼，便道：“听院里的人说，老夫人房中进了蟾蜍，吓着了老夫人。可不嘛，怪吓人的，不过不是在老夫人的房中，而是在安氏的房中，差点没把人给吓死。”张氏说到安氏，就朝着左手旁房门瞥了一眼。李妈妈从里面走出来，身后跟着身穿鹅黄色衣裙的女子。她身形纤细，体姿婀娜，面色如玉，肌肤细润，一双眸子如盈盈秋水，透着几分清纯又无辜的色彩。男子见了都会忍不住升起怜爱之心，想要好好呵护。她身边牵着将满7周岁的孩子，老老实实的跟在李妈妈身边。
李妈妈把人带过来后，便同老夫人说：“老夫人，安姑娘醒了。”老夫人当即就向谢景云介绍起梁婉之来。景云啊，那蟾蜍是进了秀婉的房间，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是我娘家姨奶奶家的侄媳妇，家里头闹饥荒，病的病死，饿的饿死，走投无路，才带着孩子来投奔咱们家的，也是泽根的亲母。说完，又对梁婉之说：“秀婉，这是我孙媳妇，也是我们永宁侯府唯一的主母，日后你缺什么需要什么，便同景云说。”老夫人一边敲打梁婉之，不要对侯府主母之位动心思，一边又希望谢景云能妥善安置好梁婉之的住处。谢景云唇角不动声色扯了扯，讥讽浅于唇边时又快速消失，朝着梁婉之微微点头。梁婉之一上前，嗓音娇娇柔柔地说道：“婉儿日后便要劳烦夫人多多提点了。”老夫人听到这话，脸色一沉。第26章广泽。听闻谢家乃礼仪书香世家，夫人的二哥谢二公子在广文堂为世家勋爵子弟传授四书五经。梁婉之没看老夫人那边，自顾自地说。而他提起此事时，倒是提醒了宋老夫人。宋老夫人下意识地看向梁婉之身旁的孩子宋广泽。6年前西关一战，侯府男丁险些死绝，元气大伤，他自然不想再让孙子和曾孙再上战场了。若能让曾孙广泽进广文堂读书，得谢家传递，又有谢家帮扶，他日必能成就大业，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想到这，宋老夫人笑眯眯地对孩子说：“泽根儿，快去给夫人请安。”梁婉之低头看儿子，冲着宋广泽暗示了一番。宋广泽便朝谢景云走去，一脸恭敬又有百般讨好的唤道：“夫人康安。”谢景云态度漠然，淡淡瞥了一眼宋广泽道：“宋广泽。”宋广泽听到谢景云唤自己的新名字，微微抬头，笑容很甜，心头跳跃着一抹无以言语的喜意。娘亲说，只要让夫人开心，日后侯府和谢家都会是他的，他们都会成为他的垫脚石，帮他铺一条青云之路，直达青天。夫人，宋广泽正是我的名字。宋广泽很喜欢新的名字，那些人再也不敢叫他阿狗了。府里的下人见了他，现在都要唤他一声少公子。谢景云轻轻点头，嗯了一声，公正、诚实、谦逊、含蓄，寓意为人正直守信，聪明且有智慧，未来方能有一番成就，是个好名。宋老夫人双眸一亮，有戏了。景云，你今日就和谦儿一块回门。我听闻今日广文堂还有1-2个名额，不若你帮我们要一个名额，送咱们侯府子弟去广文堂听课读书。卫士双手瞬间掐紧了帕子，激动地看向宋老夫人，随后又看谢景云。老夫人这是打算把哲言送进广文堂，那就再好不过了。谢景云见卫士一脸欢喜，就知卫士误会了，他倒是可以拱一把火。老夫人放心，大堂哥生前与我大哥有些酒桌上的交情，哲言是大堂哥的独子，承这份情，我也会帮哲言的。今日回门，我会同我二哥说一声，按说哲言的身份要入广文堂，这条件也够了。谢景云温声细语地说。梁婉之却瞬间皱起了眉头，咬紧下唇。老夫人一时变了脸色，转头看向坐在另一边的宋哲言。卫士早就想托谢景云这个忙，苦于一直不知该如何开口，老夫人又不怎么替哲言打算，如今得了谢景云的承诺，他激动的双手颤抖，从椅子站起身，拉着宋哲言给谢景云敬茶。可宋哲言却扭扭捏捏，不大愿意。我想像爹爹一样做大将军，以后保家卫国。宋老夫人暗暗松了一口气，呵斥卫士：哲言都说不愿读书，你逼他又有何用呢？就这么把人送到广文堂，若日后学无所成，岂不是闹笑话，给侯府丢脸？老夫人，婉儿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梁婉之低声下气地询问。宋老夫人朝他弯了一眼，眼中带着浓浓的警告，面上却带着笑容。你说吧，既然二太太有自己主见，不若就让二太太试试。侯府得了广文堂的名额，本就是喜事，对永宁侯府名声也好。梁婉之轻轻地说。卫士突然对着投奔侯府的安秀婉有几分改观，对他投去了善意的笑容。第27章鄙人。宋老夫人自是一点就通，一下子明白梁婉之那几句话的含义，便没再说卫士。谢景云把大厅内各怀鬼胎的众人都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微微抿唇。真是有意思了。时辰也不早了，景云早些回去吧。世子人呢？宋老夫人问。张氏指着外头说：我方才看他在外面帮忙除害虫。不像话，景云回门重要，让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活，换身干净的衣物，赶紧陪景云回门。宋老夫人道。说到这事，谢景云不免多问了2句，不知老夫人后院为何会跑进那些东西，可找到原因了？宋老夫人说，是秀婉住的那间屋子，后面被耗子刨开了一个大洞，蟾蜍便是从那里跳进秀婉的屋子，我已命人堵上了。梁婉之脸色变了变，想到今日一早的情景，他差点又要恶心吐白沫。宋谦正好从外面走进来，听到老夫人的那番话，脸色略带一丝尴尬之色，走到谢景云身旁，却未看他一眼。祖母，后院害虫除干净了，回头找人将那片池塘填了，或好好打理一番。这后院之事，
何时需要你来操心，我会让人去处理。你陪景云早些回门。是。宋谦回身对谢景云说：“我们走吧。”好，夫君。谢景云笑容温婉端庄，完全没有刚才和宋谦针锋相对的不悦和恼意。宋谦一时对他这般模样和态度感到大惊，果真是世家培养出来的宗妇，仪态端庄，姿容齐整，也未向他祖母诉说什么委屈。他倒是看清了谢景云这个女子了。二人并肩而行，走出慈松堂。宋老夫人看到这一幕时，心里十分欣慰，真是一对璧人，谦儿得景云这样的妻，是我们侯府之福。魏氏也是这么想的。梁婉之见宋谦与谢景云并肩而行，手微微攥紧帕子，可没一会儿，梁婉之便想通了。谦哥哥靠近那个女人，一切是在为自己和孩子谋算。没多久，魏氏也带着宋哲言离开慈松院。等魏氏一走，宋老夫人就冷下脸，让李妈妈带宋广泽出去玩。大厅里就只剩下老夫人、张氏和梁婉之。她恶狠狠地训斥梁婉之：“你一个外来人，我能收留你，给你一口饭吃，你便要感恩戴德，怎可在主母面前插嘴多言？若万一让景云发现端倪，毁了谦儿的前途，我饶不了你。”张氏也瞪他：“你要记住，在这个家里，要事事以谦儿前途为主。景云是我们侯府的贵人，若叫他知道你那点肮脏的心思，毁了谦儿，我撕烂你臭嘴。”梁婉之也不恼，温顺又讨好地说：“老夫人、太太，我儿方才见了夫人，也是对谢家起了仰慕之心。若咱们哥儿可得谢家传授诗书礼仪，入世家大家的门槛，对世子亦有百般好处。我儿也是因哥儿的前途一时心急了些，可广文堂的名额不多了，若再不争取，怕就要等明年。”宋老夫人脸色稍有缓和：“这个侯府哪有你说话的份？下不为例，先退下吧。”是。梁婉之向宋老夫人和张氏行礼退下。张氏不解地问宋老夫人：“娘，为何不多求一个名额？你让宋哲言去，到时择哥儿怎么办？”蠢货！宋老夫人瞪了他一眼。张氏看老夫人的态度，倒吸了一口凉气。娘是想让哲言闭嘴。宋老夫人真是不想和张氏这个蠢货多聊。你也回自个院去吧，省得在我眼前碍眼。张氏一走，宋老夫人就派何香去接宋哲言到慈松堂玩。第28章，谢家，方才玉斐阁一事，是我错怪你了。马车里，两人面对而坐。谢景云从慈松堂出来后，就再没和宋谦说过一句话。宋谦自知蟾蜍一事错怪了谢景云，面上略显歉意，低咳了几声，方道出心中愧疚。谢景云红唇轻扯，那抹轻蔑的笑意很浅淡，看在旁人眼中却是温婉大气。夫君一片孝心，蟾蜍有毒，怕老夫人因此伤了身子。景云理解，不曾对夫君有怨，夫君亦也不必放在心上。宋谦微微一愣，这才敢正式看向谢景云。回来到现在，只昨日在慈松堂随意扫视他，未曾像如今近距离细看女子。她容貌身形不似梁婉之纤瘦，相反，谢景云被娇养的珠圆玉润，浑身雪白，近她身前时，阵阵清淡芳香泌出，香软如玉。更难得可贵的是，谢景云身为侯府主母的气魄。宋谦喉结滚动了几下，原本对他还有抵触的心慢慢放下，想来日后他定也能接纳我儿和孩子的，只是需要一点时机。祖母让人准备了回门礼，一会拿到谢家。谢景云面上淡淡的应了一声。宋谦看他有一搭没一搭，心情莫名烦躁，便也没同谢景云再说什么。昨夜我儿和他说过，希望广泽入广文堂读书，他今日陪谢景云回门，是带了任务而来。马车停在谢家大门，谢家从谢老夫人到3岁小儿都出来等候多时。谢景云再见亲人时，难免触到前世的悲痛，眼尾微微泛红。谁能想到谢家人丁兴旺一夕间触怒龙颜，流放岭南，成为庶民。祖母没能撑到去岭南之地便病逝了，大哥战死，二哥为护住谢家族里的小儿被活活打死，三哥在圣上下旨抄谢家的时候，因护他的画像死在对家剑下。这一切种种，皆拜他养的白眼狼宋谦和梁婉之，亦与永宁侯府那些人脱不了关系。祖母、父亲、二哥、三哥。谢老夫人看到死而复生的宋谦时，也忍不住红了眼眶，上前搂住了谢景云，同宋谦说：“好孩子，守得云开月明，孙婿郎平安回家，实乃宋谢两府之幸，亦是我姐儿之福。见过祖母。”宋谦恭敬地唤道：“宋谦这6年有负景云，往后我定好好待他。”谢景云看他虚情假意的模样，心底有些烦，不知祖母知道真相后又会如何。这门亲事是祖母亲自出面为他牵线，祖母若知道自己千挑万选的孙婿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满门忠烈的永宁侯府实质烂到了根子，怕是要被气到呕血气绝，自责而死。想到要落得这样的场面，谢景云双手冰凉，红唇不自觉地打着寒战。暂时不能让祖母看出端倪，不能让祖母担心，需徐徐图之。母亲，让2个孩子进去坐着好好聊吧。今儿
你祖母一早便让人准备了好多你爱吃的点心，快随你祖母回西河堂吧。谢夫人说道。一群人走入谢家后，分成两拨，男子们去招呼了姑爷，女眷去西河堂。到了午膳时，谢家二郎谢景玉方才从广文堂下学归府，看到谢景玉回府，宋谦喉咙发紧，看向了谢景云的方向。他今日要为广泽谋一个广文堂的入学名额。第29章，苛刻。可是谢景玉和宋谦打了一声招呼后，便坐在谢景云的对面，没再与宋谦多谈。谢家门风端正，向来食不言，寝不语，是以大家坐在一块入席时，桌上连个筷子碰碗的声音都没有。宋谦知道谢家的行事作风，每动一处筷子便要小心谨慎，生怕惹了小舅子们不快，又怕被岳父岳母看清，十分好面子。吃一顿饭下来，宋谦光记着礼仪，便不知自己是吃没吃够。看到谢景云、谢景玉、谢李兄妹三人陆续放下手中玉柱，便也慢慢放下。没一会儿，众人吃得七七八八。谢兰峰才问起谢景玉广文堂的事，父子二人聊了一会。提到广文堂，谢景云便问谢景玉：“二哥可还有广文堂的入学名额？”宋谦身子端端正正坐好，侧耳去听。侯府想要送孩子入广文堂。谢景玉抬头看向了宋谦和谢景云的方向。谢景云温声说道：“我二婶的孙子哲言今年9岁，二婶想让哲言入广文堂入学，不知哲言的条件够不够入广文堂？”原来是哲言。谢景玉回想起年前哲言来谢家玩耍时写的那一手字，虽说不算极好，却是一点就通。那孩子天资聪慧，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事，只是心性不定，玩心大。若是收心，好好念书，可以慢慢培养好的。广文堂倒是还有2个名额，我可以让哲言入广文堂试学10日，需要过了试口，才能真正的入广文堂。知道，一切按广文堂的规矩来，我会同哲言好好说。二哥给我留一个名额。谢景云道：“好，我明日回广文堂会寄一个名额给永宁侯府，到时让人送入学庚帖过去。那就有劳二哥哥了。”谢景玉宠溺的点点头。饭后原本是谢老夫人午休时间，可谢景云差不多要回侯府了，便一直拉着谢景云的手，说了好些夫妻之道。谢景云好不容易把谢老夫人哄睡，走出西河堂，他从花溪手里拿过小匣子，去谢里的书房找他。谢里虽走经商之路，却也喜爱看书、作画、写诗。外出游历时，时常从外面张罗些经典名著，书房里的书都快摆不下了。三哥，谢景云把小匣子推到谢里的面前，这些东西交给你来保管吧。谢里停下手中的笔，打开小匣子，那里面放满了他给谢景云傍身所用的铺面契书。他眉开眼笑地说：“小妹，这些都是三哥给你准备的嫁妆，给你傍身所用。你在侯府需要打点的很多。三哥，你怕是不知，你年年往我院里送的东西快堆不下了，也不好打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是要三哥帮我管着，我要用银子的时候再找三哥要。”谢里不是蠢货，听到妹妹说出这番话，他神色顿了一下，看向谢景云：“是不是在侯府遇到什么难事？”谢景云浅浅一笑：“三哥莫要多想，我回头会让人再将用不上的珠宝首饰拿出来，三哥帮我折成银票。”谢里的脸色变了变，以前妹妹从来不曾对他说这样的话，他亦不曾像今日这般反常。但既然妹妹不说，他也不问，他会私下查。你若受了委屈便回家来，三哥会替你做主。谢景云笑着宽慰：“我在侯府长着中馈，谁人敢不敬我呢？那就好。这世道对女子苛刻，宗族亦无何离妇，特别是像谢家以诗书礼仪传授天下，所在女子身上的枷锁更加沉重。几位哥哥嫡妹正是议亲的年纪，他不能因那一锅蝇营狗苟毁了哥哥们。”第30章，贪心。拜别谢家众人后，谢景云眼眶微红的上了马车。可等宋谦上马车后，谢景云就擦拭去眼中的泪意，又恢复端庄的模样。宋谦看了他一眼，心思却在广文堂的名额上。二哥说广文堂还有2个名额，你为何不索性跟二哥将2个名额都要来？谢景云知道宋家老老少少狼子野心，宋谦能在他面前说出这样的话，倒一点都不意外。侯府只有哲言一个孩子需要入学，我亲自开口向二哥要一个名额，已是天大人情。且广文堂1年招1次学生，侯府得了一个名额，又要占用另一个名额，岂不是让他人没机会入学堂？谢景云微微扬起下颚，倒想再听听宋谦敢不敢说要给宋广泽留一个名额。宋谦却扯到了族里去，族长的孙子宋元鹏不也到了年纪吗？若侯府多得一个去广文堂的名额，便可多送一个孩子去广文堂，与我们宋家又有何坏处？夫君方才为何不直接与我二哥哥说，干脆把剩余的2个入学名额都给我们永宁侯府呢？谢景云反问。宋谦瞬间面红耳赤：“我以为你会让二哥要那2个名额，可你只要了1个，若我再提，岂不显得我侯府贪心？难道不是吗？”我知道了。谢景云娇颜勾起了一抹笑意，看得宋谦很不自在：“你这话是何意？多谢夫君在我娘家人面前处处给足我面子，
姐儿心里知道了，很感激夫君如此维护姐儿，没有当着我家人的面做一个两面三刀、胆小如鼠、贪得无厌之人。宋谦，这话绕的他怎么有些听不懂？他这是在说好话赞赏他，还是在骂他？那我只要到了一个名额，夫君打算如何？谢景云不动声色地挑眉。宋谦心底生着一口闷气，和谢景云相处，总觉得不那么舒服自在，好像他处处比他低一等，这是为何？那便就这样吧。宋谦心不在焉地说，到时晚会做打算。回到侯府，谢景云刚下马车，就见卫士站在大门前，然后匆匆朝他走来。姐儿，你回来了。他拉着宋哲言来到谢景云身旁。谢景云看二人额前的薄汗，便知卫士带着哲言在门前等候了许久。二房亦是命运多舛，宋哲言受宋老夫人影响，从武上战场镇守西关，最后一逃不过马革裹尸的命运。卫士在宋哲言死后第3日从西关镇北门跳下。她这一声丧子，丈夫无用，孙子是她最后的希望，却要成为宋广泽仕途的垫脚石。她愿意拉二房一把，且看那老的老，少的少，还如何称心如意。二婶放心，我二哥已经点头应允，给哲言留一个入学名额，明日那广文堂入学帖便会送到侯府来。谢景云拉着卫士的手，一边说一边往内走。卫士欢喜又激动，然后推了推宋哲言道，还不快和你堂婶道谢，日后大了要好好报答你堂婶。二婶，我二哥说虚过了试考才算广文堂真正的学生，你先莫要谢我，若没有你做敲门砖，哲言连门都摸不到，又怎能让哲言做个忘恩负义之人？成不成，事在人为，我会看着哲言的，定不给姐儿抹了面子。卫士笑道。宋哲言皱紧眉头，嘀咕道，我要从武。哲言。谢姐儿拉起宋哲言的小手，你想做一个莽夫，还是做一个足智多谋的大将军？第31章智勇。宋哲言想都不想，便说，我要做一个足智多谋的大将军。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其中智与勇最为重要。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有智者可在繁复险峻局势中见人所未见，运筹帷幄，审时度势；有勇者无畏风雨，不惧艰险，迎难而上。宋哲言听到这番话，两眼再放光。而真正的大智慧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获得，若有朝一日你上了战场，兴许便是你的一道保命符。谢景云低下头，温和地与宋哲言说。宋哲言恍然大悟，那我要做一个读书很厉害的大将军。卫士一颗悬着的心暗暗放下。谢景云笑道，有勇有谋，无论哲言身在何处，都能脱颖而出，哪怕不能成为尖尖上的人儿，亦也是风光月季为社稷为百姓的君子。宋哲言心里豁达，停下脚步，笑道，堂婶，你真厉害，我想像堂婶一样出口成章。跟在他们身后的宋谦神色复杂地看向谢景云的背影，有勇能谋，大智慧。谢家嫡女尚且有这般胸襟，待广泽入了广文堂，得谢二公子提点教导，定也会十分出色。谢景云倒不知道宋谦在他身后做白日梦。哲言好好读书，日后做一个行得端、坐得正、问心无愧的男子汉。谢景云说到这番话的时候，宋谦面上又浮上了一抹燥热。他总有种错觉，从谢景云口中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似在含沙射影着什么，让他想起6年前西关一战，羞得无地自容。可当看到对面树荫下站着的小身影时，那股子羞耻之心一扫而空。6年前战场上的人几乎死绝，纵使能活着回来，亦是伤的伤，残的残，无人知晓他的秘密。第二日一早，谢景玉亲自送广文堂入学帖到侯府。二哥，你怎么亲自送来？我今日休沐，顺便过来给你送一样东西，是你三哥交代的。谢景玉从衣里拿出了一个精巧的小匣子，放到谢景云的面前。谢景云打开匣子看了一眼，正是银票。三哥他有说什么吗？谢景玉笑道，你三哥那儿能说什么，只叫我将银票交于妹妹，怕你过得不宽裕。谢景云嗤笑了一声，将银票收好。还有，近日燕京不大太平，你这些日子暂时少回谢家。谢景云愣了一下，问道，二哥可否告知燕京乱象从何而来？谢景玉眉头微皱，先皇后之子在陈国为治10年，回益州路途遭遇刺杀，如今不知生死，不知所踪。皇宫内卫私下派出不少势力，四处寻找七皇子。父亲说，怕七皇子已经蛰伏京中，只是形势所迫，躲藏在不知何处。谢景云脸色杀变，他想到前几日在路途中遇到的那个男子，心头砰砰乱跳。若非他低着头，谢景玉怕是要看出他面上的异常。不过谢景云很快敛去异常，说道，我知道的，二哥放心。还有一张帖子要送给昌平国公府上的小公爷，不便多留，你自己好生照顾自己。那我送二哥出去。二人到了7月门时，谢景玉停下脚步，叮嘱谢景云，小妹，后日便是广文堂开学日，要准时来，若是晚了入学，便要等来年。
好，我会同我二婶说的。到了7月门，谢景云便不能再往前了。目送谢景玉离去后，谢景云就转身去找卫士，而他不知道梁婉之从问香亭后面的绿井里走出来。他看着谢景云手上拿着的广文堂入学帖，眼眸微闪，低头对宋广泽说：“梁哥儿，看到夫人手上拿着的帖子了吗？”第32章，奢侈。梁婉之弯下身子，在宋广泽的耳边细细交代了几句话。宋广泽两眼发亮，待梁婉之说完后，他攥紧小拳头，跟在了谢景云的身后。看着谢景云走入梨香院，没多久又从梨香院出来，宋广泽才去梨香院找宋哲言。而谢景云从头到尾都知道宋广泽暗地里默默跟着他。花溪看着走入梨香院的宋广泽，一脸不喜地说：“小小年纪，偷偷摸摸，心思这般重，为何不敢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夫人面前？”谢景云给卫士的入学帖是去年的广文堂入学帖，而他手里的这个才是今年的入学帖。哲言对萝卜过敏，沾上便要上吐下泻，亦或是浑身长满疹子，几日都吹不得风，出不得门。二婶从不让哲言食用萝卜，家中的下人都知晓此事，若想拖住哲言，此法确实阴毒。你回去告诉我二婶，叫他多盯着哲言。谢景云实在不忍看着哲言这孩子遭罪。花溪皱了下眉头，若是二太太不听呢？奴婢看二太太还挺喜欢那个女的。说曹操道，那梁婉之带着老夫人身边的大丫鬟也入了梨香院。卫士好茶招待老夫人的远房亲戚，希望梁婉之多多在老夫人面前提一提哲言的读书路。谢景云暗暗摇头，说：“我们告诉二婶了，二婶不听，那便是二婶的事。人有时候不吃一吃亏，是看不懂人心的。就如现在这般，卫士还以为他能顺顺利利拿到广文堂的入学帖，有梁婉之那一句话的功劳，便将梁婉之当成了交心的人。去吧，将此事和梨香院的连管事说，让连管事转告给二嫂。其他的他已经提醒了，若偏要吃这一亏，那便是好言难劝该死鬼。”谢景云拿着账本送到慈松堂，宋老夫人翻了翻侯府的那一堆烂账，眼皮子跳得厉害。往年有谢景云的小金库撑着，侯府上上下下衣来伸手，范围张口，缺什么只管跟谢景云要便可。如今他这是什么意思？宋老夫人憋着一肚子火，却又自知不该和谢景云提他小金库的事，但若只靠侯府收成，那侯府便要度日艰难了。姐儿，侯府钟会向来是你掌着，这些事情你向来能处理好。你看我都这把年岁了，老眼昏花的，看不清了。宋老夫人拿着账，装模作样看了2眼便放下了。谢景云道：“老夫人看不清了没关系，姐儿可以和老夫人说，我回门的时候将谢家之前借给我们侯府的500两从宫中拿出，还给了我三哥。眼下一下子拿出了500两，侯府宫中就只有14000两。侯府的铺子这些年营收一般，庄子的收成到侯府手里也没几个银子。若长久这般下去，侯府恐怕难以维持以往的奢侈，便只能节省度日。”张氏随手捡起一本账看了2眼，便蹙紧了眉头：“姐儿，既然侯府有困难，你便想办法填补回去，何必拿这小事烦扰老夫人呢？如今谦儿回来了，需要用到的银子还多的是，你和谦儿夫妇一体，不分你我。谦儿若谋得了好出路，你走出去也有光不是？你做贤内助，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以夫为天，要事事以夫家为主，万万学不得那些个眼皮子浅的，在这算计芝麻蒜皮的事。”谢景云快被张氏这没脸没皮的话给逗乐了呢。第33章，月凤。母亲教导的是，姐儿会事事遵从夫君，听从夫君安排。谢景云伸手收起了摆在老夫人和张氏面前的账本，放回小匣子里去。张氏与宋老夫人满意的点点头，以为谢景云听明了张氏所说的话。姐儿真是大家宗父风范，是那些个小门小户比不得的，有姐儿在，侯府和谦儿的路定会越走越远的。宋老夫人夸赞道。张氏附和：“是啊，若早日和谦儿生下嫡子，那我们侯府便后继有人了。有了孩子，就算日后发现谦儿与梁婉之的事情，也能为了孩子替谦儿掩盖一二。”宋老夫人所想亦是如此，不过眼下还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说。姐儿，秀婉的孩子广泽，我打算就让留在侯府好好培养。咱们侯府人丁少，将来广泽学有所成，必能成为我们侯府的一份助力。那这样就少不了要替广泽准备文房四宝、纸墨笔砚和几身干净爽利的衣裳。他走出去便代表着咱们侯府的门面。谢景云心中冷笑，面上温婉端庄的笑道：“既然老夫人这样决定，那不知老夫人准备给泽哥准备几套衣裳？他来咱们侯府的时候就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如今还是借哲言小时候的衣裳。既然要做，那便多做些，就先做个7、8身，回头再慢慢添用。”宋老夫人见不得曾孙子再借哲言的衣物，便想把最好的给泽哥。谢景云依旧笑容得体，那便依着老夫人了。姐儿这边回去精打细算，为夫君准备打发的银钱和广泽的衣裳。他笑着退出了慈松堂，一掀开门帘，就见守在门外的赵嬷嬷与袁妈妈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夫人说了那么多，老夫人与太太只字不提财夺的事情，侯府就是个花架子，还硬要为了那点面子强撑着。夫人，莫不是还要再开自个的库房？回到玉斐阁后，袁妈妈问道。谢景云打开账本看了看，笑道：“那哪能？不过，倒是可以传出去，叫别人听听，这些年侯府是怎么撑着花架子过来的。以前他蠢，为了侯府那2两面子，掏心掏肺。老夫人6年前曾在菩萨面前发过誓言，若宋家2郎能回来，便此生戒荤食素，绝不破戒。吩咐下去，从今日起，侯府戒荤食素。”谢景云把账本拿出来，重新合上匣子，转递到花溪的手上。花溪将这14000两给世子，便说是给世子在外打点所用。花溪低嗤一笑。赵嬷嬷瞪了他一眼，他不知道谢景云怎么突然转变，但是看世子这2日的态度，他心里难受。夫人，这可是侯府所有银钱，若都花出去了，岳伟无钱发月俸时，怕是要落得一个治家不利的名声。赵嬷嬷说道。公众银两原是有3万出头，短短3两个月，只余14000，等真的发不出月俸时，他们亦不敢闹到我面前来，因为这拿出去的钱不是老夫人张氏偷偷往自己口袋里抠，便是拿来养那一家5口呢。第34章省亲，便是仗着他打开自个的库房，老夫人与张氏将宫中的银钱挪用来补贴外家。更离谱的是，慈宗堂管事们知道这件事情，也从中捞了不少油水，就别提那向来不爱管事的张氏，身边之人更加肆意妄为。瞧着他6年长家，不曾处理过那些疏漏的账，养大了这些个人的胃口，一个2个都盯着他过日子，说到底还是因他年幼倾慕之情，愚蠢无知，作践自己。赵嬷嬷与袁妈妈对视了一眼，心下只觉得自家小姐长大了。那奴婢就将这14000两送到世子那。花溪确认道：“回头与世子说，要记得给泽哥儿准备几套衣裳。”谢景云盯着匣子，玩味的笑了笑，眉眼笑起来如弯月般。花溪这就将匣子里的14000两银送到水榭阁宋谦手里。夫人说，这匣子里有14000两，用来给世子外出打点谋一份体面的职务，剩余的余钱便给广泽少爷做几套衣裳。宋谦听到14000两银票，眉峰微微舒展，道：“放下吧。”花溪就将小匣子放在桌上，便退下了。而花溪一走，宋谦的帘子后面走出了一个女子。梁婉之看着桌上的匣子，双手捏紧自己的裙摆。夫人真大方，谢家3公子果真是财大气粗。听说谢景云所穿所用都是谢3公子送到他院里来的。宋谦知道这7年苦了梁婉之，拿起了小匣子递给梁婉之：“婉儿，这些钱你拿去给我们的3个孩子制几身衣裳，你也别亏待你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梁婉之心里头欢喜的不行，他就知道跟着宋谦会出头的，可是这么大的数额，他却又装模作样不敢拿。这可是夫人给夫君外出打点所用的银钱，怎能全都给我？梁婉之说。宋谦笑道：“婉儿，这件事情你不必操心，你多替我们的儿子谋划，至于用来打点银钱，没有了我再去要。谢景云能一下子拿出14000两给我，手里便还有，他又那么喜欢我，只要我过去哄一哄他，他便会给我的。这些年你跟着我吃了太多苦，都没几身漂亮的衣裳，你如今进了侯府，便是来享福的。”梁婉之抿嘴一笑，脸庞娇红：“夫君放心，我已替泽哥儿谋好了出路，后日你亲自送泽哥儿去广文堂。”深夜，宋哲言上吐下泻，高烧惊厥，梨香院上上下下一瞬间人仰马乱。谢景云睡得正沉，就被花溪叫醒：“夫人，夫人，梨香院出事了，哲言少爷上吐下泻，呕吐不止，发了高烧。”原本在做着噩梦，梦见那男子闯入侯府的时候，谢景云一下子被惊醒，冷汗从额旁流到脸颊：“请府医了吗？”袁妈妈亲自去请了。快扶我更衣。谢景云换好衣物，挽好病好，便快步朝梨香院去。刚踏入院子，屋子里就传来魏氏的哭声：“哲言，我的乖孙孙，府医还未来吗？快去催。”夫人，袁妈妈在身后叫唤。谢景云回身一看，袁妈妈领来的府医不是梁府医，而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男子，他以往不曾在府里见过。袁妈妈，梁府医呢？我义父回乡省亲了。男子扯开薄唇，轻声回道。谢景云听到这声音时，身子一瞬间绷得紧紧的，脸色如同见鬼一般惊骇苍白。第35章长宁。我随义父姓梁，字洪培。这个声音，若非谢景云教养良好，刚才男子出生的时候，他便险些尖叫了出来。这个声音日日夜夜在他梦中与他耳鬓厮磨，男人如同毒蛇一般缠在他的身上，让他背脊发凉，无法动弹。先让梁大夫进去看看哲言。他避开了男子的视线，尽可能的找回一丝理智，冷静应对眼前的一幕。袁妈妈带着梁洪培先进了屋子，而梁洪培从谢景云面前走过时，一道熟悉的紫檀气息袭入他鼻尖。谢景云屈起食指，微颦眉：“是他吗？顾长宁。”
待那人走入屋子，谢景云这才快步走进屋子。梁红培已经走进床榻，为孩子诊脉。宋哲言病得来势汹汹，又来得猛，吐到无物可吐，最后吐了几口血。等到梁红培到来的时候，卫士整个人虚脱的瘫软在地上，晕厥了过去。二老爷宋洪凯扶着卫士，用力掐卫士的人中。谢景云说：“去拿参片来，压在二太太的舌底，将二太太扶到贵妃榻。”宋洪凯原是没什么主见，宋哲言病得重，卫士又哭得厉害，让他一时无措。谢景云一发话，宋洪凯仿若找到了主心骨，抱着卫士到对面的贵妃榻躺着。李嬷嬷拿来参片压在卫士的舌底在，卫士这才慢慢转醒。哲言怎么样了？二婶放心，哲言有梁府医看着，不会有事的。谢景云说话间，朝梁红培方向看去，只见他拿出银针，在宋哲言身上施针。没有谁敢上去打扰这位年纪轻轻的梁大夫，卫士也没注意到今日的府医不是老府医。他怒瞪着伺候宋哲言的几个丫鬟小厮，斥吼道：“你们怎么照看少爷的？怎会突然发病发得如此严重？你们给少爷吃了什么？”二太太，哲言少爷的吃用一直都小心仔细的盯着，今日所用吃食亦是二太太千叮万嘱，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的，面面俱到，不敢有半点疏忽。白翠战战兢兢地回道。这时梁红培那说道：“小少爷食了致敏之物，才导致爆发出如此严重的症状，眼下情形十分凶险，你们早做好打算。”什么？卫士从贵妃榻翻滚跌落，爬着走到了宋哲言的面前。你说他有可能会死？有可能？不可能，大夫，你救救我孙儿，我就只有他一个了，我不能再失去哲言，我不能。卫士跪他拜他，他仿若上位者，居高临下的看着卫士，淡淡的回道：“会的。”谢景云盯着男人一举一动的做派，又看向宋哲言，他是学得的一手好医术，要不然10年为治，他不可能活到回阴阳。连管事呢？为何不见他？谢景云一扫而过，发现梨香院颇有职权的管事都在，独连管事不在。卫士也下意识地寻找连管事，连管事是他的陪嫁丫鬟，掌管着梨香院事务，眼下却不在院内。可现在哲言要紧，卫士又哪有心思管连管事在不在？谢景云却一下子明白了这其中的门道。连管事悲主了，二婶，去看看我前日给你的广文堂入学帖，可还放在你该放的位置。第36章，心思。卫士打了一个寒战，立刻爬起来回自个房里找，可是所有抽屉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那个入学帖子。他又跑回哲言的屋子，不见了，广文堂的入学帖子不见了，会不会记错了？再找找。宋洪凯问。不会有错，我往日会把贵重之物放在钱匣子里，如今钱匣子里的银票还在，广文堂的入学帖却不在了。卫士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一下子想到了什么，是他这2日一直是宋广泽陪哲言玩，宋广泽还把哲言带离梨香院，就这短短2日功夫，哲言就喜欢上了宋广泽，还说宋广泽的母亲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他当时没留心，再加上有人盯着宋哲言，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底下的人会先尝过，他便放心的让哲言和那孩子玩。二婶再看看，连管事的生气可还在？谢景云道。卫士拿出装下人生气的那个匣子，几番找寻都没找到连管事的生气，当下就明白了。而宋哲言也在服过米汤，吃过药后有了一丝的清醒。卫士坐在他身边，温声细语的问：“哲言，这2日连管事带着你去找那孩子玩什么？”广泽弟弟说想看看广文堂入学帖，他说借他看一眼，我趁着祖母去给曾祖母请安，将入学帖拿出给广泽弟弟看。后来连嬷嬷端着好吃的点心，我从来没有吃过，他叫我尝一尝，若喜欢就都吃了。广泽弟弟也吃，他说他的娘亲会做很多好吃的，那个是他娘亲做的，我就不知不觉吃了很多。祖母，快天亮了，我该起床上学了。宋哲言在床榻挣扎了几番，却始终没有力气坐起来。卫士听到哲言的话，泣不成声的安慰：“乖，你生病了，咱们今日不去上学，你留在家中好好休息，等好了再去。”好了，我还能再去吗？宋哲言闭上了双眼，有气无力的低喃。卫士握紧他微微发凉的手说：“能的，能，你好好睡一觉。”宋哲言没有再开口说话。卫士起身，敛了眼中的泪意。花溪见此，拧眉问道：“夫人送帖子那日，便让奴婢去和连管事说，叫连管事多看着哲言少爷，勿让他乱食东西伤了身子。连管事可有和二太太说？”卫士看向谢景云，笑着哭，满脸悔意。原来姐儿早就看出端倪，他竟还将那女人当成知心人招呼，他真是蠢啊，怎会看不清老夫人的心思？老夫人向来不盼着二房好，又岂会真替哲言做打算？我去跟他们拼命！卫士疯了一般大叫，然后冲出梨香院就往慈松堂去。宋老夫人正因早膳全是素食的事情而不高兴，这些是怎么回事？荷香面露难色，
奴婢去厨房拿老夫人的早膳时，厨房里的吴大娘便说：“夫人有令，从今往后侯府戒荤食素，说这是老夫人你曾在菩萨面前立过的誓言，该兑现，不然侯府就要遭天谴。”宋老夫人神色大变，倒是记起了6年前西关一战，她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誓言。她说：“只要我儿、孙儿有一个能回侯府，愿余生戒荤食素，供奉香火不断。”这事院里很多人都知道，可宋老夫人锦衣玉食习惯了，一时间难以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却又半句话都说不出口。谢景云不该再提起此事的。第37章庶子。这时院外传来了宋广泽的哭声，宋老夫人抬头一看，就见宋谦带着那母子2人，面色阴沉地走入慈松堂，然后将手中的广文堂入学帖随手一扔，丢到了桌上。宋老夫人与李妈妈对视了一眼，就听宋广泽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说：“我不要去什么广文堂，他们都说我是骗子，他们全都笑话我，说我是土包子，夫人她害我。怎么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怎么哭成这样？谁敢欺负你？”宋老夫人不明所以，看向宋谦与梁婉之。宋谦脸色极臭，梁婉之满脸委屈：“老夫人，你看看那入学帖子，也怪我出门之前没仔细检查，害泽哥儿被那些世家子弟羞辱。入学帖子有什么问题？”宋老夫人这才伸手拿起了入学帖。广文堂每年的入学帖都没什么差异，除了年月。宋老夫人看向入学帖底部，这才明白泽哥儿为何会被那些世家子弟嘲笑。宋谦颇为恼意地说道：“他竟然拿去年的入学帖给折颜，我看他分明就没想帮我们侯府。”宋老夫人看曾孙出糗，永宁侯府蒙羞，心头也十分窝火。正要说此事你不要管时，一道身影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抢夺走宋老夫人手里的广文堂入学帖子。宋老夫人被闯入慈松堂的卫士吓了一跳，不等宋老夫人和厅内众人反应过来，卫士便猛地扑向梁婉之。啊！梁婉之大叫，卫士揪着她的头发，整个身子坐在梁婉之的身上，一只手对她又抓又挠又扇又打，满目怒气。宋老夫人看到这一幕，从椅子上站起身，指着卫士的方向怒斥：“要反了天了是不是？卫士，你还不快住手，快把他给拉开！”哇！娘亲，快救救娘亲！宋谦想过去解救梁婉之，却被李妈妈伸手一挡，示意他不要亲自动手，以免败露了真相。慈松堂一群丫鬟婆子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卫士从梁婉之的身上挣脱开。卫士在被李妈妈脱开的时候，还一脚重重地踹在梁婉之的肚腹。刚站起身的梁婉之吃痛地捂着小腹跌回地上。宋谦下意识往他那迈去，想把梁婉之从地上扶起来，可他刚走出一步，便看到谢景云从院外走来。宋谦忍了忍，便没敢再去扶梁婉之。宋老夫人看着一片狼藉的大厅，怒火中烧，低吼道：“卫士，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母？”呵，卫士拿着广文堂的入学帖，质问宋老夫人：“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帮着这孤儿寡母谋算我折颜的广文堂名额，以此来毒害折颜？”宋老夫人眼神闪躲：“是与不是？婆母，你知道折颜病了吗？他昨夜把胃里的食物全都吐出来了，吐到最后无物可吐，呕出血水。你知道此事吗？梁府医说折颜有可能熬不过去了，你派人过来询问过折颜吗？你是我婆母，我夫君不是从你肚子里爬出来了，他是庶子，你不待见他。可我没想到你竟连折颜也这么不待见，你这是想让折颜死了不成？”卫士面目狰狞，龇牙咧齿控诉宋老夫人的行为。宋老夫人火大了，重重拍桌，冷脸怒吼：“卫士，你好好看看，你手里的入学帖子是何年何月的？就算折颜去了，也进不了广文堂。”第38章名额。刚踏入大厅的谢景云便听到了宋老夫人挑拨是非的话，他暗暗冷笑，拿着今年的广文堂入学帖子走入大厅：“我手里的这张才是今年的广文堂入学帖，二婶手里的那一张也是折颜的入学帖，只不过是我去年同我二哥要的，只是那会老夫人有安排，让折颜入宋家族学。二婶，你也觉得入宋家族学好，我便没再提此事。”什么？宋老夫人与卫士的脸色双双变了。宋老夫人怪谢景云不该这样说，坏了侯府的安宁。卫士却后悔莫已，早知景儿为折颜打算过，他就不该听老夫人的话。我本打算今日一早将今年的广文堂入学帖送到二婶手里，可谁知道紧要关头，折颜因食用致敏之物，呕吐高烧，病势凶险。话落，谢景云转头看向梁婉之，卫士战斗力厉害，把梁婉之的脸抓挠出了几条伤痕，鬓发松松垮垮歪倒在一旁，簪子还掉在了地上。宋广泽抱着梁婉之哭，又害怕又胆怯。他知道自己做了坏事，被夫人这样一看，他更觉得心虚。梁婉之却挺直了腰杆，觉得自己没做错，那本来就应该是他儿子的。夫人为何这样看着我？梁婉之微拧眉问。谢景云说道：“从我二哥脚踏入7月门开始，
你和你的孩子便偷偷摸摸的守在暗处盯着我们。我二哥一走，这孩子又偷偷摸摸跟在我身后，一路尾随到梨香院。看我离开梨香院后，宋广泽才走入梨香院找哲言玩。宋安氏，你莫非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梁婉之背脊一阵发凉。谢景云竟然知道他一直在偷偷看着他。谢景云，你竟派人暗中盯着婉姑娘。婉姑娘是祖母的远房亲戚，你这样做打的是祖母的脸。宋谦见不得梁婉之母子受委屈，更见不得谢景云给梁婉之难堪，先发制人的反问谢景云。谢景云冷着脸回头盯着宋谦，他这一看让宋谦头皮发麻，似乎每一次两人争执他都占不到便宜。这一次他铁了心维护梁婉之，你不解决矛盾还在此拱火，这就是你掌管侯府的态度？世子要不要听一听自己在说些什么话？谢景云言语冷冰冰的回怼。宋老夫人大惊，这个时候宋谦就不应该给梁婉之说话，一身份不合适，二不合规矩。谦儿，你……谢景云根本不给宋老夫人打发走宋谦的机会，便转过身子面对着宋谦。那我想问世子，你一早去了何处，干了什么？可知哲言病重之事？宋谦喉咙一梗，下意识看向宋广泽母子。宋老夫人见势头不对，第一次对谢景云冷言相待。你不必这样质问谦儿，是我昨夜听说哲言生病了，做主拿着你给哲言的广文堂入学帖给广泽，那个名额是我们永宁侯府的，哲言去和广泽去都代表着我们永宁侯府，都一样。秀婉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就让谦儿帮忙送广泽去广文堂入学，这有什么不妥？哲言病也病了，他若去不了广文堂，岂不白白浪费了这个名额，由广泽顶替他，合情合理。第39章受伤，怎会合情合理呢？谢景云反驳，目光犀利地看着宋老夫人，你告诉姐儿，怎会合情合理？宋哲言是老侯爷传下来的血脉，说句不中听的话，若6年前世子随侯爷死在战场上，宋哲言便是侯府唯一的男丁，将来袭爵继承家业，宋哲言名正言顺，他宋广泽是什么？他回头睨了一眼宋广泽，恰好最后一句话如同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梁婉之的心脏。他宋广泽的爹一介庶民，他的母亲安是一个寡妇，孤儿寡母投奔老夫人，得了老夫人您的善心收留，才能有口饭吃，有衣穿。老夫人亲外人，却疏远宋家血脉，恕我谢景云实在想不透老夫人在想什么。谢景云，你就是这么同祖母说话的？宋谦走到宋老夫人身旁，心情波动有些大，也让宋谦深深地感到无力无助。广泽明明是他的亲生儿子，却不能认祖归宗，广文堂的名额本应该是泽根的。敢问世子，我谢景云哪一句说错了？哲言病重在榻，老夫人和世子不闻不问，世子还兴致冲冲送孤儿寡母去广文堂。亏老夫人你还是长者，我不知老夫人这般行为是想在我二哥面前给我这个正室妻子难堪，还是想抬举这婉姑娘，叫人以为世子和婉姑娘才是夫妻。几番话下来，宋老夫人只听进了最后一句话，险些没被吓掉了魂儿。她又惊又怕又恼怒梁婉之，她本是安排宋谦一人送宋广泽去广文堂，谁知这二人成双成对出入。梁婉之这个蠢货是嫌害谦儿不够是不是？宋老夫人一肚子火，眼眸狠狠剜了梁婉之一眼，自知理亏，不能再往下闹下去了。姐儿，此事是我考虑不周，没有下一次了。谦儿，你今日还要入宫面圣，后宅之事由姐儿处理，你先去忙吧。宋谦不放心母子二人，偏是和谢景云杠上了。哲言因过敏治病，你不好好查源头解决事情，却跑到祖母院里口出恶言，这便是你们谢家门风教养出来的女子。世子，谢景云眉眼附上了3分厉色，我谢家可没有抬举外人，蓄意谋害谢家子孙，苛刻输出的歪风邪气，你莫要把侯府之事和谢家比较，没得比。你如今倒不妨问问婉儿姑娘，她昨日做了什么给哲言吃。梁婉之微微一愣，一副无辜的模样，低声回道，我昨日为广泽做了虾仁萝卜饺、萝卜丝荷包蛋汤，这些都是泽根最爱吃的菜，我以前有事没事都会给泽根做，广泽与哲言便一块吃。虾仁萝卜饺、萝卜丝荷包蛋汤。卫士本已快压去3分的火气，瞬间又暴涨了起来，趁着所有人都没注意，脱下来鞋子冲梁婉之方向狠狠拍过去。梁婉之一时不备，被卫士一鞋底拍在脸颊，痛得他大声尖叫啊！可卫士依然觉得不解气，整个人扑到梁婉之身上，又打又骂，小娼妇，你以为你装作什么也不知情，就能把别人当成傻子来玩耍吗？敢算计我的哲言，我要你狗命！反了天了！卫士快住手，姐儿快劝劝你二婶。宋老夫人看卫士又疯了，大声嚷嚷。谢景云一动不动，没打算劝架。宋谦见此，拿起了桌上的瓷盅，狠狠砸在地上。谢景云只觉得额头一阵热流，快速往脸颊方向流下来，那高高弹飞起来的瓷碗片划破了他的额头。第40章回避。天呐，夫人受伤了！不知是谁大呼了一声。
谢景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当看到指尖的鲜血时，他几乎想都未多想，转身就跑出了慈松堂。宋老夫人回过神来，大叫了一声：“快拦住夫人！”宋谦追了出去，可玉斐阁的下人拦住了宋谦的去路。谢景云虽是顺利跑回玉斐阁，却也晕倒在院门前。梁大夫，梁大夫，夫人受伤了，你先随我去玉斐阁给夫人处理伤口吧。花溪红着眼眶跑入梨香院，梁红培眉头一眉，回头瞥了眼孩子，吩咐一旁的梨香院下人：“折颜小公子已无碍，好生照料。”说完，梁红培就随花溪去了玉斐阁。谢景云额头被划了一道血口子，虽然不长，可那条口子皮开肉绽，瘆人的慌。玉斐阁众人堵在谢景云的房门前，不让宋谦靠近房门半步。赵嬷嬷冷着脸说道：“世子先回吧，夫人说家中之事她管不了了。既然世子与老夫人另有打算，自有主张，一个家没有两个主事的理，规矩你们侯府已立下，你们且行且做，夫人当事事顺从夫家，绝不劝言半句。”赵嬷嬷冷言冷语地挡在房门前，态度强硬。她是谢景云的乳娘，又一手将谢景云带大，不曾在谢家见过谢景云受这么大的委屈，更不曾见他破过皮流过如此多的血，他心疼万分。宋谦隐隐握拳望向屋子，却因屋里也被下人挡着视线，无法看到谢景云，是已不知谢景云的伤势如何。他当时拿着瓷盅砸在地上的时候，只是想让卫士停手，哪料竟失手伤了谢景云。而谢景云抬手摸到自己脸庞的血水时，一时头也不回，转身就跑出了慈松堂，让老夫人和他都来不及将他留在慈松堂掩盖一二。赵嬷嬷，此事是误会，我没有想要伤害夫人，你让我进去看看夫人。既然是误会，那便是误会吧。赵嬷嬷也不辩解了。宋谦还想说什么，花溪已经带着梁红培走入玉斐阁，一把推开了挡在门前的宋谦，道：“让一让，快让梁大夫进去给夫人处理伤。”花溪连个眼神都没给宋谦，就为梁红培开了一条道。宋谦想跟着进去，花溪整个身子一挡，挺起胸脯，不客气地说道：“世子，请回避。”你们……宋谦有些恼火，不就是破了些皮吗？他又不是故意为之，用得着这般兴师动众？若人人都这般娇贵，那便无人敢上战场了。他心里有火，却无人理会他，便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于是罢了罢衣袖，转身回了慈松堂。宋老夫人看他脸色难看的回来，焦急地问：“怎么样？他伤势如何？会不会留下疤痕？有没有性命之忧？”梁大夫刚过去看，我又进不得他的门，乃知他伤势如何？我不过是失手伤了他，他竟这般气恼于我，连他底下的丫鬟婆子都拦着不让我进，没什么好脸色。宋谦气恼不已。宋老夫人哪里还有心思生气？若是让谢家的人知道谢景云在宋谦手里受了伤，那还不得扒了宋谦的皮，拿捏宋谦的前途？李妈妈，你带几个婆子把玉斐阁的院门堵了，今日就别让玉斐阁的人和谢家走动了。第41章软禁。祖母，你是想软禁谢景云的话，没好意思说出口。宋老夫人看了宋谦一眼，时辰不早了，你莫要因为这点小事耽误了前程，赶紧入宫面圣吧。姐儿的事情我会处理好。这些年他对侯府尽心尽力，我且放下身段，好好与他说一番，他就会明白好歹的。你入宫若见着谢家的人，千万不能露出任何端倪。等他伤好了，我自然会让他回谢家走动走动。至于你和姐儿之间……说到这，宋老夫人狠狠看向石雕花窗。梁婉之正好扒在窗户前听，见宋老夫人看向自己，梁婉之赶紧缩回脑袋。宋老夫人恼恨地说：“你若不想自毁前程，便早些和姐儿生下嫡子。”宋谦哪有心思谈这些？那则根儿的事该如何办？所以要你快些入宫，若见着了谢家的人，与谢家的人交好，只要谢家认可你，你还怕泽根儿不能进广文堂吗？去吧，莫在此误了正事。好。玉斐阁夫人，好了。熟悉的声音入耳。谢景云慢慢从慈松堂那场闹剧回过神来，他看向坐在凳子上的梁红培，身子微微一僵，这才发现刚才一直为他处理伤口的人竟然是此人。前世侯府不曾来过什么梁府医的义子，此人一定有很大的问题。想起梁红培与那人身上的相似之处，谢景云心底笼上了一层寒意。顾长宁，会是你吗？虽然模样变了，可他知道顾长宁擅长易容之术，若真是他，那他此刻入侯府是想干什么？梁大夫，夫人额头的伤会不会留下疤痕？赵嬷嬷打断了谢景云的思绪。梁红培整理完行衣箱，从容镇定地回道：“看个人体质，有人伤着一点皮肉也会留下疤痕，有人修复能力好，慢慢就吸收好了，见不着半点疤痕。那还要劳烦梁大夫回头为夫人弄些祛疤的药物。女子身上留下疤痕，便可成为夫家嫌弃的画饼。而今谢景云的伤却伤在了额处，那等同于毁容。”梁红培收好了行衣箱，回过头略略朝谢景云看了一眼，嗓音温和低沉：“夫人的伤
不会留下丁点痕迹。那就有劳梁大夫了。赵嬷嬷给梁红培递了赏钱。梁红培愣了一下，盯着赵嬷嬷手中的银骡子，半晌才接了过去。谢景云有种错觉，在梁红培接过那些银骡子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显得越发温和，嘴巴也甜了。多谢，折颜小公子已退烧，夫人莫担心。梁红培做了一揖，便拿着一小袋银骡子，心情愉悦地走出了玉斐阁。这时，白鹿快步从外面走入，夫人，李妈妈带着人堵在玉斐阁院门，不让奴婢出院子。谢景云回过神来，唇角扯开了一抹冷笑。袁妈妈皱眉道：老夫人派李妈妈过来堵着玉斐阁，是想软禁玉斐阁的人，还是想软禁夫人？赵嬷嬷沉着脸，老夫人这是想软禁夫人和夫人身边的人，不让他们回谢家通风报信。世子呢？世子怎么说？世子早跑没影了。花溪咬牙切齿地说：那个渣把夫人伤着了，不好好在夫人眼前认错，却一声不吭便离开了，这哪有半点认错的态度？老夫人还叫人把他们都软禁起来，这真是欺人太甚了。谢景云不怒反笑：也好，赵嬷嬷，将掌家对牌、库房钥匙和账本拿给李妈妈，让她送到慈松堂去吧。往后便关起玉斐阁院门，过好我们自个儿的日子。老夫人若说要见我，你们便跟老夫人说，我伤着了头，流了很多血，身子极其虚弱，睡下了。第42章毒害。很快，李嬷嬷就收到了一个小匣子，匆匆忙忙送回慈松堂。老夫人，你前脚封了玉斐阁，夫人后脚就让人将掌家的对牌、钥匙和账本装在小匣子里，让老奴送到老夫人面前。赵嬷嬷说，夫人伤得厉害，回来便头晕倒下了，如今怕是没那么容易好，实在无力打理侯府事务。宋老夫人脸色僵一僵，张氏一时眼皮子狠狠跳了好几下，声音尖锐了几分。他这是什么意思？不想管了，我谦儿又不是真的动手打伤了他，他连句解释都不听，转身就跑了，现在还拿掌家权来威胁我们。你闭嘴！宋老夫人拿起一旁的拐杖，朝着张氏那一挥。张氏吓得抱头躲开，坐回到一旁的椅子上，不敢再多言。宋老夫人盯着李妈妈手上的东西，怒视张氏：是谁告诉安秀婉，折颜对萝卜过敏？宋折颜是魏氏的底线，若不是碰到魏氏的底线，今日这事也不会闹得如此难堪，顶多就是扯扯嘴皮子，魏氏还敢翻天了不成？张氏眼神闪躲，滋滋地说：我也没真心要害折颜，我就说折颜那孩子不能吃萝卜，沾上一点便要生病，哪知他病得如此重，险些就见了阎王。啪！宋老夫人气急败坏地拍桌：你这蠢货，若魏氏要毒害你儿子、你孙子，你当如何？那我肯定找他拼命，要他狗命！张氏怒道：你都如此护子，更何况是魏氏，他死了3个儿子，你还想害他孙子？他不找那贱货拼命才怪，到头来却是害了谁？害了谦儿，真是家门不幸，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毒妇？宋老夫人面红耳赤地指责张氏。张氏很委屈，那不都是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的吗？可是张氏没胆子这样同宋老夫人说话。这样，你派人去庄子把连管事接回来，将连管事的卖身契还给魏氏，就将那罪名都推到连管事的身上。反正这件事情他也参与了，就拿连管事去给魏氏出口恶气。连管事的卖身契是张氏叫广泽偷出来的，一直拿捏在老夫人的手里。他拿捏连管事，倒是私下搅黄了魏氏不少事儿。谢景云那儿就任由他任性下去？张氏问道。宋老夫人转头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掌家对牌、钥匙、账本。我亲自去一趟玉斐阁，我不信他还敢把我晾在外头。谢家是礼仪世家，谢景云最守孝悌忠义礼仪了，他吃定谢景云不敢不敬他这个长辈。永宁侯府与谢景云是一体，这个家还得由谢景云掌着。出去交际应酬，只要有谢景云在，对谦儿的前途大有帮助。那些世家也会看在谢景云身后的谢家，多多帮扶谦儿。如此想着，宋老夫人就让人去拿海棠碧玉簪，带着掌家的对牌、钥匙就去了玉斐阁。这时，梁婉之牵着宋广泽的手从里面走出来，眼巴巴地盯着宋老夫人手上的小匣子，道：老夫人，这个家除了夫人能掌家，别人便掌不得了吗？宋老夫人听到这番话，心生警惕，然后恼怒地瞪看梁婉之：姐儿是谦儿的正室，掌一府中馈，天经地义，不是你这种小门小户的人可以肖想的。日后没有吩咐，不得再擅自离开慈松堂。荷香，你好生看着安姑娘。说完，宋老夫人便往外走。谁知还没走出慈松堂，宋老夫人一脚踩空，狠狠摔了一跤。哎呦！第43章认亲。夫人，李妈妈来了。她说老夫人为了过来看你，刚走出院门就摔着了。花荣从外面走入，向谢景云禀报此事。谢景云合上了书，知道宋老夫人要亲自走这一趟，倒没想到老夫人会拿此事当作借口，让她自己走出院子。不过也罢，这一趟还是要走，否则便是她的不是。夫人，这一趟得去，免得落人口舌。赵嬷嬷低声劝道。谢景云道：
我知道，只是可惜了，刚寻了个由头，给自己找来的清闲，怕是又闲不得了。去了慈松堂，老夫人定要他接回那烂摊子。谢景云不是怕再接回掌家权，只是不想再管这从根烂到底的侯府罢了。白露为他简单的输了个病，便去了慈松堂。梁婉之在一旁守着。宋老夫人看到谢景云来了，伸手握住了谢景云的手，红着眼眶说：“姐儿啊，祖母本想过去看看你，可这身子骨啊，老了不中用了，害得你受了伤，还要过来伺候我这个老东西。这个家没有你看管着，又怎么行？”谢景云心中暗讽，并没有说话。宋老夫人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你11岁嫁入侯府，守了6年寡，是我们侯府亏欠你。今日闹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怪祖母没有事先和你打招呼。你那样懂事，跟你好好说，你又怎会不帮着婉儿和广泽呢？”“我不会。”谢景云冷不丁地说。宋老夫人和在场的几人都是一愣，她嘴角僵了僵：“为什么呀？”“老夫人，我以为先前在大厅，我说的够明白了。”谢景云微微抬头，眸光冷淡地扫过梁婉之和她的孩子，但很快他就收回了目光，非亲非故。宋老夫人脸色一变，心里堵着一口气，但很快他就平复了心情，道：“婉儿蕙质兰心，带着个孩子无家可去，侯府也不可能将母子2人驱赶出去，但也不能一直不明不白地住着。你母亲膝下无女，我打算让你母亲收婉儿做义女，如此就名正言顺。广泽便是我侯府真正的孩子，那这样就不是非亲非故了，是与不是？那言下之意，你便要对广泽的事情尽心尽力。”谢景云差点没被这一家老老小小的无耻逗死了，他微微挑眉，脸上露出了一抹浅淡的笑容。“老夫人说的无错，如此广泽便是母亲的孙子，老夫人您的曾孙子，那世子也就可以名正言顺替广泽做打算，谋出路呢。既然要认亲，那便得大摆几桌，叫上族中的人开宗祠，将广泽和婉儿姑娘写入族谱，日后夫君便多了一个妹妹。我做嫂嫂的，自也能替婉儿妹妹未来的姻缘做打算。虽说婉儿妹妹不是头婚，又育有一子，不好找高门第的，却能寻个家世相当、夫人过世的官夫做继室。”张氏、宋老夫人和梁婉之皆是被谢景云的话吓坏了，就连刚刚回到侯府的宋谦也因谢景云的话僵在了原地。谢景云冷眼瞥了一眼宋谦的方向，抬起了帕子抹了抹额：“祖母觉得应当何时办个认亲宴呢？姐儿虽然伤着了头，但为了婉儿妹妹早日成为侯府的一员，我也定会撑着身子替婉儿妹妹办个体面的认亲宴。”宋谦皱着眉头走了进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谢景云额头上缠着的纱布，问：“什么认亲宴？什么妹妹？他怎么不知道此事？”谢景云一改刚才的冷意，转头笑道：“夫君，你回来的正好，你要有妹妹了，母亲要给夫君认个妹妹。”第44章义女。宋谦嘴角抽动了几下，不明所以的望向宋老夫人。张氏则在一旁干咳了几声，他听着有些尴尬，又心惊胆战，示意便不敢乱说话。宋老夫人说：“认亲宴要举办，但无需大办，就请族长开宗祠，将婉儿和广泽写入族谱，再请族里的人和谢家的人过来坐一坐，吃顿饭，就当是知会亲朋好友，咱们侯府有姑娘了。”谢景云听到宋老夫人还想请谢家的人来，便知道这一家子的心思了，还是想让宋广泽攀上谢家，借谢家势力培养宋广泽。如意算盘打得好，但却是在做白日梦。张氏立刻拉起了梁婉之的手，一副心情激动地说：“如此，我便有女儿了，日后姐儿在府里也好多个伴儿。”宋老夫人剜了张氏一眼，又看了看谢景云额头的伤，莫名的心烦意乱，自然不能让姐儿带伤操办此事，等姐儿的伤好了再去办。不成啊，母亲，广文堂都开学了，若晚些办，广泽还能入广文堂吗？闭嘴！宋老夫人一肚子火，忍了忍，才没当着谢景云的面破口大骂。等认亲宴办完后，孩子的事情自然有谦儿和姐儿操办，姐儿事事为侯府着想，自不会看着广泽碌碌无为。姐儿是吧？谢景云笑，不答话。宋老夫人看他不回答，也不慌，便让李妈妈拿来对牌、掌家钥匙等，交还给谢景云。谢景云看了看，没有拒绝，接下了李妈妈手中的匣子。婉儿日后便是我们侯府的姑娘，需给她独立的院子，伺候的下人吃用一律按嫡女用度。宋老夫人说道：“既然要做戏，那便要做全套。抬举了梁婉之，则根儿的身份便也跟着水涨船高，日子也好过些，就不用像之前那样无名无分、畏畏缩缩。”谢景云对宋老夫人吩咐的话，事事顺从，不再忤逆。宋老夫人堵在胸口的气也慢慢顺了。看着离去的谢景云，他对宋谦说：“行了，你也别在我这守着，快去送景云回玉斐阁，仔细瞧瞧他额头的伤，让府医多上点心，好好护理他的伤口。”祖母，宋谦看了一眼梁婉之，梁婉之眼中透着一股无奈和挣扎，劝道：“世子，泽哥儿还要多多指望夫人，你快去送送夫人吧。”宋谦皱紧眉，一副不情不愿，转身走出慈松堂。呸！什么玩意，还收做义女？
哪家侯府会干这种混事儿？花溪跟着谢景云走出慈松堂的时候，气急败坏的骂：“好仙儿，急什么？好戏才开始呢！”谢景云自有打算，他在花溪的耳边压低声说了几句话。花溪听完后，心头的怒火消去了大半，奴婢晓得了。小心点，别露出端倪，被人发现了。花子丫鬟中，花溪脑子最活络，嘴巴最厉害。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哥哥在外面码头混，认识三教九流的人物。此事由花溪来办最合适不过。既然这么想一家团聚，那他就送宋谦和梁婉之一家团团圆圆，和乐美满。第45章换药。谢景云背后传来宋谦的声音。谢景云神色恢复如常。宋谦走到他面前，盯着他额头的纱布，喉结滚动了几下，说：“对不起，今日早上我不是有意伤你的，我知道夫君是见婉儿妹妹被二婶打骂，一时起了怜悯之心，才失手砸了那瓷碗。”谢景云温温柔柔地回道。宋谦喉咙一梗，怎么听着谢景云说话就让人这么不舒服？谢景云一刻都不想和宋谦多待，既然夫君无别的事，继而便先回院里休息了。说完，他转身就走了，留下宋谦一人在原地，有些恍惚。他原以为谢景云会闹他伤了他的脸，却没想到他没有半句抱怨。不过他额头的伤因他而起，他无论如何都要负责。宋谦转身出了内院，在雨轩楼找到了梁红培。不知世子前来可是哪里不舒服？宋谦看他手里捣过药，说：“听说夫人的伤是你处理的，我就来问问梁大夫，夫人额头的伤会不会留下疤痕？”“会。”他一边捶着药草，一边面无表情地回道。宋谦眉头一皱，那可有办法除掉？他自然不希望谢景云因为此事留下一个疤痕，让他一直挂记在心里，内疚一辈子。有。这时梁红培才抬头，拿正眼瞧宋谦，需要一大笔银子买好的祛疤药材。银子他有。需要多少银子？你只管提，不必省着。谢景云手里大把银子。梁红培停下手中动作，转身写了一个方子，交到宋谦手里。世子若能找齐这些药材，夫人额头的伤疤就能去掉。好，我这就去找来。宋谦以为不过是一张药材罢了，却不知道这些药材价值千金，又万分难寻。宋谦离开雨轩阁后，梁红培身后的小厮朝宋谦看了一眼，道：“主子，谢景云都知道一切，为什么不拆穿这一家老小？”哼，梁红培薄唇轻扯，瓮中捉鳖，左右都逃不出掌心，何不玩玩？江淮感觉他在一语双关，低头看他手中的药草已经被捣成酱了，那些药材他会寻来吗？不会。主子怎么知道？梁红培微微抬头，淡淡的瞥看江淮，嘴角笑意透着讽刺，无担当。江淮默默地闭上嘴巴。宋谦跑了几家药铺，不是药材昂贵，需要1,000两银让人凑齐，便是无药可买。连跑了4、5家，没找到要找的药材后，宋谦就回侯府了。之后再没去雨轩阁找梁红培。夫人，梁大夫来了。坐在书案前画眉的谢景云敏感地绷紧身子，抬头看向从门外走入的梁红培，再没有心境作画了。梁红培行了一礼，嗓音低沉地说：“我来给夫人换药，夫人想在哪里换？”谢景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情绪稳定。他想，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他此刻只是侯府的府医，便不敢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乱来。就在这吧。他坐在书桌前，梁红培提着药箱走进谢景云。可是他一靠近他，谢景云身体汗毛不自觉地立起，衣袖底下双手慢慢攥紧拳头。他身上的气势与压迫感和那个人太相似了。第46章敏感。他把药箱放到书桌上，谢景云无意间看到他左手手背的伤疤，那道疤痕从中间指缝一直往衣袖内延伸。谢景云想起了顾长宁左手手背处的伤痕，那条伤便从中间指缝一直延伸至肩膀上，脱下衣物时可以看到蜿蜒狰狞的疤痕。这是他在陈国10年为质时留下来的疤痕，亦是他此生的耻辱。只是如今梁红培手背的那条伤被衣袖遮挡住了，不知伤疤多长。他亦不好撩开他的衣物仔细观察。梁老郎中是个极为不错的人，谢景云为了在他面前表现得自然一些，找了些话题问梁红培，梁老郎中何时回燕京？梁红培动作轻柔地为他清理伤口，一边轻声回道：“我义父暂时没有回燕京的打算，辞呈的信物已经寄到侯府，一会就拿给夫人过目。”谢景云略感惊讶，梁老要退了？梁红培嗯了一声，他说：“没什么可教我的了，让我留在侯府好好伺候夫人，夫人是个顶好的主子。”听到伺候2个字，谢景云很敏感地红了脸，又看了看他手上的伤疤。谢景云试探地问道：“我额头的伤可会如梁大夫手上的伤一样，好不齐整了？”梁红培下意识瞥了眼自己手背的伤痕，眼底划过一抹探究，却又很快消失。“夫人放心，我既已向夫人保证，一定会治好夫人额头的伤，不留一点痕迹，夫人不必过分焦虑。”谢景云低声回道：“我磕破一点皮肉，都痛了一阵，
梁大夫伤疤如此深长，当时一定比我痛千倍吧？梁红培眼底噙着一抹笑意，确实才要摔的。伤口换好药了，梁红培收拾东西，换好了，夫人的伤口恢复得很好，要继续保持。谢景云身子微微往后靠，直到梁红培转身收拾东西，他才慢慢放松有些发僵的身子，对赵嬷嬷说：“赵嬷嬷，送梁大夫。”赵嬷嬷哎了一声，拿了银裸子赏给梁红培。谢景云从梁红培的脸上看到了一道诡异的表情。梁红培每2次拿到赏钱，依旧像上一次那样挺开心的。他很缺钱吗？而梁红培走了玉斐阁时，拿出银罐子看了2眼，心中暗诽：真有意思。这时花溪带着牙婆子走入玉斐阁内。夫人，牙婆子把人带进府了。花溪领着牙婆子走入玉斐阁，然后弯下身子，在谢景云耳边说：“那个孩子也在其中，夫人仔细挑。”谢景云起身往外走时，问花溪：“被卖到何处？”那个女人把孩子送到张村屠夫家。我大哥找到那户人家的时候，屠夫刚好被野猪拱下山，伤着了头，急需用银两，就将那个孩子给卖了。花溪说道。谢景云心里有数了。从书房走到厅子，就看到牙婆子领着17、8个小姑娘整整齐齐地站在大厅。牙婆子恭恭敬敬地给谢景云行礼：“见过世子夫人。”谢景云点了一下头回应。牙婆子陪笑道：“听说夫人要买几个奴仆，今日小人挑选了几个手脚伶俐的丫头给夫人过目，若有看上的，便留在侯府伺候贵人。梁婉之要独立的院子，府里便要添新的丫鬟。”谢景云端端正正地坐在太师椅上，目光快速扫过几排年纪稚嫩的姑娘身上，很快就找到了梁婉之的长女。第47章伺候。他记得那孩子叫宋姨子，前世他卧病在床，这宋姨子便是以婢子的身份入府伺候他衣食住行。他身边得力的贴近侍婢都被以不同理由打发出府，唯一亲近的便是宋姨子。宋姨子又善于伪装，他慢慢就依赖他，把他当成贴心人。手里的嫁妆一点点被宋姨子哄骗走，临了落的一身病痛才知道，那毒就是宋广泽叫宋姨子下的。他在宋姨子的伺候下吃了3年的毒药，最后落得身无分文，老弱病残之体。就看在他伺候自己3年的份上，他定要好好回报宋姨子。花荣，你去叫我二姑娘过来瞧瞧，我为她亲自挑选的1等丫鬟和2等丫鬟。是，夫人。花荣走出屋子后，谢景云这才抬手指着宋姨子身旁的婢子，然后又点了3位1等丫鬟，接着又点了7个2等丫鬟，最后才点到宋姨子。牙婆子笑得合不拢嘴：“夫人眼光真好，这些个丫鬟聪明伶俐，眼力见好，便这些吧。”谢景云说完，赵嬷嬷就给牙婆子拿了银两。牙婆子交上12人的身契后，便高高兴兴地离开侯府。刚好梁婉之带着儿子来到玉斐阁，端着侯府嫡小姐的姿态，有模有样地说道：“夫人寻我何事？”谢景云眉开眼笑，心情颇好地说：“坐着，陪我吃口茶。”梁婉之带着宋广泽坐到谢景云旁边，白露端着刚煮的茶进来。梁婉之闻着茶香，便不自觉地馋了起来，伸手端起茶水抿了几口。谢景云道：“我已命人将韶庆楼打扫干净，你今日便可带着泽根过去。另外，给你从牙婆子手里买了4个1等丫鬟，8个2等丫鬟，门房洒水、端盆、修容等仆人，由府里其他院子支配一些过去。”梁婉之听到谢景云为他安排了12个1等2等丫鬟，心里乐开了花，虚荣心暴涨。他转头看向一众丫鬟们，当看到长女宋姨子也站在人群中时，梁婉之手一抖，茶杯重重砸落在了地上。一旁的宋广泽被茶水烫着，哇一声大哭。梁婉之赶紧抱起宋广泽，手忙脚乱地说：“泽哥儿，伤着哪了？快让娘亲看看哪儿痛。”手痛。宋广泽拿起手背，那一片被烫红了。谢景云处事不惊地命令下人：“快去请梁府医来。”不用了，夫人，我这就带广泽回韶庆楼。梁婉之抱着嗷嗷大哭的宋广泽，起身离开玉斐阁。临走的时候，梁婉之都不敢看长女一眼。守在大厅外的豆蔻却是目光阴冷地盯着梁婉之。凭什么一个破败户能做侯府的嫡小姐，还要买这么多奴仆做排场？谢景云把豆蔻的表情看了眼底，他眯起双眸，吩咐道：“豆蔻、花荣，你2人领着这些丫鬟送我二姑娘回韶庆楼，顺便去请府医给孩子瞧瞧伤。”2人应了一声，便领着新买的丫鬟走出玉斐阁。可是梁婉之却不是回韶庆楼，而是抱着宋广泽直接回了老夫人的院子。宋谦也刚好从外面回来，为自己的前途奔走打算。回到侯府才知道出大事了。第48章青睐。祖母，出了什么事？宋谦看到梁婉之哭，气氛阴沉沉的，眉头不自觉皱紧。张氏说：“姨子那孩子被你媳妇买进侯府了。”什么？宋谦也震惊到了，他怎么买姨子进侯府？我差人去牙婆子那打听了，你们送的那户人家主家被野猪拱伤了身子，急需要钱，
就把姨子卖到牙婆子那换要钱了。恰好你媳妇要给他置办院子，安排人手，便阴差阳错买入侯府。宋老夫人说到给他置办院子的话时，横眼朝梁婉之那看，那还不是你蠢？我早叫你把孩子打发远些，你不听。张氏六神无主地说：母亲，你说姐儿她会不会已经知道？闭嘴！宋老夫人厌烦地喝道。见梁婉之哭哭啼啼，一时没多少耐心地说：哭就只会哭，除了哭你还会干什么？姐儿为了给你置一座独立的院子，尽心尽力，亲自替你挑选丫鬟，你还有什么好哭的？梁婉之擦抹眼泪说：老夫人，我儿自是没什么好担忧的，就是怕东窗事发后影响了世子。你在威胁我？宋老夫人横眉一挑。梁婉之说：不敢，可姨子她是谦哥哥的亲生女儿，也是侯府的骨肉。砰！宋老夫人听出了梁婉之的意思，恼火地瞪看梁婉之：你莫不是也想把姨子也接入侯府，当个小姐供着？那好，你就供着吧。广泽这辈子都别想证明，这辈子就只能做安秀婉的儿子，旁的就不要想了。梁婉之怕了，在儿子的前途面前，女儿就成了绊脚石。祖母，这件事情让我同婉说。宋谦不忍梁婉之被宋老夫人骂，开声调和气氛。宋老夫人态度坚决地说：谦儿，你自己要清楚，能让泽根认祖归宗已是难事，你若再将那孩子接回来，将来事发便解释不清了。宋姨子外形看着就像个8、9岁的孩子，让金氏嬷嬷检查一番，便能查出宋姨子的真实年纪。广泽个头可以掩盖1、2，若把宋姨子认回来，将来就真的说不清。还有，你那个小女儿，尽早给我打发远些，别再让我瞧着心烦。宋老夫人冷着脸道。梁婉之不敢哭，心中不停衡量利弊。宋谦带她进内屋，劝道：婉儿，我知道你心疼姨子和姨宁，但是再给我一点时间，梁王殿下已经收下了我的礼，那边应允我职务。真的？梁婉之为宋谦高兴，若能得了梁王的青睐，谦哥哥便不必事事受制于谢家。听说梁王私下也在拉拢谢家，只是谢家不识好歹，将来梁王得势，那他的好日子便到来了。是啊，你再等一等，你如今有独立的院子，手里有银钱，想给姨子买什么便买什么，私下可以偷偷照顾姨子。况且孩子能进侯府，我们也放心，往后咱们再替女儿做打算。眼下你先好好与姨子说，让她放宽心。梁婉之慢慢被宋谦说服。谦哥哥，婉儿知道了，你放心，婉儿不会拖你后腿的。安抚好了梁婉之，又向宋老夫人保证会将小女儿宋怡宁安置妥当，便前往玉斐阁向谢景云打探口风，顺便再向谢景云索要外物打点银子。第49章没钱。他先前给了梁婉之14000两，那送往梁王府的礼便是梁婉之私下为他准备。如今长女宋姨子入府了，宋谦自是想让梁婉之母子3人过上好日子，那就少不得要多些银两。他走入玉斐阁的时候，就看到谢景云锁紧眉头在算账。夫人怎么了？谢景云见他走入屋子，装模作样的翻了翻账本，道：夫君来的正好，我这算着一笔账，怎么都对不上，方才让管事嬷嬷拿库房银票过来对数，却发现咱们宫中竟然没钱了。没钱了！宋谦快步上前，花荣为宋谦搬来椅子，坐在谢景云的身侧，接过谢景云手上的账册过目。原先我算过，咱们宫中3个多月前还有33000两，给了夫君14000两做外务打点，原是该剩下19000两，可眼下到了发月历的日子，宫中库房竟被掏个一干二净，无银钱给下人发放月历。3个多月前，宋谦眼皮子狠狠跳了2下。3个多月前，他和梁婉之一家4口还在外头生活，一切用度都是宋老夫人和张氏那给的。那会刚和婉之回到燕京，便在那处宅子里置办家用之物。他瞧着那些东西都不便宜，而这笔账便寄到慈松堂与密雅轩，也就是他的祖母和母亲拿了。夫君，你说老夫人和母亲要这么多银两，去办了什么事？宋谦抿嘴不语，手里一直翻着账册。谢景云也没指望能从他嘴里吐出什么好听的话，继续说道：侯府这些年光景大不如前，6年前为公公和几位堂哥办丧，光是办丧事便花了宫中大半的银子。宋谦听着谢景云的话，只觉得又心虚又烦躁。他知道那大半的银子用来支撑他和梁婉之外面府邸用度，可是先把侯府众人的月例发了再说，其余事情往后再来解决。往后再来解决？呵，还真是会打如意算盘。是啊，姐儿也是这么想的，须得把侯府下人的月例发了，再来解决旁的事情。谢景云瞥了一眼他手中红皮账册。宋谦听到他这么说，明显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谢景云会掏自己的腰包解决此事，只是宋谦却不好再开口要外务打点的银钱。又见他没有过分关注宋姨子，便笃定谢景云不是有意安排宋姨子入侯府做奴为婢的了。夫君特意过来一趟，可还有别的事？我听闻广泽今日来给你请安，不小心烫伤了手。宋谦随口一提，却心不在焉。
谢景云说：“是婉儿妹妹不小心碰到了茶杯，孩子伤势要紧吗？”无碍。宋谦已经没心思坐下去了，他站起身，瞥了一眼桌上的烂账，道：“你先忙吧，将侯府内务打理好，旁的事情你无需多心。”话落，他便掀开帘子往外走。花溪翻了一个大白眼，哪家有头有脸的人家会让主母自己拿嫁妆倒贴一府中馈？谢景云冷笑了一声：“你且对外放话，侯府如今困难，需再等些日子才有月例发，到时自然会有人重视了。”第50章延迟。月例第一次延迟了2日，众人就听到侯府度日艰难的消息。可偏偏这个时候，梁婉之把锦绣坊的绣娘请入韶庆楼，给自己大办衣裳银钗首饰。张氏为了给孙子宋广泽做脸，亲自给宋广泽买下一套书香斋的文房四宝，当做认亲礼，还列出认亲宴所需之物的账册，交由管事嬷嬷采买打点。那管事嬷嬷接过账册的时候，脸色极为难看。月例没发，整个侯府下人漫散罢工。又见韶庆楼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吃穿用度奢侈，便有人意识到侯府的银子用来给那老什么亲制独立院子去了。于是便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很快告到了宋老夫人那去。啪！宋老夫人头一次对谢景云发那么大的火，她怎么回事？下人的月例也能拖得？一拖便拖了整整6日，传出去她这个当家主母丢的便是我永宁侯府的脸面，去把她给我找来，我倒要看看她在想什么。最近吃的也不好，全是素食，没有一丁点荤肉。宋老夫人心里本就有些怨言，连吃了10天半个月的素，心情欠佳。如今听闻下人的月例都敢拖，这火气一下子冲上头。很快，谢景云就来到了慈松堂。张氏先开口指责谢景云：“姐儿，我和老夫人都信任你，抬举你，想给你在侯府做脸面，让底下的人不敢不敬你这个世子夫人。可你真是糊涂，怎可拖欠下人的月例？你这是想毁了侯府的名声啊！老夫人已经叫人把侯府下人都叫过来了，你就当着老夫人的面将月例给众人发下去，切莫再多欠1日。”谢景云扯开唇角冷笑：“今日老夫人这是要给自己做脸，还要打他一巴掌呢。”宋老夫人坐在主位，耷拉着脸，不言不语，面色却极其难看。谢景云也不着急辩解，等侯府的下人来的七七八八时，谢景云才从掐丝银香宝石匣子里拿出账册。宋老夫人见他把对牌、库房钥匙都带来了，克制3分的火气顿时爆发：“姐儿，你长家不利，我姑且可以原谅你，你且先将侯府下人的月例发了，往后由你母亲同你一起掌家，让她协助你内务。老夫人，实在是宫中拿不出再多银两发月例了。”什么？宋老夫人握紧了拐杖，两眼瞪眼，差点说出既然宫中没钱，那便从你自个库房出，怎么都要把月例先发了。然而她死要脸面，生生的忍了下来，却脸色铁青，头一次这般厌烦谢景云。张氏声音尖锐了几分：“你半个月前不是跟我们说宫中还有14000两银吗？只过去短短半个月余，怎么就花去了14000两？母亲，你教导儿媳，我与夫君夫妇一体，我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夫君谋得了好出路，我走出去也有光。是以，我将那14000两给夫君拿去做外务打点，谋个好职务。而我前几日又重新算了一个账，却发现咱们侯府先前还有33000两，就这短短3个月时间，短缺了19000两，没有过明账。老夫人，不如就借此机会对一对这账簿，看看这不翼而飞的19000两用在什么用途。”宋老夫人和张氏脸色大变。恰好梁婉之带着一双儿女，穿金戴银走入慈松堂。第51章大祸。站在院内排队领月例的下人们纷纷看向梁婉之。她身穿着一袭宝蓝色衣裙，肩上披着白色镂空梅花纹衣纱，腰间束着一条镶着红宝石的白色绸缎，乌黑柔亮的长发挽着别致的飞云鬓，轻拢慢拈的鬓发间簪着大朵的牡丹簪花，十分夺目耀眼。走起路来，珠钗首饰碰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腕间那大块的金镯子、翡翠镯子戴满了左右手，耳边垂着大大的翡翠耳环，脖子又戴着珍珠项链。刚入府时还是土里土气的乡下妇人，短短几日时间，院里的下人都快不敢认老夫人这远房亲戚了。光瞧那一套衣服面料质感，明眼人都能瞧出那是出自锦绣坊的手艺。一套下来，那一身衣物就得出个700-800两，更别提他身上那些首饰了。众人再瞧瞧他手里牵着的孩子宋广泽，一时穿着顶好，可当看到走在宋广泽身侧的婢子宋姨子的时候，大家脸色各异，皆露出了不满。侯府为了节省用度，已在膳食节流，这位婉儿姑娘倒好，一因用度奢侈糜费，怎么连下人都穿戴起金银首饰？院里的气氛一瞬间变得波涛汹涌。偏偏梁婉之瞧见院里众人都盯着自个，沾沾自喜，不知马上就要大难临头。婉儿给老夫人、母亲请安。说完，又转身朝谢景云洋洋得意地打了一声招呼：“婉儿见过夫人。”谢景云快速扫过他这一身，眉头轻挑：“
婉儿妹妹这一身当真是衬得人比花娇呀。梁婉之心里更飘了，这一身可是她花了2200两定做的，宋老夫人又岂会看不出这其中门道？张氏不可能给梁婉之做锦绣坊的衣物首饰，梁婉之的钱是宋谦给的。宋老夫人目光一扫，当看到站在后头的宋姨子也穿戴昂贵时，宋老夫人嘴角狠狠抽了几下，咬了咬牙关，道：姐儿，你先带人回玉斐阁，把众人的月例发了再说。姐儿也想发，但是宫中没有银两，不如先算一算账，若能找回那19000。宋老夫人太阳穴突突的跳，没等谢景云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张氏，你跟姐儿先带着众人回密雅轩，把下人的月例发了。什么意思啊？张氏懵了。宋老夫人看张氏那犯蠢的样子，气不打一处出，低喝道：发月例，听不明白吗？你先从你库房掏出银两，把月例发放下去，我回头再叫人送过去给你。张氏嘴角一僵，张嘴看了看谢景云，这会儿他倒是明白了宋老夫人的意思了。谢景云想要当众查账追究那19000两的去路，可是那些银两都拿来接济宋谦一家4口了，是万万不能见光的账。张氏心里堵着一口气，只好生生的憋回去，领着院里的下人和谢景云一块离开了慈松堂。随后宋老夫人又叫何香把宋广泽带走。等该散去的人散了之后，宋老夫人就直接掀翻了旁边的茶盏，站起身指着宋姨子怒吼：来人，把这小贱蹄子这一身行头给我扒了。第52章败家。宋姨子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也不知自己哪里错了。当她身上的衣物被慈松堂的人扒下来后，蜷缩在凳子旁，双手抱腿，瑟瑟发抖。梁婉之那亦不好过，宋老夫人上去就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愤怒呵斥：败家的玩意，景云用来给谦儿做打点所用的银两，你也敢拿来补贴自个？你是要反了天了是不是？我抬举你是为了哥儿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不是让你当什么老什么子的千金大小姐。你还上脸了，给这玩意又买银又织新衣裳，你是想干什么？迫不及待把这玩意扔回去，还是你想害了泽根儿？头上的牡丹簪花被宋老夫人一巴掌拍下来，飞云鬓发也散散乱乱歪倒一边。梁婉之一时无措，整个脑袋又蒙又乱，又见女儿衣衫不整哭成泪人，吓得脸蛋发白。梁婉之却不敢过去抱她，她心知惹恼了老夫人。老夫人，祖母怎么了？宋谦刚从外面回来，他快步走入慈松堂，便看到梁婉之母女二人倒在地上，地面上散落下珠钗头饰。宋姨子只穿着一身里衣，坐在地上抹泪大哭。宋老夫人怒气消息，问道：景云说他拿了14000两给你做外务打点，可有此事？宋谦眉头一皱，看向梁婉之：谢景云与祖母说什么了？你不必看那个女人，你回答我话，你是不是转手就将银两转到这个女人手里？祖母，谁说我把银两给了婉儿？宋谦否认此事。宋老夫人心思活络，一眼看出宋谦在撒谎，她转身指着梁婉之说：她穿着锦绣坊的衣物，银钗珠饰样样都是顶好的，还给这玩意置办100两的衣服手串，你当我瞎了眼睛看不清楚？梁婉之听到这话，下意识伸手理了理衣物，面容羞耻又难堪。宋谦微微收紧拳头，见不得梁婉之受半点委屈，说：祖母，这些衣物首饰是我安排锦绣坊的人为婉儿和姨子做的，6年前若不是婉儿，孙儿恐怕也像爹爹一样死在西关回不来了。宋老夫人唇瓣微微起开，本还想再指责梁婉之，却因宋谦的话生生又把话咽回去。她瞪了眼梁婉之，又目光冷冷地扫过宋姨子，想起谢景云这些日子的异样，宋老夫人扶着额头重重坐回椅子。你在景云面前可有露出什么端倪？谢景云怎么了？宋谦蹙眉问道。宋老夫人说：你知不知道他一直没有给府里的下人发放月例？这种事情换以往他早就解决了，哪里还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宋谦震惊，前几日他同我说了此事，我以为他处理好了，没想到我去找他去。宋谦转身往外走，宋老夫人赶紧阻止他：谦儿，回来。宋谦一脸恼意：祖母不要拦着我，你把侯府中馈交到他手里，他就这么打理侯府的？他想要查先前我拿去接济你们的账，你莫要再去追问此事，引得他质疑。他心知谢景云接管侯府这6年，侯府账册记下了很多道不清理不明的糊涂账，他怕谢景云突然揭开侯府老底，查个底朝天，那月例之事如何解决，谢景云就不管了。宋谦觉得在荣辱面前，谢景云当以大局为重，不该再存有私心，不顾侯府的声誉。第53章面子。宋老夫人胸口发紧，觉得最近事事不顺，这一切就从梁婉之入府之后。姐儿给你的银票还剩余多少？宋谦愣了一下，银票他已经交给梁婉之，根本不知还剩下多少。他低咳了几声说：我回头查查看，祖母是想你先把他交给你的那些银票拿回给他，我回头再让你母亲拿些给你到外头打点所用。说完，宋老夫人回头恶狠狠地瞪看宋姨子：把这玩意给我安排到外院去，
不准他再踏入韶庆楼半步，给我想清楚自己的位置。宋姨子呜呜呜的哭，却不敢有半点反抗。宋谦微微握紧拳头，扫过那母女二人，心头越发烦躁。与宋老夫人又交谈了几句后，宋谦就离开刺松堂，气冲冲的去玉斐阁了。谢景云也刚好从密雅阁回来，他刚踏入屋子，就看到宋谦一脸阴沉的坐在账房内，似乎早就在这里候着他呢。见他回来，宋谦重重合上了账册，黑着脸道：“我前2日便让你把月例发了，你为何要把事情搞得如此难堪？我永宁侯府世世代代当家祖母，从未出过延迟发放月例之事，你竟开了先例，抹了祖宗的脸面。你世子！”谢景云端端正正地站在厅间，挺直了腰板，眸光犀利地对上宋谦的眸子，问心无愧：“我劝世子，与其在此训斥，不如去祠堂好好跪着。”你这说的什么话？宋谦眉头皱得厉害，心里恼火得很。谢景云微微抬额，给世子留3分薄面，是看在宋谢两府以往交好，不想抹了永宁侯府的面子。世子若无旁的事情，就请回吧，我今日不想同世子吵。他扔下了一句话，就转身往外走。宋谦恼怒的起身，看着谢景云的背影：“你拖迟月例，苛刻我侯府的下人，便是你待人处事的理。谢景云，你今日把话给我说清楚，如若你不想再管永宁侯府，那就不管了。”谢景云刚走到门槛前，脚步狠狠一顿，跟着宋谦而来的林嬷嬷出言相劝：“世子，你少说2句，夫人她……”谢景云猛地转过身子，对身旁的赵嬷嬷说：“赵嬷嬷，你去我置办账册的箱子底下找到黑皮账册，带过来。”哎。赵嬷嬷转身走出账房，回屋子拿谢景云的黑皮账册。谢景云解开了身上的梅花披风衣，缓缓往厅子里走，最后拉开了一张椅子，就坐在了宋谦的对面。宋谦不解他这行为，只以为他害怕被夺去了掌家权，于是怒火也降了3分，便也坐在椅子道：“我本不想和你吵的，可是你做的实在过分了。”他低嗤一笑，眉眼却一片冰凉。宋谦最不喜他用这副清冷高傲的表情看他。这时，赵嬷嬷捧着一本厚厚的黑皮账册，快步走入账房，放到谢景云的面前：“拿给大爷瞧瞧。”他盯着黑皮账册，眼底尽是讽刺。赵嬷嬷将账册放到宋谦面前：“这是什么？”说罢，宋谦伸手打开了账册。当看到上面记下的每一笔账时，宋谦瞳孔骤然一缩。第54章，铺子。7年前，侯府送出4位少年将军，包括世子你、侯爷，族里11位儿郎，尽战死西关。侯府办丧，从宫中拿出了7、8成银两。后族长亲自到侯府讨要族里11位儿郎安置费。我知侯府难处，从谢家拿来11000两，代表侯府送给族中战亡的11位郎君作序5金，仅是丧葬费与安置族里的费用，侯府便已捉襟见肘。我嫁入侯后，老夫人就将宫中田产、铺子、庄子等产业交于我手中。起初1年，铺子营收日渐好转，侯府勉强度过难关，生活渐好。皇帝上有几家穷亲戚呢，老夫人在日子好起来后，便接来了几房乡下来的远房亲戚。分别安排到茶肆、酒庄、织布坊等，生意盈利好，亦是侯府立本的店铺，短短半年收盈减半。我曾向老夫人提过，换回之前的管事。呵，谢景云冷笑了一声。宋谦听到他这一声笑时，脸上羞得面红耳赤，手上捏紧了黑皮账册。老夫人叫我不必管茶肆、酒庄等铺子，他会来处理，可进宫中的账却是1个月比1个月少，最后竟入不敷出。赵嬷嬷听到这些话，心里替谢景云感到不值。花溪言语中带着愤愤之色，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烂账，亏了那么多年的铺子，亏得老夫人还当宝一样留着，没得让我们夫人拿出嫁妆去倒贴。花溪，少说2句。赵嬷嬷不咸不淡地低斥了一声。花溪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加激动奋起。试问哪家有头有脸的人家，眼巴巴地等着心腹开仓放粮，还赶着一大群吸血鬼拼命的吸？到底是夫人不要脸，故意在这为难一府的下人，还是那些个人没脸没皮，等着夫人再拿出嫁妆去发一府下人的月例？啪！宋谦拿起了账册，重重拍在桌上。守在他左手侧的林嬷嬷吓得身子一激灵，花溪则是红了眼睛。谢景云道：“赵嬷嬷，先把花溪带下去。”夫人。花溪心里难受，夫人就该拆穿这小人的真面目，让所有人都瞧瞧，他跟府里那个小娼妇早就勾搭了一腿。赵嬷嬷拉着花溪走出账房。宋谦被花溪戳穿了心思，恼羞成怒，可偏偏他又是个极爱面子、自尊心很强的伪君子。他被花溪的一番话羞得双手颤抖，瞪圆了一双怒眼。谢景云却是一脸平静地看着宋谦，等了许久，才等来宋谦的一句话：“那些亏损的铺子该处理了，如何处理？”谢景云轻蔑一笑：“若是能处理，他早就处理了。”宋谦此刻一点都不想和谢景云带，他拿起了那黑皮账册，站起身说：“这件事情你不必管，我会来处理。”是吗？谢景云坐在椅子上，
文思未动，宫中无帐可入。今次是婆母发了月例，下个月又该如何为度？世子可有考虑过此问题？宋谦喉结滚动了几下，居高临下的看着谢景云那张清冷细腻的面容，眉头皱得紧紧的。我手里还有一笔钱，等会让人送来，你先维持1-2个月，铺子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宋谦说完，便拿着那本子烂账，快步走出玉斐阁。他感觉他若再不离开那个地方，就要窒息了。第55章烂账。他直接去了密雅轩找张氏。张氏本就因自己出了大笔的私款发月例而心里难受，在听到宋谦的话后，他更加恼怒谢景云。你是不是糊涂了？这些事务一直是由你媳妇打理，你把她接过手来做什么？张氏知道宫中留下了许多烂摊子，因此不想去管。今次失了那么大笔银两，他还打算从外面铺子捞点回来。宋谦却拿着那本烂账，要他去处理外面的铺子，是他疯了还是他疯了？宋谦看到张氏的脸色，眼皮子狠狠地跳了几下，就知道花溪定是说的不错了。他强压下心中的恼意，坐在茶桌前问道：母亲可知道谢景云这些年一直在拿自己的嫁妆补贴侯府？这……张氏呼吸一紧，眼神闪躲。当然知道，府里谁不知道谢景云好说话，多金，家世好，温柔又善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从未说过一句重话，这也导致今次谢景云放任不管月例之事，让张氏十分生气。你听谁说了一些不该听的话？张氏不满地说。宋谦抬头看自己的母亲，不光让她倒贴自己的嫁妆，母亲和祖母是不是还利用宫中银子补贴外家或是手底下的人？他知道过去6年，他的母亲和祖母也补贴了不少给他，但也远没有到发不出月例的份上。那定是数额大，需要一个年轻媳妇拿出嫁妆来贴补侯府。他在谢景云面前头都抬不起来。张氏支支吾吾，还是你祖母那儿的人多，每间铺子都派了他身边的人看管，我就是想派人去管，也管不动。母亲！宋谦脸色涨红，心中燃着一团热火，捏紧了手中的黑皮账册说：你们又要我哄好谢景云，却又在私下里干这种事情，叫我往后去了谢家，怎么面对谢家的人？张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先前一直不说，我以为他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在装冲卖傻，如今说这些没用，谢景云暂时不必掌府中馈了。什么？不行，他不涨，谁能填补那些烂摊子？母亲！宋谦态度强势，你若也不想涨，那我来。张氏一下子从椅子站起身，着急地说：怎么能让你一个男子汉聚在内院去掌管这些个小事？他不情不愿从宋谦的手里扯过了黑皮账册，打开看了2眼，却又后悔接过账册来。于是他咬了咬牙说：我会去同你祖母说，你先别拿回景云的掌家对牌。母亲！宋谦眉头皱得很紧，看向张氏的眼神略显失望。这件事情他母亲怕是难以处理。他起身说：你说不动祖母，还是我去说吧。谦儿！张氏见宋谦这次来真的，他知不能再拖儿子的后腿。他抱着黑皮账册说：谢景云若真不想管这个家了，我去同老太太说，你不必参与内务之事。说完，张氏便灰溜溜地离开密雅轩，去了慈松堂。宋老夫人盯着黑皮账册，眼眸阴沉得很，许久才开口道：你去叫豆蔻到茶肆把焦大那一家使唤到庄子去吧。第56章豆蔻。谢景云知道宋老夫人的决定后，豆蔻已经出府了。花溪很是气恼地说：那酒庄、饭馆、织布房的人他不动，只动焦大一家，老夫人这是摆明了要让夫人你出头处理茶肆的事情，大爷还一口一句你不必管，奴婢瞧着狗怎么可能改得了吃屎呢？赵嬷嬷进来听到花溪在谢景云身旁念念叨叨，想起他之前对宋谦那些话，实在觉得不妥，免不得开口呵斥他：花溪，仔细你祸从口出。袁妈妈见谢景云一直不发声，朝着赵嬷嬷那看了一眼，叹了一声：豆蔻原是世子房里的人，世子走了便跟了老夫人一段时日，可如今却也算是玉斐阁的人，老夫人越过夫人派豆蔻出去处理那些事儿，未免难堪了些。谢景云手里拿着信，突然轻笑了一声。几人看向谢景云，发现他并没有因老夫人派豆蔻前往茶肆处理焦大的事而影响情绪。他收好了信，起身道：去梨香院找二婶。夫人，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感情你刚才压根没把奴婢的话听进去。花溪急得跺脚。谢景云仔细收好了手中的信，笑盈盈地看向花溪，随后看向袁妈妈。豆蔻眼高于顶，性格泼辣，却是个聪明绝顶的丫鬟。老夫人自以为豆蔻是她的心腹，可是世子回府了，她的身气又在我的手里。她若想再更上一步，须得求的不是老夫人，再加上侯府近些日子的确困难，老夫人处理焦大要找个背锅的。你们若是豆蔻，是宁愿得罪百事不理的老夫人，还是我？焦大是开府功臣，救过3代侯府男主人的性命，也曾用年迈的身躯将第一次上战场的宋谦从死人堆里扒出来。自个负着剑伤，
却硬生生将宋谦从西北背回关东。他那双常年酸痛难耐的肩背，就是因救宋谦时受了箭伤所留下。这样的救命恩情，哪怕是将茶肆送给焦大，都受得的。他动不得，老夫人也不敢动，偏生又要派豆蔻去动，那就足以见得老夫人要搞事儿了。可是老夫人太相信豆蔻了，怕是要自讨苦吃了。袁妈妈没有再开声，花溪先前没少给豆蔻上眼药，如今怕是好不容易寻得机会出手好好收拾韶庆楼了。谢景云拿着信去了梨香院，宋哲言的身子恢复了8、9成，只是脸上还有些许疹子留下来的印。谢景云走入院子时，宋哲言正在练习拳脚。卫士听闻谢景云来院里，从对面的茶间走出来，姐儿，他这2日也正好要去找谢景云。二婶，哲言看起来恢复的不错。谢景云站在屋檐下，并没有去打扰宋哲言。卫士看着宋哲言欲言又止，心有不甘。我这会儿正寻思着明日还是今日去玉斐阁询问你先前的事情可有下落了，没想到你就来了。二婶是想再让姐儿问问我二哥，还能不能让哲言去广文堂吧？谢景云道破卫士的心思。卫士又难过又尴尬，毕竟他辜负了谢景云2次心意，如今是彻底看透老夫人了。姐儿，我知道不能了，我就想问问来年还有没有这机会。谢景云摇了摇头，反问他，二婶就一定要让哲言入广文堂吗？卫士神情愣了一下，他只是觉得能入广文堂是个顶好的出路，能去当然还是希望宋哲言能进去。你先看看这封信再做决定吧。谢景云将带来的信递给卫士。第57章夏湖。姐儿，你既然说动了南山先生，他真的愿意哲言入沈园呀？卫士看完信后，激动地伸手握紧了谢景云的手，语无伦次地说着。南山先生曾是2任皇帝的帝师，又教导过谢景云及3位哥哥。前些年从沈园走出来的学子不计其数，至近2年开始，南山先生许是年迈了，便不再接收学子。卫士怎么都没想到谢景云会为了宋哲言的事情那般上心。他紧紧握着谢景云的手，眼眶慢慢红了，声音哽咽地说，我该如何感谢你啊，姐儿。谢景云摇了摇头，反手轻拍卫士的手背，他一生勤俭清贫，不曾留下一儿半女，如今一人住在偌大的园子里，少了些许生气。我将哲言引荐于恩师，亦是给恩师解闷寻乐，倒是怕二婶担心哲言面对恩师那样的严师，要心疼孩子。恩师不比族学上的先生，他更严苛了些，若不听话，不完成功课，撒泼耍猴，免不得要挨一顿打。他6岁随哥哥去沈园时，就是被南山先生管得服服帖帖，那么娇气的淘气包，到了南山先生手里，也能手缠沙袋，下笔如神。读书本就不是一步而成的易事。卫士笑着滴抹泪，在抬头时，他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哪能就心疼孩子？读书写字总没他整日耍刀弄枪累吧？卫士看向宋哲言，他此刻就准备拿起那把千斤沉的大刀，只是他年纪还小，压根就搬不动，却还要使出吃奶的力气进去搬。一旁的小厮看得直冒汗。谢景云看笑了，回过神来说，习武有习武的难，读书有读书的难，你让常年握刀的武官去拿笔杆写一首天花乱坠的文章是难事，你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扛那把大刀亦是难事，想成大事就不是个易事。姐儿说的是，二婶太小瞧读书人的毅力了。卫士也意识到自己刚才说错了话，笑着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也不怪二婶。谢景云想起二房的命运，宋哲言的人生历程和卫士的心结，伸手拉了一把卫士的右手。我知二婶不想哲言再走几位哥哥的路子，可哲言他终是有了自己的人生观，报效国家，庇护子民，忠君重义，诚实智勇，是哲言的优点。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劝二婶放任哲言继续这般下去，只是多一条路子，多几种选择。你越拘着他，他越要逆着你。假若有一日你不再时时在他耳边念叨哥哥们死在西关的事情，兴许他就能静下心来好好念书了呢。卫士听到这一番话，竟无言以对，然后低下头，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想起他死在西关的3个儿子。他的确时常在宋哲言面前说练什么武，上什么战场，你爹和2位叔叔都死在那呢，尸骨无存，要不就死无全尸，落得个什么下场了？现在谁还惦记着他们了？他想拿这些话吓唬宋哲言，可宋哲言好像就是着了魔一样，一心想考武官，入军营，上前线，扬言要报效国家。第58章妻妾。谢景云起身拍了拍卫士的肩膀，卫士回过神来，站起身把宋哲言叫唤过来。唐婶，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没人和我说一声？宋哲言练得满头汗水。卫士张了张嘴，又想像以往那样训他，却想到谢景云刚才说的那番话，最终只是帮宋哲言擦拭脸庞的汗水，说，你堂婶过来有一会儿了，他说你勇敢厉害啊。宋哲言像见鬼一般看着卫士，你这什么眼神？
魏氏轻戳孙子的脑袋。宋哲言不敢置信地说：“祖母，你不骂我又偷偷习武，我骂你做什么？你也就只能在家清闲几日，回头有人收拾你了。”魏氏一副幸灾乐祸地说道。宋哲言看向谢景云：“堂婶，我能回广文堂了？”谢景云含笑摇头：“我写了信给我的老先生，他同意传授你学识。”宋哲言双眸一亮：“堂婶那么厉害，写字又好看，那叫堂婶的老先生必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呀！”魏氏又朝他头上戳了几下：“什么八斗五车？老先生的学识该用10斗10车都在不完。”宋哲言捂着一边的脑袋，扯开嘴笑。谢景云温声细语地说：“不论先生学识如何，教得了你的都是你的恩师，包括你过往的先生们。”哲言明白，这次我定好好的，不再辜负堂婶几番苦心。宋哲言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坦诚交谈。谢景云发现宋哲言真不像一个8岁的孩子，他懂得的人情世故多，这可能与他自幼失去父母有关，在人性交际上，他比别的孩子敏锐敏感。明日一早便随我去沈园，二婶，你好好准备一下。哎，晓得了。魏氏和宋哲言亲自送谢景云走出梨香院。谢景云刚走出院外，就看到连管事在扫院外的落叶。他停下脚步看了一眼，连管事也朝他这看了看，对上谢景云的目光后，连管事又赶紧低下头，不敢停下手中的动作。魏氏目光如刀子一般，狠狠剜了连管事一眼。谢景云从连管事面前走过，回到玉斐阁的时候，他问袁妈妈：“连管事回来几日了？”夫人，那件事发生后第2日一早就被庄勇给送回来了，听说是被庄勇骗了才又骗色，庄勇哄骗了他3年。他往二太太房中偷到了不少东西给庄勇，他那卖身契还是他只给那孩子，让孩子偷出来的。本想着老太太把卖身契还给他，他就可以和庄勇双宿双飞，远离燕京，过他逍遥快活的日子。哪知庄勇一直拿捏着他的身契，老太太一句话，庄勇就把连管事绑回侯府，倒打一耙。袁妈妈说。谢景云叹了一声，摇了摇头，色字头上一把刀。连管事比庄勇大10岁，如何就到了为连管事放弃锦绣前程的地步？不过是当局者迷，自作孽罢了。可不是嘛，后来被爆出这个庄勇妻妾成群，儿女都有10几个了，连管事气得挠花他的脸，哭奶奶求爷爷让二太太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不，二太太真就留着他一条命，不知是想膈应谁呢？袁妈妈低声说道。连管事害了主子，自是留不得的，但魏氏将他留下，那自然有留下他的作用。第59章恩师。翌日，你要上终南山拜会南山先生。宋老夫人看向谢景云，随后目光又挪到魏氏和宋哲言身上。你们也要去？谢景云道。哲言自然要去，恩师已经点头让哲言入沈园陪伴恩师，我今日带哲言去，让恩师先见过哲言。宋老夫人的眼底涌动着激动之色。五国4州谁人不知南山先生？他可是先帝与现任皇帝的帝师，又教导过谢家的儿郎，从他门下出来的学子10有8九都入仕报效朝廷。若是泽哥儿也入沈园，那不比去广文堂更强吗？可有了之前广文堂的事情，宋老夫人并没有明说。记得带上重礼去见他老人家，早些去吧，莫让南山老先生久等了。省得了。谢景云转身时，眼底划过了一抹冷意，而后快步走出了院子。而谢景云刚走没一会儿，宋谦就过来给宋老夫人请安。宋老夫人道：“你快别在这耽搁时辰了，赶紧去绍庆楼接泽哥儿。”怎么了？宋谦还想和宋老夫人说一说长家之事。这2日他都在为给侯府另辟营生之路而奔走，倒很少惦记起泽哥儿的事情来。宋老夫人说：“你媳妇刚走，她要带着哲言去终南山拜见南山先生。南山先生曾传授他学识，他去拜见南山先生情有可原。”宋谦并没有多想。宋老夫人看他还没转过弯来，着急地说道：“他是带着哲言一块去的。”带哲言去？他眉头皱了一下，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他想让南山先生收留哲言，正有此意，所以要你赶快去绍庆楼接泽哥儿，我让人去准备马车和礼物，趁着谢景云去终南山拜见南山先生，你以吉尔夫君的身份给南山先生送一份礼，顺便把泽哥儿也送进沈园和哲言作伴，名正言顺。宋老夫人心里都盘算明白了，如此便是两全其美了。宋谦也觉得不错，好，我这就去。他去接宋广泽的时候，顺便也把梁婉之一块带出去散散心。等老夫人知道此事的时候，人已经出发了。另一边，谢景云的马车停在了谢家。宋哲言不解地问：“堂婶，我们不去终南山吗？”“去什么终南山？老先生2日前就来谢家了，他人现在就在里面。”谢景云心情舒朗，眉开眼笑。宋哲言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去终南山要1半个时辰，他以为没那么快，谁知一点间就到了谢府。谢景云瞧他拘谨的样子，笑道：“你昨儿个还嬉皮笑脸，怎么就怕上了？那可是很厉害的老先生，他还教过皇帝。我一想到是这样一个伟人教导我，
哲言心生敬畏之心，不敢有半点怠慢。宋哲言的话让谢景云很欣慰，他果真没有看错人，宋哲言才是那个品性端正纯良的好孩子。亏得他前世将所有心思都放在宋广泽那条狼崽子身上，挖空心思得来的竟是那样的回报。恩师还被那畜生给活活气死，今生想再借恩师做他仕途跳板是绝不可能了。第60章学识。谢景云带着宋哲言进了谢府。谢老夫人房里的秦妈妈一早就在大门等着，老夫人知道姑娘要回府，让奴婢早早在这儿等着。姑娘这会儿是要先去老夫人那，还是去拜见南山先生先？你回去和祖母说，我送小侄儿到南山先生面前，就去给祖母请安，叫他老人家好好用早膳。我早到晚到总会到的。南山先生住在月朗轩，与二哥一个院子。他此次回府，祖母定有许多梯计话想和他说，但他又不能怠慢了恩师，便想着先把哲言送过去，再回西河堂。谢景云走入月朗轩，就听到了沈南山与谢景玉的谈笑声。他二人在桂树头下对一对的专注。谢景云从花丛里折下一根软细的枝，靠近老者的时候，在他耳根旁挠。沈南山一下子抓住了谢景云手里的东西，转头笑道：“你这丫头，许久不见，皮实了。”谢景云往后退了一步，朝着那满头双发的年迈老者恭敬行礼：“姐儿见过恩师。”“行了，装模作样，老夫还不知你心里头在想什么鬼点子。”南山先生抚着须，笑容满面，合不拢嘴，突然又想到了什么，神色一凝，问：“上一次见姐儿是何时来着？”“出嫁前1日。”谢景玉道。他说完这一句话，就也看向谢景云，这才发现7年时光，妹妹长了许多。他记忆里，她还是那个捧着沉甸甸的牌位，穿着繁琐的嫁衣，身材娇小的小妹。南山先生从石凳上站起身：“我瞧瞧，长得多高了？”他抬手比划了一下，谢景云到他的肩膀有余。他感叹了一声，这娇气的丫头竟长这么多了。谢景云眼尾染上红晕，娇颜巧笑，低声嘲弄道：“不长才奇怪嘞！你算算7年前和7年后，我吃了多少油盐米饭，不能光长脑子不长个儿是吧？”哈哈！南山先生被他哄得开怀大笑，一边指着谢景云，一边回头对谢景玉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也不害臊？来来来，你小时候棋艺可比你二哥哥好，我瞧瞧棋艺见长没有。”南山先生把自己的软垫子铺到另一个石凳上。谢景云看到恩师的举动，眼眶晕染上一层雾色，赶紧别开脸道：“先生，你快别笑话姐儿了，我那棋艺要不是你和二哥哥让着我，拿我寻开心，我自己几斤几两还不知。我将那孩子带来了，你先认识认识着。”说完，他便转身拿起帕子轻轻抹拭眼角的湿意，朝着对面屋檐下的宋哲言招了招手：“哲言，来。”宋哲言昂首挺胸走来。谢景云瞧他这一态，着实被逗笑了。他走到谢景云身旁，有模有样的向南山先生作揖行礼：“小辈宋哲言拜见南山先生。”“名是什么？”宋哲言道：“名为义，宋义。”“名义。”哲言，给你取名字的人定是费了不少心思。南山先生打量孩子。宋哲言声音响亮，从容应对：“回老先生，是我祖父为我取的名字。你祖父洪凯倒是个实诚的人，那你可知你的名字是何寓意？”南山先生笑问道。宋哲言说：“哲本意为智慧、聪明、有才能之人，言喻指学识，而小辈的义字意义更大，诚信之意、义气、仁义、正义。看来你是读过几年书，肚子里有些墨水了。那你为何要读书？你将来读书出来有何抱负？”宋哲芳突然握紧了双拳，言简意赅地说：“我想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将军，走正道，行正事，做正人，精忠报国。”第61章晦气。好一个精忠报国！南山先生声音洪亮，满脸笑意地抚着白花花的长胡须，有景怀的胸襟，景玉的抱负，景行的率真坦诚，这小子必成大器。景怀是谢景云长兄谢慈的字，景行是谢三。谢景云看宋哲言能够应付，与南山先生又聊了一会，便拜别了南山先生，去了西河堂。只是在去找老夫人的路上，被华阳院的人拦下来了。“姑娘，夫人知道你回府，特意让奴婢在这等你。夫人这几日念叨小姐念叨了好几回。”黛玉站在角门，态度十分强势。谢景云看了他一眼，便知他继母是什么心思。他粉面上轻扯一抹冷笑，言语犀利地说：“母亲哪来的规矩，让我先去母亲的院中，只管将老夫人撇开一道。”黛玉脸色一变，脚底下不自觉挪动了半步，面上略显尴尬之色。夫人以为姑娘先去了二公子的院里，再去夫人的院里，刚好顺道。南山先生是谢家的客，祖母自没有让自家人怠慢客人的意思。我赶着马车过来，先去二哥哥院里拜见南山先生，怎么到了母亲眼中，竟只瞧得见我去二哥哥院里，眼里却见不得大人物。谢景云淡漠地看了黛玉一眼。西河堂的秦妈妈刚好赶来接谢景云，
瞧见黛玉拦在角门，秦妈妈就知道怎么个回事了。姑娘，老夫人差奴婢过来瞧瞧，看姑娘好了没？秦妈妈道。谢景云从黛玉面前走过，来到秦妈妈面前。好的，这就要去给祖母请安，走吧。秦妈妈扶着谢景云去西河堂，走的时候回头剜了黛玉一眼。到了西河堂，谢老夫人拉着谢景云走入内厅。你二哥一大早过来说你要来，祖母叫厨房做了许多你喜爱吃的点心。谢景云笑道，要不一会让孙女打包着走。好主意。谢老夫人拍了一下他的手背，转头吩咐下人去准备几个石笼。祖母，我说笑的呢，你怎的还当真了？谢景云扶着谢老夫人坐在软榻上，又瞧见旁边放着的药，黛眉微颦，转头问秦妈妈，祖母近日老毛病又犯了。秦妈妈道，是啊，老爷从宫里请了3趟太医，老夫人的头疾只在吃药头2日能缓解1、2，如今到了夜里。可嗨，谢老夫人不让秦妈妈再说下去，她拉着谢景云的手，就想好好的看看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女，还不忘了安抚谢景云，人老了就会这痛那痛，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的，那也不能不当回事。谢景云握紧谢老夫人的手，轻轻攥在手心，若是不行，不如换多几位郎中试试。是了。秦妈妈道，老夫人如今跟孩子一样，奴婢得慢慢哄着她吃药，姑娘你好好劝劝老夫人。就你多嘴。谢老夫人瞪了秦妈妈眼，不想让谢景云担忧，老毛病是不容易好的了，等日头好些又能慢慢好转。姐儿你不要担心祖母，祖母还要看着你生个曾孙呢。你和世子好事将近没？提到宋谦此人，谢景云就觉得晦气得很。第62章出事。祖母提我和世子做什么？好事若来，便自然会来，命里有时终须有，他才回来几日呀？你莫要打岔分我的心，祖母若身子不利索，姐儿该日日为祖母担忧。谢老夫人看他这低眉的模样，只当女儿家脸皮薄，笑着说道，姐儿大了，害羞了。谢景云双手握紧谢老夫人的胳膊，回头看了他一眼。谢老夫人呵呵呵的又笑好几声。好了，早知你管得比他还宽，我今儿就不打发你过来了。谢老夫人指的他自是秦妈妈。去拿药来。谢老夫人说话间，回头看了眼一旁的盆栽。没一会儿，秦妈妈重新端上一碗药，谢景云看着谢老夫人喝完那碗药喝下去，谢老夫人便开始昏昏欲睡。谢景云守在谢老夫人身边，等谢老夫人醒来时，已经到了晌午。他和谢老夫人一块用午膳，又陪谢老夫人坐了一会，就带着宋哲言回永宁侯府了。马车停在永宁侯府时，天色已经黄昏。夫人，你终于回来了，府里出大事了。谢景云刚下马车，掌门的管事柳和玉从大门走来。谢景云往大门看去，问道，出了什么事？我二姑娘带着广泽少爷出门，就早你小半个时辰回到侯府，脚还没踏进7月门门槛，他就被焦大儿媳妇扑倒在地上，焦大儿子姚正带着一坨马粪进来，就往我二姑娘嘴里塞，差点搞出人命。柳和玉形容的绘声绘色，花荣、花溪都能想象那充满味道的画面，更别提焦大儿媳妇还把马粪往人嘴里塞。天哪，他们是怎么进内院的？袁妈妈很吃惊地问。刘管事回道，听说是梨香院的洒水婆子把人带进内院的。洒水婆子？谢景云很快就想到了连管事，看来此事有梨香院的推波助澜了。二婶的那口气怕一直没咽下去，如今倒寻了个好机会，狠狠报复梁婉之呢。谢景云走到7月门的时候，下人们已经把秽物清洗干净，却依旧难掩那一阵阵的味儿。花溪挥了挥手，颇有些幸灾乐祸，味儿快要冲死人了，真是难为婉姑娘了，怕是吃了不少苦头。花荣，可不吗？好好一个院子，被弄得臭气冲天，他们怎么胆子那么大？袁妈妈道，焦大是侯爷与世子的救命恩人，特别是救世子的时候，他身中了一箭，落下了病根子，这侯府里就没人敢拿他怎么样。世子不光不能责备，还要好好劝解。这事儿怕不是最后要落到夫人头上，让夫人去收拾这烂摊子。想到这，袁妈妈眉头拧紧，夫人这是什么命啊？瞧瞧老夫人这干的事儿。谢景云没有出声，直接去慈松堂。而他刚踏入慈松堂的院门，一道小身影突然撞了过来。花溪护主心切，抱住了谢景云，将他推开。那小身影就直直地撞在了花溪的身上，花溪吃痛的哎呦了一声。袁妈妈与谢景云异口同声惊呼，花溪！谢景云猛地回头看向始作俑者，就看到宋广泽在撞了人之后便跑了。宋哲言怒道，宋广泽，撞了人你还敢跑？他握紧了拳头，转身朝宋广泽跑开的方向追去。与此同时，李妈妈也从里面走出来，面色怪异，夫人，老夫人让你进去。第63章交大。花溪，你先回去休息，让府医给你检查检查身子。谢景云道。花溪摇头，奴婢没事，奴婢在这里等着，夫人快进去吧。谢景云转头看了眼袁妈妈，就跟着李妈妈走入宋老夫人的屋子。宋谦与梁婉之也在屋子里头。梁婉之虽洗去一身污臭，
却依旧能看出他被焦大儿媳妇扑倒后的狼狈。此刻他抹着眼泪跪在宋老夫人的面前，哭诉道：“夫人是对婉儿有什么不满？如此提防着婉儿，还叫人将焦大儿媳妇放入内院。我在侯府只图一口饭吃，为何夫人还是容不下我孤儿寡母？”宋谦一只手附在身后，微微握紧拳头。焦大儿媳妇扑倒梁婉之的时候，他刚好在场，却被焦大给绊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梁婉之受欺负，却不能对焦大一家说一句重话。因此是他本就恼怒，再加一个南山先生的事情，他心里真的很恼火。现在梁婉之在质问谢景云的时候，他没打算再维持以往的面子。笑话！谢景云冷眼看着一群没脸没皮的老老少少，安氏为何是恼我？又与焦大儿媳妇何关？我又何时容不下你孤儿寡母？你和你儿子要去要留，又何时准我说了算了？躺在床榻上的宋老夫人坐起身质问谢景云：“景儿，你早上不是说要上终南山吗？”“是啊，我的确要带折颜去终南山拜见南山先生，但是马车刚离开没多久，我谢府的人就传口信说南山先生早2日前便去了谢府，我便改道去了谢家。后来我还传口信回府给母亲，母亲没收到吗？”他的确留了一手。张氏被点到名儿的时候，神色愣了一下，仔细想了想，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宋老夫人回头瞪看张氏：“可有此事？”“好像是有人传口信说景儿要回娘家一趟。”张氏被宋老夫人瞪得心慌慌。宋老夫人咬了咬牙，心里的怒火硬是压去，暗骂张氏蠢货，坏他好事。你二婶那是怎么回事？怎么还留着连管事？他差点害死了折颜，他留着这个祸害在身边干什么？宋老夫人道：“二婶怎么了？”谢景云只当对七月门的事情毫不知情。宋老夫人抬头看他那一副漠然的神情，眉头一皱。对，他问这么个糟粕的事情做什么？要怪还是怪梁婉之这个蠢货跟着谦儿出去？若不是他也跟着去终南山，哪来那么多事？可焦大一家却是个麻烦事儿，由不得谢景云继续卖傻下去。焦大那一家被人放入内院，对着婉儿撒泼卖烂，侯府是个有规矩的地方，岂容他们这般胡搅蛮缠着下去？你想个办法处置焦大那一家。宋老夫人理直气壮地说。谢景云心里知道宋老夫人不要脸，她能说出这些话倒一点都不意外。此事好办，茶肆赠与焦大谋生养老。不成，先前焦大和他一派，每个月会送上大笔银两到他私库，他比谁都还清楚茶肆生意有多好，那可是他们侯府的钱袋子。焦大救过世子一命，让世子把焦大接入侯府，给他一个院子，像供老祖宗一样给他养老送终。谢景云看向宋谦，宋谦不发言，却可以看得出他不情愿。宋老夫人更是一口回绝：“姐儿，你在说什么胡话呢？让谦儿将他当成老祖宗供着，那我成什么了？那老夫人您说该如何安置焦大？”宋老夫人听到谢景云的问话，就头痛了起来，心里的那把火一直在蹿动。想了想，最终都没有想到更合适的法子，还让焦大继续管着茶肆吧。你今日回谢家见到了南山先生了。第64章无德。谢景云双眸微眯，还未开口，宋老夫人就继续说道：“我知你去拜见南山先生，让人准备了厚礼，叫谦儿带着泽哥一块送去，哪知他老人家不在终南山。”谢景云朝宋千寻瞥了一眼，宋谦喉咙滚热，盯着他半天吐不出一个字。宋老夫人剜了梁婉之一眼，自顾自地说下去：“我先前说过，婉儿日后就是谦儿的妹妹，等认亲宴后，要把婉儿写入族谱，那泽哥儿就是永宁侯府的根儿。你既然替折颜做打算，那叫南山先生多收一个学生也没所谓，学费我们出得起，多一个孩子多一个伴。”谢景云低嗤一笑。宋谦皱眉：“你不同意？一个人来的姑娘和别人生的孩子，非我血脉，我凭什么要同意？”谢景云眉眼凌厉地反问道。梁婉之顿时哭着说道：“我方才问夫人为何容不下我孤儿寡母，如今夫人倒是认下了这句话了。”谢景云表情阴沉了几分，朝着梁婉之那走前了2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千里迢迢从北寻亲到此地，入了侯府，想要2口温饱，侯府给了；你吃饱喝足，又想要穿金戴银，金银傍身了，又想要身份地位，如今侯府都给了。怎的？我谢家的人脉还要依着你，借你攀一攀，不给，倒成了我的不是。就你儿子，莫说南山先生瞧不上，我都瞧不上他干的那些事儿。”谢景云，宋谦攥拳：“泽哥儿干了什么事？”“啊！救命！娘亲！”外面传来了打斗的声音，有宋广泽的大叫声。梁婉之立刻起身跑了出去，宋谦大迈脚步跟在身后。宋老夫人这会儿也身子利索了，掀开被子穿上鞋，在李妈妈的搀扶下走出屋子。张氏跑出去看到外面的场面后，扯开了大嗓门尖叫：“宋哲言，你找死啊！你敢打泽根儿！”他故意撞堂婶，差点把堂婶撞倒了，是花溪姐姐护住堂婶的，否则堂婶就从台阶摔下去了。宋哲言松开了宋广泽，理直气壮地说。宋广泽躲进梁婉之的怀里，
双手紧紧抱住梁婉之的身子。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那你跑什么？你不知道撞了人要跟人道歉吗？宋哲言道。宋广泽小小声地说，我又没撞到夫人，她只是个下人。宋老夫人脸色一变，虽然她也认可宋广泽的话，可是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不把下人当成人看待，这有失体面。宋老夫人略显尴尬的回头对谢景云说，姐儿啊，泽根他孩子气不懂事，刚才定是贪玩无意冲撞你的。谢景云扯开红唇冷笑，老夫人说的对，泽根孩子气不懂事。宋老夫人听到这话，暗暗松了一口气，南山，所以如此没规没矩、目无中人、蛮不懂事的坏种，我是不可能将他引荐给我的恩师撞冲南山先生的。你，宋老夫人一口气还没顺好，就又被谢景云的话气得面红耳赤。以德为先，次之才学，无德有才，必出奸人。老夫人不如先让人教他如何以诚待人。第65章道歉。知礼明德，明理修身，德礼二字怕都尚且未能理顺，谈何念书入世？这种人南山先生纵然能教出来，那也是为祸百姓的奸佞。南山先生100年后怕是都要死不瞑目。谢景云冷着脸，目光凌厉地盯着宋广泽的方向。宋广泽虽不懂谢景云口中的知礼明德、明理修身是什么意思，却能从谢景云的一举一动看出他对他的厌弃。宋老夫人脸色大变，梁婉之俨然不知事情的严重，护在宋广泽的身前，与谢景云起了争执。夫人何必当着孩子的面说这般恶毒之话？谢景云瞥了一眼梁婉之，真正是应了那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若硬要将我的话歪曲理解成如此，那便继续惯着纵着，只是将来哪一日到外头出了事儿，旁人也能理解他的孩子心性才好，切莫再痴心妄想入得了南山先生的眼。谢景云，你够了！宋谦冷喝了一声，他只是个孩子，有必要吗？是没必要。谢景云转身朝宋老夫人行了一个礼，没别的事，姐儿先回院了。话落，他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慈松堂。宋老夫人反应过来，恶狠狠地剜了梁婉之一眼，道：谦儿，你刚才实在不该那样同姐儿说话，快带着泽根去玉斐阁，叫泽根好好跟姐儿道歉。祖母，泽根又不是故意撞他，他这般斤斤计较，还当着孩子的面说那样重的话，我们何必再求他？宋谦不情愿，再加上今日为了见到南山先生，他来回赶了将2个时辰的马车，却在中南书院外站了大半日，最后才等来一句南山先生下山了。谢景云敢说他不是故意的。宋老夫人怒气不争，你还能再找到比南山先生更好的人教泽根启蒙？好，假若你能找到，那你可有想过南山先生身后的谢家，而今当朝首辅又是谁家？谦儿，我看姐儿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泽根这些年一直在外教养，没个方圆规矩，日后何谈干出一番大事？刘备访贤，三顾茅庐，你更应该以身作则，做好榜样。说到这，宋老夫人回头瞪看梁婉之，我叫人好好看着泽根，他怎会突然跑出来冲撞了姐儿？宋谦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宋广泽，宋广泽被二人盯得心里发寒，不自觉缩到了梁婉之的身后。宋谦这才发觉不对劲，他伸手招了招，唤道：泽根儿，你过来。宋广泽抬头看了梁婉之一眼，犹豫了片刻，才走向宋谦。为何要跑出来撞夫人？宋谦蹲下身子，目光严厉地盯着宋广泽，说实话，不许撒谎，否则我就卖你出府。宋广泽吓了一跳，唇瓣隐隐发抖。是有人说夫人在背后使坏，害娘亲被人欺负。我刚才没撞到夫人，只撞到夫人的大丫鬟。谁跟你说的？宋广泽抬头看向梁婉之，心一横，低头回道：紫娟姐姐。紫娟，宋姨子。宋老夫人面色一沉，转身一巴掌呼在了宋姨子的脸庞。第66章求情。啊！宋姨子尖叫了一声，扑通跪在地上，整个人晕晕乎乎，捂着被宋老夫人扇打的脸庞大哭了起来。梁婉之被这突发状况吓得脖子一缩，往后退了一步。宋老夫人指着宋姨子怒目怔怔地骂：下作的小贱人，也敢把外头那些个烟杂手段使到侯府里来陷害夫人，看我今儿个不把你乱棍打死！来人！梁婉之一怔，耳朵里嗡嗡作响。宋姨子也猛然抬头看向梁婉之的方向，见梁婉之别开脸，避开他的视线，他身子瑟瑟发抖地回过头看向宋谦。祖母！宋谦开声阻止。宋老夫人瞪了宋谦一眼：你想替这小贱蹄子求情？不等宋谦回话，宋老夫人又道：好，那我就看在你的份上，且饶他不死，但是他唆使哥儿推你媳妇，这顿打铁定是逃不掉的了。李妈妈，把他拖到玉斐阁，当着夫人的面好好打一顿，夫人若不饶这个贱东西，便打到夫人顺气为止。不要，求老夫人开恩，奴婢再也不敢了。宋姨子凄惨大叫。李妈妈亲自上手抓住她胳膊，把她连拖带拽的往外掳。宋姨子不停地抓住旁边可以抓的人或物，撕心裂肺地喊：我没有使坏，我没有，救命啊，救命！
宋谦如鲠在喉，看着女儿被李妈妈拖走，他第一次萌生了悔意。早知谢景云不待见他们，他就不该回府。就在宋姨子快被拖出慈松堂时，宋谦走前了2步，站在宋老夫人的面前道：“祖母，把他打发到外院去便是，他也不过8、9岁的年纪，让管事嬷嬷好好教导，没必要动杖刑。何况他小小年纪又能挨得过多少仗？他死了不打紧，若有人借此做文章说永宁侯府连个几岁小童都不放过，影响我的官职才是大事。”李妈妈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梁婉之跪在宋老夫人的面前哭。宋老夫人知道宋谦是为了梁婉之才留下那孽种，他本也是存了私心，借着机会打死宋姨子，以免日后成了祸害。可宋谦刚才的话让他不得不掂量着，姐儿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可得给我听进去，不准再让这个女人管教根儿了。你看她好好低根儿被教什么样？宋老夫人呵斥。宋谦知道刚才误解了谢景云，双手微微握紧。祖母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来人，送我二姑娘和紫娟回韶庆楼。宋老夫人听到他这样的决定，回头来瞪了宋姨子和梁婉之一眼，暗暗咬了咬牙，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进了卧房。等宋老夫人一走，宋谦转头看向自己的母亲张氏，母亲，紫娟就交给你来教养吧，我带广泽去玉斐阁用晚膳。如此甚好。张氏的脸上稍稍露出了一点笑容。等宋谦一走，张氏就走入屋里，与宋老夫人说：“老夫人，谦儿带着泽哥儿要去玉斐阁用晚膳。”原本躺在床榻闭目静养的宋老夫人眉头微动，微微睁开双眼，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终于有了一抹笑容。今日这样一闹，倒是名正言顺了。你先前不是说有人想要买茶肆那间铺子吗？是啊，母亲是想出个好价钱，把茶肆卖了，再重新置办一间新铺子。那谁去？焦大一家那么难缠，焦大儿媳妇还是个泼辣玩意。想起梁婉之那一嘴的马粪，就瘆得慌。去而复返的梁婉之站在门外，两人同时回头看向了梁婉之的方向。第67章复发。玉斐阁。哎呀，夫人的伤口怎么肿了？白露刚把谢景云脸上的妆容卸去，就看到原本长得好好的伤口竟隐隐红肿，她着急的大呼了一声，惹得屋子里正忙活的花荣、花溪、花灵和花莹以及袁妈妈、赵嬷嬷都围了过来。袁妈妈看了一眼说：“白日还好好的，怎么才1日的功夫，伤口就成这样？”花荣，赶紧去请梁府医过来看看。赵嬷嬷吩咐道。花荣快步走出玉斐阁。赵嬷嬷低头询问谢景云：“夫人没感觉伤口有异样吗？”有些灼烧感，许是今日脂粉抹得厚，捂着它了。谢景云靠在椅子，静静地看着铜镜里的自己。白露吓坏了，跪在地上说：“都怪奴婢技术不精，害得夫人伤口本快好利索了，却不料成这样。”谢景云伸手扶她：“跟你有什么关系？是我叫你将我今日妆容涂厚些，不想回到谢家，却还要叫祖母她老人家担心自己。”想到祖母的头疾，谢景云心头一阵烦热。这时豆蔻在门外叫唤：“世子来了，快进来吧。”屋子里众人脸色刷刷一变，有的透过铜镜看向从外头进来的宋谦，有的转身对着宋谦行礼。谢景云看他走入屋内，便也从椅子站起身，转过身子面对着宋谦。反而是豆蔻在看到宋谦身后跟着的宋广泽时，脸色一下子变得耐人寻味。怎么都围在屋子里？宋谦走入屋内，就发现他们都围着谢景云。袁妈妈正要告诉宋谦谢景云伤口发炎的事，却被谢景云伸手一挡，挡回去了。夫君有何事？谢景云问道。宋谦眉头肉眼可见的皱了起来，可想到自己有事求人，他眉头又渐渐平展开。传晚膳吧。说罢，他便自顾自走到饭桌前。宋广泽默默跟在他的身后。众人自是明白了宋谦的意思，后脚赶着过来，还带着那个女人的儿子，怕是又要给夫人找麻烦呢。去传晚膳。谢景云吩咐道。袁妈妈应了一声，便转身往外走。花荣刚好带着梁红培走进玉斐阁，袁妈妈给梁红培行了一个礼，让花荣赶紧将梁府医带入屋子，便匆匆离去。花荣带着梁红培走入大厅的时候，宋谦才后知后觉地问谢景云：“你身子不舒服？不是说泽根撞的是你的丫鬟吗？那丫鬟可有撞出个什么好歹？”花溪上前扶了一个身，托世子的福，奴婢有世子这一句话问候，不舒服也舒服多了。梁大夫人来是给夫人瞧的。面对花溪明嘲暗讽，宋谦还是不悦地蹙了蹙眉，转头看向谢景云：“你……”这才看到谢景云额头有些红肿。“你额头的伤不是好利索了吗？怎么会？”梁红培放下行医箱，发出了一声震响，打断了宋谦的话，问道：“夫人要在哪里瞧伤？”“在里屋吧。”谢景云起身去了妆台前，坐在刚才卸妆的地方。梁红培跟着过去，站在谢景云身旁，瞧了两眼那条伤痕，又看向他妆台前的脂粉膏。“夫人今日出门用过胭脂水粉？”“是奴婢给夫人上妆的。夫人出门去见亲者，怕被人发觉额头上有条疤，叫奴婢往脸上涂厚些，遮盖疤痕。”
白露一边抹泪一边说，她觉得是她害谢景云伤口复发的。坐在一旁等吃的宋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以为他的伤口会慢慢自愈，便没再注意此事。第68章，请脉。他起身走向谢景云，但是他还未靠近谢景云，那梁红培突然转头问他，前些日子世子问我可有驱除疤痕所用的药物，我拿了一张药方给世子去找药材，世子可找回来了？宋谦脚步猛地一顿，屋子里所有人都看向他，把他看得面红耳燥，场面一度尴尬极了。谢景云也缓缓回头看了他一眼，仅仅是一眼，他就收回视线，眼底尽是讽刺。不知梁府医给的药方是什么？可否给我一份，我让人去寻。不用，我已经让人去寻了。宋谦赶紧开口说道，你现在帮他看看红肿，先消了再说。梁红培睨了宋谦一眼，就从衣箱里拿出了一瓶红瓶冰莲纹的药膏，挖出一勺抹在谢景云的伤处，那个味道让谢景云身子一僵，这个气息好熟悉。这是什么药膏？冰冰凉凉，涂抹上去瞬间没了肿胀的烧感。谢景云微微仰头，眸光轻轻扫过铜镜里的画面，他侧着身子为他上药的那个画面令他脑海中久远的回忆一闪而过。他低沉的嗓音在他耳边拂过，冰肌玉莲膏。谢景云瞳孔一震，心中低喃，冰肌玉莲膏，心中寒意涌动，不安与恐慌在心底蔓延。他不自觉地攥紧衣裙。冰肌玉莲膏是个好方子，采用的是千雪山上的冰莲花瓣，药膏制成后需放到冰窖内常年储存，消肿抗炎抗菌，还有着淡化疤痕的效果。谢景云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他微微别开脸，对梁红培说，让我的丫鬟帮我上药吧。好了。梁红培往后退了一步，把药膏交到花溪的手里，夫人的伤无大碍，近日先别上妆，冰肌玉莲膏一日涂抹2次，会慢慢淡下来的。谢景云在他退后一步后暗暗深吸了一口气，想起了祖母的头疾，他抬头看向映在铜镜里的梁红培，他正好也转头看了一眼铜镜，两人透过铜镜对视，他坦然一笑，谢景云心跳却慢了半拍，面上镇定地点了一下头，别开脸，暗暗衡量着让梁红培去谢家后的利弊。景仁帝有7个儿子，萧皇后诞下的皇长子已故，二皇子是现任皇后所生的梁王，朝中威望最高，三皇子贤王是齐贵妃的儿子，以闲散闻名，四皇子禹王野心勃勃，却是个有勇无谋的人，五皇子母族没什么势力根基，无人把他放在眼里，六皇子15岁时被刺杀而亡，七皇子顾长宁10年为质，如今下落不明。梁王一直想拉拢谢家的势力，谢家保持中立，若此时让梁红培入谢家，那等同于变相让谢家做出了选择。可只有他知道，顾长宁会成功问鼎。他如今苟在侯府，将来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永宁侯府？夺嫡之战，不管谢家做不做出选择，必会走上抄家流放之路，那何不搏一搏？梁大夫，谢景云起身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梁红培，不知夫人还有何事？梁红培停下脚步，嗓音温和地问道。谢景云说，我的祖母近日为头疾所困，痛起来夜里无法入睡，用过不少汤汤水水都大无效果，不知梁老可有传授偏方给梁大夫，想向梁大夫讨要个治头疾的方子，让我祖母试试看。宋谦一愣，问道，祖母她身子不舒服？是啊，今日回去看她老人家，面色暗沉，精神萎蔫，吃过太医院的方子，好几日又发作。谢景云温声细语地回道。宋谦道，那何不让梁大夫亲自去一趟谢家，给祖母请脉诊断？梁红培眉头不动声色地微微一挑。第69章，蠢人。梁大夫是侯府的府医，我自然不能擅作主张，带梁大夫去谢家，须得请示老夫人。谢景云心境坦然地说道。宋谦道，此事我会去同祖母说，那就这么定吧，明日一早，我带着梁大夫人回谢家。他看了看谢景云额头上的疤痕，你留在家中，你放心，若是梁大夫的药还不行，我再为你寻来永宁侯府以前请过的老府医。梁红培不动声色地冷瞥了一眼宋谦，心中不屑地应了一声，便转身离开玉斐阁，回到雨轩楼。江淮发觉梁红培心情不错，问道，主子什么事这么开心？明日要入谢府，这不是你一心想勾搭的吗？江淮眉头一挑，梁红培阴恻恻地瞪他。江淮轻拍自己的嘴道，咱家说错了，自长一嘴，夫人怎会让主子去谢府？梁红培坐在楠木镂空青花太师椅上，端起一旁的暖茶，自在地抿了一口，脑海中浮现了谢景云面对他时的言行举止，甚是觉得有趣。夫人大概他举着青花瓷杯子，扯开薄唇一笑，知道点什么？知道什么？江淮弓着腰身，狗腿子般的笑问。梁红培道，他好像认识一个人。谁？顾长宁。江淮，那不是主子你吗？难道他看出了主子的身份？他在打探。梁红培手指有一下没一下敲打在茶桌上3次。
江淮突然紧张了起来。那这个地方主子待不得了，我明日就给主子找个身份，换一换。急什么？梁红培一脸不羁的样子。江淮愣是被吓出一身冷汗。不急吗？你知道外头多大风雨吗？要被他们找到，你有几条烂命给他们？梁红培横了江淮一眼，这侯府只有一个聪明人，我把他拉下水，他就是我的人，我还怕他跟上头告密吗？他懂得权衡利弊，可不是你这种蠢人脑子。好吧，他蠢。玉斐阁那边，梁红培离开后，宋谦也没有心思再用什么晚膳。他放下了筷子，看向对面的女人，开门见山地说：你走后，我仔细询问了泽哥儿，先前之事确实是祖母太过宠溺，他老人家头一次和一个孩子这般投缘，难免袒护多一些，我带泽哥儿过来给你赔不是。说完，他转头对埋头用膳的宋广泽说：泽哥儿，你不是说要给夫人道歉吗？宋广泽抬头看了看谢景云，小心翼翼地放下了筷子，站起身走到了谢景云的面前，就要跪下了。谢景云说：他没撞着我，该道歉也不是向我道歉。宋广泽愣了一下，一时不知该怎么做，转头看宋谦：去给花溪道歉。宋谦沉着声严厉地说。宋广泽便看向守在谢景云身后的花溪，走到花溪面前，乖乖地道歉：对不起，花溪姐姐，刚才我不小心撞了你。哎，你可莫要跟婢子玩文字游戏，省得传出去说我们夫人教唆丫鬟欺负你。花溪纠正他的话语：你是不小心撞上来的吗？我……宋广泽捏紧了拳头，低着头道：我不是故意的，花溪姐姐。花溪还想回对，赵嬷嬷瞪了他一眼，他轻哼了一声，就别开了脸。宋谦见花溪的态度明显很不对味，他看向谢景云，祖母也意识到泽根若想留在侯府，需从头里教。我又在外7年，无分身乏术，不若将孩子留在玉斐阁，你亲身言教，可否？谢景云脸色一沉，果断的拒绝：不可。第70章药方。为什么？宋谦眉头皱了起来，他只是一个孩子，如今有心改过，你都不愿意接纳，何苦为难一个孩子？谢景云听到这话，放下了筷子，漱口抹嘴后，眉目凌厉地与他对视：世子，你是以什么身份将他人的孩子送到我的房里来？就一句话，宋谦又被他对得哑口无言。到底是我为难孩子，还是世子强人所难？谢景云反问。不留在玉斐阁住，我只让他每日过来给你请安，你给他讲讲为人之道，或是写写画画，让他懂得侯府的规矩。宋谦心里颇有些烦躁。谢景云无动于衷，为人之道不是靠他人言教，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长辈律己自控，心眼彻亮，博览群书，孩子方能自律、善良、博学多才。若其长辈将心思放到阴谋阳谋，算计他人谋生，他眼睛被污，心思深沉，你再将他丢给名师，那不过是东郭先生和狼，白白教出个祸害。说到这，谢景云回头睨了宋广泽一眼，他上有母亲在，你不将他送回他亲母身边，偏生让他与生母骨肉分离，怕是心里对我积了怨，觉得是我害他与他亲母不得相聚，我岂敢再教他？被看穿心思的宋广泽脸色杀变。宋谦亦是回头看向宋广泽，他是他的亲生父亲，自是一眼看穿了宋广泽的心思，可是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是那样不堪的。广泽，你心里是想留在夫人身边，还是回到你亲生母亲身边？宋谦要他当众做个选择。宋广泽唇瓣动了动，他当然想回到娘亲的身边，他能感觉得到夫人不喜欢他，甚至很排斥他。可是他若是选择了娘亲，爹爹和曾祖母都会很不高兴吧？我愿意留在夫人身边。宋广泽抬手作揖，对着谢景云一拜，道：夫人，广泽先前不懂规矩，做了鲁莽之事，冲撞了夫人，广泽有错。对于伶牙俐齿的宋广泽，谢景云丝毫不意外，若不是这张巧嘴，怎么哄得他前世忘了分辨善恶？宋谦转头看他：夫人，泽根知错了，你看此事，我也不要他和他母亲骨肉分离，只让他每日到你这请安，你给他说说规矩，传授简单的百家学识，等我为他找到适合的先生，再让他好好念书。谢景云盯着他看了很久很久，才开声：明日卯初准时到我这来请安。宋谦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转头对宋广泽说：听到了吗？明日卯初准时到夫人这来请安。我知道了。宋谦带着孩子离开后，花溪嘀嘀咕咕道：夫人，你怎么能把那孩子留在身边教养？养得好，他们只当你理所当然；若养得不好，就全是夫人的错了。豆蔻在一旁收拾东西，心情不佳。他不喜欢那老什么子的姑娘，总觉得她图谋不轨。花溪说到宋广泽的时候，豆蔻竖起耳朵来听。谢景云背对着豆蔻，透过铜镜看豆蔻打扫桌椅。世子和老夫人都对我二姑娘的孩子那样上心，我若处处针对，岂不成了我苛刻老夫人的远房亲戚？就是看在亲戚的面子教那孩子也没什么，只要不生了别的心思才成。豆蔻听到这话，眉头狠狠一拧，端着残羹剩菜走了出去。
花溪和谢景云透过铜镜看了一眼。第71章蠢哭。花溪跟了出去，追上了豆蔻，低笑了几声。豆蔻心情不好，瞪了花溪一眼：“你笑什么？就那么高兴吗？你说世子今夜低声下气，是不是有意借着别人的孩子亲近咱们夫人啊？”花溪贴着豆蔻的身子说：“又或者是世子想借着孩子暗示夫人什么？世子回来也有一段日子，若咱们侯府明年能添个小子或小姐的，玉斐阁可就热闹了，不是？”豆蔻横了他一眼，他快被花溪的榆木脑子给蠢哭了。他看世子并不是那样想，世子倒是对那个女人的孩子十分上心。当初老夫人派他任务，他不曾多心，如今世子的种种表现让豆蔻心生质疑。世子对那个女人和孩子那么上心，老夫人怕不是瞒着夫人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豆蔻，你怎么不说话？你不高兴吗？花溪用手肘顶了一下豆蔻。豆蔻骂道：“你烦不烦？你若没事做，就把这些送到厨房去。”花溪停住了脚步，哼了一声：“我才不干呢！你又想偷奸耍滑，我告诉夫人去。”花溪转身就离开了。旁边却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豆蔻往旁边花园看去，怒斥了一声：“谁在那装神弄鬼？给我出来！”没一会儿，一个半大高的丫鬟从里面走出来。豆蔻盯着他看了一眼，不屑地说：“原来是韶庆楼的奴才。”宋怡子脸色一瞬间苍白，脑海里不停回荡着豆蔻的话：“原来是韶庆楼的奴才。”骂完后，豆蔻就去了厨房。宋怡子哭着跑到韶庆楼，院里的管事还没看清楚人，他就冲进了院内，跑到梁婉之的房间。管事们追了进去，道：“小贱蹄子，谁准你进院内？仔细我扒了你的皮！”一群人追进梁婉之的房间。宋怡子听着他们一口一句小贱蹄子的骂自己，哭着躲到梁婉之的身后。梁婉之眼皮子跳了好几下，怎么回事？掌院的管事道：“紫鹃她发疯了，突然冲进韶庆楼，奴婢怕她扰了姑娘的美梦，奴婢这就把人带走，让太太好好管教。”梁婉之皱紧眉头道：“你们先出去，我和紫鹃好好说。”管事听到这话，就拉上门走出了房间。宋怡子哇一声大哭，梁婉之心疼的把她搂在怀里：“子儿不哭，娘亲知道你受了委屈，你再等一等，等我办成了老夫人交给我的事，我就把你升为大丫鬟。大丫鬟也还是奴才，娘亲，我不要做奴婢。”宋怡子道。梁婉之捧着她的脸：“可若娘亲认了你，弟弟的前途就毁了。我们现在能依仗的是弟弟，你想自毁前途吗？”宋怡子摇了摇头：“那等明年夫人生了嫡子，还有弟弟的前途吗？”什么？梁婉之脸色大变，扯着宋怡子的胳膊问：“你说什么？”宋怡子被梁婉之拽得有些痛，拧着眉头说：“我方才听到玉斐阁的下人说，爹爹借着弟弟和夫人好上了，爹爹想和夫人生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和弟弟是不是没有爹爹了？”梁婉之不敢置信地退后几步。这时宋广泽被人送回来了。第72章嫉妒。娘亲。宋广泽走入屋子，就扑到梁婉之的怀里。梁婉之抱紧他，问：“你怎么回来了？先前老夫人有一分开他与泽根儿。”宋广泽说：“是夫人和爹爹说了几句话，爹爹就让人把我送回韶庆楼，我以后还能在韶庆楼住。”宋广泽开心地搂紧梁婉之的脖子，梁婉之却脸色苍白。他把孩子放到床榻，双手扶着宋广泽的肩膀问：“你爹和夫人都聊了什么？他们看起来好吧？”夫人虽严厉了些，但是爹爹都听夫人的，夫人说什么，爹爹便照着做。爹爹说我可以回韶庆楼住，但每日卯初要准时去夫人的院里请安学规矩。爹爹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会每日过去看我，等学完规矩就带我回韶庆楼，什么都听他的。这才短短几日，谢景云竟这么厉害。他在侯府唯一的依靠就是宋谦，若连宋谦都听从谢景云的，那他还有什么？梁婉之心里扭曲，极度的发狂。他轻轻理了理宋广泽的衣物：“那你想不想跟着夫人学规矩？爹爹说，只有跟着夫人才有前途。我学好了规矩，得到夫人满意，夫人就会帮我。我想跟着夫人，娘亲你放心，我会每日回韶庆楼的。”说罢，他拉起一旁的被子，说：“娘亲，我要早些休息，明日要卯初准时去夫人的院子，你要帮我留心一下时辰，不能迟了。”他卷起被子，翻身就睡觉去了。翌日，谢景云拿着一封信交到袁妈妈手里，带着这封信陪梁府一回侯府一趟。袁妈妈接过了信，怔了一下，问道：“不是由世子带着梁府一回谢家吗？”世子怕是没空，不必等世子，你只管拿着信带梁府一入府看看祖母。谢景云道。袁妈妈接过信，就去了雨轩楼。梁红培今日特意换了一身新衣裳，在落地铜镜前打量了许久，问江淮：“我这样穿会不会太隆重，显得我刻意巴结？”江淮低嗤一笑：“谢府有主子在意的人吗？倒没有。那你那么看重自个的衣着外表，意义何在？顶着这副皮囊，穿得天花乱坠，人家也瞧不见你穿了什么。你只管依好谢老夫人，夫人定会好好感谢你。”江淮打趣地说。梁红培觉得有道理，就去换回自己原先的衣袍，这会倒是舒坦多了。
我想着不能怠慢了谢家人。梁红培说：“主子怕是不知道吧？谢夫人早逝，夫人是谢老夫人带大的，感情深厚。你若治好了谢老夫人头疾，整个谢府都要感谢你。”江淮凑前说道。这时小厮进来报：“梁大夫，玉斐阁的袁妈妈来了。”看来那人去不了了。梁红培道：“这样也好，拿我去讨好夫人，怪恶心的。”可不嘛。江淮拎着他的衣箱，随梁红培走了出去。袁妈妈手里拿着信，对梁红培毕恭毕敬地说：“夫人让奴婢领着梁大夫回一趟谢家。”那就走吧，莫让谢老夫人久等了。第73章生病。夫人，折颜少爷来了。香露引着宋哲言走入谢景云的账房内，底下的下人们各拿着对牌，有序地走出了玉斐阁。谢景云抬头看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正值卯时。他心情颇好，起身笑问宋哲言：“今儿怎么那么早过来？”宋哲言给他行礼后，有礼的回道：“南山先生让我5日后再陪他回沈园，我这不是想着多和堂婶多了解了解南山先生，省得到了沈园犯了蠢不自知，白白惹了南山先生不高兴。那你用过早膳了吗？”谢景云起身问道，不缓不慢朝宋哲言走去。宋哲言说：“我先吃了2个包子，垫过了肚子。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先用早膳再慢慢聊。”谢景云吩咐花荣去拿早膳过来。他带着宋哲言出了账房，就去饭厅，这一路没少和宋哲言说南山先生的事情。宋哲言听得一双眼睛在发光发亮。用完了早膳后，谢景云又和他聊了一会儿，才收住了话题：“该去老夫人院里请安了，你随我一道去。”好。二人到慈松堂时，魏氏、张氏刚好都在。宋老夫人见谢景云过来，满脸笑容地看着谢景云：“姐儿啊，你来了。”说话间，宋老夫人微微侧头看向他身后，只见宋哲言从谢景云身后走前了几步，向宋老夫人行礼请安。宋老夫人眉头顿时一皱：“怎么就只有你们2人过来？不是说要让谢景云教导广泽吗？泽哥人呢？”张氏没看到宋广泽，眉头亦是狠狠一蹙。魏氏坐在一旁阴着笑，巴不得宋广泽没跟着谢景云，满脸的幸灾乐祸。宋哲言先道：“我天还没亮就去玉斐阁请教堂婶，一直没看到泽弟弟。”宋老夫人与张氏脸色双双变了。“李妈妈，快去找泽哥，把他绑也绑到姐儿面前来。”宋老夫人说道。李妈妈应了一声就出去了，只是没一会儿，李妈妈就回来了。她附在了宋老夫人耳边悄悄低语，宋老夫人的脸色渐渐阴沉。李妈妈说完后，宋老夫人看了谢景云一眼：“姐儿，谢老夫人生病了。”“是啊，夫君说今日要带着梁府一回谢家为我祖母请脉，怎么夫君没和老夫人说此事？”谢景云故作不知，一脸疑惑地反问宋老夫人。宋老夫人哪里会和他说，宋谦一早就被梁王府的人叫去了，根本没和他提谢老夫人生病的事情，也没跟他说要让梁府一去谢家给谢老夫人看看。他嘴皮子尴尬地抽动了几下，说了此事，你放心，就让梁府一给谢老夫人好好看看，若要吃得好，便让梁府一往谢家多跑几趟。那姐儿先替我祖母多谢老夫人的心意。谢景云扶了一个身。宋老夫人因泽哥儿没去玉斐阁的事情，正生着2碗汁的气，面上却要想装镇定，都是一家人，往后你多教教泽哥儿那孩子。今日他没去你院子，听说身子不舒服，我让他好全了，让谦儿亲自带到玉斐阁。第74章善念。他嘴角微扬起笑，却未抵达眼底。老夫人放心，只要我二姑娘放心将孩子送到玉斐阁，我自没有不上心的道理。宋老夫人嘴角僵得厉害，就是那个小贱蹄子把孩子带出府了，他就知道这小贱蹄子干不出好事儿。这事我已经和孩子的母亲说了，他自是放100个心。说完，他看了眼宋哲言，哲言不是拜南山先生为师了吗？怎地也一大早去玉斐阁？魏氏听到这话，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明朝暗讽了几句：“是我叫哲言早些起床的。南山先生可是2代帝师，咱们家哲言托姐儿的福，拜在南山先生的门下，那肯定得多多了解南山先生，以免犯蠢，惹了南山先生不快，辱了咱们永宁侯府这块100年忠烈的匾额。哲言，你给老夫人说说，你堂婶都传授了你什么规矩？”魏氏看向宋哲言，眉毛微微挑起，他这些话无疑像刀子一样扎在宋老夫人的心里。宋老夫人隐隐攥着手帕，克制着心中的怒火。宋哲言道：“堂婶并没有和我说南山先生喜欢什么样的人，他只告诉我为人处事之道，只要我做到了，君子谁人不喜呢？”宋老夫人如鲠在喉，想起宋广泽开口便是下人婢子，没有一点规矩。他倒从未仔细瞧过宋哲言，不知宋哲言能说出什么来。那你堂婶和你说了什么为人处事之道？与人交善，本分做事，待人诚实，自重知足，谦虚专注，心无杂念。又有哪位先生不喜欢我这样的学生呢？倒是没有必要处处迎合先生的脾气，去做先生喜欢的那种人。人各有优势，各有缺点，我若处处展现我的优点，先生哪里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
唐婶说了许多，最后唐婶语重心长地告诉哲言，人最贵的不是学识在前，而是善念。宋老夫人听到善念二字，眉头猛地一蹙。魏氏听得心花怒放，他本来想刺激刺激宋老夫人和张氏，却没料到自己的孙儿竟然成长得如此快。这还得姐儿会教，往常我说1000句都不如姐儿3两句呢，大嫂是吧？被叫到的张氏面上藏不住的阴沉，姐儿说要谦虚，在我们面前显摆有什么用？魏氏抽出帕子，呵呵地笑了2声。老夫人都觉得姐儿学识好，都愿意将泽哥送到姐儿跟前学规矩。大嫂这话说的是对老夫人的安排有什么不满，还是你觉得姐儿教的不好？张氏顿时龇牙，胡咧咧的一大堆想离间我和姐儿的婆媳关系不成？你也不看看她是哪房的儿媳妇，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啪！宋老夫人心里本就一团火，如今看张氏也不成气候，气不打一处出，重重拍桌喝道：够了，要吵出去吵，没得在我跟前吵得我头疼。姐儿，你先回院里吧，我回头让你母亲去瞧瞧泽哥身体情况。好的。谢景云扶了一个身，就先走出了慈松堂。魏氏拉着宋哲言也退出了慈松堂，跟上了谢景云。姐儿，那小娼妇的儿子根本不是病了，他是被那个小娼妇一大早带出了侯府，还是跟着密雅轩的赖嬷嬷一块出门的。你说你婆母一大早叫人把他带出侯府，是想做什么？第75章规矩，不知二婶也不知道吗？谢景云反问。谢景云心里清楚，魏氏不想让他带宋广泽，巴不得宋广泽废了。他这人报复心强，梁婉之因广文堂学位的事情害宋哲言大病一场，他和梁婉之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怕是不会那么容易放过梁婉之呢。魏氏看着他笑了几声，没回答这句话。你说老夫人为何对那个女人的孩子那么上心？我这段日子一直在琢磨着那个女人口中的丈夫。谢景云眉头微动，侧耳聆听。魏氏双手扯着自己的手帕，我思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可能。花溪有些激动地看向魏氏，好奇地问：二太太是什么可能呀？魏氏转过身子，伸手点了一下花溪的鼻尖。我瞧那宋广泽不像个5、6岁的孩子，他更像是7、8岁的人。7年前那会，侯爷还在世，老夫人又对那孩子那女人那么上心，我就在想，那宋广泽会不会就是大哥的外室子，偷偷瞒着大嫂呢？花溪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对着魏氏干巴巴地笑了几声。二太太，你的脑回路当真有趣，你瞧那小模样，长得跟大哥一模一样。魏氏一边说一边细想。谢景云暗暗轻叹，因为宋谦也长得和永宁侯一样，宋广则是宋谦所生，子承父茂，那和永宁侯相似些，也有可能的。魏氏看谢景云感叹了一声，凑到他身边低声说：你也觉得吧？这不会吧，兴许是巧合呢。谢景云道。花溪急得跺脚，有意提醒魏氏，奴婢瞧着，则少爷与世子相像。没错，宋谦像大哥多一些，兄弟二人长得像也有可能，魏氏也长叹了一声。花溪眉头隐隐暴乱，他感觉魏氏有时候挺蠢的，该想不想，不该想想多了。二婶怎么了？你可别提醒你婆母，我怕她和老夫人大闹一场，少不得闹出人命。她如今这样和小娼妇过着，我倒是乐意看着。你不知道，我每瞧见那什么碗的站在你婆母身旁，你婆母手里还牵着泽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画面挺逗的，够我笑到死了。说着，魏氏就拿着手帕掩面大笑。花溪在背后白了魏氏一眼，暗骂他蠢而不自知。谢景云无奈的微微摇头。张氏突然在身后骂骂咧咧：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也不怕把大牙笑掉。魏氏止住了大笑声，转头看向张氏，他看张氏的眼神带着怜悯与同情。张氏从他面前走过，狠狠地剜了魏氏一眼，就匆匆去了韶庆楼。魏氏看张氏走远后，问谢景云：姐儿，你不去韶庆楼瞧瞧吗？没什么好看的，人家亲生母亲在身边，哪轮得到旁人来管教？魏氏一愣，盯着谢景云看了一会，这才知道谢景云什么都清楚。他轻笑了一声：那我去瞧瞧。哲言，你跟你堂婶回玉斐阁好好学学为人之道。魏氏转身离开了。宋哲言有些无语地看着魏氏离去的背影，道：堂婶，我祖母她，我回头会和祖母说，叫她谨言慎行。谢景云微微点头，转身回玉斐阁。刚踏入院子，赵嬷嬷就急忙上前说道：夫人，出大事了。第76章愚昧。赵嬷嬷凑到谢景云耳边说。谢景云眉头先是皱了一下，而后摇了摇头道：怕是已经有人去处理了，如何都不能让我再来收拾这死局。你不必紧张，该来的躲不掉，先回屋，只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谢景云轻描淡写的说着，眼底却扯开了一抹嘲讽的笑意。一群愚昧之人。此时的梁婉之闯下了弥天大祸。砰！张氏去了韶庆楼后，一脚踢开了韶庆楼的院门，怒气冲天的吼道：小贱蹄子，你给我滚出来，瞧瞧你干的什么好事！赖嬷嬷跟在张氏的身后，
脸色铁青。张氏推开门，正好就看到梁婉之抱着宋广泽准备出门。贱妇！张氏冲过去，一巴掌狠狠地扇在梁婉之的脸庞。梁婉之踉跄了几步。赖嬷嬷扶着张氏劝阻道：“太太，先别打了，泽少爷被焦大儿媳妇划了一刀子，流了很多血。那你是死人啊，还不赶紧把泽根给我抢回来？快去雨轩楼找府医过来，给泽根瞧瞧。”张氏面目狰狞，一边说一边就朝着梁婉之的方向走去，把宋广泽从他怀里扯过来。梁婉之不依，伸手抓住了宋广泽的胳膊，说：“太太，泽根他需要我这个母亲。”啪！张氏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一手抱着昏迷的宋广泽，尖声怒吼：“他好好的，本是要去玉斐阁跟着姐儿学规矩礼仪，你没得闲工夫，还带着孩子出府做什么？你这个小娼妇，我就不该把茶肆的事情交给你来办，好好的一条人命，让你给闹没了。你这不是存心想害永宁侯府吗？快把泽根抱回密雅轩，将这个蠢货给我绑起来，送到老夫人那去。贱货！”张氏一口一个贱货的骂梁婉之，可心里到底还是不解气，上手又打了他一巴掌。赖嬷嬷接过了宋广泽后，低头看了看宋广泽额头上的鼓包和手腕上已经处理过的伤口。太太，倒不如将泽少爷直接送到夫人那去，这段日子就让夫人照顾泽少爷。赖嬷嬷是知道好赖的，孩子跟着亲生母亲不会有出路，只有跟着夫人才能有前途。梁婉之听到这话，挣扎了起来。张氏根本不管梁婉之愿不愿意，你说的对，把孩子送到姐儿那去，这蠢货日后休想再靠近泽根儿，快把他拖走。几个婆子刚把梁婉之拖出院子，宋谦就从外面匆匆赶回。他看到梁婉之被五花大绑的拖出院子，眼皮子狠狠地跳了几下。母亲，你干什么？这小娼妇一大早把泽根偷偷带出侯府，去了茶肆，还把焦大媳妇害死了。焦大当时在茶肆，也被这件蹄子活活气死。张氏激进咆哮出声，梁婉之哭着摇头。宋谦震惊地看着梁婉之，他竟不知道，只一会功夫，梁婉之就干了件大事。他愣的那一会功夫，梁婉之已经被人拖走去慈松堂。赖嬷嬷抱着宋广泽从宋谦面前走过，宋谦拦住了赖嬷嬷，看向昏迷的宋广泽，问道：“泽根儿怎么了？”婉儿姑娘把泽少爷带到茶肆，两方起了争执，焦大儿媳妇冲动之下拿着刀子划伤了泽少爷，还推了泽少爷一把，估摸着是头上磕到了，受到了一些惊吓。太太让奴婢把泽少爷送到玉斐阁让夫人照顾。他原本皱着的眉头，在听到赖嬷嬷的最后一句话后，渐渐又舒展开。快送过去吧。第77章大事。赖嬷嬷哎了一声，抱着宋广泽快步离开绍庆楼。宋谦也转身朝慈松堂而去。扒在墙头看热闹的卫士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把身边的红烛吓了一跳。二太太，你当心着呀！快扶我起来，我要去玉斐阁告诉姐儿，这小贱蹄子还真不简单。卫士不顾身上的疼痛，拐着腿往玉斐阁去。他到玉斐阁的时候，赖嬷嬷刚好把宋广泽放下，就离开了。卫士走入内厅，看到坐在罗汉床上的谢景云时，径直地朝谢景云走去，便见宋广泽躺在罗汉床上，额头鼓起了一个很大的包。姐儿，出大事了，不得了的大事呀！卫士坐在一旁。谢景云回头看他，二婶刚从绍庆楼回来。对啊，你猜你婆母把那个女人怎么了？卫士身子往谢景云那凑去。宋广泽刚好有了一丝意识，谢景云瞥了一眼那微动的眼皮子，眼眸一暗，道：“听说焦大儿媳妇撞墙死了，焦大被活活气绝。我婆母她把泽根的母亲怎么了？五花大绑，捆手捆脚，抬着去慈松堂。”卫士表情夸张，处处透着幸灾乐祸。宋广泽听到谢景云与卫士的谈话，耳朵也不自觉地动了几下。站在一旁的花溪冷漠一瞥，满眼都是抗拒、厌恶。孩子猛地坐起身，两眼挂着泪珠子，声音颤抖地问：“婶，你刚才说我娘去哪里了？”卫士回头看孩子，先是盯着他额头上的大包，再看他手腕包扎的地方，啧了两声，说：“你娘把焦大和焦大媳妇害死了，老太太肯定不会放过他，少不得乱棍打死他，让他去给焦大和焦大媳妇抵命。真是可怜的孩子，怎么跟了那样的娘？二婶，你莫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些，以免吓着泽根儿。”谢景云温声细语地说，可脸上却没有半点怜惜之情。让他来照顾宋谦的私生子，他们想得倒美。而宋广泽的确被吓得不轻，他浑身颤抖，额前冒着冷汗，声音瑟瑟发抖：“我不要娘亲死。”卫士像看白痴那般盯着宋广泽：“你说不打死你娘亲就不打死你娘亲，你怎么那么天真呢？”花溪暗暗翻了一个白眼，他倒觉得天真的是二太太。我不要娘亲死，我要去救娘亲，我不要在玉斐阁，我要娘亲。宋广泽掀开薄被往外冲，花溪伸手拦住宋广泽，却被宋广泽狠狠咬了一口。花溪大叫了一声，松开宋广泽的胳膊，宋广泽就跑出了玉斐阁。此时梁婉之已经被按在地上，送到了宋老夫人的面前。
李妈妈从外院进来，脸色慌慌张张，来到宋老夫人的身边说：“老夫人，焦大儿子把焦大和焦大儿媳妇尸体搬到七月门前，要个说法来了，这可怎么办？”宋老夫人手里捏着佛珠，嘴里念了句阿弥陀佛，随后就狠狠地剜了眼梁婉之，道：“快去请夫人过来解决此事，夫人会有办法的。”第78章，病逝。这话刚说完，宋广泽就从外面冲了进来，把大厅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娘亲，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老夫人，不要打死娘亲，泽哥儿听话，泽哥儿会好好听话的。”他冲进大厅后，就抱紧了梁婉之的身子大哭。宋老夫人睁开双眼，怒视赖嬷嬷：“你不是说把泽哥儿送到玉斐阁给夫人照看吗？哎呦，我的个娘啊！这小崽子跟疯了一样，谁拦他就咬谁。”卫士从外面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道。随后谢景云也走入大厅。宋谦回头看了谢景云一眼，发现谢景云的手背有一条爪痕，他脸色隐隐微变，转头走向宋广泽：“泽哥儿，你怎么回事？是不是乱咬人，还把夫人抓伤了？”宋广泽身子一颤，呜呜哭嚎：“我不要跟着夫人，我要娘亲，我不娘亲死！”梁婉之挣脱开了下人，把宋广泽搂入怀里，不承认自己有错：“焦大儿媳妇手脚不干净，账有问题，我报官府，让官府的人来查账，天经地义。他不知悔改，还抢走泽哥儿，以此来威胁我，后被官差拿下，他自己承受不住牢狱之灾，一头撞死在茶肆，那是焦大儿媳妇的问题。”宋谦眼皮子一跳，转头看向张氏的方向，眼眸透着一抹失望之色。那焦大本就身子大了，当场病逝，怎能把2条人命算到我的头上？老夫人、太太，此时你们拿捏我、处置我，岂不是纵容底下的人在胡作非为？梁婉之挺直了腰杆，他若再不硬气，怕是这侯府都无他的容身之处，到时老夫人寻个借口，真把他给打发了。他不能让谦哥哥失望，他要让谦哥哥知道，他才是侯府的贤内助，谢景云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宋老夫人没有说话，她眉头紧蹙，细细斟酌梁婉之的话，最后竟觉得焦大的死算个解脱。张氏不懂其中缘由，他只知道焦大是宋谦的救命恩人，他本无谋命的心，现在焦大却因梁婉之而死。小贱蹄子，你还强词夺理！说完，张氏一巴掌又狠狠地甩在梁婉之的脸庞。宋谦心头一揪，唤道：“母亲，你先别骂他打他，谦儿你别护着他，这小娼妇不安分，今儿一早折颜就去玉斐阁向姐儿请教学问，他倒好，把泽哥儿偷偷带出府，让姐儿等了泽哥儿一早上。”张氏气不打一处出，恨不得真的叫人乱棍打死梁婉之才好。谢景云安安静静站在一旁看热闹，倒是乐得其乎。卫士倒好，直接坐在后面啃着瓜子吃瓜，看梁婉之被张氏打骂的有多惨，他心里就有多舒坦。果然，情敌就是天生的天敌。若是大嫂知道那什么婉儿是大哥的外室，还不知要怎么折腾。够了！宋老夫人重重拍桌，喝了一声：“张氏，不会说话就闭嘴！”当着谦儿的面，左一句小贱蹄子，右一个拳脚，他也不怕儿子和他离心，蠢货！焦大儿子焦小把他媳妇和焦大的尸体都搬到七月门哭丧，没得晦气咱们侯府的。姐儿，你去处理此事吧。宋老夫人看向谢景云，语气强硬，不容置疑地说。第79章茶肆。处理此事其实很简单。宋谦转头看他从容回应，不免多问了几句：“你打算如何处理？”这几年茶肆的生意一直是焦大一家管理，那焦小是个赌徒，平日对他媳妇不是打就是骂，没得多少夫妻之情。焦大还活着的时候尚能镇住焦小，如今焦大走了，焦小拿着死人，无非就是图钱。谢景云温声细语地说。宋老夫人眉头微动，她当然知道焦小是图侯府的钱，这才需要谢景云去处理。宋谦听完谢景云的话后，自是明白了谢景云的意思。那你的意思是把茶肆赠与焦小？什么赠与？张氏声音尖锐了几分，开什么玩笑？那茶肆的生意可是……嗨嗨，可嗨嗨！宋老夫人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恶狠狠地瞪看张氏。张氏这才回过神来，伸手捂着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谢景云红唇微扯，微不可察的冷笑：“2条人命，几代侯爷的救命恩情，区区一个茶肆抵得过了？”他淡淡的扫过宋谦，若没有交大，世子乃来今日活命。宋谦脸色变了变，略显尴尬之色，觉得谢景云说的无错，那就把茶肆给焦小吧。不成。宋老夫人开声了，她知道茶肆的生意，这些年茶肆入账不错，他们把茶肆给了焦小，岂不是让侯府损失惨重？那老夫人便得拿一笔钱给焦小，他要多少，老夫人就得给多少，否则这种泼皮无赖可以在咱们侯府赖上一辈子不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一个大活人，赖着也便赖着，可死人却存放不得太久，过不得3、2日便发臭了。最重要的是，侯府晾着焦大媳妇的尸体不管，闹出去，整个永宁侯府名声也跟着臭了。谢景云说了一番话后，宋老夫人心头一紧，知道谢景云说的句句在理，
可就是不甘心，那间茶肆还可以卖个好价钱，就这样赠给娇小，岂不是在白白糟蹋了？祖母就按姐儿说的做吧，把茶肆赠给娇小，早日让焦大和焦大媳妇下葬。宋谦也不想因焦大的事情影响到他的职务与梁王交好。宋老夫人心疼归心疼，却无话可说。她深深地看了一眼谢景云，发现谢景云这几次没再给侯府掏钱摆平任何事情，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她收回目光，转头看向梁婉之。一看到梁婉之，宋老夫人就一肚子火。今儿泽根受伤了，我不放心把他交给其他人照顾，就让泽根这段日子留在玉斐阁养伤吧。梁婉之猛地抬头看向宋谦的方向，宋谦视线从他脸上掠过，没有去看梁婉之，而是走向宋广泽，蹲下身子道：广泽，昨日不是答应过我，今日一早就去夫人院里请安学礼仪吗？宋广泽转头看向梁婉之，他本是要去玉斐阁的，可是等他娘亲帮他穿好衣物后，便和他说要带他出府玩，于是他就把此事抛之脑后。我想跟着娘亲。宋广泽凑到梁婉之身边，扯过了梁婉之的衣物。梁婉之也抱紧了宋广泽。宋谦目光落在梁婉之抱紧宋广泽的双手上，眼中泛起了一抹失望之色。第80章简单。宋老夫人看到这一幕，火气更大。继儿，你先去处理焦大的事情。好。谢景云扶了一个身，转身时看向宋广泽的方向，便又停下脚步道：泽根受了伤，怕也因焦大媳妇大闹一事受到了惊吓，此时更依赖他母亲是人之常情。夫君好好说，莫要再吓着孩子了。婉儿姑娘毕竟是孩子的母亲，总不会害了泽根的。扔下了一番话，谢景云就离开了慈松堂。卫士也被宋老夫人吼走了。宋谦起身说：母亲，你先带孩子回密雅轩吧。张氏阴冷地瞪看梁婉之，咬牙切齿走到宋广泽面前：根儿，来，随祖母回院子。那娘亲呢？爹爹和娘亲有话要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再动你娘亲，你娘亲也不会死。宋谦声音温和地哄道。宋广泽这才松开了梁婉之的手，与张氏离开慈松堂。宋老夫人压制许久的怒火一瞬间爆发：谦儿，你看看他，家门不幸才会招惹这样的祸害。姐儿再好的脾气，再经不过你这样糟蹋。祖母，我和婉儿聊一聊，你放心，婉儿不会不顾泽根的前途的。宋谦伸手握住了梁婉之的手，拉着她进里面的偏房。宋谦关上了房门，转身盯着梁婉之，有些看不懂梁婉之的心思。我昨日把泽根送回韶庆楼，是为了不让你与泽根骨肉分离。今日一早本该将泽根送到玉斐阁去，让谢景云教导他，将来可以借着谢景云拜入南山先生门下。你为何偏要把孩子带出府，跟你去石门茶肆？梁婉之红着眼睛抬头看宋谦。宋谦看到他这副模样，却又不忍心再去责备他。他低下头抹了把眼泪说：我知道谦哥哥为了泽根的事情，几次去求夫人，夫人是门第好，又有人脉，可纵使夫人有三头六臂，也终归是后宅妇。南山先生是2代帝师没错，可这天下难不成只有南山先生教得了泽根吗？宋谦眉头一皱：你不想让南山先生教广泽，还是不想让谢景云教导他？梁婉之微微抬头，低声说道：我是孩子的母亲，你是孩子的父亲，纵然要求也不是求谢景云，你不如再带着泽根去沈园拜访南山先生，看看南山先生怎么说。若他不收，你再去巡燕京别的名师，我不信只有南山先生教得出来。至于夫人那里，夫君有没有想过，咱们根儿是男子汉，让一个妇人教导他，能教什么呢？一番话说完，宋谦竟有了一丝动容。让一个妇人教孩子，的确不妥。我知道老夫人和太太看重夫人身后的家世，希望泽根能托一托谢家的福。可夫君你看看，咱们回府这段日子，夫人可曾为咱们根儿谋过什么？这次他因你教导泽根，是否真心的教？夫君，我是根儿的亲生母亲，我难道会看不清楚形势，故意害根儿不成？你兴许看不出夫人有什么问题，我和夫人都是女人，我的直觉告诉我，夫人没有那么简单。梁婉之握紧了帕子，说出了心中的话。宋谦的眉头皱得越发紧，想起谢景云此人，他对他的了解知之甚少。第81章娇小。谦哥哥。梁婉之看他没有反应，红着眼眶握住了宋谦的胳膊。宋谦回过神来，转头看向梁婉之：我会再考虑一下你说的，泽根先留在母亲院里养伤，茶肆的事情你莫要再插手管了。焦大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没想到他人会就这样死了。他对焦大还是心存善念，送他去庄子养老也不是不可。可他没想到几日的功夫人就死了。梁婉之一副委屈的样子：谦哥哥是不是在怪婉儿？婉儿也是急于在老夫人和太太面前立功，而且婉儿的确从账本上发现了蹊跷，焦大媳妇在账上做了手脚，茶肆每个月有一大笔账送入。可嗨嗨，趴在窗户前偷听的李妈妈咳了几声，打断了梁婉之的话。梁婉之朝着窗户方向看去，李妈妈扯开嗓子叫唤：世子，老夫人叫你了，老夫人担心夫人那里应付不来，让你去7月门看看，别让焦小伤着了夫人才好。
宋谦应了一声，转身推开房门走了出去。梁婉之欲言又止地望着宋谦离去的方向。李妈妈剜了他一眼，道：“老夫人叫你出去，她有话要跟你说。”梁婉之走出大厅时，宋谦已经不在慈松堂了。宋老夫人冷眉竖眼地冷盯着他：“你查到了什么？”不，他看向宋老夫人。查司每个月会送一大笔账到老夫人院子，这是他应付焦大儿媳妇时从焦大儿媳妇的手里得到的另一本账本。梁婉之眉眼突然展开，挺直了腰杆，说：“婉儿也是听焦大儿媳妇说有一笔账送到侯府，我怕侯府内有内鬼贪赃，便直接报官了。”宋老夫人目光越发的阴狠。梁婉之知道他拿捏住了宋老夫人的脉门。老夫人，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让夫人和世子知道。你放心，如今焦大儿媳妇和焦大都死了，唯一知情的人就是焦小。那焦小爱赌，嗜酒如命，哪天晚上喝多了失足掉进河里也是说不准的。宋老夫人两眼放光，眉头微动了一下，转头看向李妈妈。李妈妈唇角微勾，微微点头，倒是有一点佩服梁婉之的脑子。其实老夫人在知道焦大和焦大儿媳妇死了之后，心里还是暗暗松了一口气的。若能保住茶肆，你便有别的出路。下去吧，吵得我头痛的厉害。哎，老夫人。梁婉之转身，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因祸得福，这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了。那边等宋谦去到七月门的时候，焦小早走了。而谢景云处理焦小的时候，确实遇上了一点麻烦。花溪回玉斐阁的路上一直骂骂咧咧，什么玩意，得了茶肆还想让夫人拿1万两银子给他，奴婢知他贪，竟没想到贪得无厌，没脸没皮，亏得夫人你镇住了他。瞧着焦小那贪婪的模样，若不是夫人带了不少人过去，他敢肯定焦小恨不得上去扒了谢景云手上的镯子。赵嬷嬷脸色也不太好看。焦大是个明事理的，可焦小却样样没有遗传到焦大，胡搅蛮缠，闹腾的厉害。倒是可惜了焦大，白白折在那样的人手里。谢景云走入屋内，语气平静地说：“只怕是有命走出侯府，无福销售那间铺子带来的收益。”赵嬷嬷愣了一下，问：“夫人是说有人想？”花溪立刻以刀为首，抹自己的脖子。谢景云微微眯起眸子：“恶人自有恶人磨，我们尽了该尽的本分，一切就看他命吧。”第82章心病。夫人，袁妈妈回府了。白露走入屋子后，袁妈妈就从外面快步走入。谢景云起身询问：“袁妈妈。”夫人，奴婢知你等得急，特意叫梁大夫也来一趟玉斐阁，你听听玉斐阁的诊断。袁妈妈神色凝重。谢景云看她脸色，心也不自觉地揪起夺，快请梁大夫进来。梁红培提着行医箱走进玉斐阁内。谢景云抬头看向梁红培，道：“梁大夫坐。”他坐在对面的椅子，白露端上刚沏好的茶水，梁红培端起茶水喝。谢景云心里焦虑，却没敢催他，直到他把那杯茶水喝完，放下茶杯。白露，快斟上。谢景云道。梁红培道：“谢老夫人的病在心上。”心上。谢景云下意识地揪紧了手帕，拧紧眉头：“我祖母不是头疾难以安眠，怎会与心疾有关？夫人，你莫担心，先听听梁大夫怎么说的。”袁妈妈在一旁安抚他。梁红培抬眸看向对面的谢景云：“老夫人的病是7年前开始，7年前谢家发生过何事？”赵嬷嬷与袁妈妈互相对视了一眼。7年前，他们家小姐抱着姑爷的牌位嫁入永宁侯府。那年，小姐还未及笄，豆蔻少女却成了燕京最年轻的寡妇。谢老夫人一夜白头。他们家大小姐可是老祖宗手心里的宝，如何能接受谢家培养出来的姑娘入了死人的坟墓？可也正因谢景云出自谢家，他不能推拒这门婚事，因为他的身后是整个家族的声誉啊。谢景云沉默了。赵嬷嬷打破这尴尬的气氛问道：“梁大夫，老夫人的心病可有药治？”“心病还需心药治，我开了几贴药，这些日子每日施针试试。”梁红培说。袁妈妈赶紧走到谢景云身旁，温声细语地对谢景云说：“小姐，梁大夫可神了，给老夫人在头颅施了几针，老夫人就睡沉过去了。奴婢回侯府的时候，老夫人都还在睡，你别担心，兴许梁大夫有办法治。”谢景云抬头看向梁红培：“我眼下的手法只是暂时的，他老人家心思重，夫人若想老夫人长寿，还需找到新药来治。”“我知道了，多谢梁大夫。”赵嬷嬷拿500两赏钱赏梁府医。谢景云道。梁红培接过了500两赏钱，就拎着行医箱走出玉斐阁。等外人一走，谢景云就趴在桌上大哭。赵嬷嬷心疼地抚摸谢景云的背，屋子里的人都跟着红了眼眶。谢景云抬头对赵嬷嬷说：“都说百善孝为先，我守得了道德礼仪，讨了个好名声，却害了祖母百病缠身，眼下又不能在她床前尽孝，我还是个什么东西？”说完，他一巴掌就打在自己的脸庞。赵嬷嬷、袁妈妈等都被惊吓了一跳。袁妈妈跪在地上握紧了谢景云的手掌，说道：“大小姐，秦妈妈说老夫人知道
世子活着回来，这段日子比以往状态都好许多了。你和世子若能早日诞下嫡子，老夫人的心病许就治好了。袁妈妈，花溪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她走到袁妈妈身旁，不赞同的说道：“我们大小姐要怎么过，要如何过，有自己的主张。老夫人的病靠不得旁人来治。”赵嬷嬷眉头一蹙，看了一眼花溪的反应，正结合这段日子谢景云对永宁侯府的态度，夫人好像对世子并不那么上心，甚至对永宁侯府也不如以前了。夫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怎会对永宁侯府和世子这般？夫人哭一阵子就好了，不比在老祖宗跟前，若被旁人看去了，还以为夫人对世子有什么不满，没得晦气，惹人闲话。赵嬷嬷抽出帕子替谢景云擦拭脸庞的泪水。谢景云微微抬头，眼睛像闸门一般开关自如，果真没有再掉眼泪了。白露端来洗脸盆，为谢景云净面。等宋谦找到玉斐阁的时候，谢景云神色恢复如常。第83章岗位。我刚才去七月门寻你，怕你搞不定娇小，没想到我去的时候，你人已经不在那了。宋谦走入屋子后，开声说道。谢景云坐在雕花窗前，面前摆着几本账册，道：“娇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图财。侯府把茶肆赔偿给他，他还有什么可闹的？事情处理起来自不会太麻烦。”也是。宋谦坐到他对面，豆蔻笑盈盈地端着茶水上来，放到宋谦的面前。他端起茶水，刚想喝一口，谢景云接下来的话却叫他再无心思饮茶。交代的事情是解决了，可此事惊动了官府，茶肆的账册铁定是有问题的，世子应该趁机着手查侯府其他亏损的铺子。如今宫中已经到了无财可入的地步，母亲与老夫人还要替安氏办认亲宴，没有银子又怎么办宴会？谢景云说完后，宋谦就想起了梁婉之刚才未说完的话，眉头皱紧，问谢景云：“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如今宫中还有多少银两？”“哪里还有银两？”谢景云把账册推到他面前，每一笔账都记在这里，14000两都给了夫君，老夫人又不愿再去追查之前那19000多两。世子先前说会拿回一些银两暂时度日，我还等着夫君拿来那笔银两还账。这些日子侯府吃用都是赊的。赊的？宋谦猛地从椅子站起身，不敢置信地看着谢景云。谢景云应道：“是赊的，为了清简用度，我院里吃用，是赵嬷嬷拿着我的提己出去采买，是以侯府内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焦大的死而解决。”听到谢景云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养院里的人，连吃用都得自己掏钱，宋谦只觉得脸上无光。娶谢景云非他所愿，可他毕竟是自己明媒正娶过来的正室，他却让他在永宁侯府沦落到要自己掏提己养活自己的地步，这事传出去，连景仁帝那都说不过去。我明白了，侯府不成规矩，不成方圆，底下的人偷奸耍滑，贪得无厌，若不早日处理，只怕侯府还要出大乱子。那依你看，该如何处理此事？宋谦渐渐冷静下来，坐回椅子。谢景云说：“安排在铺子里的人，不是老夫人的人，就是婆母的人。若处置了这些人，便是在打老夫人和婆母的脸面。可既要敲打，又要安排好这些人，一下子却根除不了。倒是我三哥有一套经营制度，你且说来听听。”宋谦道：“岗位轮换。”谢景云微微抬眸，翻开一本账册，将老夫人和婆母的人岗位互换。原先掌管铺子却做亏损的管事，按降级处罚；中仆培养起来，升职调月俸，激励老实忠诚的人，互相监督。谁若检举对方贪腐，且查明属实，当以赏罚分明。这样底下的人不怕得罪上面的人，便能时时刻刻盯着掌舵商铺的管事们，约束管事们的行为。长久下去，高位者不敢肆意妄为，无规夫矩，底下的人也有个盼头。说完后，谢景云从心底敬佩三哥的谋略。宋谦听完后，一时茅塞顿开，此事若交由你来办，不妥。谢景云道：“这些人早已被老夫人养惯，唯有夫君镇得住他们，他才不要接着门吃力不讨好的烂摊子呢。”第84章龌龊。宋谦被当下拒绝后，面上隐隐发烫。我知道了，此事我去处理。我方才来的时候看到梁府医了，他刚从谢家回来。是。祖母身体怎么样？要不要紧？不大紧，世子别担心。谢景云根本不想让宋谦知道谢家的事情，他不配。那就好，若有什么事，你尽管来与我说，我先去找母亲。宋谦看了一眼桌上的账册，他全部都带走了。走出玉斐阁后，宋谦翻开账本仔细一看，顿时大发雷霆。他转身就准备去密雅轩兴师问罪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转而去了梨香院。刚好宋谦的身影被密雅轩的赖嬷嬷看到，他偷偷跟了宋谦一段路程，见他走进了梨香院后，赶紧跑回密雅轩对张氏说：“太太，太太，奴婢方才瞧见世子了。”“瞧见就瞧见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张氏正心烦着呢。赖嬷嬷说：“太太，奴婢瞧见世子从玉斐阁的方向过来，手里拿着好几本账册，
本来是要来太太这边，可刚到院门，世子又转身走了，奴婢跟踪了一段路，最后世子去了梨香院。张氏顿时从贵妃榻上跳了起来，坏事了！姐儿最近为铺子亏损之事，派人来找过我几趟，谦儿手里的账册怕是姐儿给的，魏氏那个小贱妇定说不出什么好话。张氏急急忙忙跑院子前往梨香院，而梨香院那边，当宋谦站在院子的时候，魏氏有些惊讶：“谦儿，你怎么来了？”宋谦扫过梨香院厅子，梨香院用度不如密雅轩，装潢也简单多了，可见侯府对庶出的二房有多不上心。他把手中的账册给魏氏看，魏氏接过来看了几眼，就阴阳怪气地说：“也真是为难了姐儿这些年，凭一己之力撑起永宁侯府，偏偏有些人呐，不知足，好不容易过上了好日子，却因贪字私下干些龌龊之事。二婶可否把我离开这7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宋谦道。魏氏领他走入厅子，一边喝茶一边说：“姐儿在永宁侯府最难的时候嫁进来的，她知道永宁侯府要用钱，把自己的梯级都掏出来了，不够就回谢家去借。那会子，侯府为了给族里死去的人贴补抚恤金，卖了10几个铺子，后来姐儿又借了一笔钱，把侯府的铺子买回来。她安排去的管事都是靠谱的，生意眼见着越来越好，侯府日子也慢慢好起来。谁知道你母亲哪根筋搭错了，竟安排自个娘家哥嫂去掌管生意。不是我看不起你娘，她真是吃相难看，一边带着你娘家舅舅贪铺子里的银两，一边还把手伸进姐儿的嫁妆里去，贪得无厌。她，魏氏，你这个小娼妇，在我儿子面前损我形象，泼我脏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魏氏话还没说完，张氏猛然从外面冲进来，扑到了魏氏的身上，一巴掌扣在魏氏的脸庞。魏氏先愣了一下，很快就反应过来，揪住了张氏的头发，一把将他按倒在地上。第85章阴谋。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夫人，花溪从外面飞快地走入内厅，来到谢景云面前：“夫人，大太太和二太太打起来了。听说安氏带着儿子去劝架，劝着劝着就从衣服里拿出剪刀去捅折颜少爷。二太太不知哪来的战斗力，把大太太按倒在地上扇鞋子，又把安氏也按着地上，抢过了安氏手里的剪子，直接哗哗剪了安氏好大一把头发丝。若不是世子在旁边，安氏怕是要变成姑子。”花溪说的手舞足蹈，用着极其夸张的神态和语气描述着梨香院发生的事情。谢景云微微愣了一下，倒没想到二婶这般威武，梁婉之竟敢众目睽睽下掏剪刀伤人。一旁的香露和白露纷纷捂着嘴惊呼了一声：“天啊！”袁妈妈走前问道：“大太太和二太太怎么会打起来？”二人虽然一直不和，却从未像今日这般撕破脸皮。倒是那安姑娘劝架就劝架，带着剪刀去劝架的，奴婢还是头一次见识。花荣皱起了眉头，觉得此行为很上不得台面。可有伤着人？谢景云问道。夫人放心，有也就缺了那几根头发，几个巴掌脸肿几日就没事了，还算不得要命的事儿。花溪心里巴不得魏氏再多赏梁婉之几个巴掌，把她头发剃光，叫那瞎了眼的狗东西好好瞧瞧梁婉之的嘴脸。谢景云到底是不放心梨香院，梁婉之不会无缘无故带着剪刀跑入梨香院，他把目标放到折颜的身上，怕是又对折颜动了心思。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入沈园一事。看来折颜不能再继续留在侯府，得早日将他送入沈园，一刻都不能耽搁了。他去到梨香院的时候，大厅里只剩下一片狼藉，张氏和梁婉之被扶回梨香院。魏氏虽然彪悍，却也被张氏扒出了几条爪痕。姐儿，你怎么还过来了？你放心吧，我没伤着，倒是你婆母和那毒妇可没在我手里落得好下场。祖母，你脸上脖子都是爪子印，还说没受着，你怎么那么傻？我习武6年，有自保能力，你冲过来，万一他手里的剪刀伤了祖母你叫折颜怎么办？宋折颜满眼担忧与心疼。魏氏在他背上轻轻拍打了一下：“少废话，你再怎么习武，还能有我皮实不成？”说完，魏氏眼睛就泛红了。他刚才也不知哪里生出来的气劲，看到折颜有危险，只一瞬间就扑到了梁婉之的身上，骑他背上夺他剪刀。他那一刻对梁婉之动了杀心，若不是为了宋折颜的前程，他真想一剪刀杀了梁婉之。叫府医了吗？谢景云看了一眼魏氏，心里很难体会魏氏当时的心情。魏氏摆了摆手说：“一点小伤，不打紧。二婶这样说，叫折颜怎么放心去沈园读书？我打算明日就带折颜去沈园，怕再生什么事端出来。”谢景云的话很明显，魏氏一下子想通了梁婉之的行为。你是说，那小贱蹄子是想再伤了我的折颜，好让他儿子去沈园摆南山先生为师？第86章。或是人心难测，世事难料，多留点心眼总不是坏事。明日一早，我们再去和老夫人说此事。你今夜好好与折颜聚一聚，入了沈园，没个10天半个月，折颜回不来一趟。谢景云温声提醒，然后低头看宋折颜：“好好陪陪你祖母。”唐婶，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劝祖母谨言慎行。宋哲言说完，就被卫士狠狠戳了一下。你懂什么？等你日后长大了，要好好孝敬你堂婶，没有她，哪有你今日？可学不得那狼心狗肺、心思阴毒的狗东西。卫士指的是梁婉之母子二人。刚才打架的时候，宋广泽还扑过来咬了他一口。宋哲言摸了摸头，倒没有反驳卫士的话。他觉得也是，他们太可恶了。而谢景云走出梨香院后，侧头对花溪说，向那个女人透露我们明日要去沈园。啊！花溪不解了，他知道了，肯定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惹不快，为何还要透露给他？谢景云想起宋广泽入世后得到的一样东西，只管去办，我自有安排。花溪没再多问。翌日天还未亮，谢景云就被花荣叫唤了。夫人，夫人，外头有人找，说是娇小昨儿夜里吃了很多酒，不慎失足淹死在汉江湖，尸体被人打捞上来，送到咱们侯府后门。谢景云睡得迷迷糊糊，一夜做梦，直到花荣说娇小失足淹死了，他才猛然清醒过来。他缓缓坐起身，问现在是什么时辰？迎初刚过。花荣收起了帷幔，谢景云看向窗外的天色，这会儿天还是昏暗的。赵嬷嬷与花溪也被惊动，二人披着衣裳走过来。出了什么事了？花溪打着瞌睡问道。花荣回头对他说道，娇小掉汉江湖里淹死了。什么？花溪睡意去了大半。死了？赵嬷嬷下意识地看向谢景云，心头一阵发麻。那娇小以前也吃酒，不曾失踪淹死，这茶色还没到手呢，某些人就等不及了。他知道大宅子里没多少干净的事儿，可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着实叫赵嬷嬷心惊胆战。世子，那有人去通报了吗？谢景云问道。花荣说，门房管事说先去了世子那边通报。此事世子会处理好，你去梨香院看看，通知二太太早些出发。去沈园需1-2个时辰，这个时辰出发，到天亮刚好就能到沈园。他洗漱完好妆发后，就去慈松堂交代李妈妈，他要前往沈园一事，然后就出发了。宋老夫人醒来的时候，谢景云已经走了小半个时辰。什么？他去沈园了？怎么没跟我说此事？宋老夫人冷着脸低喝了一声。他走了多久了？李妈妈道，夫人半个时辰前过来与奴婢说的，他说与南山先生约好今日卯时，把折颜送到沈园去，耽搁不得时辰，让奴婢给老夫人说此事。你怎么不叫醒我？宋老夫人心里恼得很。李妈妈道，奴婢看老夫人睡得沉，没敢打扰，倒是还有一件大事。什么事？昨儿夜里娇小吃酒吃大了，不慎失足跌落汉江河里，淹死了。淹死了呀！宋老夫人脸上的怒意消去了大半，暗暗松了一口气。那小贱蹄子还真有几分本事。你去韶庆楼告诉他，夫人今日带着折颜去沈园了，看看他有没有本事自己去求南山先生收下泽根儿。兴许他还真有本事。李妈妈还没走出慈松堂，宋姨子就被荷香带入大厅。宋老夫人冷冷看了宋姨子一眼，经过上次一闹，宋姨子越来越有奴才的模样了。可宋老夫人看到她，依旧觉得心烦。你来做什么？宋姨子听到宋老夫人的声音，身子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跪在地上给宋老夫人行礼道，老夫人，我娘安姑娘让奴婢来告诉老夫人，她带着泽少爷随夫人一块去沈园拜见南山先生。宋老夫人脸上终于浮现了一抹笑容。茶肆的事情办妥了，广泽念书的事情也该尘埃落定了。怎料梁婉之这一去，竟给永宁侯府闯出了更大的祸事。第87章秘密。沈园，你这小丫头来也不提前知会我，我这园子里啥都没备，今儿午膳你就陪我吃几碗咸菜小米粥，可别嫌弃。南山先生知道谢景云到沈园来了，亲自从倚红亭出来接他，满眼宠溺地说道。谢景云轻笑了一声，我又不是没尝过山珍海味，难不成跑到你的园子来就为了几口吃的，瞧把我出息的。南山先生哈哈大笑了几声，站在一旁的卫士却十分拘谨，生怕说错一句话，便不敢多嘴多言。对了，这位是……南山先生看向卫士，卫士赶紧向南山先生行礼一拜，宋哲言则是从容的作揖一礼。谢景云说，这是我二婶，你的得意弟子的亲祖母。宋门三将可是你的儿子？7年前西关一战，卫士的3个儿子以肉身之躯抵御万敌，不曾退缩，被世人封为宋门三将。卫士轻轻点头，低声回道，回先生话，那3个犬子正是我这妇人所出。南山先生抚须点头，然后低头看卫士身旁的宋哲言，宋家世代忠骨，难怪这小子心有抱负，理想远大，目光长远。夫人能生出宋门三将做护国盾，是燕京百姓之幸。我能遇这小子，是我与他之缘，今生我与他有师生情分。你且放宽心，他行得正，坐得端，走正道，将来也必定成国之大器。卫士本不想在南山先生面前失礼，却还是没忍住红了眼眶，声音哽咽地说，多谢南山先生指点，
我突然茅塞顿开。他抬头看向谢景云，我先前还为难姐儿，让他帮我寻一寻我那几个儿子，盼着他们也能像我侄儿一般死而复生。可我总是往后看，却看不到前路，困在了死局里，寡欲成伤，影响了哲言。谢景云上前，轻轻抚了抚卫士的背。人死不能复生，这世间能够在战乱中死而复生之人，只有2种人。南山先生双手负背，认真为卫士解答，有意开导卫士。第一种人，他春龄无尽，哪怕历经万箭刀枪，九死一生也能挺过来，这是他的福报，是福泽十分深厚的人。第二种人，书上常常能看到活人为了保命，躲在尸堆底下苟活的描述，等战斗停止时，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便有了死而复生的际遇。第二种人便称之为贪生怕死、无福之人。3位将军埋骨西关，不能说他们没有福泽，我心里却觉得，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刀枪不入的金刚之体，他们是真刀真枪，实实在在的拼命。拼命嘛，又不是九尾猫，死了1条命，还有8条命可复活。南山先生一番话说完，卫士顿时大惊，他猛然回头看向谢景云的方向，突然想起，自打宋谦回到侯府后，谢景云态度一直不那么热情，莫不是？谢景云朝他笑了笑，卫士惊得拿起手帕捂在嘴边，似乎是窥探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那宋谦，莫不是就是书里说的逃兵？这时，一位书童手捧着一卷长长的画，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老先生，有一位年轻的妇人带着一个6、7岁的孩子，让小的将这卷画赠于您。什么画？打开看看。走，吉儿，随我一块去倚红亭赏画。南山先生痴爱收集名古字画，送画的妇人算是投其所好了。卫士与宋哲言跟在其后，一块去倚红亭。倚红亭内有一张长长方方的楠木红漆龟纹书案，长卷名画刚好铺在楠木长桌上，一幅山河图展现在南山先生眼中。满目青山绿水，山峦起伏，宛如身临其境。可是下一刻，南山先生大呼了一声：“报官！快去报官！”第88章陷害。梁婉之信心满满的守在沈园外，原以为南山先生会亲自出来见他，可他等来的却是顺天府医。世子，快去顺天府医吧，婉儿姑娘闯大祸了。宋谦刚忙活完铺子的事情，才踏入侯府，就被思安给拦住了。他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头，婉儿姑娘又怎么了？有官府的人来侯府询问婉儿姑娘的出处，奴才没敢惊动老太太，只和大太太说了，大太太叫奴才来找世子，让世子去官府处理。夫人和二太太此刻也在顺天府医，听说婉儿姑娘的屁股都被官府的人打烂了，只剩下半条命。思安说了一堆，宋谦在听到谢景云与卫士也在顺天府医的时候，就知道肯定不是好事。他转身跑着出侯府，骑上马，快马加鞭往顺天府医赶。到了顺天府医，宋谦却见门庭若市，人挤人，众人都对内堂之事津津乐道，里面不时地传来女人的惨叫之声。宋谦翻身下马，扒开人群往内堂一看，就看到梁婉之被人压在长凳子上，按着手脚，掀开裙子，脱去了长裤，露出血淋淋的腚子，正受板刑。偏偏受刑时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的儿子宋广泽被2名捕快拦着，哭得撕心裂肺。这等杖刑，光是脱了衣物就够羞辱死人。宋谦暗暗庆幸，幸好祖母不知道此事，否则侯府再也容不下梁婉之。住手！宋谦脱去自己的外袍，冲到梁婉之身边，盖在那露在外面的躯体和血淋淋的伤口。梁婉之强撑着一口气，转头看了宋谦一眼，便委屈的哭：“夫人的人报的官。”什么？宋谦猛地抬头看向对面，南山先生坐在太师椅上，卫士与谢景云2人坐在后排。他的目光落到了谢景云的身上，想起梁婉之刚才被人动用杖刑的画面，心底涌动着无尽的怒火。此刻的谢景云就像一个审判者，用着冰冷的目光看向他与梁婉之。堂下何人？速速离去！昌大人拿起拍板，重重拍在桌上。宋谦起身作揖行礼，在下乃永宁侯府世子宋谦。他不说还好，一说出自己的身份，堂外观看者的目光纷纷落在了宋谦的身上，无非就是好奇死而复生的永宁侯世子。他隐忍着对谢景云的怒意，问道：“不知他犯了何错？大人要对一个妇人动用如此重刑？你是他何人？”昌大人反问。宋谦喉咙一梗，竟无法堂堂正正介绍他与梁婉之的身份。他低头看了一眼梁婉之，抬头时掠过了谢景云，回道：“此妇人乃我永宁侯府老太君的贵客，姓安，岭南人，从南往北赶到燕京。”昌大人转头看向南山先生，他偷到了名画，还口中狂言。梁婉之虚弱的反驳：“我没有偷到名画，那是我家曾祖父遗传下来的《富春江景图》，我是被夫人陷害的。夫人，你为何要陷害我？”梁婉之抬手，指头颤抖地指向谢景云的方向。宋谦脸色阴沉，附在身后的手微微攥紧，尽量平和地问谢景云：“你有何证据指他偷盗名画？”
第89章真迹。谢景云走到堂内，对着案前的昌大人扶了一个身，便开声回道：“这幅画不叫《富春江景图》，而是50年前画师王公所绘的《富阳山居图》。”谢景云刚说完，去鉴定此画的人派小厮到昌大人面前禀报真相。昌大人听到小厮的话后，不禁多看了谢景云一眼，面露着震惊之色。果真是50年前王公遗失的《富阳山居图》。昌大人再三和小厮确认，小厮点头，拿了一张纸条给昌大人后就退下了。昌大人道：“夫人继续说，你是从何看出那幅画是遗失的《富阳山居图》？”谢景云回头看了一眼南山先生，南山先生朝他点了点头。谢景云这才回答昌大人的话：“这幅画纵 1.08 尺，横 19.13 尺，以富阳山河为题，与遗失的《富阳山居图》相符。”说话间，昌大人盯着纸条上记录的名画尺寸，眼眸微亮，对得上了。而宋谦听到谢景云的话后，脸色大变，下意识地回头看向梁婉之的方向。他知道那幅画，从认识梁婉之开始，梁婉之就一直带着那幅画。可他不知道，那是50年前震惊5国的名画案《富阳山居图》。若梁婉之拿的真是此画，那就麻烦大了。《富阳山居图》是王公69岁开始创作，前后花了约10年时间，走遍富阳山河，呕心沥血，赶在80大寿那日一展奇画，让天下游子亲眼目睹这件真迹。先帝也被惊动，亲自到王府一睹名画，对《富阳山居图》甚为喜欢，命人拿来玉玺盖在了《富阳山居图》那片最密的林子上，那浓墨山河融成一体，外行人看不出其中门道，但只要在阳光之下就能找到那处玄机。可王公大寿次日，这卷《富阳山居图》被人偷盗走了，王公接受不了事实，当场气绝。王府子孙为了找回《富阳山居图》，散尽家财，耗费人力，向燕京5州4镇击鼓报案，震惊整个燕京。先帝知道此事，命知州、知府、衙门、顺天府尹等不追回名画是不得结案。说到这，谢景云转身走到梁婉之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所以，你刚才问我为何要报官，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王氏子孙后代一直在寻找的《富阳山居图》，不是什么《富春江景图》。那画中画丘陵起伏，峰回路转，画亭台小桥，西山深远，到底是富阳山河景，还是富春江景图？明眼人还会瞧不出来吗？你那画是盗来的。”他走前了一步，言语冰冷的说道。梁婉之只觉得脊梁骨一阵发寒，被板子打过的地方又痛又灼热，难受的他浑身发抖。那幅画是他曾祖父给他的，抄家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要他把画带出去烧掉，说不能让世人见到此画。他一直以为那画是曾祖父真迹，纵使他不识得字画，也知道这是一幅好画，便存了私心，留着这幅画。谁知这画竟有来历。他否认自己偷盗了画，我没有偷画，我是被诬陷的。大胆刁妇，还敢狡辩！来啊，再打20大板！昌大人重重拍桌。梁婉之身子一颤，忘了身上的疼痛，情绪激动的大叫：“我说，大人，那画不是我的，是我院里一个丫鬟为了讨好主子赠予我的，她如今就在密雅轩，名唤紫娟。”宋谦瞳孔一缩，不敢置信的转头看向身后的梁婉之。紫娟，宋姨子，那可是他们的女儿啊。第90章紫娟。来人，去永宁侯府捉拿紫娟。宋谦身子一颤，看着一群官兵迅速走出顺天府一，他只觉得自己好像从未看透过枕边人。宋姨子被带走了，梁婉之受了20大板子，算是得到了包庇罪的惩罚，被释放了出来，被人抬回韶庆楼。你疯了！宋谦站在床头，面容阴冷的吼道。梁婉之趴在床榻上哭：“谦哥哥，谦哥哥！”他慌乱地抓住了宋谦的衣物，我儿脑子一时混沌，胡乱说了一个名字，你快想想办法救我们的女儿，她会被打死的。宋谦看着被他扯住的衣物，猛然往后退了一大步，双手不停地颤抖，怒目睁睁地瞪看梁婉之。你知道她会被打死，你还拿她顶罪，说什么脑子混沌？他气到胸口发痛，想起梁婉之被人扒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板子，他胸口涌动着血腥感，险些吐血出来。你知不知道今日之事传出去，整个永宁侯府都要受牵连？你不在府里安生待着，你又带着广泽出去招惹谢景云做什么？谦哥哥！梁婉之忍着痛疼感，跪在床上扑到了宋谦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抱住了他。我也是听说夫人要入沈园拜见南山先生，我儿才一早带着那幅画去找南山先生的，我这都是为了泽哥，为了他的前途。我没想到那幅画大有来历，我知道错了，谦哥哥，我只有广泽和你了，若是连你也厌弃我，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宋谦想掰开他双手，却被梁婉之紧紧抱着，便没有再推开他。若不是外面有人守着，宋谦也不敢进梁婉之的房间。
梁婉之见他没有再推开自己，仰头看着他，哭道：“谦哥哥，你放心，今日在官府打我板子的时候，我特意将头发弄乱，遮住了面目，无人知道我长什么。侯府不是要给我办认亲宴了吗？那就这2日办了认亲宴，到时我会亲自出面。只要我好好的站在众人面前，那些闲言碎语便会不攻而破。到时侯府就对外称，老夫人已经把远房亲戚送走了。”宋谦嘴角一僵，梁婉之不提打板子的事还好，一提起此事，那张露在众人面前血淋淋的屁股就在他脑海中一扫而过，实在是不堪入目。他咬了咬牙，用力推开了他。他重重跌回到床榻，一屁股坐到了伤口处，痛得他惨叫了一声。宋谦脸色发白，心里烦躁至极，扔下了一句我去看看子儿，转身就快步跑出了韶庆楼。世子，又怎么了？宋谦现在看到思安，心里就慌。头几次家里出大事，都是思安来禀报的。思安身子一缩，忐忑地说道：“紫娟姑娘回来了。”什么？宋谦眼皮子一跳，她怎么回来了？名画遗失案备受先帝重视，就是如今的景仁帝也十分关心此案，还曾下旨寻到偷盗者，追责子孙后代，斩首示众。遗子莫不是被夫人身边的袁妈妈领回侯府的谢景云？她什么意思啊？第91章无辜。谢景云。宋谦气势冲冲地迈入御斐阁，御斐阁内众人看到宋谦，纷纷给他行礼。他目不斜视，径直走入内厅，就看到宋怡子完好无损地跪在谢景云面前。在他走入内厅的时候，宋怡子缓缓转头看了宋谦一眼，他看他的眼神木讷呆滞，很明显受到了莫大的惊吓。宋谦双手微微握紧拳头，越过了宋怡子，质问谢景云：“你什么意思？紫娟是无辜的。”他微微挑眉，从一旁小方桌上拿起了宋怡子的卖身契。恩师不忍心看到这么小的孩子死在了杖刑之下，向昌大人求情，对紫娟格外开恩，不再追责他先辈犯下的过错。我便命袁妈妈把紫娟从官府领回来。你早不说罪不祸及后代，我儿还需要受那么多罪吗？你认出了富阳山居图，不私下解决，通知我，却跑去报官，你是存心与安氏过不去，还是不要侯府的脸面了？谢景云抬头看他，像在看一个笑话。你知道富阳山居图现在的后代是谁吗？宋谦眉头紧蹙。谢景云缓缓说道：“当年王氏因一幅富阳山居图散尽家财，人财两空，后世子孙改名换姓，而我的恩师沈南山是王氏嫡长子。世子大概是不能理解这些文人画师一幅字一幅画的心境，也不能明白王氏子孙为了一幅画走向衰败境状。”他捏紧了宋怡子的卖身契，一只手按在了桌面上，站起身，站在他的对立面，声音铿锵有力：“10年一画，随地写实，深入富阳山庄、农田、溪河，看小桥溪流群鱼戏水，岸边柳树恣意摇摆，渔夫撒网垂钓，风餐露宿，就为了一卷画吗？”宋谦听着头痛，难道不就是闲地无聊才画作的吗？谢景云看出了宋谦眼底的轻视，也罢，你心里只觉得他不过是一卷画作，那你们又何必心心念念要把宋广泽送到南山先生面前，辱了他老人家？谢景云，宋谦语气重了几分：“你是我永宁侯府宗父，维护侯府颜面是你的职责。你今日在公堂大闹，若让祖母知道，他知道又如何？”他目光凌厉了几分：“这个侯府里最不守规矩的是谁？是老夫人，是太太，是你，宋谦。你不愿不守规矩的那个人，却来怨我坏了你们的好事。”谢景云反讽。宋谦发现自己说不过谢景云，目光盯着他手上的卖身契，一脸警惕地问：“你要对紫娟做什么？”谢景云坐回椅子，看向宋怡子道：“紫娟，夫人，奴婢在。我念你年幼可怜，破例放你出府，你可愿？”谢景云问道。宋怡子低下身子，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奴婢多谢夫人出手相救，保下奴婢一条性命，奴婢愿意留在侯府，终身不要阅历，为侯府做牛做马。”他说话声音稚嫩，却多了一种劫后重生的沉稳。宋谦听着宋怡子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带他回密雅轩。谢景云没有拒绝，宋怡子也没有拒绝，但谢景云还是把卖身契还给宋怡子，只是宋怡子没拿。宋谦带走宋怡子后，花溪都走入内厅，不解地问道：“夫人为何要帮那个孩子？明明是那个女人心思残毒，把孩子送进去送死的。人之将死时突然飘到身边的浮木，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花溪那样聪明，细细一想就明白了谢景云的意思了。夫人是要他母女二人互相残杀。第92章伤疤。宋谦带着宋怡子刚从御斐阁里走出来，宋怡子就停下脚步，对宋谦说道：“世子，奴婢能不能求你一件事？”看着眼前的女儿，她和宋广泽是龙凤胎，当年梁婉之生他兄妹二人的时候差点死掉，如今宋怡子却这么生分地唤他世子，
自称奴婢，他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却不能让宋怡子堂堂正正以小姐自居。你说，奴婢想回到韶庆楼伺候安姑娘。宋怡子低着头，声音稚嫩地说道。宋谦眉头微蹙，为什么？他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回到他身边？安姑娘对奴婢有恩，不论安姑娘做什么，奴婢心里记着血缘亲情。如今安姑娘是最难的时候，身边少不了人伺候，奴婢是最合适照顾安姑娘的人。宋怡子说完，就向宋谦行礼，以此希望求得宋谦的同意。宋谦手微微抬起，想阻止宋怡子行礼，可是他却恰到好处地避开了宋谦。他并没有发现宋怡子的异常，只觉得宋怡子过分懂事的让人心疼。他不是故意的，你莫要怪他，就算夫人不来救你，我也会去顺天府一把你带回侯府。宋谦不想母女二人产生间隙，也只当宋怡子还是个孩子，心思单纯。宋怡子低着头不说话，眼底都是无尽的冰寒。蓦然发现他藏在衣物里的双手抖得有多厉害。宋谦带着宋怡子去了韶庆楼，并将宋怡子提升为一等丫鬟，就离开了韶庆楼。梁婉之看到宋怡子出现在床前，激动地抱紧了宋怡子的身子。子儿，我的子儿，真的是你吗？让我看看你，他们有没有对你动刑？宋怡子木木地站着，目光落在梁婉之身后，那一片被一块白布盖着，可依稀能看到鲜血浸过白布。娘伤得很重，不能叫府医来治吗？宋怡子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梁婉之吃痛地回头看了一眼，他正愁没人帮他拿药。不能，我在顺天府医被打板子的事情，不能让老夫人知道。若是叫了府医，必定会惊动老夫人。子儿，你怎么会来？梁婉之抓紧了宋怡子，把她当成救命稻草。宋怡子说，是我求世子让我来照顾娘，我知道娘现在很难过，世子把我提升为韶庆楼的一等丫鬟了。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帮我出去买药了。子儿，帮我出去找大夫，和大夫说我的情况，让大夫开药，你偷偷拿进来。对了，还有一张方子。梁婉之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拿出了一个方子，递给宋怡子。这是你爹爹之前让我去寻的祛疤药材，你带着这个方子出去，配一副药材回来，让梁府医炼成药膏送到我房里来。这是宋谦之前给他的祛疤的方子。他出去打听了一番，发现一副药材就要花上1000两，就没舍得给谢景云配药材回来。如今他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期结疤，掉疤后肯定需要祛疤。他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给他的谦哥哥留下心理阴影。宋怡子点了一下头，看着手里捏着药方和2000两银票。夫人额头上也有伤疤。第93章昂贵。慈松堂。宋谦安抚好了宋广泽后，就去了慈松堂。宋老夫人在慈松堂里等候多时，看到宋谦回来，她倏地起身问道：怎么样，人回来了吗？老夫人还不知道梁婉之闯下大祸，还被扒了裤子打板子的事。纵使她心里长着一根刺，可想起梁婉之曾救过自己，为她生儿育女的份上，她不希望事情再闹得更大。孙二刚从玉斐阁过来，宋谦尽量让自己情绪平和，不让宋老夫人看出任何端倪。折颜是南山先生的关门弟子，不再多带一个学生了，毕竟年岁已高，他老人家觉得吃力。宋老夫人失望了，带一个也是带，多带一个有什么差别？那个女人呢？怎么没过来给我请安？梁婉之屁股被打烂了，此刻躺在床榻，哪里走得过来？他带着泽哥回院子休息。宋谦道：泽哥念书的事情我另有打算，既然南山先生带不了泽哥，那我们早日办认亲宴，向燕京世家发请帖，到时在宴会上寻觅几个合适的先生，留在侯府教导泽哥，祖母也不必忍受与孩子分离之苦。宋老夫人叹了一声，也罢，南山先生名下的学子众多，如今不是高官厚禄，就是文坛界的名师，你不若再回玉斐阁找景儿，多问问他，他懂得的比你多。宋谦嘴角一僵，他心里越发抵触与谢景云交谈宋广泽求学一事。祖母，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就这3日把认亲宴办了。这么急？宋老夫人道：我也想给泽哥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只是以祖母远房亲戚的身份被认成侯府的嫡女，委实不妥。那些世家很忌惮以这种身份被认亲。宋谦眉头微动，也是在认亲宴那日能够攻破谣言，不让梁婉之沾上污名。宋老夫人并未对宋谦的话多心，她眼里自是希望泽哥好，那便让她以你母亲母族表亲，家中无儿无母，丈夫在西关战亡为由，收她为侯府姑娘。孙儿觉得这说法好。还有一件事情，宋谦想到了今日也在场的卫士，这是个令人头疼的人物。2审与我儿有过节，我怕认亲宴那日生事端，祖母想办法在认亲宴那日把2审打发出侯府，这认亲宴他在不在场都不重要。提到卫士，宋老夫人心里就一把火，也是，那小毒妇没得留在府里生事端。你放心吧，祖母会安排妥当。一切都安排好后，宋谦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只是一想到梁婉之身上的伤，
他眉头又微微拧了起来。2晚之伤的那样重，3日后的任清燕真的能行吗？从慈松堂走出来后，宋千径直去了雨轩楼。江淮手里拿着一包昂贵的药，丢到梁红培的面前，诺，都给你凑齐了。梁红培扫过桌上的那一包药材，打开仔细检查，都是绝品，花了不少银子吧？那可不嘛，你去谢府打赏的银子都花进去了，难怪那人迟迟凑不到这些药材。江淮瞥了眼梁红培，真是越来越看不懂自家主子。梁红培拿过了药，眉开眼笑，甚是开心。可是当他看到宋谦走入雨轩楼时，梁红培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呸！晦气！第94章毒药。梁红培放下手中的药，收进了他平日收藏打赏银钱的格子里，问道：不知世子到雨轩楼来有何事？江淮嘴角隐隐抽动。雨轩楼是府医居住的地方，他来这里不是家人病了，就是他有病。宋谦并未看出那主仆二人的表情，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要止痛药，药效最好能够发挥1日，还要不伤身的。梁红培眼皮子微抬，我手里没有这种药，倒是有一种止痛丸，可维持1-2个时辰。才1-2个时辰？任清燕那日需接见客人，只能维持1-2个时辰怎么够？而且因人而异，有些人体质恐怖，连1个时辰都撑不到，药效便发挥了，需再补上1丸。但此药丸伤身，不论男女服用，都会造成终身不孕。世子是自己用，还是拿给家人？梁红培微微挑台，又打开另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小瓷瓶。江淮看到那个黑色的小瓷瓶时，嘴角又是一抽。这哪里是止痛药，这分明就是毒药。不过这毒药确实可以止痛，是我自己服用，我身上留下旧伤，每逢阴雨天气便要发作，疼痛难忍。宋谦看向梁红培手里的药。梁红培道：我手里的这瓶叫摄破丸，有一定毒性，不可服用过量，否则适得其反。说完，梁红培就把手中的药推到宋谦面前。宋谦拿起药瓶看了看，1日最多能服用几粒？3粒。若不小心服多了，世子。梁红培盯着他看，轻则无子嗣，重则会提前进入衰老，缩短寿命。此药是好药，服下即止痛，却还是要小心控制。我已将话说明，世子你可要小心，这瓶子里总共5粒，分开用吧。宋谦听完梁红培说的话后，应了一声，转身就离开了雨轩楼。江淮送他离开，等他回来后，梁红培又重新拿出了江淮收集的那一包药。你就不好奇他拿着那瓶止痛药丸给谁服用？你就不怕他拿着那瓶药丸去害人？江淮道。梁红培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没说话。江淮走到他面前，说：你知道今日发生什么大事吗？什么大事啊？他手里捣鼓着药，不咸不淡地问了一句。江淮说：夫人把那个女人告到了顺天府医，那个女人的屁股都被打烂了，此事慈松堂的老太婆还不知。哦，梁红培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漠不关心宋谦与梁婉之如何，只关注谢景云下一步想干什么。他突然停止手中的动作，看了看窗外的蓝天，原来是要变天了。任清燕就这几日，宋谦没有与谢景云商量任清燕一事，也瞒着二房那边由他与张氏一起操办。谢景云倒是乐得自在，只是他当真以为任清燕能顺利吗？花溪走入内厅，找到了谢景云，道：夫人，你看。谢景云微微抬头看了花溪一眼，他手里抱着一包药，药材气息很熟悉，这是什么？紫娟送来的药，他说是按着梁府医给的方子为夫人找的祛疤的药材。花溪看到宋姨子出现在玉斐阁的时候，只觉得惊讶。谢景云朝那药包多看了2眼，唇角慢慢划开，祛疤的药，只怕是梁婉之拿着药方和钱，让宋姨子出去替他找的药吧。夫人，梁府医来了。袁妈妈带着梁府医走入玉斐阁。第95章晕死。我来检查一下夫人的伤疤。梁红培放下了药箱，谢景云配合地坐在妆台前，让人把别过半边额头的发剖开，露出那一条浅白色的疤痕。梁红培从药箱里拿出药膏，抹在了谢景云的额头，那抹熟悉的气息瞬间扑鼻而来。他身子僵了僵，看向镜子里的自己，却无意间看到了那只带着狰狞疤痕的手背。这是什么药膏？他的心砰砰跳得很厉害，脑海里浮过了前世的种种。他说过，女子留疤就破相了，破了相便会破了你一生的好运道，要好好治伤。便是我给世子开的那张除疤方子，我命人寻来的。梁红培上药的手法很轻，再加上他的伤痕不长，很快就好了。等他退开2步时，谢景云才缓过了，命花溪拿来宋姨子找的那一包药，道：这是后院的丫鬟参照着梁府医给的方子寻来的祛疤药材，梁府医看看找没找对。好，我看看。梁红培接过花溪手里的药，放到桌上，拆开药包检查了一番，眉眼泛起了一抹笑容。这是顶好的药材，我拿回去再给夫人制出一瓶药膏，夫人的伤很快会好的。那就有劳梁府医了。谢景云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大包的金罐子。豆蔻看到后，眼睛都直了。那一大包价值100两，这还是装金罐子的钱袋子。梁大夫辛苦了，谢景云温和地说道。梁红培双手接过，眼中笑意更浓，嗓音低沉地说道：“应该的。”他拿过了沉甸甸的金罐子，把宋姨子找来的药材放进药箱里，心情不错地离开了玉斐阁。到了雨轩楼，把他那一袋沉甸甸的金罐子丢到江淮的面前。江淮一愣，打开钱袋子看了看，都是金子啊。是吧？夫人有钱，这笔买卖划算，你去打听打听，夫人喜欢什么？江淮，主子，你干嘛啊？做买卖。那边宋姨子买到了药，就回到了韶庆楼。这2日对梁婉之来说，简直度日如年。高烧，伤口红肿，身子极其虚弱。看到宋姨子拿着药回来，他眼里才看到了一抹光。子儿，你回来了，快帮我看看伤。我找了燕子街最厉害的大夫配了药，娘要忍了忍，可能会有一点痛。宋姨子面无表情地掀开了梁婉之身上的白布，露出了红肿的身体，还是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面色苍白。可这也让宋姨子对梁婉之的怨念更深。若是夫人再晚一些，以她的小身板，过不了3个板子，怕是就要去见阎王爷了。他打开药膏，直接把药抹在了梁婉之最深的那条伤口。梁婉之顿时惨叫：“啊！娘你别叫，万一把紫菱姐姐叫来，让她看到了你屁股被打烂了，告诉老夫人去，到时娘就无法在侯府立足了。”梁婉之立刻抓起了一旁的被褥，狠狠咬在嘴里。大丫鬟紫菱敲门问道：“婉儿姑娘，你怎么了？”宋姨子一边朝梁婉之身后的伤抹药，一边回应紫菱：“紫菱姐姐，婉儿姑娘刚才在做噩梦，没事了。”梁婉之身子疼到颤抖，额头密汗湿透她的发鬓和衣物，最后晕死了过去。第96章大戏。紫娟，方才大太太的人过来，让你去一趟蜜雅轩，给婉儿姑娘拿几样东西。宋姨子刚从房间里走出来，紫菱便嘱咐道：“好。”宋姨子去了蜜雅轩。张氏脸色极黑，表情阴沉，像一尊佛一样坐在太师椅上。宋谦让人守在院外，亲自关上茶室的门，问道：“你娘的伤势如何？”婉儿姑娘拿了2000两银票，让奴婢出府找大夫配药。奴婢刚才过来的时候，刚好帮婉儿姑娘上药，世子不必担心，有奴婢仔细照看着。什么？张氏眼里只有那2000两银票。他叔弟从椅子站起身，他那烂屁股用得着2000两银票？钱呢？回夫人，婉儿姑娘拿着一张药方，让奴婢出去找药材。2000两银票只剩下3个铜板了。说完，宋姨子从自己的衣物里拿出了那3个铜板，递给张氏。张氏看着他手上的那3个铜板，眼皮子狠狠一跳。他疯了不成？什么药方用得着1000两银票？宋姨子又掏出了那张药方，递给张氏。张氏看了一眼，宋谦走近一看，发现这药方是他交给梁婉治疗。他脸色顿时大变，从张氏手里拿过药方，道：“娘，先别管药方的事，明日就是认亲宴，先把认亲宴顺利办完再说。”怎么能不管？张氏转头瞪看宋谦：“你媳妇不管侯府，老夫人又将自己的钱袋子看得跟宝贝一样，明日认亲宴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可都是我真金白银往外掏的，不成？你得把先前给他的银票拿回。”张氏说完后，连3个铜板都不放过，伸手夺似的拿过来。宋谦头疼的揉着眉心，心情越发烦躁，没有理会张氏的无理要求。他从自己身上拿出从梁红培那要来的止痛药丸，他伤得重，定是疼痛难忍，这里面有5粒止痛药，等明日认亲宴时，你再给他服用止痛。止痛的药丸。宋姨子接过了黑色瓷瓶，是一次服用1粒，只有1-2个时辰的时效，不可随意拿出来让他服用。明日的认亲宴要面对许多人，绝不可在明日出半点差错。他也不允许梁婉之在明日的认亲宴上出差错。好，奴婢记住了。宋姨子拿着药走出蜜雅轩时，又从衣里拿出止痛药看了2眼，走到鱼池里的时候，宋姨子倒出止痛药洒在了鱼池里。夫人，夫人。花溪快步走入玉斐阁，在谢景云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谢景云眉头轻挑，可是瞧见了他手里拿的瓶子是什么颜色，什么纹路的？黑色的纹路吗？没瞧仔细，听说昨日世子去过雨轩楼。花溪低声地说，那就是从梁府医那讨药来的药。依他对那人的了解，黑色药瓶是用来装毒物的药。他手里的药丸很多，其中有一个药丸叫摄破丸，是他自己为自己研制的。他曾对他说过，在敌国常常要吃陈国贵族公子的鞭子，实在痛得厉害，自己给自己创了一种止痛药，服下后很快便感觉不到任何疼痛。想来宋谦讨要到的是那人的摄破丸，可止痛用。有意思。花溪，把这2封请帖送到我2哥3哥手里，不要回谢府，直接去他们当值的地方。明日会有一场大戏，他得一步一步来。第97章萧氏。雨轩楼。江淮拿着永宁侯府派出去的请帖名单，递给梁红培。你看，永宁侯府这群蠢货请的人，
梁红培拿过名册，看到上面的萧家人，他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连萧家的人都敢请。江淮划出了上面的名字：萧文博、萧桑婉。萧氏是先皇后的母族，西关那一战，不止永宁侯府险些死绝，萧氏一族也只剩下萧家嫡幼子萧文柏。可他纵使活下来，却也是残疾之身。宋谦只是一个逃兵，当初又与萧文博在一个营，送到萧家的请帖，不是永宁侯府的人请来的。啊！江淮愣了一下，那谁请的？自然是他，身子往后一靠，嗓音分开亲和：“夫人，夫人请的。”江淮震惊掉了下巴。梁红培看了一眼那名册后，就再也没有心情继续看了。他的关注点在于谢景云请萧家的人来，想干什么呢？夫人应该不会不知道，现在与先皇后的母族沾上一点关系是有多敏感的事吧？江淮有些猜不透谢景云的心思。梁红培突然眯起了双眸，转头笑道：“你说他是不是在帮我？”他？江淮瞪圆了双眼，然后指着梁红培：“帮你？帮我。”他正愁找个机会与萧家的人联系，那老头子以为把他后路都切了，就没法子再回到燕京。他要见萧文博，这不机会就来了吗？江淮挠破了头，也没想明白夫人为何要帮他家主子。不应该啊，夫人有什么理由帮你？因为他不是一般人。梁红培挑了一下眉，两只眼睛，两鼻孔，哪里看出你不是一般人？所以这侯府除了他，没有聪明人，你也是蠢材。梁红培心情颇好，转身走到床榻，仰头躺下。若真要找个理由，兴许是那个女人猜到了他的身份，想借他之手脱离永宁侯府。翌日，夫人，萧姑娘来了。白露还未来得及帮谢景云把头上的簪子别好，谢景云就迫不及待地起身，亲自走出屋子迎接旧友。姐儿。谢景云看到门外走入的仙丽身影，胸口涌动着一股热意，眼眶微微泛红，脑海中划过了萧桑婉前世的结局。先皇后死后，萧家男儿满门战死，萧文博虽然被救了下来，却因身中剧毒，不得不截去双腿，落下终身残疾。如今的萧家只剩下萧文博兄妹二人。转年后，萧桑婉就会与他的表哥成亲。3年不到，萧桑婉就死在了夫家的施暴之下，却被夫家人按上了偷奸的骂名，连口棺材都不舍得给萧桑婉买，一卷席子扔到了乱葬岗。而萧文博一气之下就毒发作，未能等到顾长宁回归，便已死去。想到那意气风发的小姑娘将来不久会死在婆家的手里，谢景云心中一阵悲凉。呵呵，我的好妹妹，怎么哭了？萧桑婉伸手拉过了谢景云的手，逗弄了谢景云一番。谢景云突然抱紧了萧桑婉的身子，声音哽咽地说：“婉婉，好久不见。”第98章7年。萧桑婉脸上在笑，可眼睛红得比谢景云还厉害。是啊，有7年了，是不是？这7年，谢景云嫁了人，她在萧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都知道萧家是先皇后的母族，燕京贵族有任何宴会都递不到萧家去，没人愿意和萧家沾上一点关系，怕惹上麻烦。他以为谢景云也是如此。面对昔年幼小闺中之情，萧桑婉能够理解谢景云的苦衷。当他收到谢景云亲笔写的请帖时，萧桑婉激动得一夜未眠，两人的声音都哽咽了，许久没说话。赵嬷嬷看在眼里，心里也颇为难受。花溪与花荣直接低头哭，赵嬷嬷回头骂他二人：“你俩哭哭啼啼的，没得出了夫人的眉头，快去洗把脸，给萧姑娘上点心。”袁妈妈笑着走前：“夫人，萧姑娘，今日宴会要举行1日，有什么道不完，说不尽的话，都可以在今日好好诉，莫哭花了妆。”谢景云松开了萧桑婉，两人互看了一眼，发现两人都弄花了妆，互相笑话对方，指着对方脸上的泪痕笑道：“你脸上花了，你也是。”白露和香露重新为二人上妆，两人一起坐在妆台前。萧桑婉笑道：“你长高了很多。”谢景云笑话他：“7年了，谁不长呢？你近来如何？”我。萧桑婉脸上泛着一抹红晕。谢景云眼眸微微一暗，看来宇文家的亲事有些眉目了，有好消息。萧桑婉微微点头：“如果顺利，明年开春我就要嫁人了。”站在一旁的袁妈妈与赵嬷嬷都替萧桑婉高兴。谢景云心里不开心，他凑到萧桑婉身旁问道：“是哪位郎君？”“是我姨母的长子，文家，小时候你见过的。你还笑话他长得像唐长老一样，细皮嫩肉，嫌他不够像你的郎君那样威武高大呢。”谢景云一笑，伸手轻拍萧桑婉的胳膊：“你别拿我幼时打趣，难道不是？”谢景云笑笑不语，怪只怪幼时瞎了自己一双眼。谈及到两人的郎君，萧桑婉不免有些好奇今日的认亲宴。哎，今日这认亲宴瞧着有些门道，我方才过来的时候瞧见你二哥哥被到来参加宴会的文人贵宾缠住了，不像来永宁侯府吃宴，
倒像来讨好八戒、谢二公子。这话萧桑婉没说出口，但他心里知道。谢景云一时心如明镜，我二哥哥来了。是啊，你二哥、三哥都来了，正在闲庭阁与我哥哥相聚。后来你的郎君就带着一个孩子来了，那个孩子瞧着挺机灵的。萧桑婉口中的孩子正是宋广泽，可不机灵吗？今日这认亲宴，说是认亲，实则是为宋广泽读书所办，还是替宋谦前途铺路呢？那个孩子叫宋广泽，是我婆母干女儿的亲生儿子。谢景云向萧桑婉介绍起宋广泽的身份时，都觉得好笑。萧桑婉并未多心，大家族里认个表亲做姑娘也不是没有，不是什么稀奇之事。那你呢？萧桑婉又把话题引到了谢景云的身上。谢景云微微挑眉，反问他：我什么？萧桑婉盯着谢景云的肚子说：我在等你的好消息呢。你若是生个小子，我就认他做干儿子；你若是生个闺女，我就认他做干女儿。你可不许嫌我。谢景云顿时捂着嘴咯咯的笑。你笑什么呢？没什么。你快告诉我，你笑什么？萧桑婉挠谢景云，两人玩闹了一会。谢景云突然握住了萧桑婉的手道：婉婉，你哥哥身体如何？第99章解药。萧桑婉脸上的笑容散去了7、8分，还是老样子。太医说不能在习武运用内力，当年虽然截去了中毒的双腿，可难保还有余毒在体内。如今到了阴雨风雪天气，哥哥就要病一场，等明年开春时才能养回一点来。萧文博的身体一直是由皇上派的太医医治，药到底有没有问题，萧桑婉根本无能为力去查探。景仁帝并不似表面那样贤君，他对先皇后有畏有憎，对先皇后留下的骨血亦有惧。如今萧文博还能活着，不过是景仁帝便像拿捏着顾长宁的软肋。这时花荣从外面走入，说：夫人，梁府医来给夫人请平安脉。谢景云眉头一动，说道：请梁大夫进来。萧桑婉朝门槛看了一眼，谢景云拉着他的手去对面的茶桌坐下。梁红培这一次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他还带着一个小厮叫江淮。梁红培进入内室后，就向谢景云行了一个礼。萧桑婉只是抬头看了梁红培一眼，因为梁红培实在是相貌平平，不足以人关注。他从行衣箱里拿出了一个软垫，交到花溪的手里。花溪就把软垫垫在谢景云的手腕下，再拿了一块手帕附在谢景云的手腕处，这才让梁红培去把脉。梁红培很快就让谢景云换另一只手，没一会儿，他便开口询问：夫人近日可是休息的不够好？花溪道：是呀，夫人近日频频做噩梦。梁红培从药箱里拿出了2瓶药，放到桌上。谢景云目光立刻被那2瓶药吸引。这2个瓶子，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白色。黑色是毒药，蓝色是解药，白色是治病之药。这2瓶药有些玄机呢。夫人若睡不着的时候，便用白色瓶子的药服1粒；若做了噩梦，便用蓝色瓶子做解梦之药。夫人先服用2日，看看效果如何。随后他又拿出了2瓶药膏，他知道那是用来祛疤用的药，上一次他是亲自帮他上药，这次倒是干脆打算直接给他。这2瓶药是给夫人的，我明日再来为夫人请平安脉。夫人身子没什么大碍，只是近日忧虑过重，若能放下1、2，放松情绪，那些症状自然会慢慢消失。梁红培说完，一屋子的下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有劳梁大夫。赵嬷嬷，把我那楠木斗彩匣子拿出来，赏给梁大夫。一旁的江淮眼睛瞪圆了，夫人好阔气啊。赵嬷嬷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按谢景云吩咐的去做，搬来一整个钱匣子交到江淮的手里。江淮接上手的时候，只觉得沉得慌，也只有谢家养得起这样的贵女，搁谁家谁受得了这么败家的女人？梁红培拱手作揖，态度十分谦和。那梁某明日再过来询问夫人用药情况。说完，他拎着自己的衣箱转身走了。萧桑婉很惊讶地说：姐儿，你都是这么打赏人的？萧桑婉母后死的时候给他留了一笔丰厚的嫁妆，可纵使如此，萧桑婉还是从简度日，不敢铺张浪费。谢景云看着桌上的蓝色瓶子，伸手拿起，笑道：我曾请梁大夫去谢府为我祖母看病，听说祖母吃了梁大夫的药后，这些年折顽疾有所好转，我打赏梁大夫全是为了祖母积福。若我赏的可以换来祖母的好身体，我便是散尽我体己，也愿意啊。婉婉，我带你进去挑几样首饰吧，我三哥送了太多，用不完。这怎么好意思，我自己有。我知道你有，就当做是个念想。谢景云拉着他的手走进内室，他不让赵嬷嬷、袁妈妈跟着，只让花溪进来帮忙挑。可以内室后，谢景云却将蓝色的药塞到了萧桑婉的手里。萧桑婉一愣，你给我你的药做什么？这不是我的药，这是长宁殿下让我转交给你哥哥的解药。第100章长宁。什么？萧桑婉震惊地看着谢景云手上的药，以为自己听错了，瞪圆了双眼看着谢景云。谢景云从一旁的小方桌倒出了一些水，在桌上写下了3个字：顾长宁。长宁，顾长宁。
那是七皇子殿下，是萧皇后所生，是萧家一直在寻找的希望，此刻就在永宁侯府。你是说他现在？嘘！谢景云竖起食指抵在萧桑婉的唇瓣，然后又用帕子擦去了桌上的字，要拿好。这个月15，我会去庐陵寺上香，到时你也去一趟，我会将这消息传递给殿下，到时让他再给你哥哥好好瞧身子。萧桑婉激动不已，连连点头，就连一旁的花溪都是又震惊又激动。不过花溪并没有去过问，她永远坚信夫人的做法。花溪，把我那套牡丹簪花拿来，给萧姑娘戴上。谢景云拉着萧桑婉的手，正好与你今日穿着的衣物相称。花溪从首饰盒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那朵牡丹簪花，帮萧桑婉戴上。萧桑婉还未从刚才的激动情绪缓过神来，看着谢景云的时候略显不安。谢景云轻拍她的手背，对萧桑婉笑道：“好看，人比娇花，婉婉要嫁个如意郎君呀。”你怎么又说起这个？萧桑婉轻抚头上的簪花，谢景云只是笑了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拉着她的手道：“我正要去闲亭台听戏，一块去吧。”好。谢景云与萧桑婉一同去闲亭台。永宁侯府这次借着他的名，请来了燕京不少书香世家，其中夏家、林家就与谢家交好。萧桑婉发现戏台下坐满了世家夫人和千金小姐们，下意识往后退缩了一步。谢景云也敏感地发现了萧桑婉的不适，而桑婉现在更需要得到世家的认可和关注，若他的亲事有得选择，便不会屈身于没有官途全职的文家了。婉婉，别怕。谢景云侧头对萧桑婉说。世家夫人的目光纷纷落到谢景云和萧桑婉的身上。夏夫人首先起身，宋夫人许久未见，都长这般伶俐清爽了。谢景云轻轻点头，对夏夫人行了一礼。夏夫人的目光落在了萧桑婉的身上，这位是萧姑娘吧？萧桑婉也扶了一个身道：“是夏夫人。”夏夫人只浅浅一笑，回了一个礼。林夫人走了过来，上前拉着谢景云的手道：“姐儿，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如今都能撑起一府中馈，可谓是我燕京贵女圈的典范。”是呀，小小年纪撑到现在，实属不易。可有回谢家看望你母亲和祖母？夏夫人问。谢景云道：“前些日子还回去了一趟，几位夫人坐下聊吧。”夏夫人、林夫人坐回原来的位子，谢景云和萧桑婉坐在左手旁。夏夫人颇为八卦旁人后宅之事，身子微微往谢景云那凑，低声问道：“前2日，我听昌夫人说，你和你恩师为一幅画，把姨夫人告了，昌老爷当堂打了那妇人20个板子，屁股都打烂了，听说还惊动了世子。可有此事？”林夫人白了夏夫人一眼。谢景云唇角轻扯，朝着夏夫人那抿嘴笑笑，却是不语。夏夫人心里更加好奇，今儿个家宴，你婆母要认的干女儿是不是她？屁股都打烂了，还能参加家宴？这时，戏台上突然窜出个人，冲着台下的众人大喊：“大家快去看呀，快去芙蓉院看呀！那不要脸的骚蹄子脱光了裤子，躺在柿子榻上，柿子还抱着人家好大一个烂屁股舔！”庭院众人顿时哗一声惊呼。第101章糟蹋。老夫人，完了，柿子完了！何金连滚带爬的跑进慈松堂，宋老夫人这也在接待族中众人。何金跑入慈松堂的时候，族长与宋家宗族的族人们纷纷转头看向何金。宋族长当下皱起眉头，问：“柿子怎么了？”何金身子一哆嗦，满眼惊慌与惶恐。宋老夫人横眉竖目的低喝：“没得规矩了是不是？跑什么？嚷嚷什么？柿子好好的，怎么会完了？赶紧出去，我正和族长有事商议。”何金转身就要离开，宋族长叫住了他：“站住！柿子怎么了？”何金脚步一顿，回头朝宋老夫人那看。宋老夫人眼皮子一抽：“你看我做什么？族长让你说。”柿子他。何金缩起脖子，脸色吓得苍白，却又自知骑虎难下。何金扑通跪在了地上。孙大娘在芙蓉院休息的时候，撞见柿子与婉儿姑娘共处一室，孙大娘就跑到戏台子，对着众人说出了此事。参加家宴的贵人们，好多差手底下的丫鬟婆子去芙蓉院观看。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柿子和婉儿姑娘有肌肤之亲了。还有人说，婉儿姑娘她头几日被夫人告到了官府，被顺天府尹的人扒了裤子，众目睽睽下打了20大板子。什么？宋老夫人两眼一瞪。宋族长怒喝：“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拿起一旁的茶杯，重重砸在了地上，转身指责宋老夫人：“我早说认这样的亲不妥，老夫人你自个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妇人？永宁侯府竟还敢留着，这简直是有辱门风，败我宋氏声誉。今日这亲是认不得了。”宋族长气恼之下转身就走了。宋老夫人立刻扶着桌子想阻止宋族长：“族长，这……”宗族其余人也纷纷起身指责道：“老夫人，你真是糊涂了，怎能招惹这样的扫把星进来？老侯爷若是在世，定不会干这么糊涂的事。今日谢家也在参加了家宴，老夫人先想好要如何给谢家一个交代吧。”
众人一人留下一句话，就统统走出了慈松堂。等人一散，宋老夫人才缓过劲来，她冲上前，一巴掌狠狠地扇打在何晶的脸上，咆哮道：“把他拖出去，乱棍打死！”老夫人，你消消气，何晶她……李妈妈话还未说完，宋老夫人就因怒急攻心，晕倒了过去。芙蓉院那边已是天翻地覆，谢礼冲进芙蓉院，把宋谦从屋子里提出来，狠狠地揍了一顿。谢景玉追过来的时候，宋谦被谢礼打得鼻青脸肿。老三，够了，快住手！谢礼丧失了理智，一拳又一拳落在宋谦的身上，恨不得打死宋谦这狗东西。谢景玉上前把他拽开，低喝道：“谢礼，够了！”谁说够了？谢礼双眸赤红的怒瞪宋谦：“我小妹12岁嫁入永宁侯府，她人才多大点？抱着那副牌位的时候，怎么和我们说的？我生是宋家的人，死是宋家的鬼。宋家艰难，她回来找我要钱，要的那么卑微，生怕被人摒弃，遭人嫌。我们谢家千娇万宠的姑娘，没得让你这种人给糟蹋了。”第102章贱妾。谢礼扬拳又重重打在宋谦的身上。张氏跑入芙蓉院，正好看到谢礼打宋谦，他快步跑过来，大叫了一声：“哎呀，别打了，别再打了！”谢景玉从身后抱住谢礼，把他拉开，但谢礼蛮力太大，谢景玉刚把他拖走，他又冲到了宋谦的身边，一脚踢在宋谦的身上。宋谦顿时吐了一口血。张氏看到谢礼下狠手打自己儿子，心里顿时窜起了一团火，拦在了宋谦的面前道：“谢三公子，你要打要骂也够了吧？”“你说什么？”谢礼心头怒火更盛：“你当初是怎么向我们谢家保证的？”张氏脸上挂不住，自知理亏，可他也不能任由谢礼继续打骂宋谦。哪个人家不纳妾，偏你谢家不许？我儿就算和安氏好了又如何？谢三公子在这兴师动众，打骂我儿，插手插到后院来，这才不成礼数，叫人笑话谢家的规矩。张氏话音刚落，满院众人都用着惊愕的目光看张氏，就连谢景玉脸上也泛着隐忍不住的怒意。谢景云刚好出现在芙蓉院，因张氏这番话被气得脸色发白。夫人，花溪伸手扶住了谢景云，现在就告诉二公子、三公子，他们干了什么好事。谢景云看着自己的两位哥哥，眼眸中泛着泪光。他们心疼他这个妹妹，他又何尝舍得让两位哥哥被别人这么糟蹋？他生生的将眼泪逼回去，挺直了腰杆走入芙蓉院，道：“婆母今日到底是要认亲，还是要纳妾？”张氏嘴角扯了一下：“姐儿，你快劝劝你哥哥，叫他们不要闹了。婆母今日是要认亲，还是要纳妾？”谢景云强势的又重复了一遍。谢礼怕谢景云受刺激：“小妹，三哥带你离开这里。三哥，我今日若为这事踏出这里，明日便要被人编排谢家女善妒，没得为了这么一群白眼狼坏了谢家的门风，污了谢家清净。你……”张氏被谢景云说的脸色难看。谢景云抬着下巴，眼眸冰冷的看向宋谦：“请婆母回答我，今日是要认亲，还是要纳妾？”张氏慌了，乱了。既然婆母做不了主，那我便替夫君做了这个主。谢景云转身看向宋谦：“安秀婉从远处投奔侯府，育有一子，二嫁之身，又与夫君背地私通，名不正言不顺，便抬为贱妾。”宋谦蹙紧眉头，抿紧唇瓣，没有反驳。躺在里面痛不欲生的梁婉之，在听到谢景云的话后，脸上本无血色的她显得更加惨白。话还没说完，谢景云继续说道：“豆蔻本是夫君房里的人，7年前夫君战死，豆蔻去服侍老夫人5年有余，如今留在我的院里，正好借此机会给豆蔻一个身份，好让她名正言顺为侯府开枝散叶，便将她抬为良妾。”豆蔻心头一喜，看向了宋谦的方向，满眼倾慕之情。宋谦却一个拒绝的字都说不出口。张氏张了张口，有苦难言。谢景云安排好一切后，转身就离开了芙蓉院，看都不愿多看他们一眼。谢礼与谢景玉快步追了出去。等谢家人一散，张氏就冲进了屋子里，一巴掌狠狠甩在梁婉之的脸上：“贱货，小贱蹄子，你毁了谦儿，我要你狗命！”第103章贱妾。娘，够了！宋谦走入屋内，看到张氏打骂梁婉之，攥紧拳头低喝了一声。张氏转头看向宋谦道：“你真是糊涂，姐儿在闲亭台正与夏夫人、林夫人相谈甚欢，甚至在替泽哥打探夏老先生与林老先生的事，要不是这个贱骨头……”他回头狠狠瞪看梁婉之。梁婉之身子剧颤，拉住了张氏的胳膊说：“太太，太太，你再去求求夫人，让她帮帮泽哥。”帮！张氏一把甩开了梁婉之的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一个贱妾的儿子，你叫夏家林家收你儿子做门生，那是个羞辱人家。”说完，张氏又骂宋谦：“今日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万幸的是，姐儿他们不知道泽哥是你的骨肉，谦儿你自个好好想想吧，接下来要怎么给谢家一个交代。”李妈妈找到了芙蓉院，张氏看到李妈妈的时候，脖子缩了一大截，心里惶惶不安地问：“李妈妈，
你怎么过来了？李妈妈脸色阴沉，老夫人让太太和世子一同去慈松堂。母亲，你先过去。宋谦看着一脸狼狈的梁婉之，眼眸只剩下一片冷意。张氏看了宋谦一眼，转身离开。张氏人一走，梁婉之心头发慌地拉住了宋谦的手。谦哥哥，我们现在就出去告诉他们，我们是清白的。他身上的伤太痛了，纵使吃过止痛丸，也止不住那阵阵的刺痛感，便叫宋姨子扶他到芙蓉院，然后让宋姨子回韶庆楼拿药。这期间，宋谦也来到了芙蓉院，看到他趴在躺上，宋谦心存不忍，便将他衣物掀开查看伤口。谁知他刚拉开他衣物，就被孙大娘瞧见了。清白？宋谦言语尽是讽刺，你我之间怎是清白的呢？日后你就安安分分在芙蓉院照顾泽根儿吧，我会请府医为你好好医治伤。交代完后，宋谦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慈松堂，啪！宋老夫人醒来看到宋谦后，一巴掌甩在宋谦的脸上。宋谦跪在宋老夫人面前，任由宋老夫人打骂。祖母，你要打要骂怎么都行，切莫为我这不孝之孙伤了身子。宋老夫人又心疼他又痛恨宋谦的做法，一边捶打他一边说：谦儿呀，你真糊涂呀，如今搞得整个燕京的人都知道，你撇下正事跑去和有夫之妇的梁婉之搞在一块，你这是触谁的眉头？你这是触你自个的呀，糊涂呀，糊涂。宋谦攥紧拳头，咬了咬牙，如此也好，他名正言顺住在后院，回头再寻个机会把他抬回良妾，将根儿放在母亲身边养。不成。宋老夫人道：你还想留着那个女人不成？祖母。这时宋广泽从外面跑了进来，祖母，你是不是又想打死我娘？谁把泽根儿放进来的？谁跟你说这些的？宋老夫人气急败坏的吼。宋广泽哇哇大哭。宋谦转身扶着宋广泽的肩膀，质问他：谁跟你说要打死你娘？宋广泽双肩耸起，胆怯地说：我娘告诉我的，她说老夫人要打死她，我以后就只能跟着夫人，夫人不是我娘，不会像娘一样疼我。混账东西，混账！噗！宋老夫人再次气到吐血晕倒。第104章心虚。你听听，他在背地里把孩子教成什么样？你还想把这种人抬人良妾？张氏扶着宋老夫人，恨铁不成钢地说。宋谦看着宋广泽，眼底只剩下一片荒谬。他攥紧拳头说：从母亲当着谢家人的面说出那一番话时，我们永宁侯府，我和广泽就已经没有退路了。梁婉之不能处死，我不但不能让他死，我还要他活得好好的。他就是要争这一口气。张氏愣住了。李妈妈只觉得荒唐，世子，则少爷是一定能保下来的，但若想让他认祖归宗，就必须……李妈妈。宋谦低喝了一声。宋广泽缩到了宋谦的身后。我心意已决，谢景云是宋家宗父，他会处理好外面的流言蜚语的，我会去同他好好说。泽根儿还是送回母亲那去吧。说完，宋谦便吩咐李妈妈去雨轩楼请梁府医，他则转身去了玉斐阁。院子里所有下人面色阴沉，摆着一副我不待见你的表情，敷衍的给宋谦行礼。宋谦也明显感觉到玉斐阁的气氛越来越压抑，若不是有事求谢景云，他也不愿多踏入这里。不等袁妈妈进去通报，宋谦便先掀开帘子说：不必通报，你们都先退下，我与夫人要单独谈话。丫鬟婆子纷纷看向谢景云。谢景云微微抬头，对众人说道：先退下吧。没一会儿，屋子里的下人都撤到院外，宋谦坐到了谢景云对面的椅子，目光灼灼地看向对面的女子。他不恼不怒地摆弄花瓶插花。宋谦沉默了片刻，心中的忧虑与顾忌最终被今日的不堪打破。撕下了面皮后，宋谦觉得事情已经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谢景云，宋谦摆在大腿上的双手微微收了几分。我今日来是与你说玩的事情。谢景云这才抬头，拿正眼看宋谦。宋谦心头微跳，终是心虚。可是心虚过后，宋谦又被自己的私欲占上风，不甘示弱地说：你是我的正室，宋家宗父，今日孙大娘在台上大闹，你没有第一时间处理好，任由她在戏台上撒泼胡闹，毁我宋家清誉，是一过。谢景云听到这话，低嗤一笑。宋谦脸色微微泛红，手比刚才握得更紧，却不看谢景云。其二，孙大娘闹完后，你任由外人跑入内院，是为二过。其三，你为征得我，也为征得祖母的同意，就将婉儿随随便便按个贱妾之位，你这是不尊重你的丈夫和祖母，你这是不孝，其为三过。谢景云听完宋谦给自己按的莫须有的罪名后，都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宋谦不理会谢景云的嘲弄，继续说下去：念你先前在侯府7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今日之事被许多世家夫人拿出去传，你想办法封住外面的流言。你是永宁侯府的人，生是永宁侯府的人，死是永宁侯府的鬼，宋府的名誉不能毁于一旦，这也是你作为夫人的职责。好办。谢景云拿起了一枝花，用剪刀咔嚓剪掉了一截，
粉面含笑，满目嘲弄地说：“杀人封口。”第105章私通。谢景云。宋谦猛地站起身，没想到平日文雅守礼的谢景云竟会说出这般恶毒的话来。他怒目瞪看谢景云，可是对面的女子闲情地将手中的白牡丹插入花瓶中，面容依旧从容，甚至看不出半点藏垢于心中的狠毒。宋谦心中发寒，发现自己竟一点也看不透谢景云，好像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不会在意。他咬了咬牙，你当初为何要嫁入永宁侯府？这话倒是问得好，怪他年幼瞎了眼，竟将这胆小、自私、没担当的男人当成盖世英雄。谢景云这一次放下了剪刀，抬头与他对视：“我是谢家女，我与你的姻缘是祖母与老夫人定下，哪怕世子当真死在战场，我谢家的女子都没有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的品质。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燕京贵妇当作典范，天下文人歌颂。现在世子明白为何我要嫁入永宁侯府了吗？”宋谦脸色难看至极，感情他的死成了谢景云为谢家谋取一份典范的工具。他活着是他的福气，他死了这也是他的功德。他一个武将出身的人，不能理解谢景云的古话思想，更无法接受这段婚姻成为谢家女博取好名声的果。这叫宋谦没来由的生出了反骨。若他拿着梁婉之羞辱他，将梁婉之扶为良妾，他又当如何？世子方才举的种种妄想罪证，未免可笑至极。谢景云端端正正地坐在榻上，仪态笔直，也令他颈部看起来修长细腻，气质无端多了几分威仪。一过身正言正端正，孙大娘又何来把柄在戏台子上唱那一出戏给人笑话？宋谦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堪。二过，母亲为了风光认亲，借我谢家二公子之名，请来燕京百家世家贵族，你与母亲可同我商量过了？如今后院出了乱子，你反倒来我面前拿起当家家主的架势，来我院里耍横施压。三过，提到三过的时候，谢景云眼中的那魔主母威严震慑的宋谦心中隐隐发虚。他依旧声音响亮，言辞犀利地说道：“我是正室，为夫纳妾，管理小妾，嫡庶子弟，家族内务，是正室的权利，法理授予，连身为丈夫的你都不得干预。老夫人又如何能把手伸进孙子的后院，多加干涉，败坏了侯府的名声？”宋谦听完，嘴角僵硬的半天，没想到一个字去反驳谢景云。可他心里是不甘的，他口中的礼仪道德凭什么加在他永宁侯府的身上？安秀婉是老夫人的贵客，他孤儿寡母投奔老夫人已经很可怜，你处处针对他，这次又借机将他贬为贱妾，这难道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吗？谢景云眸光找不到一丝温度的盯着宋谦，把宋谦看得心里发毛。在决定这件事情之前，是不是要先问过祖母？安氏毕竟是祖母身边的人，那世子在芙蓉院与安氏私通的时候，可曾提前问过老夫人？第106章良妾。我今日来此，便是要同你商议安氏的事情。宋谦咬紧牙，心里更加恼恨谢景云这般惺惺作态的模样，拿什么谢家女的典范到他永宁侯府来立规矩，把他当成死人不成？我要把安氏抬为良妾，不可！谢景云当即打断了宋谦的念想，世子若将安氏抬为良妾，那便是在羞辱老夫人。这时豆蔻正好跟着袁妈妈走到了内厅门槛，谢景云眼角余光淡淡瞥了一眼，手捧着茶杯，微微眯眸双眸。宋谦很明显又被谢景云的话激怒，脸上的怒意不减反增，一身反骨无不在和谢景云抵抗。谢景云，你好好说话，此事怎又扯到老夫人的身上？谢景云微抬下颚，精致完美的脸庞线条绽放着犀利的锋芒，逼得对面的人粗喘了几下。他目光比之刚才更加锐利3分，声音更加坚定与否决宋谦的意思。往日温和的嗓音清晰有力。豆蔻是从老夫人院里出来的丫鬟，安排做世子的通房，如今以老夫人身边的人开脸抬为良妾，是合理合规。安氏虽说也是老夫人身边的人，可她毕竟不同于豆蔻。安氏和世子在一起，言行私亏，道德败坏，且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抬她做贱妾已是最合规。世子若再抬她为良妾，岂不是让世家大族耻笑侯府上梁不正下梁歪？够了！他根本不想听他这些道德礼仪的念叨，他只知道泽根的母亲不能是贱妾，我心意已决。说完，宋谦也不想再和谢景云说下去，生怕他再拿那些世家大族的礼仪家规条条框框说教。他快步离开了玉斐阁，以至于豆蔻站在他面前，他都没有发现。豆蔻回头看着离去的宋谦，眼眸一时伤神，眼底隐隐流逝过一抹恼意。那个安氏二手货。而谢景云刺激走了宋谦后，低头重新拿起了一枝花，插在了花瓶里，压抑的情绪消散了不少。闹吧，闹得越厉害越好。夫人。豆蔻走到谢景云面前，给谢景云行礼。谢景云道：
你原就姓窦，日后就让院里的人唤你窦姨娘吧，就住在韶庆楼，与安氏一块。侯府的规矩我就不与你说了，想必你是知道的。窦寇现在心烦得很，但是又感激谢景云还记得他。夫人，妾知道自己的位置，妾也知道该怎么做才不会让世子酿成大错。今日之事不能再错下去，否则世子便要被那个女人给毁了。唉，提到这，谢景云一副伤神失落的模样，放下了手中的东西说：“你伺候过世子，又是留在世子身边最久的人，若你能规劝一二，早日给世子生个一儿半女，世子兴许。”说到这，谢景云就没有再说下去了。窦寇却动了心思，给谢景云扶了一个身，便转身离开了。花溪瞧了眼离去的窦寇，心里还生着闷气。谢景云看了看花溪，轻声说道：“就算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承认泽哥是世子的儿子。”花溪这才开口说话：“那就让孩子自己承认。”第107章15，不能由他们的女儿来说，必须得由他们的儿子亲口说，当众说出来。梁红培半靠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从斗彩匣子里翻出来的字条。字条上的字刚正有力，不似女子的比例，可这的确是从谢景云的匣子里拿出来的字条，还是谢景云留给他的字。江淮往梁红培那看了一眼，满眼好奇地问：“主子说的什么？”15上山。上山？江淮眉头一皱，愣住了。就这样吗？梁红培眯起了眸子，侧目盯着斗彩匣子看，心情颇好。你说，如此聪慧的女子，她肯定也不愿继续困在这道德败坏的侯府吧？江淮嘴角抽了几下。主子，你到底想说什么？15上山。他把字条收进了自己的匣子里，要不帮他一把？主子，你要干嘛？你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要敢把谢家女骗出侯府，别说皇上，梁王不饶你，谢家也不会放过你。江淮眼神暗示的很明显。梁红培低嗤冷笑，手里捏着一枚从匣子里拿出来的楠木佛珠。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是可惜了，那样的女子要困在这种地方。只要联系上萧家的人，她很快便要离开这里了。在走之前，她应该做点什么呢？3更天，醉花楼，一道身影从里面走出来，他脸颊微红，带着微醉的疲乏感，朝着黝黑的大道走去。快到永宁侯府时，几道身影突然从小巷冲出，套住了男人的头，然后乱棍打在对方的身上。男人痛苦的大叫大骂：“谁啊！住手！我可是勇！”啪啪啪，四周的黑影一顿乱棍之后，就快速撤离巷子。等到男人忍着伤痛艰难脱去麻袋的时候，行凶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男人破口大骂：“混账！到底是谁？你们给我出来，别让我抓到你们！”他摸着黑往回走，可是走没2步，突然跌进了一个黑坑里。男人大叫了一声，就没了声音。直到天亮，谢景云收到宋谦昨儿个夜里喝得烂醉，掉进了别人家的粪坑里，爬了很久才爬上来，后来又被流浪狗追赶的事。花溪禀报此事的时候，都是捏着鼻子说，听说世子回到侯府的时候，还被守大门的门卫狠狠打了好几棍。世子不光浑身是屎臭，貌似昨夜摔倒的时候，把脸碰得鼻青脸肿，守门的都没认出世子来。赵嬷嬷听了之后，深长地叹了一口气，却是暗暗皱紧了眉头。袁妈妈也不自觉地摇了摇头。谢家的公子从来不会宿醉回来，还在回来的路上搞得这么失德的事情。再看看他们的夫人，就是谢家出来的姑娘，亦是品行德才兼备。这时李妈妈走入玉斐阁，花溪这才没有再说下去。倒是李妈妈的脸色不大好看。夫人，老夫人让你去一趟慈松堂。谢景云看向李妈妈的表情，就猜到老夫人要来兴师问罪了呢。第108章报官。慈松堂，谢景云重重的拍桌声响起。谢景云刚踏入慈松堂，宋老夫人就愤怒地喝道：“你们谢家太过分了！”谢景云面无表情地站在大厅，嗓音清冷，声色带着嘲讽：“不知我谢家又做了什么，让老夫人如此动怒？谦儿昨夜出去被人蒙头打了一顿，难道不是你三哥派人去做的？”宋老夫人认定宋谦是被谢礼打伤，势必要追问此事，让谢家给他们侯府一个交代。他以为这样便可震慑住谢景云，然而谢景云却不缓不慢地问道：“报官了吗？”宋老夫人一愣：“报官？怎么可能报官？若是报官，那谦儿昨夜的行踪岂不是让人知道？现在正是多事之秋，他们私下攀附梁王这事，要是被皇上知道，那还了得？家丑你懂不懂？亏你读得了几年书，怎么连这道理都不懂？这事怎能拿去报官？老夫人既然没有报官，那就拿出证据证明此事是我三哥所为，否则老夫人平白无我三哥的名誉，我可要报官了。”说完，谢景云转身走了出去。宋老夫人看到他这态度，倏地站起身：“谢景云，快拦住夫人！”李妈妈挡在了谢景云的身前。花溪、花荣、白露、香露则被慈松堂的人拦在院外。
谢景云冷笑了一声，回头看了一眼宋老夫人。宋老夫人被他脸上这一抹笑精的汗毛树立，没一会儿，赖嬷嬷和张氏就跑着过来。张氏指着外头对宋老夫人说：“老夫人，不好了，官府的人来了。”什么？宋老夫人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抬手指着谢景云，咬牙怒道：“你怎么能报官？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蠢会害死谦儿？”谢景云笑得风轻云淡，一没偷，二没抢，三没作奸犯科，又何惧官府的人来查办？你们红口白牙一滋，就要诬陷我三哥，凭什么？你……宋老夫人顿时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做事就要被气得倒下。这时李妈妈唤了一声：“梁府医，谁让你来慈松堂的？”他们在处理家事的时候是不希望有外人在场的。谢景云扫了一眼刚走入慈松堂的梁红培，说：“是我派人去雨轩楼请梁府医过来给老夫人瞧瞧，怕老夫人身子顶不住，有梁府医在旁，随时可以救治。李妈妈还拦着梁府医做什么？你没看到老夫人因世子的事急得脸色发白，就要晕过去了吗？难道你是想害死老夫人？”天哪！谢景云几句话把李妈妈吓得扑通跪在地上。天地良心啊！夫人，老奴对老夫人忠心耿耿，岂敢有谋害之心？方才老夫人可是听了夫人几句话。让开！梁红培直接从李妈妈面前走过，生生打断了李妈妈的话。宋老夫人猛地反了几个机灵，哪里还敢再拿装晕来吓唬谢景云？他就怕他一倒下，谢景云就叫人把他抬进棺材，直接埋了他这老骨头。真是反了天了。第109章梁王。宋老夫人眼睛像能淬出毒液，这些日子积压的怨气从眼底迸发，冷冷地盯着谢景云。昌大人已经带着官兵把整个慈松堂包围了起来，这让人哪里感受到了是来查案的，倒像是来圈禁犯人的。约莫1个时辰，前往谢家调查谢礼的官兵回到了慈松堂。昌大人问道：“查得怎么样？”小的去谢家盘查询问谢府的下人，皆说谢三公子昨日并没有回府，而是去燕北城郊外相看一片桃林。小的便快马加鞭赶到燕北城门，问守门将军，守门将军也说昨日晌午出城，至今还未回城。官兵说完便往后退了一步。宋老夫人脸色阴沉，昨夜打伤我孙儿的人不止一个人，若是买凶伤人，那也可以不在现场，这是谁又说得准呢？谢景云冷笑。派去调查宋谦的官兵也回来了。昌大人问道：“世子怎么说的？”世子说昨夜是他没有看清路，跌入坑里，惹得一身泥泞，回侯府后守门的人没有认出他来，才发生了这起乌龙事件，要大人不必再查了，没什么大事。官兵说完，宋老夫人脸色非常难看。怎么会？张氏不服，不可能，他明明是被人先套了麻袋打的，昨夜我回来说的。既然如此，那不如请世子出来当堂说清楚。谢景云摆了摆手，昌大人也很支持谢景云的做法，没有阻止。可宋老夫人却险些被张氏气死，她咬了咬牙，重重拍桌道：“不必再去折腾谦儿了，他都这么说了，想必这是一场误会。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以免太太心里过不去这个坎，还是让人把世子抬过来，让世子当面解释清楚，如此才好。”谢景云回头看向院外，宋老夫人眼皮子狠狠跳了2下。景儿，宋老夫人若是觉得这样不妥，那就请世子回顺天府医，下官自会派人去请谢三公子当堂对质，给世子一个交代。昌大人看宋老夫人不情不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拖延时间，当机立断地说。宋老夫人听到这话，一下子没了脾气，不必了，还是请世子过来一趟吧。话落，宋老夫人朝张氏那狠狠剜了一眼。那边宋谦根本下不来床，他浑身酸痛，明明只是外伤，却感觉好像骨头都被打碎了，无法起来。门外等候的官差说：“请世子随我去一趟慈松堂，当面说清楚昨夜之事。”宋谦痛的脸色扭曲，脾气也暴躁了几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必再查此事。侯府大太太对世子的话有质疑，世子夫人提议让世子当面说清楚。什么？娘对他说的话质疑什么？宋谦被人搀扶到慈松堂时，感觉自己去了半条命。他坐下椅子的时候，几乎是咬牙切齿地看着谢景云，心里对谢景云越发不满。这就是祖母说的体贴端庄、温婉娴熟的世家贵女。自他回到侯府后，他好像没有过一日舒服的日子，而他还天天搞事。麻烦世子说清楚，昨夜世子去了何处，跌落哪个泥泞，可有人证？宋谦猛然握紧椅子扶手，不敢正视谢景云。他昨夜去见了梁王。第110章劝和。武将与皇子、亲王走得太近，那就是大忌。何况如今正是烽火头上，朝堂未选储君之事热议，他更不应该与梁王走得太近。而谢家又一向秉承世俗规矩，不会赞同他的做法。谦儿，顺天府医的人在此，你如实说出昨夜的情形，让昌大人好好查查行凶之人，一定不要放过殴打你的人。张氏看宋谦不说话，站起身，心疼地看着儿子说道。宋谦只觉得嘴角抽得痛，不想听到张氏说话。
顺天府尹的人办案刁钻，特别是被昌大人缠上，不刨根问底问出些什么，誓不罢休。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想到谢景云竟然会去报官。想到此事，他牙疼的不行，抬手扶着嘴角道：“母亲，我方才已经同官差说清楚了，此事与他人无关，是我昨夜喝多了酒，不慎跌入泥坑里，弄脏了身子。”说完，他抬头看向昌大人：“昌大人，此事辛苦你了，这是一个误会。”这怎么会是一个误会呢？你昨夜可不是。张氏，住口！宋老夫人猜到宋谦有难言之隐，重重拍桌阻止张氏说下去。张氏愣了一下，不解地看向宋老夫人。宋老夫人冷冷瞪他：“谦儿都当面说清了，这件事情与任何人无关。”说完，宋老夫人又向昌大人说道：“昌大人，此事已经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误会，就不必再查下去了。”不等昌大人回应，宋老夫人就赶紧让李妈妈拿上钱袋子，把顺天府尹的人赶紧送出去。就连梁红培也被他先打发走了。谢景云扶了一个身，也打算离开慈松堂的时候，宋老夫人赶紧叫住了他：“景儿。”谢景云刚走下一个台阶，就停下脚步，回头看向身后。宋老夫人对谢景云的态度180度的转变，她红着眼眶对谢景云说：“景儿啊，我还有几句话想与你说。”谢景云回到了大厅。宋老夫人道：“我知道这些年你在永宁侯府过的苦，谦儿近日做的也委实不像话，可你们毕竟是夫妻，你心里受委屈，有什么气可以和祖母说。”“不敢。”谢景云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宋老夫人看他油盐不进的样子，心里一阵发寒，就怕谢景云真的对永宁侯府寒了心，往后都不再管永宁侯府了。不过他倒是懂得谢家的短处，知道要如何拿捏谢景云。你和谦儿怄气可以，但不要气太久了，免得气坏了自个的身子，毕竟这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不是？你总不能因为安氏的事情和谦儿闹和离，再说世家也不允许出和离妇。你想想，你谢家那位大房嫡女，3年前被魏家休出，现在又落得个什么样的日子了？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这样过着还不如和谦儿好好过好日子，将来再生个嫡子傍身，这永宁侯府又有谁能撼动你的地位？总好过像你那堂姐如浮木一般在外漂泊的好。呵，宋家人哪来的资格说他大姐姐谢景华？第111章算计。老夫人，谢景云黛眉微颦，对宋老夫人所说的话感到不喜厌恶。更何况大姐姐的事情，宋家的人当真没脸说。你莫要搞混了休出与放妻的概念。谢景云冷着脸说道。宋老夫人眉头也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对她来说都一样，说好听了是放妻，说难听就是被休出，魏家人不要的妇人，这有什么区别？魏家满门忠烈，恪守规矩，从不曾做出过辱没家族、背信弃义之事。我大姐夫更是重情重义、铁骨铮铮的男儿。他留下的遗书放妻，是对我谢家的尊重。魏老夫人更是深明大义，体恤我大姐姐尚且年轻，不敢拖累，遵循大姐夫遗愿，放妻和离。对比宋家，宋老夫人当年西关噩耗送回，宋老夫人第一时间就上门要求她嫁过去。祖母本是不愿，但宋老夫人叫上宋家宗亲，软硬兼施，再加上谢家出了个那样的主母和当时的她，权衡利弊下，她不敢因她的原因拖累了几位哥哥的前途名声，这才主动求到祖母面前，做好了一辈子守寡的准备，抱着宋谦的牌位嫁进宋家。当年她才11岁，再过2日便是12岁的生辰。而她大姐姐同样结了武将世家，大姐姐虽是不幸，却也是幸运的。最起码大姐姐的姻缘是大姐夫跪在谢家门前求了7天7夜才求来的，说休出就是在侮辱他大姐夫与大姐姐。就宋家这些个道不清理不完的事儿，老夫人莫提我谢家也罢。谢景云说完，便朝宋老夫人那扶了一个身，转身便走出了慈松堂。宋老夫人明显被谢景云气急了，再加上梁婉之闹出来的事儿，等谢景云离开后，宋老夫人再也绷不住情绪，伸手摔了一旁的茶杯，怒吼：“都是那个贱蹄子搞出来的事儿！老夫人，你先消消气，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个善后的人。奴婢看夫人也在气头上，咱们得先安抚好夫人，才能让夫人出面摆平世子与安氏的丑事。”李妈妈上前忙着安抚宋老夫人。宋老夫人气到身子颤抖，要不是那个贱蹄子，姐儿与谦儿怎会闹成如此？我也知道要让姐儿消气，可你看她刚才说的那些话，我看她是心里有怨，怨我当年硬要她嫁到永宁侯府来。宋老夫人咬牙切齿，恨透了梁婉之不识好歹。李妈妈眼底尽是算计，夫人有怨又如何？她如今还不是得守着咱们侯府的规矩来，任她谢家再如何能耐，难道还能接受一个和离妇不成？老奴看，等世子好了，就让世子赶紧与夫人圆房，早日生下一儿半女，女子交出了身子，就能全心全意为自己的男人着想。世子回来也有些时日了，该与夫人圆房了。宋老夫人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满是死灰的眸子燃起了希望，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你说的没错，姐儿与谦儿该圆房了。第112章易容。
夫人，打听到了。花溪手里拿着一包福禄楼的糕点，放到谢景云的桌上，压低声音说：“奴婢的哥哥托道上的人打听，昨夜世子去万花楼见过梁王殿下，出来的时候被几个蒙面的黑衣人套头暴打了一顿。刚好那群人中有一位是奴婢的哥哥认识的，他告诉奴婢的哥哥，有位男子花高价请他们打世子。那个男子穿戴包裹的严实，高有足1.9米以上，应该是一了容，不好认出身份，但是出手阔绰。”谢景云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前世宋谦与梁婉之救下那人，这一世宋谦竟暗中勾结上梁王。那梁王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前世为了讨好景仁帝，偷阴剖心炼什么长生丹药，与那人斗得十分厉害。梁王成也好，败也罢，永宁侯府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宋谦这是在自掘坟墓。花溪又继续说道：“只是有一点可以断定，此事绝不是咱们三公子做的，光是身高就对不上。”谢景云脑海中浮现了一道修长精瘦的身影，他知道是谁干的了。一旦那人得势，不会放过永宁侯府的。这时袁妈妈掀开帘子走了进来：“夫人，李妈妈来了。”谢景云回过神来，说：“让李妈妈进来。”袁妈妈走出去后，李妈妈怀里抱着一盒匣子走入内室，向谢景云行礼道：“夫人，老夫人让奴婢将宫中的入账送过来。老夫人年岁已高，店里头的事情越发力不从心，导致手底下出了乱子，经营不善，亏损的厉害，还要劳夫人多上点心，该如何处理，便由夫人做主。”谢景云唇角轻扯开一抹冷笑，并没有推脱此事。他算准了最后这烂摊子会丢回他手里，倒是没想到老夫人会亲自叫人送过来，只是不知这次又想图什么。袁妈妈伸手接过李妈妈手中的匣子，然后放到谢景云面前。谢景云当着李妈妈的面打开了匣子，里面放着一沓银票，粗略一算，约莫也有1-2万银票。这些怕是老夫人好不容易从自己身上抠下来的血肉。老夫人还说了什么？谢景云放下银票，合上了钱匣子，不冷不热地问道。李妈妈挺直了腰杆，传达宋老夫人的话。老夫人说，近日侯府频频生事，这个月15，夫人和大太太一块去庐陵寺上香祈福，去眉头，到时世子的伤怕也好了不少，世子也会一块陪同。不光世子会去，广泽少爷也要一道去。那日不光他们要去上香，他们还打听到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要上香。李妈妈虽然没有明说他们的计划，可是当听到宋谦也要去的时候，谢景云心里一下子升起了警觉之心，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诡计在，不过这也称了他的意。这个月15，他约了萧桑婉去庐陵寺上香，倒是可以叫二婶一道去呢。回去告诉老夫人，15那日我会早些起来，与母亲一块去庐陵寺上香。男主快要以真面目与女主正面交谈了，卑微的求追书的宝子点催更合留言。第113章，谢家。谢福，广文堂有什么不好？你怎地突然要辞去广文堂一职？谢景云的父亲谢和轩把谢景玉的写的文书重重地拍在桌上。谢景玉平静地看了一眼桌上的文书，道：“我在广文堂已待了3年，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再等2年，便能升为广文堂院士。你如此一走，岂不是白白地浪费了这3年时光？”谢景玉微微抬眸，看向自己的父亲，双手微微攥拳，反问谢和轩：“父亲可知永宁侯府发生的事情？”谢和轩眉头一皱，他在内阁忙得焦头烂额，谢景云又是最省心的女儿，倒还不知道永宁侯府出了那档子破事。他回头问身后的管事：“永宁侯府出了什么事？”父亲不如来问儿子吧。谢景玉将昨日情形一五一十的描绘。谢和轩从头到尾都是凝着一张脸，看不出喜怒悲欢。最后他也只是皱了一下眉头，道：“永宁侯府的事情，你妹妹处理不错，老三的确不应该在大庭广众打骂宋谦。”父亲，谢景玉听到这样的答复，不免心寒。这时房门直接被人推开，谢礼风尘仆仆从外面走入，隐忍着心中的恼意向谢和轩行礼。谢和轩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谢礼行完礼后，已是忍怒到了极点：“父亲，妹妹是处理得很好，大度、端庄、宽厚，可你只看到了妹妹的这一面，你有没有看到妹妹被宋家的人那样欺负？”谢和轩眉头猛然又蹙紧，声色严厉喝道：“你怎么和我说话的？尊长孝道礼仪都忘了？”他抬头看了看兄弟二人，终于明白了谢景玉与谢礼的心思：“你们今日是为了你妹妹的事来，那你们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不想让小妹到别人家里受委屈。祖母昨日若在场，定是要被那场面活活气死。小妹知道祖母疼她，昨日的帖子并未送到家中。”谢礼言为染上红晕，呼吸略略急促，想起宋谦与那妇人的丑事，他就恨得咬牙切齿。谢和轩道：“此事不让你们祖母知道是对的。景云生是宋家的人，死是宋家的鬼，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爹，谢礼没想到谢和轩不打算管此事。谢和轩拍了一下桌子，反问谢礼：“你想管你妹妹，你拿什么管？你如今的身份如何说动谢家宗族的那些人？”谢礼，收起你的心思，别以为跑了几年伤，
见了些世面，就拿外面那些不成条的规矩教坏你妹妹。谢家不是只有你兄妹几人，我不可能让你们毁了谢家宗族其余人的名声。你……谢里面红耳赤欲要反驳，被谢景玉拉住了胳膊，拽了回来。谢里回头看谢景玉时，怒目怔怔。老三，谢和轩低声说道：“跟我出去吧。”谢和轩指着谢里道：“带出去，好好和他讲讲其中厉害。我不管你在外经商1年半载不归，你倒是越发没了规矩。”谢景玉拉着谢里走出书房，两人走了很远，彼此才渐渐冷静下来。谢里抽回自己的手，心有不甘地说：“为什么就光我们不能？小妹付出了7年，等回一个这样的人。”谢景玉没有说话，静静地听谢里发泄自己的内心。等他说完后，谢景玉道：“谢里，你想不想小妹堂堂正正从谢家大门回家？”第114章纸条。谢里眉头微动，脑海中浮现谢和轩书桌上的那一封辞退书，眉头又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垂下头，坚定地说道：“不管谢家准不准许，我谢里绝不准许宋家的欺负劲儿。我答应过母亲，一定要保护好妹妹。”他不想去揣测谢景玉的想法，但谢和轩的教规、谢家的礼仪、宗族的枷锁阻止不了他的脚步，大不了他带着妹妹远走高飞，去不被世俗羁绊的地方。谢景玉从自己的衣里拿出了一张纸条，递给谢里。这是什么？谢里低头看了眼字条。谢景玉说：“你打开看看，是小妹留给我的。”谢里犹豫了一下，他心里其实知道谢景云是个什么样的女子，而他所做的所有决定，最后都得要谢景云点头才行。可他还是打开字条，看了看，愿偶终散，自寻去处。愿偶终散，自寻去处。谢里捏着字条的手微微颤抖，眼尾红晕更加明显，心里颇有些欣慰。不要冲动，刚才父亲的话语里已经与我们说得很明白，自强自立，你才能驱使他人按你的规章制度，否则我们只会害了小妹。有妹妹的决心就足够了。谢里攥紧字条，转身回了自个的院子。而谢里不知道，还有一人给他送了一张字条。谢景玉低头看匿名者给的字条，上面只有简单的一行字：15庐陵寺。你疯了！江淮现在很焦虑，很着急的抓挠脑袋。你给谁送小纸条呢？谢二公子呀。是啊，你也知道那是谢二，你疯啊是不是呀？你给他传字条，那谢家是什么门风？你抽风了！男子坐在书案前，慢条斯理地写着一张方子。江淮双手撑在桌上，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主子，是你抽风了。那谢二出了名的头脑灵敏，正派作风，你给他塞小纸条，你是不是嫌自己命太长？梁红培眉头一挑，连个眼神都没给江淮。蠢！江淮，他拿起刚写好的药方，吹了2下，道：“我是以萧文博的身份给谢二字条，有什么问题？”江淮愣了一下，倒是没想到还拐到了萧家去。你也说谢二正派作风，谢家至今不曾支持过哪位皇子，不就是在等我吗？江淮抬手擦了一把冷汗，主子的脑子果真是又抽风了。人家不占任何皇子，不代表在等你。那他们等谁？江淮低下头反省了一番，等嫡长皇子死而复生。这是一个伤感的话题。萧皇后先前还有一位皇长子，11岁陨了。七皇子是萧皇后老来得子，好不容易生下来，养到了8岁，又被送到陈国为质。皇后的身子便是这样一夜垮了。七皇子人还没到陈国，就传来萧皇后轰了的消息。主仆二人一时间谁都没有开口说话。梁红培打破了这悲郁的气氛。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若萧家和我想要有一条活路，谢二是我唯一的出路。我要与谢二公子谈一个条件。第115章15。9月15清晨，你带着泽根儿与姐儿一辆马车，下了马车后，让你母亲也一块跟着。有你们带着泽根儿，姐儿也不敢说什么，明白吗？宋老夫人一早就醒了，为了泽根儿拜师不再出任何差错，她仔细叮嘱宋谦与张氏。在说到最后一句明白吗时，目光凌厉地看向张氏。张氏道：“母亲，我正有这打算呢。你放心，这一次没有那小贱蹄子在一旁捣乱，泽根儿拜师的事情绝不会两者出差错。”哎呀，我原以为我赶得够早，没想到大嫂比我还早。卫士的声音从院外传来。宋老夫人眉头一皱，她什么时候回府的？她本打算让卫士过完15再回来，不想卫士竟敢在这节骨眼回府。等卫士走入大厅时，宋老夫人发现宋哲言竟然也回府了。哲言怎么回来了？宋老夫人的眉头皱得更紧。卫士说，哲言入沈园也有10天半个月，南山先生说哲言表现得好，学习刻苦，就放哲言今日回府休息1日，明日一早，南山先生会派园子里的人来接哲言。宋哲言向宋老夫人、张氏、宋谦一一行礼，姿态越发笔直端正。张氏看在眼里，心里却堵得慌。宋老夫人只是淡淡的看了宋哲言一眼，对庶出一房如何都无法入心。花荣走入慈松堂禀报：“老夫人、太太、世子，夫人已经安排好了马车，可以出发了。”
去哪呢？卫士两眼眯起，盯着夹在张氏与宋谦中间的宋广泽，一脸幸灾乐祸。张氏剜了卫士一眼：我们去上香，与你何关？上香啊，那赶巧啊，一块去庐陵寺上香，我带上折颜一块去拜拜，正好去给七娘娘还愿呀。卫士说话时眉飞色舞，似乎是早已看透了张氏那些心思。宋老夫人眼皮子一跳，她要跟去，那还了得？你去还什么愿？宋老夫人道。张氏也咬了咬牙，没好气地说：早不还愿，晚不还愿，偏偏赶在这时候去还愿呀！大嫂这话说得好没意思。我先前向七娘娘许愿，保佑我折颜好好念书，积极上进。如今折颜托我们姐儿的福，拜了南山先生为师傅，正巧折颜今日在家，怎地到了大嫂嘴里，一股子阴谋阳谋，满脸的不乐意呢？你张氏听完，心里越发难受。你个嘴碎的，得意个什么劲？正因为卫氏的孙子拜了南山先生为师，张氏心里也不愿输给了庶出的二房，怎么都不能被卫氏压了一头。宋老夫人脸色一沉，正要说什么时，谢景云从外面走入。张氏看到谢景云来慈松堂，越看谢景云心里越发不满。要不是谢景云多管闲事，给宋哲言引荐南山先生，现在哪轮得到卫氏在他面前蹦跶？于是张氏冷着脸问：马车都安排好了？母亲放心，马车都安排好了。谢景云不冷不热地说。宋谦当着谢景云的面，光明正大牵起了他和梁婉之的儿子，从谢景云面前走过。到了大门，宋谦准备抱起宋广泽上最大的那辆马车时，谢景云却转身去了后面那一辆马车。张氏与宋谦都愣在了原地，这怎么回事啊？谢景云怎么跑到后面那辆马车去了？第116章马车。谢景云去了后面的马车，宋谦把宋广泽放到马车旁，转身走到谢景云面前，一手挡在了马车车门前，面色有些阴沉。你什么意思？谢景云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手，眼神冷冷淡淡的扫过宋谦。他以什么身份坐在我身旁，与我共用一辆马车？你……宋谦没想到谢景云会和孩子斤斤计较，还说什么世家贵女，却是个心眼比针还小的女人。可谢景云的话也叫宋谦愣是想了半天。以儿子的身份，那他就是贱妾所出；以继子的身份，那他还是贱妾所出。宋谦转头看向眼眶红红的宋广泽，心里不忍，见不得儿子受这般屈辱。他只是一个孩子，尊是尊，卑是卑，贱妾之子，世子爱屋及乌，愿意捧在手心，可却莫拿你的私心来辱了我的身份。谢家没教过我这样的规矩。说完，谢景云掀开了马车帘子，上了马车。宋广泽这些日子受尽府里下人的白眼，虽然众人都不敢说，他却敏感地发现众人看他的眼神鄙夷、冷漠、嘲讽。现在听到谢景云的话，积攒了些时日的委屈，一瞬间爆发大哭，呜哇！宋谦眼睛发红，瞪视了一眼微微晃动的马车帘子，双手握拳轻颤，却不想在今时今日和谢景云再争执这个问题，转身走到了宋广泽的面前，抱着他直接上马车。他今日就要告诉谢景云，他就要破了他眼里的规矩。可张氏气不过来，快步冲到了谢景云的面前，掀开了帘子，就要骂骂咧咧时，谢景云微微侧目，声色听不出半点愠怒，嘘嘘说道：太太今日出门，怕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一个贱妾的儿子和我争吵。张氏感觉自己的喉咙一瞬间打结了，干瞪着谢景云发火，转头看了眼路过的行人，嘴角气到颤抖。他也知道今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不能因为这点事坏了大事，便忍了下来。转身的时候，就看到卫士带着宋哲言上了后面的马车。张氏心里窝火得很，转头就去了宋谦那一辆马车。宋广泽哭得厉害，吵着要梁婉之。张氏听到宋广泽的话后，心里更加烦躁。泽哥儿，别哭了，你跟着爹，跟着祖母，祖母给你找了个比宋哲言的先生还厉害的人叫你，你想不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将来让你娘堂堂正正站在人前，不让他再被别人欺负？宋广泽听到张氏这番话，果真不哭了。他擦去眼泪，嗓音带着哭腔，想我想，那就要读书读得比宋哲言还厉害，将来封后拜相，得了滔天权势，你就可以让你娘站在人前。张氏道。宋谦没有否认宋广泽的话，这的确是唯一的出路。只要我很厉害，娘就不会再被夫人看不起吗？宋广泽听到谢景云那样说自己的母亲，心里很伤心难过。夫人好像一直都不喜欢他，他不明白为什么呢？没错，现在夫人比你娘厉害，我们待会要好好跟着夫人，等你借夫人得势，你想干什么都行，懂吗？宋广泽抿了抿嘴，握紧拳头，点了点头。他懂了，只有夫人才可以让他出人头地。第117章敬畏。什么玩意，也想把那低贱的东西送到夫人身旁，与夫人共用一辆马车。马车里，花溪愤懑地说道，可心里依然很不满意宋谦的做法，抬头看了看谢景云的方向，夫人，这要等到什么时候？谢景云知道花溪在问什么，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公布真相，让世人都知宋广泽就是宋谦与梁婉之的孩子，让所有人都知道梁婉之的身份？快了！宋谦与梁王勾结，他出自谢家，立场与谢家一致，支持先祖弟规训，立嫡立长。如今嫡出一脉尚且流落民间，宋谦就暗中与梁王来往，意图明显。等东窗事发时，他嫁入宋家，又身为谢家女，那谢家又岂能安然？到那时，恐怕就是宋府拖谢家下水的时候。梁王好算计，他不会让梁王阴谋得逞。算算日子，大哥快要班师回朝了，他要等一个真相公众的好时机。马车到了庐陵寺，宋广泽自己走到了谢景云的身后。花溪冷冷地扫了一眼宋广泽，那孩子立刻缩起了脖子，随后又想到了什么，他的脖子慢慢地直了起来，低声地唤谢景云夫人。谢景云淡漠地扫过他。这时卫士带着宋哲言过来，宋哲言一脸敬意地向谢景云行礼，堂婶。谢景云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恩师送来书信，说你天赋极高，学习刻苦用功，近日开始学习绑着沙袋握笔了。宋哲言笑着点头道，先生说的书很动听，我听着很有兴趣，然后就一听便能慢慢悟出来了，这是先生教的好。我听说堂婶小时候练字也绑沙袋。谢景云与宋哲言一边走一边聊，话题都围绕着学习方面。卫士走在前面细细的听，赶在后面的张氏看到谢景云与宋哲言走到一块儿，聊得有滋有味，脸色顿时铁青。卫士这个小贱蹄子带着宋哲言来，是坏他好事的。于是张氏伸手一推，本想把宋广泽也推到谢景云身旁，跟着谢景云走。让张氏欣慰的是，宋广泽很醒目，小跑着走在宋哲言的身旁，问：哲言哥哥，你手上绑沙袋还能写字吗？沙袋沉不沉？卫士鄙夷地瞥了一眼宋广泽，对宋哲言说：改日让你哲言少爷绑上沙袋，写几个字，让你长长见识。张氏胸口火冒三丈了起来，一双眼睛狠狠地弯向卫士：你会不会说话啊？大嫂又生气了，那我少说两句，你高兴就好。卫士抬手轻轻拍自己的嘴巴，张氏嘴角抽动了几下。就听宋哲言认真严肃地对宋广泽说：成功不是一蹴而成，手腕缠上沙袋写字自然不如平日握笔舒服，但这样练出来的字笔锋有力，气势磅礴。我就在先生的书房里看了堂婶几年前写给先生的字，大气磅礴，笔锋犀利，我以为那幅字是男子写的，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堂婶一样写出一手好字。宋哲言看向谢景云的时候，一脸崇敬。宋广泽也抬头看向了谢景云，心里对谢景云慕名升起了敬畏之心。夫人她真的很厉害，好像比娘亲还厉害。最近带家人出去旅游，8月恢复稳定更新。第118章文百。宋广泽又看向宋哲言，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祖母说的没错，只要以夫人的名义，他就可以拜名师，将来出人头地，到时候娘也不用在人前低声下气。要不是哲言哥哥，现在拜南山先生为师的人也许就是他了。不对，要不是南山先生认出话，夫人也不会让人报官，娘也就不会被人打板子了。宋广泽脑子里想了许多，他想出人头地，他不喜欢南山先生，他要拜南山先生的死对头燕青居士为先生，这些都要靠夫人，可是夫人不待见他，他得偷偷的靠夫人的名义拜师。想清楚这一切后，宋广泽终于明白张氏与宋老夫人的良苦用心。等到谢景云和卫士、宋哲言、张氏和宋谦都走入七娘娘宫上香的时候，宋广泽却听到从里面走出来的青年男子与同伴说：听说燕青居士来了，就在前面的亭子看荷花，我们赶紧过去拜见燕青居士，若能入他门下，岂不是光宗耀祖的事？我怎么听说南山先生也来上香了？而且南山先生近日还收了一名学生，是宋家的。宋广泽听到这话，心情莫名有些复杂，这大概就是祖母说的出人头地吧。他看了一眼娘娘宫里的宋谦和张氏，转身就跟着人群去西河亭。而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宋哲言也看了宋广泽一眼。等到宋广泽消失在人群时，宋哲言才哎呀了一声道：广泽弟弟跑出去了。什么？他跑去哪里了？张氏顿时很紧张。宋谦也皱起眉头，四处扫视了一遍，都没有找到宋广泽的身影，问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往那。宋哲言指着宋广泽离开的方向说。宋谦转身就走出娘娘宫。张氏因为担心宋广泽，也跟了出去。张氏带来的下人很快跟着宋谦、张氏出去寻找宋广泽。谢景云一路绷紧的神经慢慢放松。宋哲言道：堂婶，我和祖母先出去走走。好。这次多亏了哲言，而宋广泽的心思也叫他心惊胆战。坏根子原来从小就有了，亏他前世心瞎眼盲。卫士被宋哲言拉走了。卫士不解地问：你小子在搞什么鬼？祖母，你不要问，这是我和堂婶婶的秘密。事关谢景云的事，卫士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再继续追问。总归不会是什么坏事。
而魏时一离开，娘娘宫里就只有谢景云和花溪。身后传来了萧桑婉的声音：“继儿。”谢景云回头看向身旁，萧桑婉已经跪在蒲团上，两人歪着头相视而笑，上香祈福。从娘娘宫出来后，二人就往东平院去。东平院要穿过一条竹林，院子雅静隐蔽，正是谈事的好地方。萧桑婉亲手推开厢房，拉着谢景云的手走进厢房内，里面檀香青玉，装潢清新。谢景云走入厢房时，就看到一个男子坐在轮椅上，他正是萧家长子萧文博，面容清癯，五官立体，皮肤过分白皙，显得苍白无血色，双膝下是一片空荡荡的断腿。第119章谨慎。萧文博呼吸一紧，朝萧桑婉那看了一眼。萧桑婉对他点了点头，走到了萧文博身后，说：“哥哥，那个药丸就是姐儿给我的。”说完，萧桑婉又对谢景云说：“姐儿，我哥之前精神状态意志不佳，浑身无力，没什么食欲。你给我的药丸，我哥都用完了。他现在早上起床，头脑不似以前那般沉重，胸口的闷痛感减轻了不少，手也能使出点力气了。”萧桑婉是想问谢景云七皇子的下落，可是这个话题太敏感了。皇室的人在找他，萧家的人自然也在找七皇子的下落。萧皇后临终前曾把一支势力转移到萧家家主手里，只有七皇子回归，才能唤出那支势力。现在谢景云知道七皇子的下落，而这件事情若让其他势力知道，对谢景云和谢家来说是灭顶之灾。他与萧文博对待此事小心谨慎。当然萧文博的好转在谢景云意料之中，他可以质疑那个男人的人性，却不可否认他过人的医术。萧桑婉的小心试探，他也看在眼中。曾经风华卓越的兄妹俩，早已被现实磨平了锋芒。他朝着萧文博微微点了一下头，道：“桑婉，萧公子，你们想见到的人，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过来找你们。”他朝萧文博方向看了看，又道：“萧公子的身子一时半会道不清楚，却不是不能治。眼下便是希望萧公子耐心等，我相信老天不负有心人。上一世萧家兄妹一世凄苦，他不想再看到前世的结局。他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变桑婉，改变萧文博的命运，因为他极其渴望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颠覆世俗，脱离流言枷锁。”而萧桑婉听完谢景云这番话，开怀的笑：“哥哥，你听到了吗？姐儿都相信你会慢慢好起来，我不许你再丧气度日。”萧文博脸上难得露出了一抹很浅淡的笑，却也只是单纯的对谢景云微微点了一下头。谢景云看着他道：“萧公子，你变了很多，我们都在成长，你也是。”宋夫人。萧桑婉心头微痛，看着二人，一个唤对方萧公子，一个唤对方宋夫人，他们曾经也是那么要好的玩伴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萧家与谢家就不再来往了？谢景云自是喉咙梗塞了一下，别开脸道：“是啊，都长大了，文柏兄的肩膀都能担起桑婉，为他遮风挡雨。”萧文博双手猛地握紧了扶手，自嘲一笑。他其实并没有谢景云说的那么坚强。萧家现在能用之人，不是死就是伤，他便是其中一个，终日与汤药为伴。他能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不要轻易把桑婉推出去，他唯一靠得住的亲人只有你。言至如此，希望萧文博能听得进去，我不便久留，你们再等一刻，他一定会来见你们的。谢景云转身，伸手推开了房门，风从门缝吹入，一袭熟悉的檀香扑鼻而来。谢景云迈着微步跨越门槛时，一道黑色身影蓦然从一旁出现在他眼前。他抬头一看，当看到那人面带奇丑的鬼脸面具时，谢景云心脏骤然缩紧。第120章所求。搭在门上的手下意识攥紧，脚步微微撤退了一步。只见男人也抬起一只手，大咧咧把只开了一半的门大大的推开，直到能够容纳他的身影迈入厢房。谢景云站在男人的面前，看着他抬起另一只手贴在鬼脸面具上，呼吸已经到了快要窒息的时刻。没一会儿，男人掀开了面具，额前两缕长发也随之被风吹拂开，一张惊为天人的面容一点点展现在谢景云的眼中。惊心动魄之后，谢景云慢慢的平复自己的情绪，重新正视这个男人。他衣着寻常，全身黑衣，腰上并无配饰，宽肩窄腰，都说人靠衣装，而这个男人却是靠着那张脸，将一套质感粗糙的衣物穿出了独特的气质。男人已经走入了厢房，又顺手关上厢房的门，对着谢景云作揖一礼：“洪培见过夫人。”谢景云心脏依旧跳得很快，却能应付这个男人前世带给他的冲击力，微微侧过身子问道：“你是谁？”男人动作顿了一下，收回了作揖的手，弹了弹衣上的灰尘，道：“在下顾长宁。”萧家兄妹顿时看向男人的方向，特别是萧桑婉推着萧文博走到顾长宁面前，跪在他面前向他行礼：“七皇子。”顾长宁坦白身份后，转身走到了罗汉床，身子端正笔直地坐下。谢景云回过身准备给顾长宁行礼的时候，顾长宁道：“起来吧。”谢景云动作停顿了一下，
扶了一个身，便缓缓起来。顾长宁双手摆在大腿上，盯着谢景云看了许久。那一句夫人是何时识破我的身份的话，一直没有问出口。谢景云以为顾长宁会问，然而夫人选在今日将萧家兄妹约出来，便是有意助我一臂之力，大恩在前，夫人想让在下如何还恩情？顾长宁倒是一个爽快之人，当然他也是个狠人。既然殿下把话说得那么明白，我便直言了。谢景云微微抬起下颌，道：殿下不能再回永宁侯府了。顾长宁剑眉轻挑，倒没想到谢景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还有呢，皇太后一直在寻找殿下，殿下不若去万宁行宫，由太后带着殿下回宫。谢景云希望顾长宁快速成长起来，在朝中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因为他等不及了。顾长宁必须离开永宁侯府。顾长宁薄唇微勾，俊颜挂着一抹浅笑，可那双黝黑的眸子却看不出喜怒。他的心思向来藏得很深。我回到宫中后，无根基，无地位，也很难得到皇帝的喜欢。毕竟皇帝对萧家及皇后都存了赶尽杀绝的心，现在萧家血脉中唯有他一人看起来还中用些。皇帝怕也是恨不得除之后快，以此掩盖他的恶行。殿下有一身本事，无需讨好上面的人，只要朝中有人认可殿下，得民心，顺应民心，行仁政，自然会有一大批人追随殿下，就要看殿下的取决。比如顾长宁用手支着额旁，靠在小方桌上。谢家是。谢景云利落地回道，但是殿下想要的东西都要比其他亲王艰难得多，殿下只能取巧，就好比殿下去谢家帮助了我祖母，得到了我二哥三哥的好印象。谢景云指着路给顾长宁走，顾长宁一点就通，薄唇轻扬，看向精明能干的谢家女。那么夫人所求的到底是什么？第121章毁话。很简单。谢景云垂下眼眸，低声说道，我助殿下建立势力，殿下将来要助我脱离永宁侯府。萧桑婉听到这番话，震惊地倒吸了一口中凉气，不敢相信谢景云竟然会有这种想法。顾长宁却干脆地应下，好。隔壁厢房，谢景玉将谢景云和顾长宁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江淮道，谢二公子，你听到了吧？我们殿下并没有利用夫人，这是一件共赢的事情。小的知道最近三公子为了夫人的事情奔走，他还在郊外买了一片桃林，打算建宅子。这个宅子怕是想留给夫人做后路的吧？江淮扯开大大的笑容，好言好声地说。谢景玉并没有江淮预料中的动怒，他端起茶杯喝茶，直到江淮把话说完，谢景玉才转头看了看江淮，起身道，我知道了。说完，谢景玉也推开门走了。离开的时候，他朝隔壁厢房看了一眼，正好与萧桑婉对视。他很快收回目光，离开了此地。而谢景玉前脚刚走，顾长宁后脚就走进厢房。谢二公子说了什么？我知道了。顾长宁双手负背，微微点头。他手里多了一枚黑色的虎纹玉佩。江淮不解地说，那谢二公子是什么意思？顾长宁拿起虎纹玉佩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道，去万宁行宫。去干嘛？江淮猛然想起万宁行宫里住着的主子，重重拍了一下脑袋，道，殿下，你终于想通了，找皇太后就对了。姐儿，姐儿，我终于找到你了。卫士在另一条走廊对着谢景云叫唤了一声，然后快步朝谢景云走来。跟在身后的宋哲言从容地紧跟在卫士身后。卫士走来后，扯着大嗓门道，你赶紧到西河亭看看你婆母去吧，她真是疯了。怎么了？谢景云微颦眉。宋广泽不知发了什么疯，跑到西河亭去把人家好不容易画了3个月的画涂鸦毁了，作画的主人一气之下吐血晕倒。他学生要宋广泽去找家长赔画，你婆母找到宋广泽后，听说要赔这个数，卫士竖起了五指，直接骂对方乞丐抢钱，喋喋不休。花溪听了卫士的话后，一脸嫌弃宋广泽，虽然奴婢不懂画，可人家画了3个月的画被他一瞬间毁掉了，要是奴婢指不定直接被气死了。这时宋谦带着赖嬷嬷找到了谢景云，你跟我去西河亭鉴定画。宋谦上手就要去拉谢景云，谢景云侧了一个身子，避开了宋谦的拉扯，道，世子要鉴定画，应该去找名画大师，现在不是怄气的时候。宋谦知道他有些本事，能够帮南山先生鉴定《富阳山居图》，那一定见识过其余名画，现在让他鉴定一幅乞丐画的画，想必也是可以的。谢景云冷笑了一声，走向卫士道，二婶，随我一道过去看看是什么乞丐不去外面讨钱，却愿意花3个月的时间作画，再跑到庐陵寺来讹一个孩子。第122章，名画不是讹钱是什么？还50万两，我看这画也就值个5两，5两我都嫌多，拿着一张破画，你以为你坑谁？你知道我儿媳妇是谁的学生吗？西河亭外围着许多到庐陵寺来上香的香客。谢景云刚走到西河亭人群外围，就听到张氏的叫骂声，卫士都觉得张氏骂得难听极了。宋哲言听了之后，
也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宋谦已经拨开了人群，张氏见自家儿子带着谢景云过来，腰杆一下子挺直了，道：“姐儿，你快过来看看这幅画，就这一幅画，他们竟敢开口要50万两。”张氏说完，宋谦也不认同的拧眉，回头看谢景云，而谢景云已经走到了石桌上，看向那幅被乱涂乱画的画作，一眼就认出了这幅前世名震大江南北的《汉河千秋图》，只是可惜了，画被毁掉了1/3，乱涂的位置正好掩盖住了画作者的字，导致无人认出那靠在年轻人身上、头发凌乱、胡渣打结、衣衫有3个月没换洗的长者是谁。怎么样？宋谦看谢景云一直盯着画，心里急着谢景云也与他一样否认这幅画的价值。这幅画不值钱了。长者的学生顿时大怒：“你一介妇人，你懂得什么画值不值钱？什么妇人不妇人？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她可是南山先生的得意门生，谢家嫡女，我永宁侯府的世子夫人，她读的书比你吃的墨汁还多。你质疑旁人，都不能质疑南山先生的眼光。”张氏听到谢景云说话不值钱的时候，好似身后长着一条尾巴，就差没翘上天去。宋广泽还上前朝着那位长者吐了一口口水。谢景云黛眉微颦，呵斥了一声：“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这幅画在胃里毁掉之前，它是无价之宝。”张氏脸色一变，转头看向谢景云：“你说什么呢？你刚才还说这幅画不值钱的，那是因为现在画已经被人毁了。”谢景云声音重了几分，目光冷冷地盯着宋广泽方向，所以他才变得不值钱。这幅画居士花了3个多月时间，只完成了1/3，你们随手一画就毁掉别人的心血，还出口恶言，恶意贬低对方的画，不送你们去官府已经是老人家的仁慈，区50万两能摆平，便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你……张氏气坏了，你还知道自个是什么身份吗？宋谦也冷着脸，觉得谢景云说的太夸张，只是一幅画，照你这么说，我若花3个月的时间画一幅画，也能卖到50万两。谢景云用着一种惊世骇俗的目光看宋谦，这里文人众多，来上香的还有出自书香门第的世家。宋谦随口一句话就足以让人众怒，而宋谦在说完这番话后，也下意识看了看四周，发现众人看他的目光充满着鄙色与怒意，顿时感到不妙。那可未必。谢景云看向长者，能画出如此巧夺天工的画作之人，也只有画痴燕青居士。张氏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随后表情一阵惊恐不安地看向长者，声音尖锐出声：“什么？燕青居士？”第123章认画。此时燕青居士已经缓缓转醒，谢景云站在燕青居士面前，缓缓一礼，道：“穆先生。”燕青居士，穆秀白，大名鼎鼎的大画师、诗人，只是他已退居幕后许久，早一波的学子只听过其名，不曾见过其人，无人认得出那满脸胡渣、两鬓白发的长者正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燕青居士。张氏看到谢景云来真的，还向那邋里邋遢的老头子行礼，眼前一阵晕眩。不可能，这样衣物破烂的人怎么会是他要请的燕青居士？他心里极力的否认，可是双手却在抖动。而老人家已经被他的学生扶了起来，眯着眼睛看向谢景云：“你是？”他的学生在他耳边低声介绍谢景云。燕青居士双眸一眼亮了，由上至下打量谢景云：“你是谢家小男？”“正是。”“小女初长成，见识也长了，你竟一眼看出这幅画是汉河秋景。”燕青居士的心情因自己的话做得到旁人的认可和赏识，而渐渐平复了下来。谢景云道：“我曾随祖父到过汉河，见过汉河秋景，一眼认得汉河之色。那你怎么认出是我的画？”“我的恩师教我认过穆先生的名画，每位画师都有自己的写实风格，而我刚好很崇敬穆先生的画，在家中收藏过《牛羊成群图》《江南暮春图》，是以方才仔细看过这幅画，认出了穆先生的画。”谢景云道。燕青居士忍不住的抹了抹泪，转头看向那幅《汉河千秋图》，可惜了你给这幅画提的好名字，这可是恩师花了3个多月才画成这般的画，怎料被这家人的孩子图画成如此。本来这件事情他们给恩师好好赔个不是就作罢，可是他们的态度实在是恶劣至极。燕青居士的学生愤愤不平地说。张氏已经被吓懵了。燕青居士那可是连皇帝都请不动的高雅之人，他的名望与南山先生并列。他本是带广泽来拜燕青居士为师，谁料到他们竟然又闯祸了，而且还是大祸。谢景云回头冷看宋广泽与张氏的方向，不知他们说了什么话，气得穆先生晕倒。燕青居士的学生说：“那位太太说不就是一幅画，他只是一个7岁孩子，难道你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家还要和一个孩子斤斤计较过不去吗？”张氏难堪的恨不得钻个洞躲藏起来。宋谦也脸色很难看，但是更多的是指望谢景云能够摆平此事。他看起来和燕青居士有些关系。谢景云冷笑了一声，然后转过脸，
没有替张氏说一句话。宋谦的脸色更加阴沉。谢景云，这是什么意思？不想帮？张氏脸皮子厚，拉着宋广泽走到谢景云的身旁说：“吉儿，广泽他什么都不知道，你既然和燕青居士相识，你看能不能？”不能。谢景云直接打断张氏的话。燕青居士看张氏与谢景云相识，问道：“你们是什么关系？”那位学生又在燕青居士耳边说明张氏与谢景云的关系。燕青居士听了之后，又看了看张氏手里牵着的孩子，那这个孩子是谁的？张氏嘴皮子刚一动，谢景云抢先回道：“是侯府世子这2日收入房中的贱妾之子。”宋谦听到谢景云这样介绍，犹如晴天霹雳。第124章毁话。原来是贱妾所出，难怪养成如此。他不是7年在外，怎么贱妾都有这么大的儿子了？听说是宋老夫人的远房亲戚，前些日子搞的什么认亲宴，结果那个女的勾引他，就……四周的妇人越说越难听。宋谦不想再待下去了。然而宋广泽没有承受住四周的舆论，顿时大哭了起来。他不是贱妾的儿子，他的爹爹是永宁侯府的世子，他不要娘亲当贱妾，他不要待在这里。宋广泽一直哭，而且越哭越大声。张氏心里憋着一肚子的火，不时地冷盯着谢景云那边，却又要向燕青居士陪笑。燕青居士生平最讨厌宠妾灭妻，张氏与宋谦刚才对谢景云的态度明显路子不对。他冷着脸道：“去报官吧。”哎，别！张氏被燕青居士的话吓到了。燕青居士说：“还是报官吧，免得说我这个老乞丐拿着话来讹一个孩子。”燕青居士的学生立刻转身离开。宋谦下意识上前挡住了那学生的去路，道：“穆先生，此事是孩子顽皮毁坏了先生的心血，我永宁侯府愿意赔偿穆先生的话，50万两，明日定送到府上。”燕青居士冷笑了一声：“你没听到刚才谢家小囡说话是无价之宝吗？”宋谦神色一愣：“这是什么意思？谢家的，你倒是说说，我这幅画该赔多少？”燕青居士问谢景云。张氏见此，暗暗松了一口气。谢景云是永宁侯府的人，他总不会看着永宁侯府因一幅画而穷困潦倒吧？我愿意出80万两买穆先生这幅画。谢景云道。这回换宋谦松了一口气，他就知道谢景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侯府倒霉。燕青居士神色顿住了：“你要这幅画？”“是，可这幅画并未完工。就算如此，晚生亦觉得80万若能买下穆先生的画，值得。的确不亏，这可是汉和千秋图呀。而且他不希望燕青居士放弃汉和秋色，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穆先生能够满足晚生。”谢景云道：“你说。”“希望穆先生可以继续创作汉和千秋图，今年后晚生能够在花开富贵的花展上看到先生的汉和秋色。”看到谢景云如此喜爱，燕青居士心里依然会有初次被人买下作品的欢喜与激动，尽管对方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晚生。会的。燕青居士回头看了一眼被毁掉的汉和千秋图，让自己的学生把画卷起来，放到画盒里，由自己亲手送到谢景云的面前，道：“残画一幅，怎敢收80万两？画送懂画之人。”谢景云向燕青居士行了一礼，然后如获珍宝的双手接过，转身对花溪说：“我们走吧。”张氏牵着宋广泽的手也准备离开，却被燕青居士喝住了：“慢着。”张氏回头看了看，笑道：“穆先生，你还有什么吩咐？毁画的账该算一算了，就按刚才谢家小囡说的价，赔偿我80万两。”第125章说服。永宁侯府慈松堂。什么？一道大吼声从宋老夫人嘴里传出，震得院子里的下人瑟瑟发抖，人人自危。则少爷毁坏了燕青居士的话，对方要侯府赔80万两，太太听到要赔80万两，当场就晕倒了，现在被人抬回院子，至今昏迷未醒。赖嬷嬷赶回侯府后，就火急火燎地冲进慈松堂。而宋老夫人听到赖嬷嬷的话后，一屁股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也是被吓得不轻。80万两啊，什么画值80万两？要这么贵吗？宋老夫人是理解不了文人那些雅兴，还有人花大价钱买文人手中的一个字，她就觉得对方傻不拉几。一幅字哪值那么多真金白银？如今一幅破画却要80万两。李妈妈说：“老夫人，则少爷毁掉的那是燕青居士的画，是太太先前要给则少爷找的名师，如今这样弄妻成拙，怕是成不了事了。”何止成不了事？赖嬷嬷道：“世子去找夫人鉴定那幅画的价值，本来对方只让侯府赔50万两，夫人去看了2眼，说那幅画是无价之宝，只是可惜被毁坏了。”宋老夫人听到这话，后牙槽狠狠一咬，这个谢景云说的是什么话呢？后来夫人说愿意花80万两买下燕青居士的画，燕青居士不但没要夫人的钱，还把那幅画直接送给了夫人。宋老夫人眉头微微展开，这不就解决了吗？幸好有姐儿在，否则侯府岂不得白白花这80万两？
不是这样的，老夫人。赖嬷嬷抬手擦了一抹冷汗，夫人接过话，转身离开了。太太也牵着泽少爷的手准备离开，却被燕青居士叫住，让太太赔偿他80万两毁话钱。这不是讹人吗？宋老夫人立刻怒了，他不是已经把话送给了姐儿了吗？凭什么还要我们拿80万两给他？夫人人呢？你让他过来见我，话是他拿的，他总该好好解决此事。他可是我们侯府的人，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侯府被人欺负？赖嬷嬷站在原地，欲言又止。宋老夫人皱眉喝道：怎么了？夫人和二太太去找南山先生，还未回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还有心思陪那玩意？你赶紧派人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带着那幅画还给燕青居士。他以为只要把画还回去，侯府就不用出那80万两。这时李妈妈看到宋谦从院外进来，老夫人，世子回府了。她快步走入大厅，脸色极其难看。宋老夫人道：谦儿，你媳妇人呢？她在后面。宋谦道：祖母，想必赖嬷嬷已经同你说了则根儿闯下的祸事，侯府能凑到多少钱？宋老夫人眼皮子狠狠一跳，你先把姐儿找来。没用的。宋谦握紧拳头，他不会帮我们。不可能，姐儿在侯府一直很尽心，咱们侯府能有今日，离不开姐儿的功劳。如今只要她一句话就能摆平，我不信她能让侯府倾家荡产买下那幅画。你去把她那幅画拿回来，还给燕青居士。宋谦眉头紧皱，心里还是希望宋老夫人能够说服谢景云。于是他又转身走出了慈松堂。第126章赠送。这是穆老头花了3个多月画出来的画。谢景云和卫士宋哲言碰巧在北佛堂碰到了南山先生。南山先生一脸惊愕地指着画，目光尽是惊艳之色。南山先生与燕青居士两人不和的传言，并不似外界说的那般，只是在学术上两人有些分歧。可两位大师都互相欣赏着对方，只是两人都不知道罢了。于是在两人看不见的地方又暗暗较量。谢景云道：是的，恩师，你看看这幅画还有没有机会修复？宋哲言双眸发亮，盯着南山先生，很想知道他的老师要如何修复这个已经被涂毁的画。南山先生微微皱眉，说：是那老头子让你来找我的？不是。谢景云道：这幅画穆先生已经送给我了，恩师你也知道我喜欢宝贝，见不得好东西坏了，便想找恩师试试。南山先生盯着画沉默了片刻，才回道：我拿回去试试看，是谁把他的画毁了，他岂不得被活活气死？气死了没？谢景云轻笑了一声说：还没呢，至于谁毁的画，恩师见过的孩子。孩子？南山先生下意识地回头看宋哲言。宋哲言吓了一跳，赶紧挥手摇头说：不是我呀，老师，是先前也想拜老师为师的广泽弟弟。南山先生的心情顿时不美了，他已经能带入燕青居士当时的心情了。这真是比吃了狗屎还膈应人。此子性格顽劣，若再不好好管教约束，他日……说到这时，南山先生又觉得此人和他没关系，他在人后评论他人实为不妥，把画留下吧，等我修复好了，让哲言送回去给你。好，多谢恩师。谢景云笑着扶了一个身。宋哲言随南山先生一块回沈园，谢景云与卫士坐同一辆马车离开庐陵寺。谢景云与卫士刚走入侯府，就碰见从内院走出来的宋谦。祖母有事找你，你随我一块去慈松堂吧。宋谦态度冷淡地说道。谢景云红唇扯开了一抹冷笑，径直地从宋谦面前走过，直接去了慈松堂的方向。卫士跟着去看热闹。宋老夫人横了卫士一眼，不待见卫士的到来，却没有驱赶。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了，这是家事。姐儿，则根儿毁了燕青居士的话，此事你知道吧？宋老夫人开门见山地问。谢景云道：知道，我当时还帮世子鉴定了那幅画。是，谦儿回来已经同老身说过了。你说那幅画是无价之宝。宋老夫人说到这话时，恨得直咬牙。后来你又向燕青居士买下那幅画。没错，我的确有心买下燕青居士的画。谢景云不躲不避，大大方方地回道：但是燕青居士不要我的钱，直接把画赠送给我了。那画呢？给我的恩师了。什么？宋老夫人气得从椅子跳了起来，指着谢景云，声音尖锐道：那可是花了80万买过来的画，你怎么能送给别人？宋谦也没想到谢景云会把那么昂贵的画转手送给南山先生。第127章圆房。谢景云听到这番话，快被宋老夫人给逗死了。他缓缓转身，目光清冷地盯着宋谦，问：世子没有和老夫人说清楚？宋谦眼皮子巨跳：你知不知道，你带着画离开后，燕青居士又朝我们要80万两，他要我们按着你出的价格赔画，这不就相当于侯府花80万两买下那一幅画吗？那需不需要我帮世子鉴定一下燕青居士所讲的话？宋谦神色一顿，不解地皱起了眉头。谢景云这话是什么意思？燕青居士是不是说毁画的账该算一算了，就按刚才我说的价赔偿我80万两？
谢景云黛眉一挑，赔偿，而不是买画钱，是吧？这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你拿了画，那80万两也该由你解决。宋老夫人道。谢景云回头看了一眼宋老夫人，轻飘飘地说道：“老夫人这样说就蛮不讲理了。姐儿，你想想，燕青居士若不免了你那80万两，那这笔钱是不是还得由你来出？”宋老夫人按她的逻辑思维向谢景云解释。谢景云秀眉又是一挑，魏氏看不下去了，扯着大嗓门说道：“老夫人，你有所不知，姐儿拿着画离开亭子的时候，就派花溪回他名下的铺子支出100万两银票，送到穆先生的府上。这画可不是侯府为姐儿买的，而是姐儿她自己买的。姐儿说燕青居士将画赠送给她，那是燕青居士品节高尚，但是他用100万两买画，却是他自个占了大便宜。100万两小小心意。”宋老夫人与宋谦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回应魏氏。谢景云低嗤了一声：“老夫人还有事吗？”宋老夫人见事情已经解决，摆了摆手，声音软了几分：“姐儿，我就知道你不会看着侯府闹出这么大的事，你放心，我回头会让人好好教教广泽。”谢景云无声地扯了扯嘴角，既然老夫人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回院子了。他扶了一个身，转身离开了慈松堂。魏氏走的时候，用着怪异的眼神看宋老夫人与宋谦二人。买画的钱给了，赔花的话也还是得给的，这两个傻子怕是有好戏看了。而魏氏与谢景云离开后，宋老夫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道：“谦儿，你与姐儿洞房之事不可再拖了。泽根今日当众闹出这么大的祸事，一时半会也不会有名师敢要他。你要多与姐儿培养感情，与他生下嫡子，将来才好替泽根谋算。”谢景云越是为永宁侯府做这些，宋老夫人心里越发觉得愧疚。宋谦呆在原地没有说话。宋老夫人看他执迷不悟，拍桌说道：“谦儿，那个女人已经在后院，你想要她随时都可以，却万万不能再让妾室生下庶子。你和姐儿该要个嫡子了，只有嫡子才是侯府的希望。”这句话刚好让带着宋广泽来慈松堂的梁婉之听得一清二楚。他脚步狠狠一顿，抬头看向大厅站着的宋谦，想听听宋谦的意思，却听宋谦回道：“祖母，我知道了，我今夜便和他圆房，早日诞生嫡子。”第128章蠢货。哎，继儿，魏氏快步追上了谢景云，好奇地追问道：“那画真的能修复回去？”谢景云抿了抿唇瓣，道：“并不能够复原到看不到痕迹，但是弄掉上面的墨却是可以，只是修复的再好，都会留下不完美之处。那真是可惜了。”魏氏看谢景云是真的喜欢那幅画，也花了大价值回馈给燕青居士，心里也暗暗怜惜，画就这样被毁了。魏氏啧了一声。花溪看他表情怪异，不解地问：“二太太，你还有话想与夫人说？这天都快捅破了，老夫人对那个孩子就是十分宽容，可我心里却总觉得不得劲。老夫人对折颜若有对宋广泽一半好，她都不会觉得哪里奇奇怪怪的。”花溪听到这话略显失望，怎么二太太至今没找对关注点？那孩子摆明了就是世子的骨肉啊，否则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容？谢景云并不是指望从魏氏这里打破侯府的平衡，他从衣襟里拿出了一封信，递给魏氏：“二婶，这是我大哥回复我的信，你看看吧。”魏氏神色一愣，他本来已经放下那件事情了，现在听到谢景云的话后，却又有些不敢看谢大公子的回信，一时间没有去接过来。谢景云道：“看看吧，兴许能解了二婶的心结。”魏氏点了一下头，接过信，并没有立刻拆开。谢景云语重心长地说：“二婶有没有考虑过脱离侯府？”魏氏怔了怔，他倒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怎么会突然说这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二婶你心思通透，想必不用姐儿再多说什么。魏氏心头大骇，低头看着手里捏着的信，等他再看谢景云时，谢景云已经离开了。他这才拆开信看了看，信是回给谢景云的，自是以长兄的口吻答复谢景云。魏氏看完上面的内容后，眼眸里的光暗淡了下来。他转身准备回自个院里，却被前来的人狠狠撞了一番。魏氏连退了几步，待看清来人的时候，魏氏猛地打了一个激灵，反手一巴掌甩了过去。小贱蹄子，怎么走路的？没个眼睛看就往我身上撞！魏氏瞪看梁婉之，梁婉之被魏氏打了一巴掌后，抬手捂着脸，一言不发。宋广泽抱紧了梁婉之的手，被魏氏的架势吓急了，唤道：“二太太，是你自己撞到我娘的，一个贱妾之子，你还敢顶嘴？”宋广泽脖子一缩，身子往后退了退。魏氏见他这怂蛋样儿，越看他越觉得熟悉。他不是贱妾之子，请二太太给他道歉。梁婉之黑着脸道。魏氏冷笑了一声：“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怎就不是贱妾之子了？也就老夫人把他当成宝。等我们姐儿为侯府生下一男半女，这侯府哪还有你母子俩占的份？蠢货，等着倒大霉吧！”话落，魏氏也不想再和梁婉之纠缠，转身回自己的梨香院。而魏氏刚才的一句话，
却深深的刺激到了梁婉之。侯府已经有两女一儿了，根本不需要再让别的女人替他的谦哥哥生孩子，他不允许。第129章喜庆。娘亲，我不要做贱妾之子，我不要做低下之人。你不是告诉我，回到侯府后，我就是侯府唯一的嫡长孙吗？为什么夫人不喜欢我，所有人都不喜欢娘亲？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爹爹的孩子？回到绍庆楼后，宋广泽钻入梁婉之的怀里哭。梁婉之心不在焉，她只觉得烦。这时，宋怡子从外面走入。梁婉之道：“怎么样，见到你爹爹了吗？”宋怡子道：“爹爹去了夫人那，府里所有人都说爹爹要和夫人生孩子了，到时候就顾不上弟弟。”宋广泽哭得更加厉害：“娘，爹爹不要我了吗？”“不会，不会的。”梁婉之眼眶猩红，她孤注一掷将孩子送回侯府，可不是为了把他的谦哥哥完好无损地送回到夫人身边，她绝不允许夫人诞下嫡子。怎么不会呢？宋怡子也微微红着双眼，她是世子夫人，爹爹明媒正娶的正室，爹爹想和夫人在一起是天经地义，谁都阻止不了。将来夫人生下嫡子嫡女，老夫人定会将心思放在夫人的孩子身上，弟弟就什么都不是了。啪！梁婉之情绪一时失控，一巴掌甩在了宋怡子的脸上。宋怡子跌在地上，仿佛是预料之中，并无过多的震惊。她只是摸了摸被打得火辣辣的脸，又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梁婉之的心思都在宋谦的身上，却没有再看宋怡子。而宋广泽没完没了的哭，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广泽今日闯下了大祸，又是夫人摆平的，这只会让谦哥哥越来越不喜欢泽根儿。在老夫人和谦哥哥放弃泽根儿之前，泽根儿必须认祖归宗。对，认祖归宗。根儿想不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宋家公子？梁婉之双手捧着宋广泽道。宋怡子微微抬眸，眼底尽是冷漠。宋广泽点点头说：“我不想娘亲做贱妾，我想娘亲和夫人一样被人尊重。你爹爹答应过娘的，他一定会兑现承诺。今夜你爹爹就要和夫人圆房，你若不想侯府再多个人与你争地位，那你今晚便要。”说到这，梁婉之凑到宋广泽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一番话。宋怡子竖起耳朵听，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宋广泽听完后，先是愣了一下，而后点点头道：“娘，我听你的话。”夜，玉斐阁多了一丝喜庆之色。宋谦端正地坐在床榻，看着满屋红烛，绸缎生出了一丝茫然。他眉头不自觉地蹙起，侧目看向屏风，想起今日谢景云为侯府解决了一桩大麻烦，宋谦的喉咙微微发紧，双眉舒展，对谢景云有了一丝称心如意。今日在西河亭的事情，多亏有夫人出手摆平。宋谦开声打破了屋内的平静，而浴堂里的谢景云动作一顿，无声的冷笑了。他已穿结好衣物，从浴堂里走出来，双手摆在身前。看在宋谦眼里，他一袭长发披落，身上粉色着装，面容清雅，仪态端庄，呈现出一种岁月静好的画面。他看他站在那，便主动起身朝谢景云走去。守在门外的花溪心中默数1、2、3。门房管事禀报：“世子，不好了，燕青居士的学生带着官府的人来咱们侯府了。另一个婢子，世子广泽少爷落水了。”第130章淹死。老夫人，不好了！怎么回事？谁在外头敲门？李妈妈穿着衣物从里头走出来。荷香说道：“是守内院的孙嬷嬷。”李妈妈亲自打开院门，孙嬷嬷抓着李妈妈的胳膊说：“快找老夫人，世子被官府的人带走了。”话还没说完，李妈妈双腿一软，转身就往屋里快步走去。孙嬷嬷大叫了一声：“哎，我还没说完，广泽少爷掉入了池子里，差点淹死了。”砰！李妈妈走入宋老夫人的屋子时，宋老夫人因听到孙嬷嬷的话，而从床榻上狠狠地摔落，摔得动弹不得，哀声大叫：“哎呦，我的老腰！快来人扶我！”老夫人，你怎么自个下来了？李妈妈上前扶宋老夫人，外面的丫鬟也都醒了。荷叶、荷花一前一后进入屋子，帮着李妈妈把宋老夫人扶回床榻。老夫人可还能动弹？荷叶担忧地问道。宋老夫人脸色苍白，刚才摔得很，一下子扭腰了身子，感觉腰部以下都痛得厉害。可是她爱孙心切，得知孙子与曾孙都出事，一口气吊在脖子上，道：“夫人呢？快去把夫人找来。”对，荷香，赶紧去玉斐阁找夫人。官府的人为何把世子带走？李妈妈说完，孙嬷嬷就被荷香带进来。孙嬷嬷跪在地上说：“老夫人，全是因为广泽少爷弄毁的那幅画，带着官府的人到咱们侯府的人，就是燕青居士的学生。他们报官说世子出尔反尔，说好的赔偿画，却没有把赔偿款送到府上。燕青居士要和咱们世子打官司。”宋老夫人咬了咬牙：“姐儿不是已经把钱送到幕府了吗？那学生说夫人送的是买画的钱，穆先生都把夫人送到幕府的钱捐给灾区老百姓了。而广泽少爷在西河亭毁掉画的赔偿金，一分不少80万两，
与夫人买画钱没关系，侯府还是得出80万两赔偿款。孙嬷嬷道。宋老夫人两眼翻白，险些气死。李妈妈用力按压宋老夫人的人中，才勉强让宋老夫人顺气。那广泽少爷又怎么会掉进湖里？李妈妈问道。人怎么样了？就回来了。孙嬷嬷道。就是一直昏迷未醒，派人去大太太那了。但是大太太得知燕青居士把世子带走后，又昏迷了过去。那夫人什么态度？李妈妈又问。孙嬷嬷道。夫人倒是派人去韶庆楼询问一二，可也只是派人过去，并未亲自到场。宋老夫人听到这话，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忍着痛就坐起来了。快给我更衣，我要亲自过去看看泽根儿。孙子被官府的人带走，泽根儿又赶在这个时候出事，他绝不能这样倒下。李妈妈伺候他穿好衣物后，宋老夫人杵着拐杖，强忍着后背拉扯的疼痛感，咬牙道：派人去请夫人到韶庆楼。这时宋老夫人又想起了魏氏，魏氏也是永宁侯府的人，现在永宁侯府面临巨额赔偿金，他无论如何都得出份力，否则就是不孝。若他担上不孝之名，那宋哲言的读书路就毁了。你去把二太太也一并叫过来，就说我有重要的大事要找他。第131章官司。什么大事啊？魏氏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满刚要睡下，就被人叫起来，匆匆往韶庆楼赶。一个贱妾之子落水了，寻我去，这也能叫大事？我去就能把那贱妾之子救活。哎呀，二太太，这话可不能乱说，则少爷好好的可没死。去传话的孙嬷嬷嘴角抽了几下，没死也叫什么大事？死也就有一卷草席埋了，用得着我亲自去？魏氏越说心里越发不满，刚走到韶庆楼，就看到谢景云也过来了。魏氏快步朝谢景云走去，景儿，这好好的喜事就被搅和了，谁知道那贱妾是不是故意的？谁都知道今夜宋谦要和谢景云圆房，为此老夫人还亲自派人去玉斐阁装弄了一番。如今倒好，谁都没个好叫。谢景云抿嘴笑了笑，看向跟在魏氏身后的孙嬷嬷，心下了然了。李妈妈从里面走出来，对谢景云和魏氏说：二太太，夫人，老夫人在里面等着。二婶，走吧，先进去看看再说。魏氏与谢景云一前一后走入韶庆楼。魏氏寻了一圈，不见张氏过来，大嫂怎么没过来？这么大的事情，大嫂也放心得下。宋老夫人冷冷地看了魏氏一眼，道：泽根儿没事，老大家的身子一直没好利落，在院里休息，方才又昏睡过去了。今日寻你与姐儿过来，是要同你们说另一件大事。谢景云眼眸一眯，是不是世子的事情？你知道就好，谦儿被官府的人带走了。宋老夫人说出口后，魏氏一脸惊讶地瞪大双眼。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也没人知会我一声。魏氏道。宋老夫人说，就在半个时辰前，因为泽根儿毁画一事，燕青居士报官了。哎呀，我的娘呀！老夫人，你没筹钱把那80万赔偿款送去幕府啊？魏氏表情夸张地问。宋老夫人嘴角僵了僵，恶狠狠地瞪看魏氏。谁知道燕青居士竟然这般贪婪，锦儿已经送去了100万两还不够，转头又向侯府要80万两赔偿金，若是凑不到钱，燕青居士就要和侯府打官司。老夫人你真糊涂，都说锦儿送去的是买画的钱，跟赔偿款是两码子事，不管锦儿买不买那幅画，老夫人都要拿钱出来赔给燕青居士。你看你大晚上找我过来，就为了这点小事，老夫人赶紧和大嫂筹钱送到穆家，谦儿不就可以回来了吗？你……宋老夫人被魏氏这一番话气得不轻。谢景云默默地站在一旁不说话。宋老夫人看向谢景云，想看看他有什么表示。景儿，你看这80万两，自然是要赔的，而且要早些送到穆家，晚了等吃官司的时候，怕是不止这80万两了。80万两对永宁侯府来说是巨款，但并不是凑不到，只是凑起来需要割掉老夫人与张氏一大块肉。凑到之后，永宁侯府也必须元气大伤。此后永宁侯府若再不好好治理底下的恶奴，任其贪腐，100年勋爵也就没落了。那你赶紧送赔偿的钱到幕府，别再让事情发酵下去了。宋老夫人理所当然地吩咐谢景云。谢景云微微点头道：那我即刻召集各位管事，看侯府的铺子能筹多少银两，正好借此机会把侯府亏损厉害的铺子连同地皮一块卖了，如此才好卖个高价，早日赔偿穆先生的话。第132章合理？不是，你说什么？宋老夫人皱眉愣了一下，没料到谢景云会直接要卖侯府的铺。谢景云道：老夫人，我方才说立刻召集各铺子的管事商议卖铺子一事，早先有人询问过侯府的铺子，愿意花不错的价格连同地皮一块买走，世子的事情迫在眉睫，耽误不得，我会去和穆先生游说，让穆先生宽限2日，定将赔偿款一分不少的送到府上。宋老夫人急眼了，那些铺子是侯府安身立本的产业，你就这样把他们卖了，是想毁了侯府的基业。老夫人，钱财乃身外之物，如今是世子要紧，还是所谓的侯府基业更重要？
谢景云微微侧目，对上了宋老夫人的目光。他知道宋老夫人心里在想什么。她的婆母装病躲在院子里不出来，老夫人也舍不得那80万两，便想让她谢景云继续做钱袋子。可是凭什么呢？一个贱妾之子，他凭什么还事事为他兜底？眼下是侯府最难的时候，我自不会看着夫君下牢狱之灾，可侯府公账却是连5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若不将铺子变现，等穆先生拿着那幅画和侯府打官司的时候，可就真的不止80万两了。谢景云循循善诱地说。偏偏他这一番话下来，让宋老夫人找不到一根刺条。魏氏还不忘了插一刀，打起官司来，恐怕连裤衩都要赔进去呢。到那时候才是最难堪的，老夫人可别想不开。反正这些年老夫人都不许侯府管二房，侯府的铺子要如何处置，他可管不着。宋老夫人冷瞪了眼魏氏，然后看向谢景云：你先前拿了100万过去，再出个60万送到穆家，事情就好解决了。回头你再好好收拾铺子里那些恶奴，我也就不再插手铺子的事情。这侯府无论大小事情，一切由你说了算，先把这个难关渡过去再说。谢景云微微眯起双眼，双手叠扣，嗓音清冷地说道：可以。宋老夫人松了一口气：那你赶紧回去筹钱，60万换一张和离书。宋老夫人，魏氏真是疯了。魏氏猛地反应过来：老夫人，你这叫什么事儿？你让姐儿掏60万为那个贱妾之子兜底，他可是谦儿的正室，你应该把那贱妾卖到窑子里去，再把那孩子打发出府。你现在够了！宋老夫人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上，双眸猩红地看向谢景云：好好的，怎么扯上和离了？宋家没有和离妇，你是知道的，就是谢家也不允许。宋老夫人心里怕了，不敢再强硬地要求谢景云。她转头看向了魏氏，魏氏对上宋老夫人的眼神后，莫名地打了几个寒战。真是见鬼了！老二家的，我今夜找你来，便是要同你商量解决80万赔偿款的事。你和姐儿，还有你大嫂，我各自分担一部分，凑够80万两赔偿款送到穆家。等此事过后，你协助姐儿一起打理侯府中馈。第133章逐出。魏氏撸起袖子，气势汹汹。李妈妈见状，吓得护在宋老夫人面前：二太太，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呵！魏氏双手插着腰杆，然后抬起一只手，狠狠地拍打自己的脸。我就想问老太太，脸呢？宋老夫人表情阴沉：我的话你敢不听？你仔细折颜的前途，担个不孝之名，你看他还有没有未来？宋老夫人彻底踩到了魏氏的底线。魏氏愤怒地瞪看宋老夫人道：你为了一个外人贱妾生的儿子，你要毁了折颜的前途，姐儿说的就没错。那宋广泽就是一个蠢材，你老人家还一心想让他拜名士为学生，还想他将来出人头地，为侯府争光。他争的什么光？那母子二人到处闯祸，侯府里闹得鸡飞狗跳不够，现在出去招惹了别人，就想让我和姐儿做冤大头，真是笑话了，天大的笑话！我今儿就告诉你老夫人，谁闯的祸谁解决。老夫人愿意继续袒着护着，我也不再指望你能对折颜和颜悦色。只是老夫人你莫当我是傻子，你要真为了贱妾之子挡我折颜的前途，我撕破脸皮不要，拼上这条老命，也不会让那母子二人舒舒服服。屋子里，梁婉芝抱紧了儿子，心里越发坚定自己的目标。宋老夫人也因魏氏的话一时被镇住，咬牙切齿瞪看魏氏：那你滚！二房能有现在的位置，还不是仰仗着侯府？你们既然翅膀长硬了，那就别赖在侯府。二房虽是庶出，可也是老侯爷传下来的血统，老夫人要让二房滚，那产业也有二房一分。你休想！宋老夫人冷着脸呵斥：侯府的一砖一瓦，你都别想带走。照老夫人这么说，将来若我家洪凯或折颜出人头地，也跟侯府没有半点关系。呵！宋老夫人一直瞧不上宋洪凯，更瞧不上宋折颜，从未觉得有一日需要靠输出一房撑起门面，反倒觉得宋洪凯与宋折颜没了永宁侯府撑门面，难以再试图前进。那谢景云能帮他们到什么时候？等谢景云生下嫡子，还不得为自个的骨肉谋算？二房总有一日求他的时候。你们二房是生是死，是贫穷或富贵，都和侯府没有半点关系。我永宁侯府就是穷死饿死，也不会找你们二房，滚吧！留着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他早就想把二房分出去了。魏氏也知道无法从侯府带走丁点东西，方才不过是刺激宋老夫人。好，有老夫人这番话，我就放心了。魏氏给宋老夫人行了一个礼，转身离开韶庆楼。留下来的谢景云嘴角微微轻扯。宋老夫人现在看到谢景云也是火大。你二婶不管此事，谦儿可是你的夫君，不合理也行，将宋广泽送出永宁侯府。不成？为何不成？宋老夫人方才一时口快，被谢景云问住了。她嘴角轻颤：侯府的铺子不能卖。你？她抬头看了眼谢景云，知道此事指望不上谢景云了。我来筹钱，你明日一早去幕府找燕青居士，让他宽限几日。
好，正他明日出府找二婶。谢景云一走，梁婉之就抱着宋广泽从里面走出来，跪在宋老夫人的面前，道：“老夫人，那80万两我有办法筹到。”第134章夺权。老夫人说，侯府铺子的经营权交到大太太的手里，府里大小事情大太太会处理。夫人近日好好养身子，等世子回来后，早日为侯府开枝散叶。天刚亮，李妈妈就过来找谢景云要回掌家权。谢景云坐在妆台前挑选耳饰，一旁的赵嬷嬷脸色有些难看。老夫人这是什么意思？一大早就来夺权。赵嬷嬷将掌家对牌、账房钥匙、铺子账册交到李妈妈手里。谢景云挑选了一对白玉耳坠，让香露帮她戴上。赵嬷嬷进入账房拿对牌钥匙，出来后，李妈妈亲自上前接过那沉甸甸的匣子，转身对谢景云说：“老夫人让奴婢吩咐夫人，今日就不必去慈松堂请安了。夫人早些出门去幕府找燕青居士，叫他给侯府5日的时间，5日一到，定将赔偿款送到幕府。”谢景云透过铜镜瞥了一眼李妈妈，声音淡漠地嗯了一声。李妈妈行了一个礼，就退出了慈松堂。玉斐阁内一瞬间安静了不少。往日府里的人都来找谢景云安排职务，现在对牌拿走，那府里的下人自然不会来玉斐阁。可这也象征着谢景云的权力被削去。赵嬷嬷皱紧眉头问道：“老夫人怎么突然？”“嬷嬷，这是好事。”花溪打断了赵嬷嬷的话。赵嬷嬷和袁妈妈都愣了一下，他们都不知情，只有花溪知道侯府的掌家权是烫手山芋。你们想想，夫人这些年在侯府出钱出力，得到什么回报？现在却因那贱妾之子和夫人闹，昨儿夜里还将二房赶出侯府了，夫人凭什么再给别人做台阶？花溪气不过来，狠狠骂道。赵嬷嬷转头看谢景云，夫人这段日子确实变了许多。袁妈妈道：“那这一次又是什么意思？”老夫人想让夫人帮贱妾之子赔偿毁坏的银两。花溪道。袁妈妈眉头皱了皱，心里不赞同宋老夫人的做法。那夫人等会要去一趟幕府吗？袁妈妈问道。不去，不去。袁妈妈与赵嬷嬷又是一脸不解的对视。谢景云说：“穆先生知道永宁侯府是我的婆家，哪怕我不去这一趟，他都会借着官府之力，给永宁侯府几日时间筹赔偿金。我等会出门去见见二婶。那世子，他今日就能被放回府筹钱，嬷嬷无需担心世子。老夫人总不会看着世子为了一幅画下狱。”谢景云说完，花荣就带着宋姨子走入内厅。花荣道：“夫人，紫娟有话要和夫人说。”谢景云起身坐到了主位。宋姨子跪在谢景云面前，向谢景云行礼。谢景云问道：“你有何话要说？”“是关于广泽少爷落水一事。”宋姨子抬头看了看四周的下人，赵嬷嬷就将屋子里伺候的丫鬟婆子打发出去。这里只有我与赵嬷嬷，有什么话你直说。”谢景云道。宋姨子俯低身子道：“广泽少爷并不是失足跌落水里，而是被安姨娘推下水的。”第135章商议。谢景云眉头一挑，看了一眼赵嬷嬷。赵嬷嬷则是露出了震撼之色。都说虎毒不食子，安姨娘这是想做什么？想到昨夜世子到玉斐阁来，结果没多久宋广泽就出事了，难不成安姨娘为了争宠，拿自己儿子性命去赌？她疯了不成？饶是平日里看着好脾气的赵嬷嬷，都忍不住脱口而出的说道。宋姨子身子轻颤了一下：“夫人，不止奴婢一人看到，还有谁？”谢景云问。窦姨娘。谢景云凤眸微眯，想起前世的宋姨子便是小小年纪，心智超于常人。她是梁婉之的亲生女儿，自然不想让梁婉之知道自己背叛了她。那真相必然不能由她说出口，这窦姨娘怕是宋姨子引过去的吧？可要把窦姨娘叫过来问话？赵嬷嬷觉得这是一件大事，该让老夫人和太太看清楚安姨娘的心思，免得再继续受她蛊惑。不用了。谢景云道：“这件事情你不必告诉世子，自会有人和世子说此事，你就当从未见过。”“是，夫人，奴婢全听夫人的。”宋姨子向谢景云行完礼后，就退出了玉斐阁。赵嬷嬷心惊肉跳：“夫人，这件事情不告诉老夫人吗？”“告诉了老夫人。”“你觉得老夫人会怎么做？”赵嬷嬷皱眉沉思，然后轻叹了一声。以前老夫人事事顺着夫人，现在她越发看不懂老夫人的心思。嬷嬷就不必操心那对母子的事情了，老夫人也不让我们操心。我要出门去二婶商议一些事情，你留在玉斐阁。”“是。”二房分了一处破破烂烂的宅子，那还是7年前封赏魏氏长子赐下来的。忠烈的抚恤金一直由宋老夫人抓着，宅子不大，宋老夫人自己看不上，却也不给二房。现在二房分出去了，宋老夫人要面子，不敢真的不给分一些产业出去。于是西郊外的宅子现在分回给二房，但也仅此而已。魏氏也没想到谢景云没来。“继儿，你怎么过来了？我这什么也没弄好，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快过来。我从我铺子里带来了一些伙计，让他们帮二婶吧。
你带的这些人手，怕是得忙上一阵子。谢景云回头看向廊亭下的袁妈妈，袁妈妈井条有序地吩咐丫鬟婆子入内院打扫。魏氏有些感动，你帮折颜已经够多了，我如今从侯府分出去，忙着我也开心，不用再看他们的脸色，受他们的气，自在得很呢。谢景云抿嘴微笑。魏氏突然想到谢景云的处境，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许多。姐儿，你该为自己谋算了，他们不待见二房，但我能看出来，老夫人和太太还是心疼你的，你跟谦儿也该好好培养感情，早日生下嫡子。魏氏不知道真相，只盼着谢景云在侯府地位无人能撼动。谢景云笑着摇头，没有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他怕吓着了魏氏。魏氏见他脸上并无半点喜色，反而多了一丝抗拒，又想起他劝自己早日从侯府分出去，猛然意识到了什么。姐儿，是不是宋谦有问题？第136章忠告。二婶觉得世子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话他在侯府从不会问魏氏。宋老夫人的眼线到处都是，处处提防着二房。魏氏心里是知道的，现在听到谢景云这样问自己，他心里少了在侯府时的羁绊。你想听实话吗？那我可就说了，你千万不能生气。魏氏回想起印象中的宋谦，开始骂骂咧咧道：宋谦那小子从小心眼就多，老侯爷的品性没学到几分，大嫂的脾气和小人得志的心性全都继承了，还有老夫人的小家子气。我这样形容，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你看近日频频闯祸的宋广泽，宋谦小时候就和宋广泽现在这样，不管对错，只要你几个堂哥围着宋谦，惹哭了宋谦，你几个堂哥就要被罚跪，简直是瘟神。后来老侯爷从西关回来，发现宋谦越长越歪，这才把宋谦带入军营磨练了几年。我看他这次回府后变了许多。魏氏朝着谢景云那看了一眼，怕自己说的太难听，让谢景云生气了。刚才看谢景云并未露出异常，便又继续说下去，感觉他应该在外面经历了什么，人变得阴沉了。我有好几次路过老侯爷的书房时，被他吓死了。怎么说？谢景云问道。魏氏道，他就站在书房院外，也不提盏灯，一张脸拉得老长，阴沉沉的。谢景云能想象得到，宋谦站在老侯爷的书房前，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老侯爷。逃兵、欺君，无论哪一条祸端，都能掀起万丈浪潮，拍死永宁侯府。对了姐儿，南山先生说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所以自从沈园回来后，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想同你说。魏氏猛然抓紧了谢景云的胳膊。谢景云道：二婶请说。你说。魏氏慢慢的凑到谢景云耳边，压低声音说：你说7年前西关一战，宋谦他上没上过战场？换做别人，可能就捂着魏氏的嘴巴，劈头盖脸的骂魏氏了。可谢景云听到魏氏的话后，不但没有什么表情，反而向魏氏投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魏氏看到谢景云的神情后，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道：我胡乱说的。有些事情你胡乱一想，也许事情就真的不简单，但这世上只要你做过的事情，绝不可能密不透风。我记得西关一战，萧家嫡长子也参与了，这场战争活下来的人没有一人健全。谢景云道：或许这本来就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魏氏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他的3个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只用几具残缺的尸体和几件战袍交差，那活下来的人是不是知道西关战役的历史？二婶，切莫多想，我今日来还有一事想跟你说。二叔若想走出困境，便要遵守老祖宗的规矩，立嫡立长，立君立贤，不与小人为伴。等二叔回来，你把这几句话告诉他，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些话是谁跟你说的？谢景云走后，宋宏凯刚好回到宅子，面色严肃地盯着魏氏。魏氏道：谁说的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你不知道，皇太后带回了7皇子，轰动满朝文武百官。第137章画像。魏氏起初没反应过来，等过了一会儿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说什么，声音尖锐出声：7皇子回宫了。嘘！宋宏凯差点被魏氏的反应吓死，赶忙上前捂住魏氏的嘴。魏氏闭上了嘴，不敢胡乱说话。现在朝廷局势因几位皇子暗中较量而越发紧张。宋宏凯的官职不高，因此还可以勉强苟着，却也不敢与人为伴，站在哪一方。但梁王不知怎地，几次向他抛出揽枝，有意拉拢。如今梁王长着吏部，他只要迈前一步就能升上去，尽吏部做事。可他也知伴君如伴虎，梁王不是好惹的人啊，一切利益都得用同等的代价来交换。而魏氏代谢景云给宋宏凯的几句话，着实给了宋宏凯一个方向。是姐儿说的。谦儿他媳妇。宋宏凯愣了一下，他来过了。刚走了一盏茶的功夫，我看他是特意过来说的。宋宏凯眉头深深皱起，问道：那他？想起他曾见宋谦与梁王在酒会见过面，心中疑虑越发深沉，那句话始终没有问出口，便作罢了。怎么了？今儿个遇到了什么事？说个话有半句没一句的。
没什么。宋洪凯道：“我们这样搬离主宅，兴许不是坏事。下次谦儿的媳妇再过来，你多提点一下她，让她多叮嘱谦儿，别让她走上歪路，害了侯府。魏氏不屑轻斥，你倒好心还惦记着侯府生死，你看老夫人管过你死活没有？”说完，魏氏懒得再和宋洪凯说，转身回屋子去了。夫人，谢景云回府的途中，花溪掀开帘子看了一眼，突然转头唤谢景云。谢景云一脸不解地看花溪，花溪却着急地把马车帘子掀起，指着外面道：“是大太太和安姨娘。”谢景云顺着花溪所指的方向看去，马车不缓不慢地前行。谢景云一眼就看到张氏与梁婉之从马车下来，一名年轻男子正好从茶馆里走出来，面带恭谦地向张氏行礼。谢景云心头猛地一缩，无尽的恨意涌上心头。他叫周于景，擅长经商，为人阴险奸诈，是他三哥谢礼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前世从他三哥口中提过几次，他原以为周于景只是他三哥在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临死才知道把他推给顾长宁，设计他不守妇道的阴毒之计，是周于景在背后为宋谦和梁婉之谋划。他不仅仅是三哥的竞争对手，最后成为梁王的谋士，诬陷谢家满门。好啊，都聚齐了。花溪，你下马车去帮我买些点心，顺便让你哥哥查一查太太和安氏出门见的那个男子是什么来历，我要知道安氏和那男子是何时结识。是，夫人。马车靠在小巷子里停下来，花溪下了马车后就走小巷子回永宁侯府。一个时辰后，花溪抱着福禄茶馆买来的点心回侯府，顺便将他哥哥查到的一些眉目一五一十地告知谢景云。夫人，奴婢的哥哥认识那男子，他叫周于景，是生意人。早半年前，那周于景就托奴婢家的哥哥找一个心上人，还亲手画了一幅画给奴婢的哥哥找。花溪从衣物里拿出一幅画，递给谢景云。喏，就是这幅画上的女人。第138章送钱。花溪打开那幅画，平整地铺在桌前。谢景云视线落在那幅画上，画中的女子少女扮相，容貌俏丽，灵动可人，笑容清灵，与梁婉之一模一样。想起前世周于景和梁婉之一直以兄妹自居，如今想来，这二人的关系怕是不干不净的。心上人谢景云盯着花看了有一会儿，那他这次是以什么身份去见这位周于景？夫人想听吗？花溪挑眉，脸上露着玩味的笑。谢景云一看就知道事情不简单，周于景是生意人，这半年来一直托人寻找梁婉之，如今梁婉之又找上了周于景，恐怕是知道周于景此人对他的情谊，而他这次见周于景必然与那80万两赔偿款有关，他铁定不敢以侯府贱妾身份见此人。我在马车里看梁婉之的装扮，与画中的装扮一模一样，她应该是以未嫁之身去见周于景。当然了，这件事情必定要和太太通气，我猜太太与这个女人是以母女身份是去周于景的。夫人你真聪明。花溪差点拍手称赞。太太在外面置办了一处宅子，以良民的身份自称，不敢向周于景透露自己出自永宁侯府，而且这次去见周于景是以谈婚的形式，太太跟那男子要了100万两，周于景当场答应，3日内就会把那笔钱送去宅子，就是先前夫人去过的那一处。花溪将他的哥哥告诉他的话都和谢景云说。谢景云冷笑了一声，等太太拿到钱，再将那处宅子烧掉，做一个死局，反正大家士族没几人知道永宁侯府后院贱妾的真实容貌。周于景就算有通天的本事，只要梁婉之与太太不出府，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被骗婚了。花溪倒不知道后头张氏想做什么，只是听到谢景云这样说，他甚感惊心。天哪，太太怎么敢？他怎么敢这样做呀？花溪惊呼了一声。那这件事情要告诉世子吗？谢景云抿嘴一笑，挑眉看着花溪，你说呢？夫人你有什么想法，只管吩咐奴婢去做，奴婢可以找哥哥帮忙。花溪越说越兴奋，他当然希望那一家子狗咬狗最好。而谢景云沉吟了一会，抬手勾了勾，这样，等周于景把钱送到宅子后，你便让你哥哥告诉他，他是永宁侯府的人，往后的事情，我相信这位周公子会好好打算的，到时候就有好戏了。3天后，慈松堂内，宋老夫人看着从外面回来的张氏，着急地问道：怎么样，送来了吗？母亲放心，100万两送到了，那位姓周的还下了许多聘礼。你瞧瞧这礼单，我没想到那小贱蹄子竟那么值钱，那个姓周的也真傻，白白送了这么多礼。张氏看到周于景送来的礼单时，心口跳得很快。他不是没见过这些礼，谢景云嫁过来的时候带来的嫁妆比这还多，他是没想到梁婉之能有这么值钱。宋老夫人的脸色也好看了一点点，到了晚上，叫些人去那宅子，将东西偷偷搬到别处，别让人知道安氏是我们永宁侯府的贱妾，事情做干净些，该狠则狠，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败露了。第139章调查。祖母，搬什么东西？宋谦从外面进来，只听到了一些片段，
并未听清宋老夫人与张氏在说什么。宋老夫人与张氏双双闭上嘴。等宋谦走入大厅时，宋老夫人才开口回道：“我与你母亲商议掌家之事，你媳妇如今在大事无担当，小事也百事不理。我已经让李妈妈将对牌钥匙拿回来了，今后就让你母亲先暂时管着，回头等姐儿生下孩子，收一收心，再将掌家权交回给她。”宋谦面无表情，听说这次下狱是母亲走关系把他捞出来，也是祖母凑钱还80万两赔偿款。而谢景云在这件事情上无动于衷，他对谢景云越发看不透了，也是该好好敲打一下他，否则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一切全凭祖母安排。宋谦不咸不淡地说。宋老夫人看他这副态度，自是不希望宋谦与谢景云离心。泽哥儿我亲自看过了，他没什么大碍，如今毁坏的赔偿款也还了，接下来你与姐儿的事情还是要早些办了才好。宋谦皱了一下眉，心中实在抗拒。张氏见他不作声，劝说道：“谦儿，你回来也有一段时日，若再不和姐儿圆房，谢家那也交代不过去了。”母亲，我知道了，我自有打算。宋谦没有多待，就走出了慈松堂。他心里抗拒谢景云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喜欢他，还有一件令他心里发慌的事情。他当年私自逃出军营一事，怕是有人知道，而这个人与萧家长子萧文博有关。当年点兵的时候，营中少了一人，又逢敌人来势汹汹，才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去考究。在认亲宴上，谢景云私下请来萧家兄妹，他还与萧文博的妹妹交谈了许久，不知那萧桑婉可有向谢景云透露过什么？以谢家那容不得沙子的惯性，若谢景云知道当年的事情，又会如何做？宋谦越想越心烦，一时重重撞上了一道身影。他回过神来，就看到豆蔻站在他面前。妾身见过世子。你是豆蔻？宋谦回来有一段时日，只是今日才好好看豆蔻。豆蔻抬为良妾后，衣食住行各方面提升，养出了芙蓉般的面容。豆蔻又向宋谦扶了一个身道：“妾身正是豆蔻，你怎么跑到这来？这里是兰亭亭，也是宋广泽之前落水的地方。”豆蔻说：“妾身是看到泽哥又往兰亭亭去，想起之前泽哥曾在这里失足落水，怕他又到水里玩，便一路跟过来，护送泽哥回韶庆楼。泽哥身边也没有一个人跟着他，自个在亭子里玩了小半个时辰了。妾身正想去韶庆楼看看安姨娘是不是身子哪里不适，才没有派人跟着哥左右。”宋谦脸色一变，就他一个人在亭子里玩？是，妾身在后头看了好一会儿。豆蔻道。宋谦转过身就朝韶庆楼去。前几日的教训还不够，婉之竟然没有吸取教训，让泽哥自己一个人跑到水里玩，他倒要好好查一查上一次泽哥落水的事情，否则这侯府就没规矩了，连个孩子都看不好的下人，留着有何用？第140章识破。而宋谦刚走到韶庆楼，就看到宋姨子守在了房门外。宋姨子准备通报时，宋谦却不让他向屋子里的人通报。他放轻了脚步往房间走去。走到了房门时，里面却传来了宋广泽的声音：“娘，我刚才偷偷进了老夫人的院子。”宋谦脚步一顿，眉头顿时紧锁了起来。什么？广泽偷偷去了慈松堂？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也无人察觉到一个孩子跑进了慈松堂。然而就在这时，梁婉之的话却让他心头大骇。只听梁婉之问道：“老夫人和太太说了什么？”我没听太清楚老夫人和太太说的话，但是儿子听到老夫人和世子说的话。宋广泽的声音再次响起。跟在宋谦身后的豆蔻一时听到了里头传来的细微的谈话声，虽然很轻，却能够听清二人谈什么内容。宋谦眉头皱得越发厉害。宋姨子一副十分忐忑的样子站在宋谦的身旁。没一会儿，又传来宋广泽的声音：“娘，世子他还是要跟夫人生孩子，老夫人催促世子跟夫人生。”梁婉之：“那世子是什么态度？”宋广泽：“太太又跟世子说和夫人生宝宝，世子他就点头答应了。娘，那我还要不要再跳一次湖，留住世子？”什么？宋谦一脸震惊。豆蔻故作惊讶的捂着嘴。宋姨子吓得直接跪下。他这一跪，发出了不小的动静，惊动了屋子里的母子俩。梁婉之的声音传来：“谁？紫娟，有人来院子吗？”砰！宋谦一脚踢开了房间。梁婉之看到宋谦出现在房门口，吓得不轻，倏地从椅子站起身，手里抱着宋广泽。宋谦一脸怒意地走入屋子，豆蔻也跟着进去。梁婉之见无人通知他屋外有人，将气撒到了宋姨子的身上。“紫娟，世子来了，你怎么也不禀报一声？”宋姨子一脸惶恐。宋谦开口替宋姨子说道：“是我不让子儿禀报。”他看向梁婉之怀里的宋广泽，面色阴沉地向宋广泽招了招手道：“广泽，你过来。”梁婉之下意识地抱紧儿子，宋广泽也有些惧怕地搂紧梁婉之的脖子。豆蔻站在一旁看戏，那母子二人没有一个人撒手。宋谦怒了，他拿起了茶杯，狠狠地砸到了地上，发出了巨大的响声。砰！屋里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到，豆蔻身子颤抖了一下，脚步往后退。
梁婉之扑通跪在了地上，而她怀里的孩子哇一声大哭。宋谦怒火不消，反而更加恼怒，向梁婉之咆哮道：“安氏，你是不是疯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孩子的安危？你看看你把泽根教成什么样，遇到事情只会哭。你既然带不好孩子，那就不要带了，我让人把他送到母亲那，你就留在府里好好学规矩吧。来人，把泽根抱走。”宋谦命令道。紫菱刚走入屋子，豆蔻就先上前抱过了宋广泽，但宋广泽是不依的，他哭得拉扯梁婉之的衣物，嚎啕大哭：“娘亲，我要娘亲，我不要离开娘亲。泽少爷乖，世子不会对你娘亲如何，只要你听话，你平平安安，你娘亲才会平平安安。你现在要先听世子的话。”豆蔻一说完，宋广泽就无力地松开了手，被豆蔻抱走了。宋谦看豆蔻竟能劝听宋广泽，眼底划过了一抹欣慰。母亲将要打理侯府中馈，没有多余的精力管泽根儿，婉儿她变了，她得让婉儿知道利用泽根儿的代价才会珍惜泽根儿。他转身对豆蔻说道：“先把泽根儿带去你的屋里。”梁婉之神色一变，像疯了一样，拿起了一旁的茶杯就朝着豆蔻方向砸去。第141章发疯。慈松堂，老夫人，老夫人！伺候窦姨娘的香草哭着走入慈松堂，正在用晚膳的宋老夫人与张氏皆是抬头。宋老夫人现在听不得下人慌慌张张的叫唤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肯定是府里出大事了。她老人家一下子没了胃口，重重甩了手中的筷子，喝道：“鬼叫什么！”李妈妈走前，朝着香草狠狠拍了一巴掌，香草受惊的跪在地上，捂着脸哭。李妈妈道：“哭什么哭？有什么事儿不能等老夫人用了膳再来？”是韶庆楼。泽根儿怎么了？宋老夫人听到韶庆楼3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泽根儿了。香草说：“泽少爷没事，是安姨娘用茶杯砸伤了窦姨娘。我当是什么事儿呢？你们姨娘受伤了，就回屋子好好养着，跑到老夫人跟前闹腾，你是死人啊，没个规矩。”张氏狠狠剜了香草一眼，香草不敢抬头看老夫人与张氏。不是这事，是世子在韶庆楼里发了好大的火。韶庆楼的那个小贱蹄子又怎么招惹了世子？宋老夫人问道。香草一五一十的回道：“世子见泽少爷自个一人跑出来，身边也没有人看管着，便去韶庆楼想看个明白。当时窦姨娘也一块陪同。世子到了韶庆楼，在门外听到了安姨娘唆使泽少爷，让泽少爷自己跳进湖里的话，世子就冲进去和安姨娘对峙，并让窦姨娘带走泽少爷。安姨娘不知发的什么疯，直接拿起茶杯砸向了窦姨娘，看着险些砸伤泽少爷。”什么？张氏差点从椅子里跳起来。好啊，这件蹄子，原来泽根落水是被这小贱蹄子唆使，看我怎么收拾他！张氏连晚膳都不吃了，起身就往外走，准备好好处置梁婉之。宋老夫人知道梁婉之还有用途，现在不是收拾他的时候。看到张氏气势汹汹的跑出去，她重重拍桌喝道：“回来，快把太太拦回来！”李妈妈快步走出去，把张氏拦在了院门前。张氏就回到饭厅，宋老夫人朝张氏那看了一眼，便让荷香去雨轩楼找府医给窦姨娘包扎。等香草离开后，张氏道：“母亲，那小贱蹄子想害死泽根儿，那你想怎么处置他？”宋老夫人瞥了眼又犯蠢的张氏，宋家那还用得上这小贱人？等事情收拾干净后，再和谦儿好好商量。经过这次的事情，也好叫谦儿看清楚这个小贱人的恶毒性子，日后慢慢疏远他。等谦儿彻底放弃他了，再处置这贱人也不迟。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管，先把私宅那些礼弄回永宁侯府来再说，做得干净些。李妈妈，你去把泽根儿送到夫人那去，你就告诉他，这是我的意思。玉斐阁留个孩子，更容易招来好运，他也该为侯府开枝散叶了。宋老夫人拿起了下人重新准备的新筷子。玉斐阁，这是老夫人的意思，将泽少爷送到玉斐阁招一招运气。太太和老夫人都盼着世子与夫人早日诞下嫡孙。李妈妈将宋老夫人的意思传达给谢景云，而谢景云已经知道韶庆楼发生的事情了。老夫人在这个时候把宋广泽送到玉斐阁来，无疑是在给侯府火上浇油呀。她转头看了一眼已经窝在荷香怀里沉沉入睡的孩子，白露，你带孩子去偏房休息。李妈妈看谢景云这次没有推脱，暗暗松了一口气，没说两句就退下了。花溪走入屋子，呸了一声道：“都往夫人这儿使力，叫夫人一个人早日为侯府开枝散叶有什么用？那就去告诉安姨娘，我和世子夫妻恩爱，今夜还将孩子送到玉斐阁，并留在玉斐阁歇息了呢。那岂不是刺激的那个女人要发疯？”花溪道。谢景云低头看着刚送到他手中的信，唇角微勾，轻声低喃：“发疯了才好，等到了那1日就发疯吧。就这2日，大哥要回京了。”第142章扭曲。深夜，一群人从西郊私宅搬了一车又一车的东西，运到燕京中8街的宅子，花了1夜的时间，到天黑时才将里面值钱的东西运送出去。张氏一晚提心吊胆，一夜无眠。等赖嬷嬷回到院子后，他立刻从床榻起身，问道：“怎么样？
事情办妥了吗？夫人放心，事情已经办妥了，东西全部都转移到老夫人指定的宅子去了。赖嬷嬷道。张氏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看天色已经亮了，也不打算睡了，洗漱完后就去宋老夫人那禀报此事。而张氏赶到慈松堂的时候，谢景云比他早一步到了慈松堂，连宋广泽都来了。姐儿，泽哥儿。张氏走入大厅唤道。谢景云向张氏扶了一个身，宋广泽也有模有样的向张氏行礼。宋老夫人看在眼里，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意，对宋广泽的表现十分满意。你瞧这孩子，才去玉斐阁过了一夜，就被姐儿带得有规有矩，这个家里没有姐儿不行。宋老夫人呵呵的笑道。谢景云心底也呵了一声，笑了笑。张氏朝宋老夫人那使了一个眼色，暗示宅子里的事情都办妥了。宋老夫人回过去一个眼神，便让李妈妈传膳，留谢景云和宋广泽在慈松堂用膳。李妈妈刚叫人不好早膳，宋谦也赶过来了，他身后跟着豆蔻与梁婉之。宋老夫人狠狠地剜了一眼梁婉之，就没再看他了。谦儿也一块陪我用膳吧，你媳妇和你娘要留我院里用早膳。宋谦转身看向谢景云的方向，孩子是临时送到玉斐阁的。现在宋广泽老老实实的坐在谢景云右手旁的位置，刚才进门的时候他还向他行礼了，见到婉之也没有再大哭大闹，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泽哥儿。宋谦唤了一声，宋广泽立刻从椅子下来，低着头走到宋谦面前。世子。看着半大点的孩子，宋谦心头一软，也不舍得再指责他，这些日子跟着夫人，不许再胡闹了。是。宋广泽抬头看向谢景云的方向，他今日一早醒来，发现自己不在祖母的院子，而是在玉斐阁的时候，心里就十分忐忑。先前宋谦和梁婉之一直在他耳边说，只有夫人才能让他出人头地。现在他真的到了谢景云面前，心情变得十分复杂。宋广泽既想在谢景云面前表现好一些，又害怕谢景云，于是就有了今日一早的一幕。其实谢景云什么都没教他，用膳吧。宋老夫人发话。宋谦与谢景云、宋广泽被安排到一块，孩子坐在两人的中间，妾室没有资格与主子同坐同吃，于是豆蔻与梁婉之便站在谢景云左右，伺候他用膳。谢景云抬头看了看豆蔻额头上的包扎带，道：窦姨娘伤势如何？回夫人话，妾的伤只是皮肉之伤，无大碍。那也是伤着了，我这不用你伺候，你下去歇歇，等伤好了再来。豆蔻放下筷子，谢夫人关心。于是豆蔻退到了一旁，站在谢景云的身后。宋老夫人瞥了一眼梁婉之，鼻子里轻哼了一声，便低头用膳。而谢景云拿起了宋广泽的碗，亲手为他盛了一碗小米粥。宋广泽双手接过，小心翼翼地回道：谢谢夫人。梁婉之看在眼里的时候，心扭曲的不行。第143章喜宴。刚才他的儿子没有看他一眼，他的儿子在小心讨好别的女人。谦哥哥刚才也没有看他一眼，夫人是不是在他背后教坏他儿子？他帮侯府解决了80万的赔偿款，却讨不到老夫人和太太一点好脸色，现在还要像狗一样伺候夫人，他们凭什么这样糟践他？他才是给永宁侯府生了2女1子的人，谦哥哥凭什么这样对待他？他心里极度的发疯。宋老夫人与张氏都没发现异常。这时宋谦突然开口问谢景云：听说大舅哥这2日就到燕京，你可知道此事？谢景云温声细语的回道：知道，大概也就明日最迟，早的话兴许今夜能入城。大舅哥回来了。宋老夫人眉开眼笑，这是个大喜事啊，咱们侯府近日频频生出怪事，趁着你大哥回京，永宁侯府办个家宴吧，到时让你父母兄长都来，咱们2家坐在一块聚一聚，就当时再补你与谦儿的婚宴，到时该办的喜事也一块办了。这喜事指的是洞房花烛夜的事。梁婉之听到宋老夫人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死死地瞪着宋谦和谢景云。谢景云头顶着梁婉之的目光，微微抬眸看向宋谦，芙蓉面上故作娇羞，然后轻轻点头道：姐儿一切听从老夫人的安排。张氏心花怒放，他没想到谢景云会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谦儿呢？宋谦也转头看向谢景云，但是看谢景云的时候，他还抬头扫了一眼梁婉之，发现梁婉之也正盯着自己看，他心虚地别开视线，道：那就办吧，2家坐下来聚一聚。为了不出意外，这次的家宴就交给姐儿去办吧。张氏，你拿2万两银子给姐儿，宴会要用的东西不必省着，要用好的。对了，既然是喜事，那不如就按喜宴来办吧。你与谦儿这7年不容易，当初你嫁入侯府是抱着谦儿的牌位，婚礼不完美，现如今你2人时机恰好。宋老夫人心情好，难得看到谢景云和宋谦这般和睦的坐在她面前，再加上他们现在手里有钱办宴，也不想在谢家人面前失了面子。谢景云起身，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回道：多谢老夫人还惦记着姐儿，既然如此，那这家宴的确要好好办，老夫人放心，此次家宴姐儿绝不会让老夫人失望的。好好好，快坐下用膳吧。宋老夫人抬手摆了摆，让人扶着谢景云坐回椅子。
梁婉之表情有些狰狞，手里捏着的筷子轻微的颤抖的。见谢景云拿起自己的碗要去盛粥时，梁婉之伸手接过，道：“夫人，切来吧。”粥盛好了，要放回谢景云面前的时候，梁婉之手一抖，粥就往谢景云的身上倒去。然而他没想到谢景云事先有防备，他抓住了梁婉之的手腕，抬头看着梁婉之道：“安姨娘这规矩该好好学一学了，否则哪天伺候世子若不小心伤着了世子，可就是大了。”碗底是烫的，谢景云抓着梁婉之手腕的时候，手一直悬空。梁婉之只觉得指尖灼热的厉害，用力抽回自己的手。与此同时，谢景云也松开了手，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一碗热粥全都倒在自己的脸上。梁婉之啊一声尖叫。第144章讽刺。蠢货，滚下去！宋老妇人看到梁婉之就火大，她冷喝了一声，完全没有过问梁婉之有没有烫伤。张氏是站在老妇人这边的，他仅用一个眼神冷冷地看了一眼梁婉之，就继续用膳。倒是宋广泽看到自己的母亲会倒在地上，想下来去看看梁婉之，谢景云却抢先一步发声：“宋安姨娘回院子吧。”豆蔻看了梁婉之一眼，便朝梁婉之走去，道：“还是妾身送安氏回去吧。”也好。谢景云点了一下头。梁婉之被豆蔻扶起，走的时候还朝着宋谦的方向看了看。他刚才一直在看宋谦，发现他的谦哥哥仅仅只是看了他一眼，他的心一下子凉到底。豆蔻扶他回韶庆楼后，唇角一勾，嘲讽道：“安姨娘，世子是不喜欢争风吃醋、胡搅蛮缠的人，你和夫人是不能比较的。”凭什么不能比？梁婉之一口气堵在了胸口。他替宋家生了3个孩子，谢景云有什么？就算他有一日真的怀上了谦哥哥的孩子，可能不能平安顺利的生下来，还是个未知数呢。更何况这次侯府遇难是他出面帮忙度过的，就凭夫人他可以帮世子，帮助侯府，不说靠着谢家，咱们永宁侯府就能如何如何。你知道的，以夫人的才情和人脉，只要夫人愿意到世家贵圈走上一走，谁还不给我们世子面子呢？你若想世子好，少做那些下三滥的事情害夫人，最后反而害了我们的世子。还有你那个儿子，我瞧着也不咋地，他若跟着夫人，兴许还能将歪苗子栽正，日后给夫人的嫡子铺路，这才是老夫人心里的打算。你真当以为你那儿子还能在我们永宁侯府当个什么重要角色不成？什么？梁婉之心头一颤，眼底漾开了无尽的恐慌。他知道豆蔻是老夫人那出来的人，跟着世子与夫人都有一段时日，在侯府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丫鬟，现在被许为良妾，可见夫人与老夫人对窦姨娘的看重。那他说出来的话，怕是10有8九是老夫人的意思。可是梁婉之不甘心啊，他猛地从椅子站起身，扶着豆蔻的双肩，情绪颇有些激动地问：“刚才说我们泽哥儿只是为了给夫人未来的孩子做垫脚石的，要不然呢？”豆蔻推开了他，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抽出帕子，嫌弃在自己身上拍了拍。梁婉之不敢置信：“不可能的，你可知道我们泽哥儿是谁的骨肉？”“谁的？”豆蔻动作一顿，抬眸看向梁婉之。梁婉之别过身子道：“窦姨娘什么都不了解，老夫人才不会那样对待泽哥儿，世子也不会。”豆蔻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拿帕子捂着嘴，咯咯的笑了几声。这孩子哪怕是世子的，他也不过是庶出，永宁侯府的资源都是优先嫡长子、嫡子、嫡女，其次才是庶出。你我都是妾，从妾肚子里爬出来的孩子，将来能不能自己亲自养在身边，还得要夫人点头。妾是做不得孩子的主，所以我才说你呢。夫人愿意带一带你那歪瓜裂枣的孩子，是夫人心善，你该对夫人感恩戴德了呢。梁婉之面容渐渐扭曲，不，明明是他先跟谦哥哥认识的，明明是他先和谦哥哥入洞房，谢景云是后来者。第145章离心。豆蔻没有看梁婉之那难看的表情，继续说下去：“你也看到了，老夫人和太太都很重视夫人，如今侯府只是还没有嫡长孙罢了。等夫人生下了自己的孩子，老夫人、太太和世子哪里还肯再为你一个贱妾所生的孩子而忙前忙后，还吃力不讨好？哎，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夫人与世子这些日子要办喜宴，你最好安分老实些。”豆蔻瞧不起梁婉之，讽刺一番，发现梁婉之只会干瞪眼，就觉得没意思了。他和一个贱东西说这些干什么？迟早有一日，他得看清楚自己的身份。豆蔻转身离开了。梁婉之抓住了宋姨子的胳膊说：“你去夫人，偷偷的把你弟弟带过来。娘，你不要做傻事，夫人愿意收留弟弟，这不是娘和爹爹一直所愿的吗？”宋姨子道。梁婉之心情烦躁，一巴掌拍在了宋姨子的脸上，对他打骂道：“你懂什么？我让你做，你就照着做，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宋姨子摸了摸自己的脸，没有再劝梁婉之。好，奴婢这就过去找泽少爷。慈松堂，谢景云与宋谦都离开后，宋老夫人对张氏说：“你管好那小贱蹄子，这些日子就不准他再踏出韶庆楼，
避免在家宴上跑到谢家人面前招惹谢家人的不快。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他这是想干什么？在我眼皮子底下都敢耍手段。宋老夫人气急败坏地说，她觉得梁婉之不是个安分的人，干脆这些日子就把他给软禁了。张氏道：母亲，你放心，家宴由姐儿去安排，我管一个贱蹄子还是绰绰有余的。那就好，等谦儿和姐儿顺利生下嫡子，再慢慢说服谦儿，将那个祸害精送出府，省得害我侯府。想到谢家长子已经回到了燕京，宋老夫人心情就烦躁得很。这大公子可是个手段了得的，再加上他参军，自己在战场拼出一身军功，给谢家家族带来荣光，谢家家主和谢景云的父亲都很看重，已经被选为下一任谢家主，在谢家有至高的说话权力。家宴办好了，对谦儿对侯府都有好处。若是因梁婉之闯出什么大祸，那就另说了。所以此次家宴，宋老夫人不允许出半点差错。母亲放心吧，你看谦儿今日都没帮那贱蹄子说一句话，这是个好现象。张氏道。宋老夫人点点头，总之你要盯好了那贱人，也别让他再靠近我的泽根儿，带坏了孩子。是，母亲。宋老夫人不知道，她刚说不让梁婉之见宋广泽，那梁婉之就把孩子带到了兰亭亭，拉着宋广泽的手说，泽根儿，你在夫人身边，夫人对你怎么样？宋广泽皱了皱眉，看四周无人，便放松一天绷紧的心情，娘，夫人她没对我怎么样，就是我感觉夫人有些严肃。那要不要去娘那里，娘给你做了好吃的？宋广泽皱紧眉头犹豫了一番，最后把手从梁婉之的手里抽回，缓缓往后退了一步。我还是回夫人呢。第146章软禁。为什么？梁婉之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双手轻微颤抖。宋广泽低下头，双手捏紧了自己的衣物，过了一会儿才抬头与梁婉之对视。娘，祖母说夫人家世好，可以教我很多东西。曾祖母说只有跟着夫人，我将来才有前途。爹爹也觉得夫人可以教好我，我想留在夫人身边学规矩，将来拜名师。等他拜了名师，出人头地，他就可以护着娘了。可梁婉之听在耳边，却不是那样想。他觉得谢景云夺走了自己的儿子，宋谦也冷落他，嫌弃他了。你不要娘了吗？不是的。宋广泽赶紧摇头，我会来看娘的。梁婉之的心渐渐冷了下来。夫人真的没跟你说什么吗？没有，夫人她看起来虽然很严肃，但是她也会叫厨房里的人送我喜欢吃的菜和点心。娘，你不用担心我，我在夫人的院子里可以和爹爹相处。梁婉之脸色惨白，这么说，你爹爹今日在玉斐阁？宋广泽意识到了什么，不敢再说下去。梁婉之扯开了一抹笑，慢慢靠近宋广泽，泽根儿乖，你跟娘说说夫人与爹爹的事情。娘，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他怕让梁婉之伤心，他不想说，但是他又希望爹能和夫人好，哄夫人开心，那样他就好过一些。别怕，娘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跟娘说说，娘心里才有把握。梁婉知道。宋广泽想了想，挑几句不咸不淡的说，我听下人说爹爹这些日子都在宿在玉斐阁，爹爹也和我说叫我别怕，这些日子他会留在我身边督促我。除了这些，爹爹和夫人相处的也还好，夫人不怎么爱说话，爹爹也是不爱说。夫人虽然不爱和爹爹说，可每一次开口都是温声细婉，端庄体贴。他有时候很羡慕将来夫人生下来的孩子，夫人的孩子一定会得到老夫人、太太、爹爹甚至夫人的疼爱吧。宋一子给他灌输了很多这些思想，导致宋广泽产生了很多危机。梁婉之则从宋广泽的话中衍生出很多幻想，他心里的不安也越发的明显。这时就听到花荣在外面寻找宋广泽，泽少爷，泽少爷。娘，我该回去了。宋广泽道完别后，没等到梁婉之的回应，就先转身快步跑出了假山，乖巧的走到花荣身边，任由着花荣牵起他的手回玉斐阁。梁婉之趴在假山上，泪眼婆娑。谦哥哥，你是不是忘了曾经承诺玩的话？哎呀，人在这儿。赖嬷嬷站在假山洞口外，转头向张氏禀报。张氏带来了一群粗使婆子，看到梁婉之的身影后，下令道：把她带回韶庆楼，不准让她离开韶庆楼半步。太太为何抓我？梁婉之被两个力气大的嬷嬷按在了假山处。张氏道：你这贱蹄子，妄图阻止正房夫人与男主子繁育子嗣，阻碍侯府开枝散叶。老夫人心慈人善，只叫我好好看着你，等正房夫人顺利生下侯府血脉，再安排你的后路。梁婉之脸色大变，他们这是过河拆桥，想软禁他。第147章金口。太太，你这是过河拆桥？梁婉之不甘心。张氏上前一巴掌甩在了梁婉之的脸上。他不提那些事情还好，现在竟用过河拆桥来形容此事，他想反了天了不成？贱蹄子，之前谦儿还能护着你，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先前在认亲宴上的账，还有你搅黄了谦儿与姐儿圆房的账，是该好好清算了。太太，张氏脱下自己的鞋子塞进梁婉之的嘴里，
命令粗使婆子快把这小贱蹄子拖回韶庆楼去，给我死死地盯着他，千万不能再让梁婉之搅了此次家宴。砰！梁婉之被五花大绑丢回屋子，两个婆子冷冷看了他一眼，就把门关上。梁婉之挣扎，不，千哥哥不会这样对待他的，他要见一见千哥哥。可他嘴巴被堵着，身子被绑着，无法动弹。玉斐阁，宋谦离开后，花溪从外面走入，瞥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宋广泽，便快步朝谢景云走去。夫人，什么事？谢景云为侯府家宴的事情而准备。花溪嗓门故意扯得很大，坐在外厅的宋广泽都能听见。安姨娘不知犯了何事，被太太绑起来送回韶庆楼，有几个婆子日夜看管着。谢景云眉头一动，并没有阻止花溪，故意大声说：人心都是自私的，老夫人与她的婆母都想办好这次家宴，与谢家结好。可是在梁婉之眼里，什么永宁侯府的无上荣耀和脸面，远没有她自身的利益得失更重要。一旦她的利益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梁婉之这种人最容易撕破脸皮和侯府拼了。谢景云拿起笔写下家宴名单。韶庆楼的事情有太太管着，想来安姨娘应该只是犯一些小错，太太留她在韶庆楼好好学规矩吧。学规矩为啥还绑着安姨娘？花溪冲着谢景云眨了眨眼。谢景云抿嘴微笑，这时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动静。哎呀，广泽少爷，烫着了没有？袁妈妈担忧地问。谢景云起身走了出去。宋广泽打翻了桌上的茶水，弄湿了身上的衣物。看到谢景云从里面走出来，宋广泽眼眶有些红。谢景云道：带泽根下去换一身衣物。袁妈妈上去牵起宋广泽的手，带他回自个的小院。宋广泽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谢景云，欲言又止，最后什么都没说，就随袁妈妈走了。花溪问道：夫人，接下来要怎么做？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个女人手里有点东西，韶庆楼的那几个婆子看不住她，只要有人愿意为她办事，那永宁侯府的祸事就不会少。下一步棋，怕是梁婉之自己先按耐不住了。奴婢的哥哥说，私宅那边的人打算今夜就动手烧了宅子。谢景云伸手抚摸走到挂着的风铃，看着院里的丫鬟嬷嬷们，心情沉甸甸的。他回身走入屋子，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宣纸，写下了一封信，递给花溪：交给你哥哥，让他想办法送到七皇子手里。七皇子背后有皇太后，他当初抱着宋谦的牌位加入永宁侯府的时候，曾得太后金口一诺。第148章喜气。我的紫宸殿，一位身穿着紫衣华袍的男子，手指夹着一封信，挑眉看向送信的人。男子眉眼修长疏朗，眼眸宛如润玉，泛着微微盈泽，俊脸上却噙着一抹桀骜不驯的笑。江淮身穿内侍服，恭恭敬敬地说：回殿下，确实是有人拖入宫中的信。那斜斜倚靠在榻上，一只手支着头，睡眼惺忪慵懒的俊美男子，正是陈国未至10年之久而归的七皇子顾长宁。他拆开信封，从里面拖出了信，打开那封信的时候，就看到古韵悠长、笔画流畅的字，他一眼就认出了是何人手笔。江淮见顾长宁没有动静，悄悄伸直脖子朝他那儿瞄了一眼。没一会儿，顾长宁就像打了什么鸡血，猛然起身。江淮收回视线，问道：如何？去查一下周瑜景是什么来头？七皇子想做什么？他感觉七皇子做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归国的出场方式已经够吓人了，现在背靠着皇太后，也不回皇上赐的宫殿，直接赖在太后的庇护所里，哪都不去。这样一来，梁王党想动他都无从下手。一些原本支持梁王为储君的大臣们，现在也在观望中。更有大臣因顾长宁的回来而要求皇帝早日定下储君人选，有意让皇帝立七皇子为太子。每日的朝会都是一场无硝烟的战火。偏偏顾长宁就回来那日露过面之后，再没出现在人前。每天1日3顿用完后，便向太后晨昏定省，其余时间都在斗鸟。现在突然让人查一个叫周瑜景的人，不得不让江淮担忧他又要闷声干什么大事。你去查，我有要紧的事找他。江淮看他表情一下子凝重了起来，便应声答下。很快，准备办家宴的东西备好了。短短几日时间，永宁侯府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密着一抹不言而喻的喜气。下人们都受到感染，这些日子虽然忙碌，却感觉气氛好像又回到宋谦没回到侯府，夫人有条不乱的掌家时。宋老夫人近日心情也大好，她站在屋檐下，看着院子里的花草都挂上了红色剪纸，红绿相配，不自禁地对李妈妈说：好啊，姐儿办事妥当。那是夫人知道此次家宴请的是娘家的人，自是不愿让娘家那边挑出毛病，失了脸面，夫人还是心向着侯府的。李妈妈道：宋老夫人也觉得如此。这时张氏慌慌张张地走进慈松堂，来到宋老夫人面前，压低声音道：母亲进屋子说话，李妈妈你在外面盯着。宋老夫人脸上笑容僵在嘴边，好心情一下子被打乱了，
陈哲莲走入屋子，不耐烦地问：“怎么了？那边的宅子不是已经被火烧了吗？我本以为火遁假死一了百了，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姓周的竟然去报官了，官府的人把那处宅子围起来了。你说这万一查出点什么来，那我们侯府，难道他还敢闯侯府，从后院抢人不成？你慌什么？”宋老夫人道：“那处宅子先前就是由新安的管事买下，也是记在他名下。你去和他谈的时候，不也以安氏与他交谈吗？他就算查出宅子的主人，也与咱们永宁侯府没关系。要查就让他查吧，如今是死无对证，你只要盯好那个女人，别让她跑出去就成。”张氏暗暗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了，母亲。去吧，盯着她。”宋老夫人不知道，看管梁婉之的婆子被梁婉之用全部身家收买了。那几个婆子正为了梁婉之的一匣子银票首饰争抢得头破血流，根本无暇顾及她。梁婉之便趁乱跑出了韶庆楼。第149章继母。梁婉之跑出韶庆楼的消息传到了谢景云的耳边。谢景云正坐在妆台前，白露为他挑选发簪，宋姨子跪在一旁禀报。谢景云说：“此事先不要声张，你过去找世子，与世子说一声。”是。宋姨子磕了一个头，就起身离开玉斐阁。谢景云回头深深地看了眼宋姨子离去的背影。这时袁妈妈从外面走入，身后领着一个身着华丽的妇人和2个年轻的少女。夫人，太太带着2小姐、3小姐来看你了。袁妈妈说完，身子微微一侧，看向领进门的3人。谢景云也从妆台前站起身，看向了自己的继母苏氏，有2位妹妹，母亲、大姐姐。谢家的2位姑娘也同时唤道。谢景云应了一声，安排谢夫人与谢景韵和谢景福入座。谢夫人开门见山地说：“老夫人不方便来，我特意过来瞧一瞧你。听说侯府今日的家宴是由你一手安排，可见侯府对你的重视。你是谢家出来的姑娘，且不可学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招数。哪家世家勋爵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世子既然回府了，你也该早日为侯府开枝散叶。”屋子里的下人听到谢夫人的话后，脸色都变了。虽然礼是那个礼，可他们听在耳边就感觉长了刺了。谢景云不怒反笑：“我自小生母过世，由祖母养大。你入府时我才2岁，不说你待我如我亲生母亲那般好，可却不能没有半点怜悯之心。我是谢家出来的姑娘，祖母教我长一府中馈之计，我不曾辱没过谢家。世家勋爵纳妾自有纳妾的规矩，你只知一星半解，便要教我如何为人妻之道，不助我谢家威仪，却叫我学勾栏上位的女子，利用纳妾谄媚顾宠，失了氏族礼仪。母亲这些阴私手段，可也是用到了自己的后院。自她入府后，父亲后院几个姨娘先后离奇死掉，恐怕只有苏氏自个心里清楚。”而谢景云的话让苏氏颜面扫地。他本来想以继母身份敲打谢景云，毕竟近日他要给自己的大女儿谢景韵议亲了。若谢景云这里出了个善妒之名，恐是要损坏韵儿与福儿的好姻缘，故此才要让谢景云在永宁侯府安分一些，且不可再闹出那些笑话出去。大姐姐，你怎么能同母亲这样讲话？母亲那都是为了你好，才会特意过来找你。你不识好人心，还说出这么难听的话。谢景韵怒道。谢景云却始终不愠不恼，振振有词地回道：“二妹妹，还是少说一点话，免得再出差错被祖母罚过。祖母，你老拿祖母压我，祖母也是个偏心的人。你要真那么念着祖母，怎么不回去伺候她？你可知近日是我和娘日夜在祖母跟前是急，没想到到你这儿还要受你的窝囊气。我娘再如何也是你的长辈，你也该尊称她一声母亲。”谢景韵一时吐嘴快，说了一堆后，就对上了谢景云阴沉冰冷的眸子。他身子一颤，只觉得谢景云的眼神瘆人的慌。谢景福立刻拉住了谢景云的胳膊道：“二姐姐，你少说2句，让他继续说。”谢景云道。谢景韵本来已经打了退堂鼓，可现在谢景云一句话又激起了他的怒意：“我要大姐姐同母亲道歉。”谢景云从谢景韵身上收回目光，落到继母的身上。二妹妹真性情，怕是忘了这处撒野之地不是在谢家，母亲苦心为二妹妹经营的好名声，怕是二妹妹没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了。苏氏脸色大变，当即怒斥谢景韵：“韵儿，你大姐姐是永宁侯府宗妇，如何还能舍去夫家回到娘家伺候你祖母的礼？你让外头怎么说谢家？只有谢家无人，或谢家子孙不孝，才会让外嫁女操心娘家事。”谢景韵这才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可她心里气不过来。我不说祖母的事，大姐姐刚才那样说母亲就是不对，大姐姐难道不该同母亲道歉吗？谢景云挺直了身子：“可以道歉，不如母亲回去后把你到侯府同我说过的那些话原封不动地说给父亲听听。若他认可母亲的话，我会回谢家同母亲道歉。”苏氏呼吸一紧，双手用力绞紧了帕子。谢兰风不让他管永宁侯府的事情。这时花溪从外面走入道：“夫人，大公子、二公子、三公子到侯府了。”第150章添堵。谢家大公子、二公子、
三公子来侯府了。三位公子是一块来的。谢家家主刚下朝会，正往侯府赶。夫人已经去观澜院招待谢家的几位公子和谢夫人及谢家的姑娘们了。何香收到谢家几位大人物来了之后，第一时间赶回慈松堂向宋老夫人禀报。宋老夫人笑眯眯地说：“我就知道，但凡是和姐儿有关的，谢家定会重视，连谢夫人都亲自来了。谢家主怕是一会就到了吧？世子可是与夫人在一块接见谢家人？”何香道：“奴婢没有看到世子，只看到夫人一人。”什么？宋老夫人脸上的笑容一凝，世子不是一早就准备好了吗？谢家三位公子都来了，他怎么没和夫人一块去接待？奴婢看到广泽少爷也没跟着夫人。何香道：“李妈妈眼皮子狠狠一跳，还不快下去找世子？”对，先去找世子，你再派人过去问问夫人，泽根为何不在他身边。宋老夫人的心突然慌得不行，但是又想到梁婉之现在被软禁在韶庆楼里，又觉得自己想多了。今日来的谢家人可不少，兴许世子在别处接待谢家宗族的人，别惊动了谢家人，慢慢找。是。那边谢景云已经走出了玉斐阁，与继母苏氏一块到观澜院。大哥、二哥、三哥，三位公子正好从对面的月洞门走入。谢景云快步走前，笑盈盈地唤道。走在最前面，身形魁梧高大，皮肤略显黝黑，五官俊朗的男子，正是谢家长子谢慈，谢景云的长兄。谢慈道：“小妹，许久未见，没想到你还记着大哥喜欢听的戏曲。我刚从戏台子那边过来。老夫人说大哥回京是大喜事，不如就借着这份喜事办一场家宴，请我们谢家过来坐坐。那自然要投其所好，挑选最好的戏班子。大哥，你辛苦了。西关回京，路途遥远，本以为卸下的是担子，却又要给他更大的难题。可他若不早日脱离永宁侯府，谢家恐要保不住。”谢慈低笑了几声：“谦儿呢？听说他回来了，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他，他在哪里？”谢景云回头对花荣说：“去找世子。”花荣抬头就看到两道身影从对面的走廊走过来，他抬手指了指那边，道：“那好像是世子吧？”众人纷纷转头，顺着花荣所指的方向看去，刚好从慈松堂过来的宋老夫人也看到了宋谦的身影。“老夫人，是世子。”李妈妈道。宋老夫人刚要松一口气，却又看到跟在宋谦身后的梁婉之和孩子宋广泽。宋老夫人脸色顿时大变，那个贱蹄子怎么出来了？是谁把他放出来了？李妈妈嘴角僵了僵，没敢接话。看世子的脸色也不大好，莫不是世子放出来的？刚好谢兰峰及谢家族长被宋家管事带入观澜院内，李妈妈眼尖，一眼就看到了，老夫人是谢家主和谢家的族长，快去把那贱蹄子拦下来，别让他跑到姐儿跟前，给谢家的人添堵。宋老夫人命令道。李妈妈走直径，踩着草坪穿到对面的走廊，拦下了梁婉之。“安姨娘，老夫人让你过去讲话。”梁婉之拉紧了宋广泽的手，看着宋谦的身影道：“是世子叫我跟着世子的，我不去老夫人呢。”第151章迎娶。李妈妈下意识回头看向宋谦，发觉宋谦脸色阴沉，看着心情不大好，整个人很烦躁。李妈妈有些看不懂宋谦的心思了，低声说道：“世子，谢家主、谢族长以及谢家的三位公子都到齐了，不如把安姨娘交给奴婢，奴婢带安姨娘到老夫人面前。”宋谦觉得这样的安排最是好了，但是回头对上梁婉之的眼神时，他眉头又蹙起，想起刚才梁婉之同他说的那些话，他心情恼得不行，怕他再拿泽根威胁他。不用了，他愿意跟着就跟着吧，你随安姨娘一起带泽根，别再让泽根乱跑到别处。宋谦说完，就大步朝谢景云的方向去。此时，谢景云的父亲谢兰峰、谢族长二人已经与谢家三位公子聚在一起了。宋谦走前，恭敬有礼地向谢兰峰、谢氏族长长辈们行礼，也分别换了谢景云的三位哥哥。梁婉之就一直紧跟在他的身后。谢家众人目光略略扫过宋谦身后的女人和孩子，众人面色不动，仿佛是梁婉之如无物。反倒是听到谢兰峰到永宁侯府的谢夫人苏氏带着两个女儿过来迎接谢兰峰的时候，在另一个角门看到宋谦身后的梁婉之，忍不住低声啐了一声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谢景韵也忍不住幸灾乐祸了起来，大姐姐还说将侯府打理得好，如今世子宁愿跟妾室在一块，也不愿意和大姐姐在一块，也就只能在母亲面前嚣张。二姐姐，你少说两句，大姐姐好歹也是谢家出去的姑娘，世子这样做，你以为只是打大姐姐的脸？谢景福不认同谢景韵的话，苏氏没有开声帮三女儿说话，只拉着谢景韵朝谢兰峰走去。宋谦与谢慈聊了几句，气氛挺和谐的，毕竟谁都没把一个贱妾放在心上。宋老夫人和张氏也都相继过来，与谢夫人交谈。一大群人浩浩荡荡进了观澜院。谢慈突然问了一句话，让宋谦不寒而栗：“宋谦，我在西关认识不少捞尸人，当初把你救起来的那个人是谁？我谢家也必定要送上一份大礼。”宋谦干笑了几声道：“大哥，他无子女，我回西关的时候
便已经过世了，不必再送大礼了。该尽的恩情我已经尽到。是吗？谢景玉冷不丁地问。不知你把他葬在何处？我让三弟经商时过去祭拜一下。宋老夫人与张氏对视了一眼。宋老夫人抢先回道：谦儿回府的时候跟我说过，就葬在西关漠河下游。谦儿是在那里被发现的，那位老先生的家也在那里。若三公子要到那处游走，就替我们家不孝子孙谦儿祭拜祭拜那位老先生。就是三公子没有去，我们侯府也要让谦儿每年去那里拜一拜，救命之恩大过天。谢家主，你说是不是？老夫人说的无错。谢兰风道：人嘛，该报的恩要报，但也要往前看。两个孩子以后和和美美，组成自己的小家庭，才是我们期望的。宋老夫人说。谢兰风点头认可，这自然也是谢家的人希望看到的。这样说说笑笑，谢家所有人都入了观澜院。就在这时，掌门的管事慌慌张张跑入观澜院，四处寻找侯府主子，最后找到了宋老夫人。他快步朝宋老夫人走去，道：老夫人，外面有一群仪仗队停在我们永宁侯府门前，说前来迎接永宁侯府的姑娘。第152章娶妻。宋老夫人还未反应过来，她低笑了几声，对身旁的谢夫人说道：永宁侯府哪来的姑娘？什么仪仗队的，打发远些。今日可是我们宋谢两府的家宴，大喜的日子。宋老夫人话音刚落下，外面就传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敲锣打鼓声、吹唢呐的声音，一时间给永宁侯府添了不少喜色。张氏侧头一听，问谢景云：今儿你今日请了仪仗队来侯府吹吹打打吗？并未。谢景云红唇微起，眼眸微眯，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梁婉之。就在这时，宋族长的媳妇孙大娘挥舞着双手从外面走进来，大声吆喝道：哎呀，大家快出去看啊，好俊的新郎呀！那接亲的队伍从街头排到了街尾，还请了舞狮的到咱们永宁侯府来了。孙大娘是上次揭穿梁婉之与宋谦有奸情的人，是以宋老夫人看到孙大娘在人前鬼吼大叫，神经绷紧，心头莫名的紧张了起来。什么接亲队？什么新郎？怎么会来他们永宁侯府？宋老夫人一时还不知大祸临头，张氏也没反应过来，愣在了原地。谢景云轻扯唇瓣，冷笑。原本坐在席上看戏的宋谢两族人，已经有人站起身，准备走出永宁侯府看热闹时，观澜院外传来了内侍的通传声：七皇子到。七皇子！宋老夫人惊呼。还在席会上的众人纷纷起身，不解地议论道：七皇子怎会突然来永宁侯府？不知道啊。谢景云镇定地从椅子站起身，看向对面的八角门。一群身穿得很喜庆的男子们浩浩荡荡从那扇门走入，为首的男子身着一袭玄衣，他左腕处系着一条红绸缎，走路时红绸飘起，彰显着主人的洒脱不羁，随心而欲。他长相俊美，很难不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了他。七皇子谢兰风、宋谦、谢慈等有官身之人带头上前向顾长宁行礼，见过七皇子。免礼免礼，我今日主客，陪我友人周兄来凑一份热闹，沾沾喜气，来永宁侯府迎接新娘。顾长宁说完，目光犀利地在人群扫过。新娘子人呢？张氏起初没反应过来，可当他抬头看到周雨景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怎么个回事了。他吓得脸色苍白，浑身三魂七魄感觉都要散去了，背脊寒凉，头皮发麻。宋老夫人一时倒吸几口凉气，却强作镇定。宋谦一脸不解地问道：七皇子，今日是我宋谢两府办家宴，你的周兄来接新娘，是不是走错门了？顾长宁回头看向身后穿着红色喜袍的男人，问道：周兄，这位就是永宁侯府的世子，你要娶的是何人？周雨景上前，从宽松的衣袖里拿出了一幅精心画制的美人图，当众打开。众人看到图上的女人时，皆是大呼一惊，特别是刚才有许多谢家的人见过梁婉之的面目，一眼认出了画中的女子来。而孙大娘用着夸张的表情惊呼了一声：天呀哟，这位周公子，你莫不是搞错了？没错，我要娶的女子就是她，我曾在半年前在一个码头见过她，对她一见钟情，这幅画我便是照着她当时的模样画出来的。就在半个多月前，我终于找到了她，她带着她的母亲与我在茶馆相谈婚事，她母亲说只要我能拿出100万两，就同意把女儿嫁给我，万两聘礼一下，周某是在真心实意聘娶此女为妻。周雨景当着众人的面表露决心。宋谦脸色一瞬间阴沉，表情像吞了死苍蝇，缓缓转头看向了缩在角落里的梁婉之。第153章抢夺。这时孙大娘转身跑到梁婉之的面前，伸手拉起了梁婉之的手，一把就将她拽到了众人面前，拽到新郎与宋谦之间，抬手一指，便指着梁婉之，一脸幸灾乐祸地说：怒，你要娶的新娘子就在这，不过她不是什么姑娘，她是永宁侯世子的贱妾，育有一子。什么？周雨景大惊失色，抬手指着梁婉之，由上至下的打量眼前的女人。站在一旁不嫌事大的顾长宁拿出一把扇子，装模作样的摇扇。周兄，
你要娶的女子当真是此女？七皇子绝不会有错，我当初在码头在茶馆见到的女子就是她。你看，这里还有我亲笔画的画像，还有她母亲。他转头就看到了张氏，然后拿着画走到张氏的面前，指着张氏道：他母亲就是她，他母女二人同我说，家中就只有他们母女，父亲早亡，家里做点小本生意，但近日生意不景气，若我能拿出100万两银子，这位夫人就同意把女儿嫁给我。她怎么会是永宁侯府的贱妾？夫人，难道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张氏惊吓得连退了2步，急于否认认识周瑜景。你是何人？我从未见过你。你从未见过我？周瑜景震惊地瞪大双眼，从衣襟里拿出了一张聘书。难道这上面亲笔写的姻缘书也不是你？张氏回头看了看他手里拿着的下聘书，上面有女方8字和男方8字，且还是他写的。但张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一口咬定：我说了不认识你就不认识你，你找谁写的姻缘书都与我无关。说到这，他猛地抬头看向梁婉之，又见四周围着谢家众人，他若是认了，姐儿与谦儿之间就完蛋了。今日若真要取舍掉一个，那也就只能牺牲掉梁婉之了。安氏，是不是你这个贱蹄子不安分，跑出去勾引人家？快来人，把这贱蹄子给我打发出去，乱棍打死！只有乱棍打死才能收场了。梁婉之更加没想到张氏竟敢众目睽睽下打杀他，宋老夫人也没有阻止的意思，几个婆子也拿着棍子朝他走来。谢家此时无一人出声，而宋谦一时立在原地没有出声。梁婉之看在眼里，心里发寒，眼看着几个婆子快走过来，梁婉之上前抱住了宋谦的胳膊道：谦哥哥，我没有对不起你。宋谦脸色阴沉难堪，终于忍无可忍的爆发了：那为何人家找上你，为何不找别人？他说的100万两聘金又是怎么回事？钱呢？聘礼呢？梁婉之红着眼眶看向宋老夫人与张氏，宋老夫人眼底都是阴毒，恨不得能用眼神杀死他。这时绕到梁婉之身后的赖嬷嬷突然从梁婉之的手里抢走了宋广泽。宋广泽顿时大哭：娘，泽哥儿！梁婉之回头见宋广泽被赖嬷嬷抢走，伸手想去抓回来，却被李妈妈一巴掌甩落在地上，她狠狠地摔了一个跟头。四周众人纷纷退后了几步，她抬头看向宋广泽，赖嬷嬷抱着他走出观澜院。她知道孩子是她的保命符，在看到赖嬷嬷快走出观澜院时，她爬起身冲向赖嬷嬷：把孩子还给我，拦下他，别让他做出冲动之事，伤害了孩子。宋老夫人命令道。李妈妈拦在了梁婉之的面前，又把梁婉之推到地上。梁婉之崩溃尖叫，转头看向宋谦，看向宋老夫人和张氏，尖叫道：你们是不是都要逼我，想借此机会打死我，好去母瘤子？我告诉你们，你们做梦！泽哥儿，快告诉夫人，你爹爹是谁？第154章有话。宋广泽低头往赖嬷嬷的手背用力咬下去，赖嬷嬷惨叫：啊！宋广泽从他身上挣脱，哭着想要跑到梁婉之的身边，却被一群丫鬟婆子追赶。谢景云开声呵斥：住手！花溪，将泽哥儿带到我身边来。是，夫人。花溪朝宋广泽走去，四周的下人纷纷看向宋老夫人与张氏，谁都不敢再动宋广泽。宋广泽很快被带到了谢景云的面前。谢景云问道：刚才你母亲叫你告诉我，你的亲生父亲是谁？你的亲生父亲还活着？宋广泽脖子一缩，猛然看向了宋谦。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随后他又转头看向梁婉之，见他被李妈妈按在地上，他双手攥紧了拳头，想起了姐姐宋姨子的话，想起了梁婉之与他说的话。姐姐说，泽哥在侯府毕竟是个无名无分的孩子，老夫人和太太再如何疼爱你，那也是因为夫人还未生下嫡子，将来若老夫人离世，夫人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太太那人最是凉薄，看重夫人的家世，弟弟又得不到夫人的支持，没有资源，终究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时候的，唯有成为真正的侯府公子，哪怕你是庶出，也沾了宋氏血脉的好处。夫人是你的嫡母，再如何都不能亏待了弟弟你。娘亲说，泽哥儿，你知道我这些日子为何没法来见你吗？因为老夫人和太太她软禁我，他们都想要分开我们，他们想要娘死。今日是大好的日子，娘要让咱们哥儿认祖归宗，如此娘才有活命的机会。娘救了你爹爹，就是你爹爹乃至宋府的大恩人，夫人和谢家最要脸面，定不会放任侯府打杀娘，唯有这样，咱们泽哥儿才能成为真正的侯府嫡子。继而周公子的事情与泽哥儿有何关系？你先让赖嬷嬷把孩子带回院子，再来处理周公子的事情。宋老夫人也是怕了，她又看向宋广泽，笑道：泽哥儿，你母亲不会有事，可你们要乱棍打死我娘。宋广泽红着眼眶，声音带着哭腔，抬头看谢景云：夫人，我说实话，你能不能让我娘亲活命？什么实话？你这孩子懂什么？这些大人的事情，你一个孩子掺和什么？赖嬷嬷，快把泽哥儿抱走。宋老夫人见自己唬不住宋广泽了，语气强硬的命令。梁婉之的嘴
已经被李妈妈堵上，无法开声。宋广泽看赖嬷嬷过来，猛然跑到了谢景云的身后。宋谦也怕出事，大步迈前，从后方想要抱走宋广泽，但花溪眼疾手快，转身就挡在了宋谦的面前。这个时候，谢家众人哪里看不出问题所在？特别是谢礼，敏感地走上前，将宋广泽拉到了他的阵营，左右两边站着谢家长子与谢家二公子。宋老夫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宋谦一时表情一僵，张氏则被突然出手的谢礼吓得面色苍白。谢三公子，这是我们宋家的事，今日家宴我看先到此，我们要先处理家事，改日定带上重礼登门拜访。谢景玉见宋家众人脸面各异，眉头一锁，道：是家事无错，可你们为何不让我妹妹与孩子沟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能说的？泽哥儿，你母亲在我眼皮子底下，无人敢动她，你有什么话想同我说的，只管说，不会有人再分开你与你母亲。谢景云道。宋广泽扫过宋家众人，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宋谦的身上，缓缓抬手指着宋谦。第155章，合理。众人目光纷纷转头看向宋谦的方向。宋谦的心底席卷起从未有过的恐慌，看着满庭院的谢家人，不知为何，他仿佛已经预判到了宋广泽接下来想说的话。宋广泽唇瓣微动时，宋谦突然大叫了一声：宋广泽！宋广泽身子一颤，往后退了一步。谢景云走向他，握起了宋广泽的手，道：泽哥儿，你看着我说。夫人。宋广泽从宋谦身上收回视线，看向谢景云。夫人的眼睛又亮又漂亮，澄澈干净。他握紧了拳头道：夫人，我爹爹没死，我爹爹就是世子，世子是我的亲生爹爹，当年在西关救下我爹爹的是我的娘亲。什么？孙大娘大叫了一声，这小杂种是宋谦的种。谢家众人原本以为听错了，可孙大娘这一声叫喊，直接证实他们并未听错。谢家三个儿郎眼神一瞬间变了，谢兰峰也用惊骇的表情多看宋广泽一眼，谢族长更是紧锁眉头，怒目睁睁地盯着孩子。谢夫人苏氏因事情太过突然，猛然拿着帕子捂着嘴，一脸震惊。在场不知情的众人无不露出震撼。谢礼最先反应过来，他猛地扑向宋谦，揪住宋谦的衣襟，一拳打在宋谦的脸上，怒吼道：宋谦，你连孩子都这么大了，还遮遮掩掩，怕被别人知道，你想干什么？他力气大，一下子就把毫无防备的宋谦扑到地上，接连在宋谦的脸庞挥了几拳。一时间，宋家的人大乱了。宋老夫人和张氏还想狡辩解释，可是却越解释越乱。谢礼打得宋谦鼻青脸肿，依然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谢景玉也站在一旁旁观，不再劝阻谢礼。谢慈却觉得此事从未有过的荒唐。宋家的人简直是把谢家的女子当成草来蹉跎。而事情败露，宋老夫人见无挽回的机会，冲着谢礼的方向大叫：打！你们谢家就尽管打，把他打死了，好为姐儿出气。住手！谢兰峰低喝道。谢慈上前握住了谢礼的胳膊，将他一瞬间从宋谦的身上拽开，推到自己的身后，转身看向了宋家众人，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谢景云的身上。小妹，到哥哥这边来。花溪和花荣琛扶着谢景云走到谢慈身后，宋谦也被宋家的下人从地上扶起。宋老夫人看了一眼宋谦的脸，虽然心疼，可她觉得打过了，谢家应该能消消气了吧。她想和谢家的人讲和，毕竟这件事情也不是谦儿的错。姐儿，泽哥的确是谦儿的孩子。事情是这样的，当年西关一战，谦儿身受重伤，是那个女人随商队入西关城时，发现谦儿还有一口气，就把他救了。后来谦儿世子失忆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和这位姑娘结为夫妻，生下了泽哥。后来孩子大了，世子突然有一日恢复记忆，彼时老夫人告诉世子，在家中也替世子娶了一门妻。世子与这位姑娘情根深重，舍弃不了孩子与女子。而老夫人这边又对家中新娶的孙媳妇十分满意，认为世家女可在官途帮助世子，便让世子隐瞒已与别的女子成亲，有孕生子之事。可老夫人心疼曾孙子，不忍心让孩子流落外头，便一心想将孩子塞到我的院子，更意欲将孩子过继到我名下，让孩子顺理成章的成为侯府嫡子。谢景云抬眸，眸光冷漠地看着宋老夫人的眼睛，轻声讲述出宋老夫人和宋家人的诡计。宋老夫人错愕地连退了2步：姐儿你，话本子上是这么说的。谢景云嗓音轻轻地说道：既然世子是和安姑娘先成亲生子，那便应该与我一张和离书。第156章善妒。不可能！宋老夫人沉着声，态度强硬地说道。谢礼恼火得很，他怒声质问：孩子都生了，老夫人还跑到谢家，让我妹妹一个未及笄的女子嫁过去，给你孙子守寡，这守的什么寡？他抬手指着宋谦，他倒是挺好的，宋家最难的时候和外面的女人生孩子，却作践别人家的姑娘给你们永宁侯府撑门面，你们是欺负谢家无人能替姐儿出头吗？谢三公子，
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了，宋谦重伤昏迷，失去记忆，他当年与安氏在一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更不知家中已为他娶了姐儿，否则以谦儿的担当，绝不会做出如此局面。此事应当情有可原，不至于到和离的地步。谢家主、谢夫人，你们说是不是？宋老夫人转头看向了谢兰峰与苏氏，苏氏脸色难堪至极，挡在这节骨眼上闹出这种事情，谢家脸面可真够难看的。他看向谢兰峰，没有出声。谢兰峰道：“依老夫人这样说，此事的确情有可原。”宋老夫人暗暗松了一口气，但是谢兰峰又道：“他目光凌厉地看向宋谦，你宋家情有可原，谢家女便要打碎银牙容纳这一对母子，事后你们又打算如何安排他们母子？用什么身份留在侯府？让我谢家女如何面对这一对母子？自是姐儿做大，他做小，但安氏也与谦儿拜过天地，先淡下宋家血脉。我是想让安氏以平妻身份留在永宁侯府，当然，我们永宁侯府也只是给安氏一个身份，绝不会让他掌侯府掌家权。”张氏心里早已盘算好，既然已经撕破脸皮，那不如趁此机会将宋广泽的身份抬一抬。安氏若是平妻，宋广泽便是嫡子了，荒唐至极。谢族长低斥，他甩袍怒道：“古往今来，正是只有一个嫡妻，什么平妻都是妾室。永宁侯府给他以平妻身份，那他所生之子是以嫡出自称，还是庶出？妻字占了嫡，你们永宁侯府是要打破一夫一妻制，全了你们的心头愿不成？”谢慈双手握拳：“谢家不语，我不语。”宋谦，写和离书。不许写。宋老夫人道。宋谦也不想写，他和梁王大计在前，若此时与谢景云和离，就功亏一篑了。但是面对谢景云，他还是心存了愧疚了。他未及笄就嫁入宋家，守了7年寡，就以这份情，他心里就过不去。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宋谦，你若是条汉子，就给我小妹一封和离书，放她出府。谢景玉声线幽凉，听不出一丝温度。谢里杀气很重，眼睛充满着戾气，手上拳头握紧，一触即发。宋谦看了看谢家3位公子，就别开脸，也微攥紧双拳道：“宋家从未有和离之事，我和谢景云不可能和离。谢家若执意要带走谢景云，那我便写休书给他。”没错。宋老夫人道：“谢景云善妒，容不下安氏与宋家血脉，就以善妒之由休出。”第157章玉碎。不可！谢夫人听到宋老夫人的话时，已经被吓得花容失色。谢家从无休出女，就是谢家庶出的2房嫡长女，哪怕名正言顺和离出府，如今也不能回到谢家。谢景云若被宋府休出，足以毁掉谢氏全族小辈的命运，毁掉他2个女儿及儿子的姻缘前途。而谢景云在听到宋谦与宋老夫人的一番话时，犹如6月飞雪，寒彻入骨，头皮发麻。他知道宋家的人无耻至极，却从未料到哪怕撕破脸皮，也要将屎盆子往他身上扣。他被激怒的浑身毛孔都在战栗，指尖剧烈抖动。宋谦，他声音响亮，坚决地说：“我要和离书。”宋谦回头看了他一眼：“和离书没有。你若真想离开侯府，我便写一封休书给你，你便可以离开了。你说的轻巧，逼我到如此境地，是把我推向死路。”谢景云冷着脸，眼眶赤红地瞪着宋谦。宋谦望着那双漂亮眸子，握紧的拳头连青筋都在颤抖。我不想逼死你，是你们想逼死我。我和安氏成亲时，并不知道家中已经为我安排娶妻之事。泽根出生时，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我如今不过是想接安氏和孩子回府，你为了这点事情要同我和离，我心里冤。安氏救我于水火，给我重生的机会，难道我不该施以回报吗？你如今这般咄咄逼人，难道不是善妒？你既然要走，就带着休书走，我是不可能给你写和离书。宋谦，你欺人太甚！谢慈一脚踢飞了宋谦。宋老夫人与张氏尖叫了一声：“谢大公子，你怎能动武？颠倒是非黑白，无担当，欺一介弱女子！我这一脚踢得算轻，今日若和离不了，我谢慈必不会放过你们。谢大公子，你又何至于此呢？”张氏怪谢慈粗鄙，打伤自己的儿子。娘，要打要骂，任凭谢家人来。今日只要谢景云不踏出永宁侯府，我都可以容忍。宋谦看向谢景云，谢景云冷笑，看向四周的众人，最后目光又落到宋谦的身上。好，极好。我再最后问你一次，你给不给我和离书？宋谦被张氏扶起，抬手擦拭嘴角的血迹，道：“不可能和离，我可以写休书。”谢景云微微点头，看向谢氏族人：“谢家从无休出之父，你既不肯与我和离，我亦已与侯府离心。往后永宁侯府无论是非过错，宋府与谢府处为何分晋，不再是一体。你们宋府不过是看重谢家女家事，我谢景云当着族人与长辈的面，愿自请出谢氏族谱，只我一日是永宁侯府宗父，便不再踏入谢府半步。宋家立场与谢府无关。”他拔出玉簪，重重砸到地上，以此玉簪为证：若我食言，如同此玉簪，玉碎人亡，不得好死。
可是玉簪断成了2截。宋氏族人与谢氏族人都骇然一惊，宋谦更是脸色苍白，看着碎成几截的玉簪。那玉簪，他记得是最初定亲时他选的那一枚。他没想到谢景云对自己那么狠，铁了心不想和他过了。第158章吓尿。宋老夫人震惊的连退了2步，李妈妈伸手扶住了她。张氏还不知宋府的气运从此时开始走向大衰，并不将谢景云的话当回事。谢礼悲痛的朝谢景云走去，想就此带走谢景云，却被谢兰风伸手一拦，看向谢景云的方向。这时谢景去对周于景说：“这位公子，永宁侯府没有姑娘，你要娶的妇人是永宁侯世子的贱妾，他们永宁侯府背着我做些骗财骗色之事，是以我毫不知情，你需要我怎么配合你？我要报官。”周于景道：“好，今日有七皇子在场，谢氏一族作证，请顺天府依昌大人到永宁侯府断案。来人，去报官。”“不必了，昌大人就在外院候着。江淮，请昌大人入内院断案。”顾长宁站在走廊边，声音响亮地说道。张氏这才想起还有更重要的大事，他慌得脸色发白，不时地看向宋老夫人。见宋老夫人没有看自己，他伸手拉扯宋老夫人的衣物。宋老夫人猛然拽回，没有看张氏一眼。张氏心头大震，看到宋老夫人的态度，就知道她不会理自己了。他得自己想办法撇清这一切，否则就会害了宋谦，那就只能牺牲掉安氏。而梁婉之听到昌大人3个字，双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昌大人刚踏入观澜院，梁婉之就跪在了周于景的面前，哭道：“周公子，那些钱的确是我要的，可我是被逼迫的。”“什么？”宋老夫人大惊。张氏愣住了。宋谦推开了一旁扶他的家仆：“谁能逼你？是太太啊，是老夫人啊！你个小贱蹄子，胡说八道，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张氏冲到了梁婉之面前，正欲一巴掌甩过去时，周于景猛地握紧了张氏的手腕，目光冰冷地对上张氏：“这位太太，在茶馆时，你可是一口一句女儿的叫唤这贱妾，我周某若知道她不过是一个破鞋，亦不会跑到别人府上夺人所爱。你们现在互相推诿，当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掏出去的钱和聘礼，你们若不双倍赔偿我，我就让你们吃牢饭。”话落，他狠狠推开张氏。张氏一屁股坐在地下，受到了莫大的惊吓，以至于吓到尿失禁了。顾长宁弹了弹衣物上的落叶，道：“昌大人最擅长审问满嘴谎言的人，特别是爱撒谎的女人，不如问问昌大人怎么让他们老实交代。来人，把疑犯带上，先打20大杖。”昌大人给顾长宁行完礼后，让人把行刑之具搬到大院。梁婉之看到长板凳和官差，刚长好的屁股一阵烧痛。之前面对的是老百姓，现在面对的是一群有头有脸的谢家人。打仗子要扒去衣物裤子来打，实为打板子，却是个拆辱人的酷刑。那张氏被2名官差架起，滴沥沥的尿液就从衣裙底下泄出，众人这才发现张氏吓尿了。谢兰风眉头一蹙，谢夫人抽出手帕捂着脸和嘴，谢家众人皆是皱眉，还有人捂着小儿的眼睛不让看。宋氏族人顿感羞耻，张氏身子一哆嗦，只觉得背脊寒凉，那群人竟然扒他衣物，将他按在板凳上。他大叫了一声：“别碰我！你们，我招！”张氏刚喊出声，就因羞耻、惊吓等激动的情绪吓破了胆子，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第159章撞墙。快看，太太她拉屎了！宋元鹏不知哪里钻出来，指着张氏的裙子，捏着鼻子道：“宋家的族长终于看不下去了，永宁侯府这场闹剧已经殃及全族，往后他们宋氏族里的姑娘、公子如何再出去议亲？”宋族长恼火得很，怒火冲冲地吼道：“老夫人，老侯爷将永宁侯府托付给你，你就把侯府这般糟蹋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宋氏族里的子子孙孙？这对母子是宋家的克星，我不允许他们过门，你们也休想让这个孩子入宋氏族谱。”不，宋老夫人深受打击，她不在乎梁婉之能不能入族谱，她只在乎孩子，则哥儿是我们永宁侯府的血脉，是宋氏的血脉。其母不贤，上梁不正，下梁歪，莫说他不能入宋氏族谱，就是他宋族长指着宋谦，恨铁不成钢，宋谢梁府大好的姻缘败在二等手上，而今又闹出骗财骗色之事，我宋氏一族铁骨铮铮，钟骨可见，一朝全毁于此。老侯爷若在世，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要将宋谦逐出宋氏。宋谦脸色大变，永宁侯府大不如前，以往都是族里的人靠着永宁侯府，这些年显然未必。若宋氏族人不再支持宋谦，谢府也不再管谢景云，那永宁侯府就真的成为了一个空壳子。走，莫让这丢人显眼的东西污了小儿的眼。宋族长一发话，宋氏宗亲众人一哄而散，纷纷顾长宁身前的走廊走出观澜院。宋老夫人一面阻止一边讲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再理会宋老夫人。
孙大娘倒是好心的停下脚步，只不过她是狠狠的啐了一口唾液在宋老夫人脚下，然后就离开了。谢兰风也狠狠甩袖袍，道：“永宁侯府为老不尊，为长不严，妾不妾，家不家，干匪盗之行，我明日上朝必定向京上谏言。宋谦，你若敢把此女抬为平妻，如你正室，我必让天下文士笔伐口诛，让你宋府在朝堂之上无立足之地。”走！谢兰风一声令下，谢氏宗亲也井条有序地离开永宁侯府。宋老夫人知道谢兰风的手段，亲家，亲家，有话好好说。谢家人也无人愿停下来听宋老夫人的狡辩之词，而谢景玉临走之前，停在了宋谦的面前，侧目冰冷地看他。宋谦，胆敢用休出之名辱我小妹，便要做好反噬的准备。谢礼忍下了杀人的滔天怒气，道：“你母亲和你祖母这些年到我铺子拿过的东西，我回去后都会一一列举。宋谦，准备清账册吧。”谢慈走到宋谦面前时，只冷冷地看了宋谦一眼，什么都没说，却是最可怕的。梁王告诉他，谢慈这些年一直在调查7年前西关一战，眼下有些眉目了。大哥！宋谦猛地抓住了谢慈的衣袖，跪在了谢慈的面前。谢慈停下脚步，回头居高临下的盯着宋谦：“你还有何话要说？”宋谦说：“我会对姐儿好的，我发誓。”他正准备发誓，李妈妈那就传来了惊慌的大叫声：“世子，老夫人撞墙了！”第160章，羞辱！谢家的人把永宁侯府老夫人逼到撞墙了，我看到连官府的人都惊动了。谁娶了谢家女，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放你娘的狗屁！这时有个男人重重砸了手里的酒水碗，是永宁侯世子在外面养女人生孩子，还偷偷瞒着谢氏，妄图让谢氏过继那外侍女的儿子，充当嫡子来养。你谁啊你？我家中有人在侯府老夫人身边当差，他亲口说的。这时一位妇人放下了菜篮子，撸起袖子道：“争什么争？我是宋氏族长的媳妇孙大娘，永宁侯府的事情可不是你们听到的那样。”这里有宋氏族里的人，用早点的人纷纷围过来听孙大娘说。孙大娘讲了足足2个时辰，把昨日发生在永宁侯府的事情讲得绘声绘色，让人身临其境。舆论原本都在指责谢家人逼宋老夫人撞墙，最后都在骂永宁侯府不要脸，替谢家女惋惜。谢家门生纷纷起笔，口诛宋谦所谓不仁不义，宋老夫人为老不尊，侯府大太太行盗匪之行，直指梁婉之无媒苟合，外室之子上不得台面。几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惊动朝堂文武百官。景仁帝当堂朝宋谦扔下申侯书，怒斥他滚出去。永宁侯府爵位到头了，而这只是开始，他们欠下的债从这一刻得一笔一笔还回去。慈松堂怎么样？李妈妈刚从外面回来，宋老夫人心急如焚地问道。谢家逼她撞墙一事是宋老夫人叫人散播出去，但其实那一撞只是磕破了点皮肉，流了一点血，并无大碍。李妈妈面露难言之隐。宋老夫人从床榻坐起身：“外面情况如何？”老夫人，原本大家都在说谢家的不是，可是那孙氏只要听到有谁说夫人的不是，他就要停下来，将这2日在永宁侯府发生的事情如实吐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太太伙同那贱妾骗一位富商的钱，还妄图让夫人收了贱妾之子为嫡子。孙氏这贱货！宋老夫人拿起一旁的药碗，狠狠砸到地上，咬牙切齿：“太太现在如何了？”已经请府医去看过几回，痴痴颠颠，屎尿失禁，怕是无法再恢复如常了。李妈妈道。宋老夫人听了之后，心里更气更恼，怎么会闹成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世子！外面传来了荷香的声音。宋老夫人抬头就见宋谦从门外进来，不过他是穿着一套白色的里衣，头发凌乱，失魂落魄的回来。宋老夫人愣了一下，盯着宋谦的衣物道：“谦儿，你的官袍呢？”宋谦红着双眼，声音酸涩地说：“祖母，我被免去官职，不得再入官场。”什么？宋老夫人身子一颤，不敢置信地抓紧了宋谦的胳膊：“皇上急去你的职务的。”宋谦点点头，崩溃地哭道：“皇上还当堂扔了我的申侯书，祖母，孙儿完了。”宋老夫人听完后，两眼一翻，直直地倒在床上。李妈妈着急大叫：“老夫人，老夫人，你要保重身子，来日方长。永宁侯府还有广泽少爷在。”宋谦用力压按宋老夫人的人中，宋老夫人这才缓过劲来，喘着大气，握紧了宋谦的手道：“谦儿，既然他们都笑话你，摒弃你，那你和梁婉之更要恩爱如初，让世人歌颂你，不忘恩情，冲破世俗，也要娶救命恩人为妻，给泽哥一个嫡子的身份，好好培养泽哥，永宁侯府方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明日大办婚宴，祖母给你做主。谢家不仁，那宋府也没必要给谢家面子了，他就要把那不堪的梁婉之抬上去，羞辱谢家女。”第161章双喜。可是宋谦不愿了。
他跪在宋老夫人面前，双手抓紧了宋老夫人的衣物，声音哽咽地说：“祖母，可我不愿。在此前，他少年风光，西关一战后，他已战死流传世间。众人谈起宋门一族的儿郎时，总也会说到他与他父亲生前的事迹。他在背地里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很惶恐。那些荣耀是战亡的宋家儿郎，和他这个逃兵毫无半点关系。他不想再被谢景云瞧不起，而且经过这些日子，他发现他也真的不想与梁婉之的事情。他现在的心很乱很乱。谦儿，宋老夫人抓紧了宋谦的手，目光凌厉地瞪看他。你想你父亲和你祖父死守的家业毁在你的手里吗？等你将来100年后，你可有颜面去见那些列祖列宗？宋谦身子一抖，想起父亲的音容，他无颜面。他低下头不说话。宋老夫人道：“你后悔了吗？”宋谦神色愣了一下，后悔把梁婉之带回来，还是后悔回到永宁侯府？你若是真的累了，那就走吧，我放你离开。我只当你在7年前就战死在了西关。祖母，我不敢后悔。他怕一回头就会难受的无法呼吸。他没有后悔的余地。当初我不让你把梁婉之带回来，你偏要带她回来。若没有她，你与姐儿也不会走到今日的地步，宋府与谢府也不会决裂，永宁侯府更不会。祖母，我答应你。他受不了再听到这些话。宋老夫人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道：“好，大办婚礼。”李妈妈过来通知谢景云。站在一旁伺候谢景云的袁妈妈下意识地惊呼一声。赵嬷嬷脸色十分难看，这是老夫人的意思还是世子的意思？李妈妈冷眼看谢景云，道：“这自然是老夫人与世子商量后的意思。安氏和世子先一步在西关拜堂成亲，为宋家生下嫡子，如今回到永宁侯府，老夫人不想委屈了那母子俩，声称要大办。当年怎么娶夫人进门，就怎么娶安氏过门。老夫人叫夫人有个心理准备，安氏将以平妻身份入门。”谢景云冷笑了一声：“那就祝宋府婚礼如愿举行。”“会的，老夫人为了报答安氏对世子的救命之恩，掏出身家也不会亏待安氏。夫人早些歇息，奴婢告退了。”李妈妈扶了一个身，转身便离开了。花溪瞪着李妈妈的背影，愤怒龇牙。自从宋府与谢府决裂后，侯府的下人都对谢景云不敬，对玉斐阁的下人更是两眼翻白，恶言恶语。不过好在谢景云嫁妆丰厚，要吃什么可以派人去买，倒不必看宋家下人的脸色。他虽然不能离开侯府，谢礼却每日命人送膳食进来。夫人，老夫人是在羞辱你。那个女人无媒苟合，却得个救命恩人的美名，要和夫人你平起平坐，凭什么？花溪愤愤怒道。屋子众心腹皆看着谢景云，他低下头，从谢礼送进来的石笼里拿出了一张纸条，他放在掌心，摊开看了看，看完后便将纸条压在手掌底下，对袁妈妈说：“明日一早去请二太太和二老爷来侯府参加婚礼。有人要给永宁侯府送一道双喜临门。”第162章大婚。天微微亮，永宁侯府门前门庭若市，接亲的队伍排成了一条长龙，敲锣打鼓，好不热闹。老百姓连早饭都不吃了，跑到永宁侯府门前看戏，还有的世家大户派丫鬟婆子出来观望。谁娶亲？永宁侯府的世子，你不知道啊？要娶7年前救他的恩人。这排场比当年娶谢家女时阵势还大。谢家女过门时是以守寡之身，加之宋府死了几条人命，自是一切从简，没有像这般操持大办。如今这叫什么？打谢家的脸。什么叫打谢家的脸？那女子救了谢氏的丈夫，救命之恩，若没有此女，永宁侯世子哪还回得来？哎，新娘出来了，这接亲队是怎么回事？从夫家出门，又打算从哪里进门？听喜婆说，为了补偿安氏，迎亲队绕西北城一圈，再回到永宁侯府拜堂。梁婉之也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她可以穿戴大红喜袍，坐上花轿，以正式被宋谦迎娶过门。她牵着宋广泽的手走入花轿，外面的喜婆道：“起轿，走！”鞭炮噼里啪啦作响，鼓声乐声齐鸣。梁婉之低头看怀里的孩子，笑道：“泽哥儿，开心吗？”“开心。”宋广泽问：“娘亲坐上花轿以后就和夫人一样吗？”梁婉之冷笑了一声，想到谢景云自请脱离谢府，他想：是吧，夫人如今的身份和娘亲没什么差别了，但娘亲又与夫人不同，娘亲还有你，日后永宁侯府就要靠泽哥儿了。他知道宋谦袭爵无望了，永宁侯府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他的儿子了。那若是宋广泽心中还有顾虑，若是夫人也生下孩子，曾祖母会不会更喜欢夫人的孩子？不可能，梁婉之不允许侯府再有别的孩子出生。他熬到今日，可不是为了把宋谦送回侯府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儿子，你别想太多，今日过后，娘亲也是侯府的女主子，可以光明正大和你爹爹同进同出。那些往日欺负你的下人，你想如何打骂发卖了都行。
宋广泽攥紧了拳头，心中一阵激动。2个时辰后，迎接队回到了永宁侯府。宋谦踢了2个花轿，宋广泽牵着梁婉之的手从花轿里走出来。宋谦走过去，牵起了宋广泽的另一只手，一家3口朝着永宁侯府大门走去。关里的人越来越多，永宁侯府内虽无请一个宾客出席，可侯府院墙外人头耸动，关里的百姓甚至爬到高墙看院内新人拜天地。而宋老夫人也极有意思，她不让人驱逐这些关里之人，反而放开了让想看的人看。于是侯府高墙上人群如蚁，高声阔谈，无不是在看这场热闹。宋谦与梁婉之牵着孩子走到了高堂，主持婚仪的管事高声叫唤，一拜天地。新郎新娘牵着孩子跪在地上，面向大院拜，2拜高堂。新郎新娘转过身子，对着宋老夫人跪下1拜，3拜。圣旨到，永宁侯府众人听旨。而谢景云刚好从玉斐阁走到前院，卫士与他一同跪下听旨。宋哲言与他祖父宋宏凯跪在前头。宋老夫人也不敢怠慢，连拐杖都没用，就起身走出去，跪在最前面听旨。宋谦与梁婉之在其身后。永宁侯府众人异口同声行礼，叩见皇上。内侍省太监摊开圣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中书侍郎宋宏凯，其父宋永章骁勇善战，其兄宋宏胜赤胆忠心，其长子、次子、3子为国献身，宋氏满门忠烈，功名昭昭，威名远扬。今宏凯德才有幸，克己奉公，封永宁侯，世袭罔替。上一道圣旨刚念完，立刻又传来太后懿旨。第163章宠妾。太后懿旨：永宁侯府谢氏，品性温良，克贤内则，端庄淑瑞，赐育如意，见妾安适，自奔为妾，无媒苟合，不合女德世俗礼法，不得抬为妻，望周知。梁婉之倒吸了一口凉气，重重跌坐在了地上。宋老夫人深受打击，一口气还未喘上来，身子就直挺挺地往后晕倒了。扶住她的人还是她最瞧不上的庶子宋宏凯。卫士跪在地上愣了很久才回过神来，那么大一顶爵位，今日竟然砸到二房头上了。他回头拉住了谢景云的手道：今儿快掐我！二婶，让二叔快接圣旨吧。谢景云说完，太监也开声道：永宁侯，接旨吧。宋老夫人被人扶到了后面。宋宏凯恭恭敬敬地磕头谢恩，谢主隆恩。谢景云与卫士拿了金罐子打赏宣读圣旨的太监与再嬷嬷，又送走了2人。而宋老夫人也已经清醒了过来，她怒目睁睁地瞪看宋宏凯，始终是咽不下那口气，然后抬手指着宋宏凯怒道：这个狼子野心，竟敢算计谦儿的爵位，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哐！他拿起了茶杯，狠狠砸到宋宏凯身上。宋宏凯躲开了茶杯。宋老夫人脸色更加难看，她之前在永宁侯府的时候，屁都不敢放一个，更别提躲开了。你……宋老夫人气得声音颤抖。好啊，永宁侯，中书侍郎，好啊，但是你休想回侯府来，你休想！老夫人慎言，世袭受封是皇上旨意，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难不成你想忤逆皇上旨意，抗旨不成？谢景云声音清冷淡漠地说道。宋老夫人怒目一瞪，咬牙切齿：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招来的祸！谢景云不怒反笑，看向还穿着一身喜袍的梁婉之，并不将宋老夫人的话放在心上。他怀里抱着沉甸甸的玉如意，微微抬头回道：太后懿旨，安氏不得抬为平妻，望宋老夫人和世子周知。谢景云，你闹够了没有？宋谦从圣旨下达至今都未说过一句话，此刻却是忍无可忍。这几日接踵而至的打击已经让他很崩溃了。谢景云冷笑道：这就受不了？你别忘了，我和你还未和离，安氏的事情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来人，把他身上的喜袍扒下来。谢景云，你敢？扒！谢景云语气强硬地说。大厅外面跑入一群丫鬟婆子，3、5下就把梁婉之给按在地上。宋谦怒吼：住手！你们谁敢？扒！我做主！卫士双手叉着腰赶到。宋老夫人又砸了几套茶杯吼：卫士，你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你们动他试试，试试就试试。卫士挽起袖子，亲自上手去扒。啊！梁婉之刚要喊谦哥哥，嘴巴就被卫士用婚宴的馒头塞住，用力扯下他身上的喜袍。你一个贱妾，穿什么大喜的红色？夫人赏你什么穿的，你才能穿上？二叔，你管管二婶，她凭什么这样对待泽根的母亲？宋谦怒气冲冲。宋宏凯也大声呵斥：宋谦，你若是不想再被皇上厌弃，就不要再插手内院之事，也不要再做宠妾灭妻的事，收手吧。啪嗒一声，茶杯在宋老夫人脚下翻滚，脑海里回荡着一句话：宠妾灭妻，灭妻。第164章提拔。宋老夫人看向谢景云的目光越发阴冷，她没有再阻止那群丫鬟婆子扒下梁婉之的喜袍。对她来说，梁婉之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而谢景云更无利用价值。他现在如何挣扎都不会让事情有半点转机，不如想办法扭转局势。这场闹剧随着顺天府尹的人到来而收场。宋谦收到了300万两银子的赔偿文书，限5日内将周瑜景送到梁婉之与张氏手里的聘礼原封不动的归还。官府的人走后，宋老夫人目光幽暗地盯着宋谦手里的官府文书，目光轻飘飘地扫过宋洪凯，道：“老二，你随我到慈松堂来，我有事要与你商议。”老夫人，侯府现在再大的事情也闹得人尽皆知，你还能有什么悄悄话要与洪凯私下说的？无非就是那歪瓜俩枣，也没必要藏着掖着。正好姐儿和我也在此，你有话就在这直说，我们也好参考参考。魏氏一眼看穿宋老夫人的心思，她嫁入侯府20年，太了解宋老夫人的骚操作了。宋老夫人怒视魏氏，心里十分窝火，怎么刚当上永宁侯夫人就急着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连我的话都不好使了？我告诉你，这侯府再如何也轮不到你在我头上吆喝，我好歹也还是洪凯的嫡母，只要我活着一日，他无论有多高的成就都得敬我这个母亲。那老夫人可能记性不大好，先前分家出去的时候您老人家可不是这么说的，我都记着呢。要不我再说一遍给你听听，也叫咱们折颜听听他曾祖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魏氏扯开了嗓门道：“你当初是不是说，你老人家说你们二房是生是死，是贫穷或富贵，都和侯府没有半点关系，我们永宁侯府就是穷死饿死也不会找你们二房，滚吧！”你宋老夫人嘴角抽动了几下，现在侯府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找我们洪凯呢？魏氏将挽起来的袖子放下，轻轻拍了2下袖袍，无非就是觉得我们洪凯现在袭爵，想把侯府的烂摊子丢给我们二房。魏氏呵呵地笑了2声。宋老夫人心生寒惧，她根本没想过二房能有今日。你别忘了，宋洪凯能当上中书侍郎，离不开侯府的原因。老夫人，你能不能不要老往自个脸上贴金？你不害臊，我都替你害臊了。魏氏拿手拍了拍自个的脸颊。宋老夫人蹙眉，难道不是？皇上若不是看中永宁侯府，会提拔他。洪凯在永宁侯府生活了几十年，入职当官10余载，今上若真看上老夫人眼皮子底下的侯府爵位，早就提拔洪凯了，怎么一份出府就让洪凯当了中书侍郎呢？宋洪凯先前只是翰林院编修，做了7、8载，一直无处伸展，可是离不开宋老夫人在背地里使力呢，这得多亏了姐儿。魏氏走到了谢景云身边，姐儿带折颜到南山先生面前，借了南山先生的光，洪凯有幸与南山先生谈文作画，后被金上知道此事，金上召南山先生入宫，我不知南山先生在金上面前说了什么，咱们洪凯算是遇上贵人了。老夫人，你不会到现在都觉得洪凯能有今日是托了永宁侯府的福，托了你的福吧？宋老夫人脸色更加阴沉难看。又是谢景云。第165章团聚。而这当中最难堪的莫过于宋谦了，他先前在世家面前使力，没有一个人瞧得上他，没想到谢景云随便与南山先生说几句，竟让南山先生收了折颜为学生，连二叔都跟着升上去，真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我们姐儿才不是什么丧门星，她可是我们侯府的福星。魏氏笑眯眯地看着谢景云。宋老夫人更加心塞了，谢景云是谦儿的媳妇，是他的孙媳妇，二房的开心个什么劲儿？所以你老现在是有什么事要与洪凯商议的呢？魏氏眉头一挑，反问道。宋老夫人咬了咬牙，瞪看宋洪凯。宋洪凯全程没有阻止魏氏说，也没有否认，更没有呵斥魏氏。宋洪凯，宋老夫人道，你就任由魏氏这样对我？母亲，你有何事与我商议？宋洪凯算是默认了魏氏的话，是以他没什么好阻止的。你若想回永宁侯府，也不是不可以，往后永宁侯府一切大小事全程交由你们二房处理，当然侯府现在面临的难题自是该由你们来承担，总不能绝为你承袭了，还不想和永宁侯府共患难吧？宋老夫人说的理直气壮，她要二房自个去筹钱赔偿周瑜景。谢景云低嗤一笑，满脸嘲讽，二房的亏吃得够多了，老夫人怕是无法如愿了。行啊。魏氏又重新挽起了袖子。宋洪凯呼吸一紧，他们上哪筹300万两银子？既然老夫人这么说了，宫中铺子、田产、庄子、地皮统统都交出来给我打理。魏氏道。谢景云回头看魏氏，眉头微微一挑。宋老夫人犹豫了一下，道：李妈妈，你去拿掌家的匣子交给二太太。是。李妈妈很快让人抬来装铺子地契的匣子，抬到魏氏的面前。魏氏打开翻了翻。宋老夫人道：这上面还有掌家对牌、钥匙、账房本子，日后永宁侯府就交到你二房手里。你要记得5日内还清300万两的赔偿，永宁侯府就靠你们二房了。说完，宋老夫人站起身，在李妈妈的搀扶下走出大厅。玉斐阁的众人都一脸不解地看魏氏，但很快
宋老夫人就知道魏氏为何答应的那么快了。二太太现在接手永宁侯府，简直是烫手山芋，吃力不讨好，费劲。回到玉斐阁后，花溪低声的说道：“二婶会给老夫人一个惊喜的，等着看吧。”谢景云轻声说道。赵嬷嬷与袁妈妈沉默不语，两人心底都在犯愁。夫人与世子闹成如此，往后的日子该如何过？谢景云坐在了窗台下，打开了谢礼刚派人送来的水晶冬瓜饺、玫瑰酥，从盘子底下抽出了纸条：“中秋烈焰，三哥送你一份礼物。”谢景云收好字条，抬头对袁妈妈说：“袁妈妈，你去二太太那帮她几日，若需要人，可以从玉斐阁那条人给她用。花溪，你出去找几个会打的打手，聘为护院，看守玉斐阁，必要时有用途。”“是，夫人，奴婢一定办好此事。”花溪与袁妈妈离开玉斐阁后，赵嬷嬷忧心忡忡地说：“夫人，你和世子……”“赵嬷嬷，我和他之间没有可能，立场不同，观念不同，宋府与谢府秉承的东西不同，从一开始结合就是错的。”赵嬷嬷红了双眼，看着还如花一般年纪的谢景云，她只是心疼谢景云年纪轻轻，所嫁非人。“那夫人，日后怎么办？”谢景云抬眸看她：“赵嬷嬷，我前路茫然，不知生死，你随我10余载，劳苦功高，如今也该回去和你的亲人。”他语顿了顿，轻叹了一声：“团聚了。”第166章放归。赵嬷嬷身子一愣，直直地跪在了地上，一脸慌乱地说：“夫人，你要赶我走？夫人！”她跪着走到谢景云面前：“小姐，你不需要奴婢了吗？”谢景云不敢看赵嬷嬷，赵嬷嬷是他祖母精心挑选给他的人。他初入永宁侯府时才将12岁，事事依赖赵嬷嬷，哪怕到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赵嬷嬷在他心中的分量亦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他经历过一世苦楚，身边的人都不得善终，他不能为了心底的那一份不舍，再把他们推向深渊。“小姐。”赵嬷嬷在谢景云耳边一遍遍地唤他。谢景云低头抹去眼泪，才敢回头看赵嬷嬷：“你也看到了，我如今不需要掌家，无需太多人手，只需过好自个的日子，那些人不敢动我。小姐你惯会哄人。”赵嬷嬷泪如雨下，一边同我说无需太多人手，一边又叫花溪出去买几个能打的打手，看护玉斐阁。我先前一直不明白小姐为何突然转了心性，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已知道世子在外有人，自己偷偷的藏在心底，偷偷的谋那些事儿？谢景云抿嘴一笑，握紧了赵嬷嬷的双手：“我还未想好如何告诉祖母。”赵嬷嬷听到这话，痛哭道：“你隐瞒的我和老夫人，隐瞒的好惨好惨啊！可你越是这么瞒着他老人家，将来他知道此事，只会更加难过。当初是他老人家出面帮你谈的婚事，却没想到把你埋葬在了这里。你现在把我推出去，是又想继续隐瞒着老夫人什么？连我都不得知道了吗？”赵嬷嬷，赵嬷嬷提到谢老夫人的时候，谢景云心底的防线瞬间崩塌。他重重跪在了赵嬷嬷面前，声音哽咽痛苦地说：“还不是时候告诉祖母。”屋子里的白露、香露也因谢景云跪下而跪了下来，个个泪眼婆娑。花荣抱着谢景云说：“赵嬷嬷，你不要逼夫人，我时常见夫人自个偷偷抹泪，夫人心里必定也是苦的。只是你也看到了，世子和宋老夫人欺负夫人。”赵嬷嬷从侧旁抱紧了谢景云，一边哭一边轻抚她的背，如同谢景云幼小，她软声细语地哄她开心：“我怎么舍得逼我的小姐？我是心疼小姐，往前不曾吃半点苦头，如今却有苦难言。我若离去，小姐当如何是好？”“会好的。”谢景云用手帕擦抹去脸庞的泪水：“会好的，嬷嬷今日就出府吧。若我能健全脱离宋府，自会当面给祖母磕头赔不是。假若我无法全身而退，你便告诉祖母，姐儿无愧谢家。”“小姐！”赵嬷嬷重重磕头。谢景云撒开了赵嬷嬷的手，用手帕掩着面道：“花荣，你给嬷嬷收拾一下，你和赵嬷嬷一同出府。”“什么？”花荣震惊：“奴婢也走？”白露和香露是孤儿，离开了此地也无路可去。花荣，你还有母亲要照顾，我也让我三哥为你准备一份嫁妆，替你安排你与明永安的婚事。明永安是个良人，你跟着他好好过日子。”谢景云说完，就起身走入了自己的卧房，门栓紧闭。花荣的哭声隔着一道门悠长的传入。夫人把身边最得力的2个下人放出府了。李妈妈道：“宋老夫人精神蔫蔫，语气阴冷，就让她随便折腾吧。永宁侯府早已被她折腾得不成样了，去看看人来了吗？”话音刚落，何香就带着一名妇人走入慈松堂：“老夫人，梅娘子来了。”那是一个40出头的妇人，一身庸脂俗粉气，恭敬地向宋老夫人行礼：“梅娘见过老夫人。”第167章莲香。你就是柳三刀，梅娘子。宋老夫人用着轻蔑的目光扫过满身脂粉俗气的妇人。柳三梅徐娘半老，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衣裙，画着略显粗重的妆容，谄媚笑道：“正是，正是。”她知道宋老夫人这样的人家瞧不上烟花柳巷出身的她。
但能找到他柳三梅的人，都是肯出大价格的买卖。到了那种地方，还要什么尊严、贵气，一切只看黄白之物。听说你的烟柳坊内可调制出令人乖乖听话的药？宋老夫人道。柳三梅笑道：老夫人可算是找对人了。到我烟柳坊的姑娘，不管是身世清白的寻常人家，还是性情刚烈的小姐，又或是身份高贵的公主，只要我调教一番，就没有不听话的。就是不知老夫人想要寻哪种配方，我好回去命人调来。宋老夫人朝李妈妈那瞥去，假意低咳了几声。李妈妈上前回柳三梅：1万两，买你一瓶莲香粉。柳三梅听到1万两的价格，双眸霎时一亮，笑盈盈的说道：赶巧了，奴家今儿出门，正巧带着一瓶莲香粉。说罢，她从衣襟里掏出了粉色的瓶子，满脸讨好的说：这瓶莲香粉可用4到5次，老夫人点香的时候，就从这瓶子里倒出一丁点儿粉末到香条上，气味有香条掩盖，莲香四溢，玉魂欲仙，情难自禁，就是9天仙女下凡，也要脱光了衣衫带人采撷。一场欢好后，香灭粉黛，无可查证。柳三梅说的露骨，连李妈妈听了都要脸红耳赤。她回头朝宋老夫人那看了看，宋老夫人拿出手帕抵在唇边，微微的点头。李妈妈这才从衣袖里抽出几张银票。柳三梅伸出手就要接过那几张银票，却又被李妈妈收走，狠狠地警告道：此事天知地天，你知我知。好妈妈，这莲香粉若不是有人有所求，咱们烟柳坊也不可能调个10瓶8瓶放着用。放心，就算皇帝老爷来查，都查不到，你只管放心的用，好使着呢。柳三梅盯着李妈妈手中的一沓银票，两眼放光。李妈妈看出了柳三梅的贪心，从中抽走了2张银票，道：我怎么知道此香是不是真如你说的那般神奇呢？万一出了差错，你躲起来，让我去哪儿找你啊？柳三梅没想到李妈妈会如此警惕，先给5000两，我确认此药奇效后，再让人送5000两去你的烟柳坊，你也不必再来侯府了。这怎么？李妈妈眼眸一凌，怕我不给剩下的钱。我就算不给，这5000两你也赚着了，何况这偌大的侯府在这，我还怕你到此闹得不愉快呢。拿着钱走吧。柳三梅敢怒不敢言，双手接过了李妈妈手里的5000两银票，就跟荷香离开了慈松堂。宋老夫人朝李妈妈投去了赞赏的目光，又嫌弃了一番柳三梅，这些庸脂俗粉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玩意。这时李妈妈抬头看向内室，只见梁婉之从里面走出来，向宋老夫人扶了一个身。宋老夫人冷眼看她，药有了，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老夫人，这药便用在夫人身上吧。第168章出行。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来人，夜凉如水，乌云遮月，阴暗的宅子压得人透不过气。屋内妇人重重拍击房门，却无一人回应。帷幄内传来如同雄兽般低喘的声音。妇人猛地转过身子，瞪看床榻方向，那里忽然冲出一道身影，把她扑倒。谢景云噩梦惊醒，花溪听到动静，立刻下榻走到谢景云床边，掀开帷幔，就见谢景云衣襟被汗水微湿，脸色苍白，瞳孔略略放散，似是受到了莫大的惊吓。夫人又做噩梦了。花溪赶紧拿出帕子为谢景云擦汗。谢景云大口大口的呼吸，许久都没回过神来。他一直是梦里的男人为噩梦，如今慢慢清醒，剖析梦境，他又何尝不是这场梦的牺牲者？也许从一开始，宋谦与梁婉之所支持的势力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在为夺大位不惜一切手段的梁王。哪怕那人问鼎后，哪怕梁王隐藏在暗处苟延残喘，宋府的立场从前世到今生一直从未改变过。他死后，不知梁王是否反击得势，但他可以很明确地告诉自己，宋谦和梁婉之绝不会就此败落。如今是什么时辰？谢景云问。夫人，寅时了，奴婢去给你打水擦拭身子，换身干爽的衣物吧。花溪起身让2等丫鬟去拿热水。谢景云换了干爽的衣物后，全无睡意。此时天色灰蒙蒙的，花溪出去有一会儿才回来，在谢景云耳边说：夫人，奴婢的哥哥有事想和夫人说，不过奴婢和哥哥说内院不方便进，他托奴婢同夫人说。花溪请的打手中便有自己的哥哥花无痕。老夫人昨夜让荷香带了一个人入内院，那人是烟柳坊的梅娘子。梅娘子！谢景云瞳孔一震，手中的茶杯重重跌落，身子微微颤抖。此人阴毒贪财，皆是不少道上的人用钱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可以说无恶不作。他被算计到顾长宁龙榻，可离不开梅娘子的功劳。是以谢景云对梅娘子有着很深的阴影与恨意。没想到老夫人等不及了呀！夫人，你怎么了？花溪为他擦拭又打湿的衣物。谢景云缓过来后，神色渐渐冷静下来。梅娘子不是老夫人结识的人，是姓梁的，与老夫人暗通一气，招入府的人。可需要让奴婢的哥哥去打探梅娘子入慈松堂是为了什么？不必，他知道，把你哥哥安排经外院洒扫雨轩楼，委实太屈才了些。
可是夫人给的赏钱比内院管事还多，哥哥说哪里干也是干，而且在雨轩楼打扫，他可以看清楚谁进出内院，更方便替夫人办事。花溪道：夫人，你衣服又弄湿了，奴婢再给你拿一套睡袍。不用换睡袍了，梳洗吧。谢景云刚梳洗完，袁妈妈就收到了从外院传进来的请帖。夫人，是萧家管事送来的请帖。谢景云转头看了看放在桌上的请帖，伸手打开。萧家要为七皇子接风洗尘。他合上请帖，并退下人，只留下了花溪，对他说道：花溪，让你哥哥去找一人。夫人想找谁？七皇子。第169章算计。寺庙撞钟声响，谢景云跪在佛前虔诚祷告。良久后，他才睁开双眼，从寺中方丈手里接过制杯教，往地上一掷，掷脚一阴一阳，大喜。无量大师，阿弥陀佛，施主所问之事，可行可喜。谢景云微微一笑，让花溪朝功德箱里扔了不铜板。从佛寺里走出来后，花溪低声问道：夫人，你刚才问什么？谢景云走过梅花长廊，朝着梅园而去，目光掠过前方另一条走廊，迎面朝前的男人，红唇轻扯道：一计将成，功德圆满。佛曰：可行。花溪听不懂谢景云的话意，便停下脚步，将跟随而来的人挡在了梅园外。你们不必再跟着进去了，夫人要在梅园内歇息。可是老夫人让我们寸步不离地跟着夫人。随行的还有宋老夫人安排的荷香、林妈妈、桂嬷嬷。说话的是荷香。谢景云停下脚步道：花溪，他们想跟着就让他们跟着吧。他推开了面前的厢房，走了进去。厢房雅静扩大，里面还有一间内室，室内设有贵妃榻、禅殿、佛书古籍和笔墨纸砚，供香客休息时看书抄经也可。荷香直接跟了进去，里里外外的检查了一遍，确保屋子是干净，但他并没有要离开谢景云的意思。谢景云冷着脸道：出去吧，老夫人让奴婢们出去。谢景云声色比刚才重了几分。荷香平眉看了看谢景云，心有不甘。谢景云看他不动，微抬眉眼，眼眸冰冷，当真要我在此治你个以下犯上的罪，将你打回老夫人那去，你也奈何不了我。在永宁侯府，莫说一个丫鬟不敢动他，就是宋老夫人和宋谦都不敢拿他怎么样。荷香心里还是清楚的，要不然老夫人也不会想出那道阴损的法子。他咬紧了后槽牙，对着谢景云扶了一个身，就退出了屋子。花溪重重拉上了厢房门，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就守在外头。哪个若是敢上前一步，花溪就一棍子打下去。跟来的几位丫鬟婆子也见识了花溪的泼辣劲，渐渐就把心思歇了。厢房内，谢景云起身打开了身后的那扇窗，风扑面迎来。谢景云退后了2步，转身坐回书案前。没一会儿，一道身影从窗户跳落。他动作很轻，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随手又轻轻地关好窗门，然后便大摇大摆走到了谢景云面前，坐在禅垫上，身子歪歪斜斜地倚靠在书案前，朝谢景云那一瞥。谢景云将写好的话递到对面的男人面前，上面写着：门外有老夫人的人，你我不方便开声议事，便在纸上长话短聊，不知七皇子可有意？此人正是顾长宁。他俊美噙着淡淡的笑，骨节修长的手伸向谢景云那边，捏住了一口茶杯，往茶杯里倒了一杯水，食指沾水，在桌上写下无字。谢景云狂跳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第一次单独与顾长宁共处一室，但凡他动点歪心思，他的性命都要交代出去。他不敢将自己的胆颤表现出来，也想快点结束这次的交易。谢景云从衣里拿出了一瓶粉色瓷瓶，放到顾长宁面前。顾长宁挑眉看了看，此物名为莲香粉，唤情治愈之物，出自烟柳巷。谢景云也在桌上写。顾长宁不语，静静地看他写。宋老夫人昨夜派人将烟柳巷的梅娘子带入侯府，也买下了此物，意欲做局算计，毁我名声。他写下这一段字时，脸颊绯红，耳根发烫。顾长宁看出了他细微的变化，下意识拿起莲香粉看了看，然后凑近他耳边低声轻语：意欲拿你算计谁？第170章泥泞。耳根热气照来，谢景云身子剧颤，猛然抬头，两人目光对视，却只是短暂交触，顾长宁就从他面前拿走经文帖，蘸墨临摹。他的声音近在耳边，却又无法让旁人听到，这是常人所办不到的事情，足以看出他内力深厚，可以控网生力。出去谈。他突然放下笔，看向了窗。谢景云太阳穴突突跳了2下，看他眼神，似乎在问敢不敢。出去谈的确更方便。顾长宁不容他多想，用手帕裹住了他的手腕，拉拽住他，走到了窗前，指了指窗台下的凳子。他鬼使神差爬上去，他把他推窗，下面有一位内侍接住了他，而接他的人正是江淮。顾长宁也出来了，他拿了一件很长的黑色披风覆盖在谢景云的身上，道：跟我走。此刻顾长宁的脸上
已无半点玩笑。他转身走入竹林，穿过密林，到了一间僻静的暗室。谢景云停下了脚步，他心里多少是忌惮的，忌惮世俗礼节，忌惮眼前的男人。顾长宁见他停下脚步，侧目看他，指了指亭子道：“这里都是我的人，就在这坛。写字多费劲。”他先走入亭子，坐在石凳上。谢景云见此，暗暗松了一口气，不入暗室是最好的。走入亭子后，江淮赶紧把手里的垫子放在石凳上，道：“夫人，坐。”谢景云坐在顾长宁对面，桌上有桂花糖酥糕、吉祥果、水晶冬瓜饺、合欢汤，都是福禄楼有名的点心，还是他常让花溪带的品种。不，全都是他平日常用的点心。谢景云望着那一桌吃的，黛眉微颦，久久未开口说话。我看你那丫鬟隔三差五去买，便想着也买些，报答夫人的知遇之恩，这些都是特意替夫人准备的。他倒是坦然承认。谢景云咬了咬唇，他下次不叫花溪去福禄楼了，多谢七殿下赏赐。谢景云起身谢恩。顾长宁道：“不必客气。”谢景云坐回凳子。顾长宁道：“说吧。”顾长宁来这一出，倒让谢景云不知从何说起，就从宋老夫人意欲做局回你名声说起。他坐姿端正，双手摆在大腿上，看着对面的女子，反问他意欲拿你算计谁。谢景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找顾长宁，如今一搅和，他有齿难言。他绞起手帕，拧紧眉，面容通红。顾长宁一时耐心的等，半晌，软柔的声音响起：“回我声谕，损你道恒，一箭双雕。此局于梁王有益，可让七殿下名声大损，断绝谢氏一族生源；亦可毁我身损我名，将谢氏一族踏入泥泞，报当日侯府名声大损之仇。谢家乃礼仪世家，我虽起誓不再回谢府，却是从谢府出来的姑娘。你强如我，谢氏三子绝不肯善罢甘休。我二哥执笔文书，便能让天下文士唾你，殿下大计将功亏一篑。宋氏大计成，梁王得势，奸人翻身，而我唯有一死，这便是宋氏的计谋。”话落，谢景云仓皇端起茶水，放在唇瓣抿了几口，方才知觉唇齿都在颤抖。顾长宁却轻飘飘吐出几个字：“我强如你。”嗨嗨咳，谢景云被茶水呛咳。两世不曾经人事，却也懂得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可对于谢景云而言，却难以启齿。这四个字已是十分露骨。然而顾长宁却要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他们想把你算计到我的榻上。”哦，这确实是个好算计。江淮第171章默契。他身子微动，截骨修长的手捏住了面前的茶杯，一杯饮尽，仿若这凶险权欲、色欲之事不过是一场谈笑风生，坦然于表，让谢景云莫名的放松了不少。他对此人了解甚少，先前一直停留在前世的算计当中，对他畏惧怕甚至忌惮，这又何尝不是被束缚在世俗礼仪中？他身陷囹圄，到底是命重要还是礼仪名誉更重要？他自然想两个都要。想到此处，谢景云的脊梁骨也莫名的挺直，嗓音温婉清亮：“是，你说，我听着。”顾长宁拿起茶壶，给自己重新斟了一杯茶。谢景云静静地盯着从茶壶口泄出的茶水，道：“萧府要替你办喜晨宴，想必定要宴请燕京世家权贵们参加这场宴，梁王必定要带上梁王妃一同出席。”你说的无错。顾长宁第二杯茶水饮下，放下茶杯，挑眉道：“还是我亲手写的请帖，亲手递给梁王的。”这的确是顾长宁能干得出来的事。宋谦必定会同我一起出席殿下的喜晨宴，届时老夫人还要派上2个下人跟随。此事于宋府存亡重大，必定要派身边的李妈妈跟随。殿下不如改立场地办喜晨宴，莫让宋家手段污了萧府。此后东窗事发，梁王也不能直接追责萧家。那便在顾长宁接话：“万宁行宫吧。”谢景云话语微微一顿，万宁行宫是太后先前居住的别宫，也就只有顾长宁敢这般肆无忌惮地拿万宁行宫办自己的喜晨宴，办得隆重一些。我会将我那几位皇兄都请来，你意下如何？谢景云点了一下头，也不必如此。这场戏本不是要做给所有人看，你想给谁看？梁王。顾长宁手指搬动茶杯，目光却投向对面的女子。谢景云眼神坚定，言语有力地说道：“他欲加害我，我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话落，他双手奉茶，低头饮茶，无波的茶水一瞬间被荡开了几圈涟漪，掀起这平静下的惊涛骇浪。顾长宁轻嗤一笑，无需言明，便已知晓所行之事。两人不谋而合。1个时辰后，谢景云回到厢房，花溪手里端着一盒石龙走了进来：“夫人，福禄楼的人送来的点心，你派人去福禄楼要点心了吗？”谢景云盯着石龙看了好一会儿，他伸手打开石龙，是水晶冬瓜饺、桂花糖酥糕、吉祥果、合欢汤。花溪看了眼，问道：“要在这里用点心吗？”谢景云回过神来，
你放下吧。花溪将石笼里的点心摆到桌上。谢景云盯着点心，你每次去福禄楼都……他问了一半，又把话咽了回去。花溪不明所以的问道：都什么？夫人，没什么，你日后换一家去要点心吧。可是奴婢先前给你买了好几家茶楼做的点心，你就喜欢吃福禄楼的。谢景云抬眸看了花溪一眼，有吗？有啊，你忘了吗？花溪问，夫人吃腻了福禄楼的点心，想换换口味吗？这倒叫谢景云不好回话了。他吃了一圈，觉得腻了，吃来吃去就那样吧，索性放下筷子说，腻了，下次换别家罢了，下次你派新来的丫鬟去福禄楼买。花溪皱起了眉头，挠腮不解，奴婢买的和新来丫鬟买的，难道口味不一样？谢景云回到侯府后才知道，魏氏将永宁侯府闹翻天了。第172章偷生。夫人，你可算回府了。奴婢没想到二太太竟直接把店铺那一群管事绑起来，统统送去官府了，告他们个贪腐私淫的罪名。他还亲自带人去大太太的院子撬开库房锁头，把大太太的嫁妆都搜刮出来。谁知道大太太竟然一直在装傻。这会儿二太太将她的库房撬了，嫁妆搬了，她那病一下子就好了，还和二太太对着打了几回。袁妈妈说的惊心动魄，她可是参与这场激烈之事的参与者之一。她无法形容当时的情况有多刺激，就感觉二太太干了夫人不能干的事情，挺爽的。谢景云面上露出了浅笑。这时就看到宋谦气势冲冲的从对面走廊拐过来，他本是要找宋洪凯把魏氏拖走，别让他再发疯，却正巧碰到了谢景云。你回来的正好，快去慈松堂阻止二婶，他简直疯了。说完，他就要碰谢景云的手，拉他前去慈松堂，却被谢景云躲开了。他往后退了一步。宋谦见此，怒目瞪他：你什么意思？随后又抬头看了一眼站在谢景云身后的袁妈妈。你袁妈妈也是始作俑者，二婶的帮凶。谢景云，是不是你使着二婶去干那些事的？永宁侯府已经被你闹得如此不堪了，你还想如何？袁妈妈脸色杀变：世子，此事夫人不知情，奴婢只是奉命行事。啪！宋谦恼火的抬手一巴掌打在袁妈妈的脸上，袁妈妈倒在地上。谢景云回头看了一眼袁妈妈，脸色一沉，转身反手一巴掌甩向宋谦。响亮的巴掌声响起，宋谦错愕的捂着脸：你为了一个下人，竟敢打我的脸！袁妈妈是我身边的得脸的陪嫁之人，你打她的脸，形同于打我的脸，难道世子不该受这一巴掌吗？他猛然又举起手。袁妈妈见此，冲到了谢景云的面前道：世子，你要发泄就朝奴婢脸上打，夫人细皮嫩肉，挨不得，你敢打下来试试看？谢景云气势不减，声色凌厉一喝。宋谦高举起来的手落下不是，不落也不是，就这么举在半空，隐隐颤抖着。谢景云将袁妈妈拉开，站在宋谦的面前，微微抬起脸蛋，眸光阴冷地与他对视。就这样，两人僵持了许久。宋谦狠狠甩开了手，侧过身子道：谢景云，你就闹吧，无论你怎么闹，我都不会同你和离。你死了那条心，已是强弓之弩，不过苟且偷生罢了。你说谁苟且偷生？这句话就像一把软刀子，将7年前的逃战罪事丑陋一层层的剥开，让他忌讳又敏感。谢景云由上至下的打量他，冷笑了一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我说谁？宋谦脑海一片空白，心中慌乱不已，眼眸赤红的盯着谢景云。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没什么话想跟你说的。谢景云哪里知道，他短短几句话，竟有宋谦的脸上看出了一丝慌意。除了逃兵，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不为人知的？这时，慈松堂的人前来禀报：世子，快去看看吧，二太太她把老夫人那院子的库房也给撬了。第173章抚恤金。宋谦咬了咬牙，狠狠甩开了捂住的脸，道：谢景云，是不是你放话帮二婶让外院的护卫入院撬侯府的库房？我的确放话派袁妈妈到二婶身边协助她管理侯府，若二婶遇到什么难事，我手里的护院也都可以任她调用。二婶是我们的长辈，帮一帮她有什么不对？你就这样帮？你是存了报复之心，要把侯府弄成如此？宋谦指着谢景云，怒目可睁。谢景云迎前不惧眼前男人的威势，他已与他鱼死网破，用不着再给他什么脸面。是啊，所以世子不如给我和离书。你死了这条心。宋谦收紧了手，握紧拳头，垂眸冷盯着谢景云，想离开侯府，除非死。他扔下了最后一句话，就转身回慈松堂。谢景云身后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夫人，袁妈妈也被宋谦刚才的架势吓狠了，真怕宋谦动手打谢景云。别怕，他暂时还不敢在人前对我动手，去慈松堂看看。魏氏，你这个娼妇大逆不道，看看哪家的儿媳妇敢撬婆母的库房，敢搬婆母的嫁妆，快阻止他，
不准让他进库房。宋老夫人丢开了拐杖，声嘶力竭地吼斥。院里两派人互相对峙，一边是老夫人这边的丫鬟婆子，另一边自然是二房带来的人。谢景云刚买回来的打手也都被调用了。侯府能用的护卫在外院，就算要调，也需听令现在的永宁侯的。是以二房并未用侯府的护卫，老夫人也休想调动他们。他用的人是谢景云借他的。卫士撬完了张氏的库房，就立刻带人到慈松堂，二话不说便让人撬了老夫人的库房。什么大逆不道！卫士站在库房前冷笑了一声：“老夫人，你出去喊吧，就说卫士强撬你的库房，你看看到时候我是怎么和众人说的。”护院抬出了30几箱上过封条的礼箱，有些箱子上面的封条断裂两截，有些还尚存完整，但所有的礼箱都被打开过，所以礼箱上面的封条都是不完整的挂在箱子上面。而这30几箱礼箱是7年前经上赐下来的抚恤金，是卫士3个儿子的抚恤金啊！卫士触到伤情，伸手抚摸上面的箱子，眼中泪光闪烁，喉咙一阵梗塞。7年前，太难了。他沉浸在痛失3子的悲痛，一度想转过而去。在他最难的时候，3个儿子的抚恤金不知被收到何处。老夫人只给了他一句话：经上赐下来的东西全都拿出去办丧，安抚族中牺牲的男儿了。他心如死灰，未去仔细追究。这7年时光，他渐渐缓过神来，发现侯府公账不对劲。当年侯府声称无账可出，是谢景云帮助渡过经济关口。那么老夫人将那些抚恤金都安置到了何处呢？后来他才从慈松堂内院的人问出来，全都在这，都给老夫人一口私吞了。宋老夫人看到这些箱子，瞳孔一阵收缩。这些都是宫中的账，所有宋氏忠烈的抚恤金都要充公，包括侯爷、谦儿当初赐下来的死亡抚恤金。是啊，都得充公，怎么就成了老夫人的嫁妆了呢？难不成老夫人还要再出嫁一次？是以拿捏着死人的抚恤金充当您的嫁妆。第174章算账。卫士宋老夫人被彻底激怒，卫士的话形同于推倒了所有的支柱，狠狠地羞辱了她的贞洁。岂容你如此羞辱我？我羞辱得了你吗？卫士目光阴冷，眼中带着浓浓的怒火，朝着宋老夫人走去。是你自己羞辱你自己，没脸没皮臊的不慌。你放肆！我嫁入侯府20载，你如何对待我的，又如何对待我那3个短命鬼？老夫人呐！卫士呲着牙，一步一步朝着前走，手中攥紧了帕子。做人要对得起自个的良心，我怎么就没良心了？我若心硬如石，你还想留在此处？卫士，你如此闹，枉为人妇，你想想折颜的前途。你闭嘴！卫士伸手指着宋老夫人。李妈妈怒道：二太太，老夫人将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库房，也是为了妥善安置。卫士一个巴掌甩落在李妈妈的脸上，啐了她一口唾液道：我让你闭嘴！李妈妈被打得委屈了，回头看向宋老夫人。宋老夫人咬牙怒道：这些可是宫中之物，你纵然搜出来，也不可能占为己有。而我是长者，侯府没有分家，这些东西就不能全到你手上，我给你分多少，你就要多少，你不能反对，否则就是不孝。宋氏不是只有老夫人你能做得了主，我亦不敢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私吞了公账数额。你什么意思啊？宋老夫人话音刚落，宋家族长与宋宏凯一同走入慈松堂，二人身后还跟着一群族中德高望重的乡里。宋老夫人头皮发颤，卫士真是疯了。族长，你们怎么来了？宋老夫人扯开了一抹干巴巴的笑。宋族长阴沉着脸，扫过大院上的35箱抚恤金，没有理会宋老夫人，就坐到堂上。宋宏凯与宋族长同坐一排。宋谦看向宋宏凯，握紧双拳道：二叔，是你纵容二婶撬开我母亲和祖母的库房，是有人说你母亲和老夫人挟公家私，你二婶这么做，是金族里长辈同意查公账。宋宏凯道：一切合情合理，假若你二婶去报官，由官府来搜，便不可能只搜2处库房了。我只想问问老夫人，这些年公账上的账呢？宋老夫人心里还是不服宋宏凯当上永宁侯的，她冷着脸说：这些年一直是由谢景云在管家，你不问他，反倒来问我，你们不觉得好笑？袁妈妈，谢景云唤了一声。袁妈妈从花溪的手里拿过了一本厚厚的账册，双手递给谢景云。谢景云接过了账本，既然老夫人这么说，这些年我从我的嫁妆里拿出来的每一笔，咱们都来一笔一笔的算。他把手中的账本交到了卫士的手上。卫士翻开看了看，脸色越发的凝重，随后转身将账本交到宋宏凯的手里。宋宏凯数略一看，眉头拧紧。宋族长接过账本，看过数十页后，猛然拍桌怒斥：荒唐！他站起身，气愤地指着宋老夫人：永宁侯府出此恶妇，想要败落谈何难？你是当我宋氏的家规如无物吗？宋老夫人被骂得差点站不住脚。卫士拍了拍手道：来，把人押进来。第175章
商量。花无痕带领下的护院押入3位管事，这些都出自宋老夫人的娘家林家。那3人全是宋老夫人的侄子侄女。宋老夫人见3人被五花大绑着，脸色霎时大变。你们！3人无一人敢抬头看宋老夫人一眼。卫士站在他们的身后道：“把你们知道的如实告诉侯爷与族长，实如禀报，尚且能数1、2，否则送去官府，少不得公审打板子，还要吃牢饭。”林娘子身子一颤，第一个先说道：“回侯爷，族长，草民是老夫人的娘家侄女，7年前被老夫人从令乡叫到燕京掌铺子。草民掌的是织布坊的生意，算账出纳都是草民在干。老夫人见生意日渐好起来，要草民每个月月初先把账中的盈利送到慈松堂，草民再回去另做一本账本，交到夫人的手上。宫中铺子赚来的钱大多进了老夫人和大太太的口袋。后来大太太让草民以铺子无盈利为由，不再向宫中交账。夫人几次来铺子盘查账本，都被大太太阻挡了回去。后来夫人就不去铺子查账了。草民。”林娘子说到这，心里慌慌的，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谢景云。谢景云居高临下的看林娘子，连你们底下的人也开始把手伸进宫中铺子，久而久之，便到我跟前说，铺子收成不好，无银进货，向我讨要银两，实则是被你等蛀虫贪去。夫人，这是错不在我呀。林娘子向谢景云磕头请罪，我也怕极了，是老夫人说她做担保，你绝不会再去查铺子的账，还说什么？谢景云声音很轻，却幽凉刺骨。林娘子朝宋老夫人那看了看，那句难以启齿的话轻颤颤的从林娘子口中吐出，若铺子需进货，便从谢三公子的铺子里拿，以夫人的名义去，要多少拿多少，谢三公子绝不会拒绝。林娘子说完，战战兢兢的磕头，身子哆嗦得很厉害。大厅里也一时间鸦雀无声，众人都被宋老夫人贪得无厌的行为震惊得一时失了。唯有谢景云还能镇定地面对着林娘子，他开声道：“账本呢？都有记下来。”林娘子也是怕有朝一日宋老夫人翻脸无情，把她推出去挡罪，所以记下了每一笔送进慈松堂的账，也记下了从谢里的铺子拿回来的货品。7年时间，光林娘子一人，账本已经记了30余本。花无痕从外面捧着一个长长方方的笨重的长匣子，来到谢景云的面前：“夫人，3位林管事做的账全都在这。侯府的账交到2太太手里，由族长与侯爷处置，3公子那边的账理出来。”谢景云道：“送到3公子手里，告诉3公子，我不曾受人到他铺子拿过任何货品，他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是。谢景云、宋谦怕了，这是家事，有什么话好好商量？没得商量。第176章，休书，我与你也没什么可商量的情分。他转头脸，眸光凉凉，话音无情。我往日待永宁侯府如何，就不提了，只当我真心拿去喂了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今时今日，老夫人与太太从谢家拿走的一个铜板，必究到底。谢景云。宋谦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不知道宋老夫人及他的母亲拿了多少，但从他的祖母出手阔绰，及他从他母亲手里拿走的那一箱箱银子来看，想必是拿了不少。如今一样一样都要算回去，岂不是要将侯府身家都掏空了？他以为只要不和离，谢景云也不能如何，顶多在府中闹腾闹腾，等他终有一日看清楚自己再走不出这片牢笼，也就歇了那心。谁想到他竟要一步步毁掉他，掏空侯府，报复侯府。看他心冷如玉石，宋谦心里一肚子怨气。砰！宋族长终于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怒斥宋老夫人简直是丑态百出，荒唐无度。宋府的荣誉是用族中子弟血肉之躯堆成，岂容儿等西人血馒头，辱没先烈。来人，将张氏带到大厅。族长，所欠的钱我们都会还上，绝不会再出此等恶事。宋谦不想再和谢景云纠缠下去了，只想平息了这件事情，把该封口的人封口了。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谦儿，你母亲不仅仅触犯了家规，宋洪凯道，他触犯律法，改头换面，假冒身份，骗取周氏大额财产，与那安氏贱妾一同苟行。无论是族中还是侯府，这笔账都不会由宫中拿出，5日内若还不清账即赔偿，你的母亲和安氏都要下狱。好，且不说下狱之事，纵使你们还清了周家的钱，侯府也无张氏立足之地。他败坏门风，私德有亏，族中不会再留下满身污点的妇人。二叔你什么意思啊？宋谦道。此时张氏已经被卫氏的得脸丫鬟红烛和蔡妈妈带来，她同样被五花大绑着。刚踏入慈松堂大厅，张氏就冲着卫氏破口大骂：“卫氏，你这个贱妇！”啪啪，卫氏伸出手，2巴掌甩得张氏口不能言，打得银碎满地找。你！张氏瞪大双眼，口齿不清的叫唤：“你敢打我！
你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丢人显眼的蠢妇？魏氏说完，又一巴掌扇在张氏的脸上。张氏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开始大声哀嚎，手指着众人道：“好啊，得了爵位，一个个仗势欺人，欺负我儿子，欺负我孙子弟，欺我男人在战场上战死了。洪胜啊，你个死鬼，你睁开眼睛看看啊！”张氏，宋族长气急败坏之下，站起身，拿起了茶杯，重重砸在了地上，出言呵斥：“你看看，你如今哪里还有一点曾经的侯府主母的样子？洪胜娶了你这样的妇人，当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永宁侯府出了你这样的蠢妇，是侯府气数要尽了。洪凯，将休书拿出，替你王兄修这辱没宋府、嚼口舌、行盗窃、得闲全无、善妒之妇。”张氏。第177章夫纲。张氏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浑身像出了雷霆一般，坐在地上发抖抽颤，面上带着不可思议的茫然，怔怔地说道：“你们说什么？”宋老夫人一时震惊地看了看张氏：“休书？我有诏命之身，你们敢休我？”张氏从地上慢慢地爬起来，指着宋洪凯：“你敢休我试试看？”宋洪凯被激怒了：“大嫂，诏命是怎么来的？”“是靠宋族世代儿郎鲜血堆成，诏命之下是万万千千的尸骸。今上封赐是抚恤慰问，却不是让你带着诏命夫人的头冠，行此恶事，罔顾律法，无视族规，为所欲为。”为所欲为4个字犹如雷霆霹雳，狠狠落在张氏的头顶，让原本从地上爬起来的张氏又重重跌坐回地面。他慌了，乱了，他以为他所做之事可以瞒天过海，可是没想到会走到今日的地步。宋洪凯将休书愤怒一掷，落到张氏的脚下。张氏吓得乱窜，大叫：“不，你们不能休弃我！我是洪胜明媒正娶的正室，要休弃也只有他能休我。你们让他起来休了我，否则我绝不会离开永宁侯府。我不走，我不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贵为老侯爷的正室，理应尊夫纲，行仁义，知报贵和，爱人，利人，助人，且不可妄言恶言。公堂之中箫声而起，失礼在前，弃夫纲，尊妻道，目中无人，野蛮无知，如异族之道，失异族门风，当可由族中最高把权者商议休出或惩戒。永宁侯替兄休妻，天经地义。”谢景云冷冷地说。宋谦身子一颤，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回头看向抱着红珠的张氏，如若母亲被休出，便只有白绫一条，必死无疑了。他跪在了宋族长与宋洪凯面前：“族长、二叔，罪不至此，我会看好母亲，让她重新修身，哪怕将母亲送去庄子，亦或是安堂修行也好。你们没必要将我母亲休出。”“罪不至此。”谢景云再一次开声，令宋谦头皮发麻。“谢景云，你是非得要逼我母亲不成？”七出之条，他犯多言，引家族冲突，惹是生非，搅乱家庭，离间家庭成员，导致当下不睦，对夫家是祸害，符合休出之列。他犯窃盗，据《礼记》内则载子父无私货、无私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语，他煽动夫家财产，即可构成窃盗。谢景云、宋谦越听越恼火，越恼怒，他赤红着脖子冲谢景云怒吼：“你敢说你无存私心报复我们？”“不敢。”谢景云风轻云淡地吐出这2个字，深深地讽刺着宋谦：“我嫁入侯府，谨记祖训，不敢有半点逾越。你切莫将你等犯的罪赖到我的身上，可不是我让他行窃盗犯罪之事，骗人100万两嫁妆。你……”宋谦被气得胸口刺痛，他捂着胸口，难受地伏在地上。宋族长言出必须，大声说道：“不去此妇，则家不宁。来人，把张氏逐出永宁侯府。”故《后汉书·冯衍传》：“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第178章后悔。不，张氏紧紧抱紧身前可抱的护栏，族中妇女亲自上前拉扯张氏。张氏看向宋谦，惊恐无助，大叫：“谦儿，儿子，儿子，快救救娘！娘不能被休出，娘会死的！啊啊，不要碰我！”他胳膊被人掰扯开，从台阶拖到院中，再从院中拖到院外。宋谦起身阻止，却被族中李正拦下，强势将他按倒在了地上。宋洪凯也上前劝道：“宋谦，你母亲所为太过，宋府容不下她了。她是我娘，是我的母亲，宋府容不下她，那我便脱离宋家。族长不是说要将我除名吗？那就除名吧。”宋谦握紧双拳，从地上站起身：“我自请脱离宋氏家族。”“不行！”宋老夫人怒声打断。宋谦回头看了看宋老夫人，说：“祖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休出，此一休书传扬出去，我娘就只有死路一条。可你是宋家儿郎，你怎能因你母亲的过错自请脱离宋氏？你想清楚你自己的前途，你想一想择根儿。”宋老夫人握紧了宋谦的手，转头对宋族长说：“
无论如何，泽根都是谦儿的血脉，就是侯府的血脉。我要求今日开宗，让泽根成为宋氏子孙。荒唐！宋族长拍桌呵斥。宋谢两府办家宴当日，我便已对谢府说明，此子绝无可能入我宋氏族谱。老夫人以为我今日到永宁侯府来，仅仅只是为了张氏一事。宋谦若还想留名宋族，必须将贱妾安氏乱棍打死，以向谢府表决迎娶谢家女的诚意，得以让宋谢两府重修旧好。听到这番话，宋谦猛然从地上站了起来，语气坚定地回头：孩子的母亲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绝不可能让族中下令乱棍打死孩子的母亲。今时那贱妾犯下祸事，你不处理，来日若犯下滔天祸事，殃及整个宋府，谁来与你陪葬？你既然执迷不悟，那宋氏满门便容不下你。你不自请脱离侯府，我今日亦要将你等母子三人逐出侯府，从族谱除名。宋族长滔滔不绝地怒道。宋老夫人大叫了一声：族长，不可！那贱妾！祖母，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你连我的救命恩人都要打死，谦儿就真的无立足之地了。既然宋府容不下我，那我又何必赖在此处？谢景云。宋谦转身怒对谢景云说：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吧？将我逐出宋府，你有什么好处？我不同你和离，席绝无望，你也要同我一样跌落泥泞，任人践踏，你满意了吧？谢景云微微垂眸，嗓音冰冷冷的轻道：辱人者必自辱罢了。他说了那么多，就想看看他落到今日的地步，他有没有一丝悔过。谁知他轻轻一句话，就如同一把尖刀，狠狠地刺进他的心脏，令他毫无还手之力。可他越是表现得轻慢得意，他越想看到谢景云在他面前哭求他的样子。他咬紧牙关道：谢景云，你越想与我和离，越是挣扎，我越要拖着你一起下地狱。你我生不得离，死亦不得分离。你这辈子都要囚在我宋谦的婚姻牢笼里，我一定要让你后悔。大爷，太太被张家的人绑回去了，你快看看，他们要绞杀太太。第179章不准。宋谦脸色大变，他起身冲出了慈松堂，再不顾身后之人所言礼法礼规，也不顾异族信仰，亦或是自己是不是要被除名，就跑出了院子。谢景云在他身后言辞冰冷地回道：我独身空守7年，又何惧这牢笼？宋谦脚步微顿，一拳打在院门上，转眼就消失在了人前。宋老夫人大叫他：宋谦，你给我回来！张氏以休戚之人，张家的人必不会让他回去辱没了张氏族人，他是必须死的。只是宋老夫人还未将这一番话说出口，身后就传来宋族长的声音：欠下周氏的钱需从张氏嫁妆拿出，再将周氏所送之礼原封不动抬回，欠下谢家3公子的份礼宫中拿出。至于宋林氏所行所为，宋族长口中的宋林氏正是宋老夫人。宋老夫人背脊发凉，转过身子，就见族中几位年长的人低头交流。最后宋族长道：恶奴逐出铺子，追回遗失账目，私填公账，扶正家规。宋老夫人声音轻颤：你们要动我的嫁妆？老夫人，你以公谋私，已然是窃盗之罪。族长新词，看在你年老又丧子的份上，没有以窃盗之罪判你也休出，如今不过是要老夫人你将空缺的那笔漏洞填回去，你在此还谈何嫁妆？卫士冷眼扫过宋老夫人，宋老夫人气急攻心，抬手指着卫士，声音颤抖：你们！噗！老夫人！宋老夫人吐出了一口血，晕倒在了李妈妈的怀里。卫士早已叫好府医，在宋老夫人晕倒后，第一时间让人为宋老夫人看脉医治，而慈松堂库房里的东西全部搬走，充公所用。一直到次日天微微亮时，宋谦才从张家回来。他衣衫不齐，袖袍撕毁，左边脸庞高肿，双目布满着红血丝，一身狼狈地走回慈松堂。宋老夫人吐血被救醒后，亦是整整一夜无眠。此时看到宋谦从外面走入，他声音嘶哑地唤道：谦儿，你回来了。宋谦走到宋老夫人面前，身子无力地跪在地上，抱头痛哭。李妈妈看他衣物凌乱，似是与人打过一架，担心地问道：世子，你怎么了？太太怎么样？我娘她缓缓抬头看向宋老夫人：死了。宋老夫人的气劲也随着宋谦这句话而软软地倒回床榻。可是他又想起了宋广泽，宋老夫人泄去的精气又一瞬间抖了回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双腿从被窝里撤出来，放到地面，以一个长者之姿居高临下的看宋谦。这一切都是从宋谢两府大闹之后才开始的，这一切都是谢景云主导，是他在报复我们嫡出一房，暗中操控让你二叔席爵羞辱我们。谦儿，你抬起头来看着祖母，听祖母说。宋谦难过的抬头看宋老夫人：我真的好累，要不就放过谢景云吧，我去写和离书。不准！宋老夫人怒道：你若是敢写和离书，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第180章丧偶。祖母，我真的好累，你不要再逼我，你不要。宋老夫人右手重重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是我逼你的吗？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早些与那女人断了，我好替你与泽根做打算？可你偏要念那救命恩情，把你母亲的性命都葬送了。当初你回府跟姐儿好好过日子，与姐儿早日圆房，早日生下一儿半女，你如何会走到今日的地步？宋府与谢府如何会决裂？你捂着你的良心说说，祖母逼过你吗？真若要逼你，我早就命人乱棍打死那贱妇，也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你说是我逼你的吗？你抬起头来。宋老夫人突然跪在了宋谦的面前，双手握紧了宋谦的双肩，逼迫他抬头看自己一眼。而宋谦看到宋老夫人跪在地上，下意识的惊呼：祖母，你快起来，地上凉。那你答应祖母，振作起来，路还未绝。宋谦扶起了宋老夫人，情绪渐渐平复。宋老夫人让李妈妈去打水给宋谦洗了把脸，又为宋谦拿来早膳。用过早膳后，宋老夫人问道：张家的人怎么处置你母亲？宋谦此时已经能够好好正视张氏的死。他说：张家主说母亲已是休出之妇，有辱张氏，拿了一条白绫将母亲绞死挂在张氏祠堂，如今尸首还挂在那。他们说要在张氏祠堂示众3日，以警示张氏夫人。说到这时，宋谦咬了咬牙：我一会还要回张家将母亲带回来。不许！宋老夫人呵斥了一声。宋谦愣了一下，抬头看向宋老夫人：祖母，我若不将母亲带回，过了3日后，他们就要把母亲抬到乱葬岗。你忘了你母亲还有诏命，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安葬你母亲，只是不能大办。你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宋谦不解宋老夫人的意思。这时，宋老夫人从床头的小格子里拿出了一瓶粉色瓷瓶。这是什么？宋谦拿起粉色瓷瓶看了看，皱紧眉头问道。宋老夫人目光满是算计：姐儿如今与你离心，她虽自请脱离谢府，可谢府那些人依然会在暗地里帮着她，特别是她那几个哥哥，一而再再而三打压你。不过试想你拿一张和离书给她，你先前在大厅与她说的那些话是对的，就是死也不能给她和离书。宋谦沉默，但他活着亦是你的祸。宋谦听出了宋老夫人的话外之音，猛地将手中之物放回桌上，道：祖母，万不能再让谢家的人或是谢景云抓到把柄了，这样做是宠妾灭妻，法不容我不能这么做。谦儿，这不是什么猛虎毒药，你听李妈妈给你说。宋老夫人道。李妈妈将药粉用处与功效一五一十的告知。宋谦吃惊地看向那瓶药粉，心头跳得很快，声音隐约颤抖：祖母，你是说要我将谢景云送到七皇子的榻上？你已经上了梁王的船，便无退路，也不能退，唯有梁王殿下继承大统，你才有望翻身。七皇子强夺人妻，必遭天下众口比罚。而谢景云……说到这，宋老夫人就将手中的粉色瓷瓶塞进了宋谦的手中，又道：你不可与他和离，亦不能休弃他，但你可以丧偶。第181章，贵人刺绣妆花裙，银纹千鹤渡花裙，流云紫霄如意裙，雀纹锦衣。衣物首饰由婢女手捧而入，如流云般不断从外面送入内室。锦绣坊的绣女排列于左，饰品铺的管事们立于右面。领事的嬷嬷对谢景云道：夫人，这是三公子为夫人去参加洗尘宴时准备的礼服与首饰，夫人应用尽用。谢景云伸手指了指捧着雀纹衣裙的婢女和最后一排捧着金镶百雀翠玉簪的婢女，道：就这样吧，剩余的衣物首饰你们送去梨香院，看看二太太需不需要。谢家的女工与婢子礼仪端庄，井条有序地往外走。刚好宋谦带着梁婉之与宋广泽走入玉斐阁。自从卫士带人查账后，梁婉之手里的提己都拿出去了，她身上的衣物还是先前做的，早已过时。如今看到谢景云出入奢侈，她心中不免生恨，夫人真豪阔，太太才刚刚下葬没2日，便这般奢侈才衣。宋谦眉头一皱，扫过那群婢女手里捧着的东西，眼中一片凉意。他大步走入屋子，谢景云已换上了谢礼送来的礼服，头戴着百雀簪。其实他的穿着并不算很紧粗豪华，衣裙是水蓝色，腕间带着一串玉珠，耳坠挂着水蓝色的坠子，头鬓只别着一枚百鸟钗，娇颜略施粉黛，清新简单，却又不失端庄。士族重衣冠，谢景云出自谢府，学的是世家的礼仪，正身修身。以前宋谦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今日却在谢景云身上看到了以前他从未感受过的威仪。他似乎从不曾见过谢景云在人前失礼，亦不曾在他面前如同梁婉之那般哭泣歇斯底里。他说过最重的话，大概就是那一句：宋谦，我要和离书。不知为何，他今日特别敏感，面对谢景云的时候有一种负罪感。他不再去看他，别开脸道：我要出席七皇子的洗尘宴，你我共乘一辆马车前去万宁行宫，大可不必。谢景云坐妆台前站起身，梁婉之方才拉着宋广泽向他行礼：夫人。谢景云不屑一顾，淡漠地回宋谦：你我夫妻离心，无需再做样子给旁人看，
我的帖子也未提要请世子一同前去。今日我与二婶共乘一辆马车去万宁行宫，世子自便。宋谦双眉微蹙，怒气隐隐升起，却又急于向谢景云炫耀：我今日也承贵人之邀，要去万宁行宫参加七殿下的洗尘宴。哦，这是什么态度？宋谦看到他的反应，心生不快。不光我受到邀请，安氏与泽哥儿也要与我一同前去。谢景云挑眉看向梁婉之与宋广泽，这才看到梁婉之穿着打扮有所改变，比往日里要鲜亮许多。他低嗤一笑，唇角勾起淡淡的嘲讽。梁婉之心里很不舒服，问道：夫人可知邀请妾一同前往七皇子洗尘宴的是哪位贵人？不管是谁，能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邀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妾去七皇子的洗尘宴，等同于羞辱七皇子了。此人也定是与七皇子保持对立面，又拥有至高身份的人。谢景云倒是想起了一个年少时不对付的人。第182章晦气，正是文霄公主。梁婉之很是得意地说出三公主的名号，亦是当今皇后的女儿，梁王的妹妹，很得景仁帝的欢心，尊荣比其余两位公主高，娇养的性子跋扈，很是目无中人。有皇后宠溺，又有皇上宠爱，文霄公主成了贵女圈中人人不敢招惹却又争相巴结人物。再加上梁王如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自然要更加肆意骄纵。而他谢景云曾是大公主的伴读，与大公主一同拜在南山先生门下。三公主从小与大公主不睦，自是处处看不顺眼谢景云。如今宋府闹得沸沸扬扬，文霄公主怕是恨不得再上来多踩他两脚。叫上梁婉之一起去参加七皇子的宴会，既休了七皇子，又辱了他，可真是一箭双雕。还有一事，我要同你说清楚。宋谦摆了摆手，微微仰头道：泽哥儿的母亲是救我的恩人，不可再以贱妾安排她如今的身份。我与祖母商议过，太后只是不准泽哥儿的母亲被抬为平妻，却未不准她被抬为贵妾。往后她就是贵妾的身份，你可有意见？你做的事情，每一桩哪一件需要问过我的意见？宋谦眉头微皱，微微攥拳，说：我如今不过是想同你好好说话，你何必句句都是刺？既然想与我好好说，那按我的意思。谢景云站在了高处，楚高临下的看向梁婉之，贱妾不该留于府内，既以外室苟合，当时入不得侯府的外室女。梁婉之脸色大变，夫人，我不与多论，亦不屑问之。永宁侯府在二房的带领之下，会严氏家规，更正地位。你等且再挣扎挣扎，也于事无果，又何须在我面前为了一个贵妾之位与我耀武扬威？如今这贵妾还能贵到哪去？世子的封号如今也不过是空头官罢了。谢景云的话一针见血，让宋谦唇边血色全无，方才想起世子册封如今不过是虚的。他被当朝驱出大殿，此生莫说再袭爵，只要今上活着一日，他便永不可能再踏入那个金殿了。而谢景云一而再再而三的挑刺，也彻底激怒了宋谦。谢景云，你我之间就只能这样说话了吗？袁妈妈，去跟二婶说，我已准备好，她可安排好了马车。谢景云坐回妆台前，抬手轻轻摆弄并肩的百雀钗。宋谦被无视了。梁婉之也替宋谦感到恼怒，夫人，你再如何不喜夫君，可你如今也是夫君的妻，何必呢？谢景云冷眼一笑。红烛走了进来，对谢景云恭敬行礼，夫人，二太太说马车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好。谢景云起身扫过梁婉之，白露，我去参加七殿下的洗尘宴，你回头命人将屋子的地板多擦几下，进了脏东西，染了晦气。梁婉之下意识地低头看自己脚下的地板，不自觉往后退了2步。花溪看他举动，声音尖锐地喝道：安姨娘，你少退2步，脏了地儿。谢景云，你别太过分了。宋谦怒喝。谢景云根本不理他，安排好的一众丫鬟婆子浩浩荡荡地随他一同离开玉斐阁。梁婉之望着谢景云的背影，眼眶一红，低声道：谦哥哥，夫人她是羞辱我，那也等同于羞辱他。他气势冲冲地走出永宁侯府，却发现卫士只安排了他们自个的马车，却没有安排他的马车。第183章除名。二婶，为何没有安排我们的马车？宋谦理直气壮地问道。坐在另一辆马车里的宋宏凯掀开帘子往外看了一眼，而刚要上马车的卫士回头说道：谦儿，你莫不是糊涂了？大房已经从永宁侯府分了出去，你又被族长除名，你父子母子3人想要坐马车，得自个安排啊，哪里还轮得到我一个外人替你安排出入？你当真是在外游荡久了，跟着那上不得台面的人厮混，将这些规矩都忘了呀？宋谦脸色霎时一变，这才想起了此事，但他没想到二房会将这小小的事情分得如此清楚。还有，马厩里的马车与马匹是公家的，你大房只能用自个的马车与马匹，不能动用公家的东西，否则就是窃盗。若宫中遗失了什么东西，侯爷就只能去报官了。宋谦眼皮子狠狠一跳，二婶，你了半天，他竟找不到一句正当的理由回话。
此去万宁行宫还有一段路程，我就先和姐儿出发了。卫士掀开马车帘子，踩着凳子上去马车。宋谦透过帘子看向坐在马车里面的谢景云，胸膛闷着一口气，反问道：“为何谢景云能坐上二婶的马车？”卫士坐上马车后，掀开帘子向宋谦解释：“姐儿她未被族长除名，还是我们永宁侯府的人啊。”什么？还有这种离大谱的事情？他大房全被族长除名，却留谢景云未被除去，这算什么？马车咕噜响起，大马车从宋谦和梁婉之三人面前走过。宋谦回过神来，看着离去的车队，狠狠地咬了咬牙，转身对李妈妈说：“快去安排马车。”可我们大房并没有分到马车。说白了，就是老夫人先前公挪私用太多，被分出府的时候，那些有的东西都拿回去抵债了。现在大房账中根本没多少银两。先前不是说大房有2辆马车、3匹马吗？宋谦问。李妈妈回道：“老夫人那些账都抵出去了。二太太说不够，族长就让她将大房值钱的能换钱的都拿出来换，所以大房如今无马匹车辆可用。”宋谦脚步连退了2步：“你怎么不早说？奴婢也没想到二太太做事做得如此绝情。”李妈妈红了眼眶道：“如今老夫人手里的钱也不多，先拿出来度过今日再说，去安排一辆马车，洗尘夜万不能耽误了，马车也不能用太次的。最重要的是，他今日还有重要的大事要做，这次若是不成，梁王也要弃用他了。他必须在谢景云赶到万宁行宫前，跟他一起到达那里，与他同行。你再去给我找1匹马，要2马，我骑马前行。你随安姨娘和泽根坐马车去行宫，我会派人接你们。”李妈妈看了一眼宋谦，为难的应了一声：“是，奴婢去安排。”宋谦捏紧了手，看向离去的马车，眼底只剩下了冷意。面临经济的困难，地位又备受打击，宋谦深深的感到无力。祖母说的无错，他不能与谢景云和离，却可以让他死在宋家，如此才能将他的嫁妆留在宋府，尽他所用。第184章婚事。姐儿，那不是你母亲吗？马车停在万宁行宫，谢景云与卫士刚下马车，就看到谢家的马车停在了前面。谢景云的继母苏氏和2个女儿从马车里下来：“我陪你一同过去打声招呼吧。”卫士笑道。谢景云没有拒绝，他朝苏氏走去的时候，苏氏也正好看向他。母亲。谢景云给苏氏行礼。苏氏身旁的2个女儿也唤了一声：“大姐姐，永宁侯夫人。”卫士笑着点头回应，和苏氏客套了几句后，苏氏便拉着谢景云的手，与卫士说：“宋夫人，我与我女儿还有些话想聊一聊。那姐儿你同你母亲聊一聊，我去找你二叔，让红烛跟着你吧，回头让红烛带你过来寻我。”说完，卫士又和苏氏说：“那我就先过去了。”“好，宋夫人。”苏氏应了一声。卫士去送红凯纳。如今的卫士可谓是如鱼得水，满面春风。苏氏却脸色不好看，她淡淡的扫过谢景云，道：“世子原本可以袭爵，听说你大哥用自己的军功向皇上换了一个要求，你可知是什么？”谢景云柳眉微颦，抬眸看向苏氏。谢景云道：“大哥和金上说世子不配世袭爵位，可我想不明白，那可是姐姐的夫君，如今走到这个地步，大姐姐你不后悔吗？你的意思是金上以公谋私，随意褫夺世子的爵位，指金上不对？”谢景云声音犀利的反问。谢景福立刻拉住了谢景云的胳膊说：“大姐姐，二姐姐不是这个意思。姐儿，你不必如此呵斥你二妹妹，我今日不是为了世子的事情怪责你。”“怪责我？”谢景云很不解苏氏的脑回路。苏氏也没有明白他这一句问话，转身道：“进去说吧，是关于你大哥的婚事。”“大哥的婚事？”谢景云神色微动，转身就随苏氏走入万宁行宫内。苏氏一边走一边低声说：“听你父亲的意思，文霄公主看上了你大哥，皇后娘娘那边也找人来询过你父亲。你父亲同你大哥说明此事，你大哥拒绝了，且已经同意让你父亲安排陈太傅之女，有意和陈家结亲。大哥选择的对，陈太傅之女陈姑娘知书达理，品性温良，兰心慧性，2年前就随陈夫人打理陈府内务，执掌一府中馈。我去年还曾去陈府给陈老夫人贺寿，贺宴所备所用皆是由陈姑娘管理，井井有条。”谢景云说完，苏氏脸色很不好看。身后的谢景韵却道：“陈太傅之女如何能比得上文霄公主的身份？大姐姐，你目光短浅了，你该劝劝大哥才是。”“住嘴！”谢景云停下脚步，冷斥了谢景韵一声。苏氏表情怪异，袒护了谢景韵道：“你心里是更向着谁？”谢景云道：“大哥自有主张，父亲也自有定夺，母亲不该为了大哥的婚事来找我。可你大哥听你的话。”苏氏绞紧了帕子。陈太傅老来得女，陈府放眼望去，除了陈太傅之外，再指望不上旁人。苏氏是瞧陈太傅无子，将来也无法继承陈府衣钵了。但文霄公主不同，那可是当今皇后之女。谢景云呵了一声，冷笑，眼眸却突然阴沉凝重，朝着苏氏那走前了一步，声音幽凉地问道：“
你抑郁，拿大哥婚事做什么勾当？苏轼被这冷森森、阴沉沉的话逼得退后了一步。谢辞与文萧公主成亲，对他一房儿女的确有诸多好处。第185章，梁王大姐姐。谢景福开声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母亲只是想问一问你的意思，并无旁的心思。我们都是一家人，也不可能生出坏念，坏了规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母亲还是懂得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倒是运用的极致。前世若不是有他一笔，谢家何至于走到那个地步？先前谢景云对这个继母算不得讨厌，如今回想起前世的种种行为，当真是厌恶至极。继母是什么心思，盘的什么算盘，打的什么主意，他岂会不知？听说谢景云转头看向内廷，见无人来回，这才又继续开声。前几日晌午，母亲去福禄楼见客了。苏轼猛地攥紧帕子，你派人查我？不算，我吃惯了福禄楼的点心，隔一日便会让花溪去那边买，恰巧碰见的。谢景云目光渗人，从头至脚看了眼苏轼，是父亲派你出来会见那位贵客的吗？苏轼身子一晃，呼吸一紧，险些又没站稳而退步。谢景云伸手抱住了苏轼的胳膊，有些恼意地说：大姐姐，你还带着这个蠢货一块去见那人？不等谢景云把话说出口，谢景云便伸手指着谢景云，咬牙怒道：你骂我蠢货！谢景云恼了，苏轼也生气了，够了。他大口的喘息，面对长女，苏轼总是要被压一头。未出阁时，他以为是谢老夫人帮着谢景云撑腰，才如此。如今呢，不愧是老夫人教养出来的人。苏轼把谢景云拉到后面，心里已是极恼，却不敢与谢景云撕破脸皮。我与你一样，想吃福禄楼的点心，便带着你二妹妹一道去吃，恰好遇见了贵人，上前行个礼罢了。此事我回府后便会与你父亲说明，亦会将公主殿下的心意同你父亲说。苏轼不想再和谢景云拉扯了，在知道谢景云的心思后，他就决定往后的事情也不必再找他商议。母亲，是梁王殿下。谢景云突然拉扯苏轼的衣袍，几人纷纷转头看向迎面来的一群人，不光有梁王，还有梁王妃、文萧公主、贤王、禹王以及还未封王的七皇子。苏轼拉着两个女儿站在走道一侧迎候朱贵人，谢景云与他的贴身丫鬟们则站在另一边俯身一揖，见过梁王、梁王妃。众人异口同声。梁王身穿一袭圆领广袖褐纹长袍，头戴蚕丝缕金冠，身材挺拔，浑身散发着一种强势的王者之气。谢景云偷偷抬头朝着梁王方向瞥了一眼，这细微的动作刚好被谢景云余光锁脸，他微微蹙眉，就听到梁王嗓音温润地说道：平身吧。谢梁王殿下。谢景云起身，恰好目光与梁王身后的女子对上。她云鬓高挽，凤钗于两鬓映衬，水蓝色簪石点点珠光，身穿一袭紫色长裙，颈间带着南海珍珠，圈得她长颈细长白嫩，珠光宝气，富贵颇甜。面容如娇月，笑里藏着十分张狂，在对上谢景云的目光时，她眉眼明显上扬，很是不屑。此人正是文萧公主顾华容。谢景云，许久不见，不知你过得可是称心如意啊？第186章初秋。回文萧公主，不知公主所指的是哪一方面？谢景云回道。文萧公主呵呵一笑，那笑声里充满着嘲讽。本宫邀请了荣安世子的救命恩人安氏一同来，怎么他没同你一道来？公主，那妇人的马车就停在公主的轿辇后面，奴方向还见荣安世子抱着一个孩子从行宫侧门进来，想必现在在后头呢。文萧公主的宫婢近身说道。很明显，文萧公主是想借着梁婉之与孩子狠狠羞辱谢景云一番，是吗？文萧公主挑眉朝谢景云看去，那你去传，叫荣安世子带着他的救命恩人来见七皇子。顾长宁一脚踢飞了脚下的石子，很不客气地说：那烟杂的玩意谁想见？梁王妃说：七弟，你有所不知，西关那一战伤亡惨重，荣安世子得贵人相助，挽回一条性命，是我燕国的大幸。是以本王妃也想见一见那位奇女子。文萧公主冷冷扫过顾长宁，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他懂什么？不多时，宫婢带着宋谦与梁婉之及他们的孩子来到了此处。宋谦与梁婉之带着孩子向梁王等人行礼，文萧公主便走到了前头，一副很好奇的样子，低斥笑道：那妇人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梁婉之心头跳得很快，生怕出半点差错，抬头时亦是小心谨慎的。她今日出门时特意收拾了一番，那张脸本也不难看，鹅蛋脸，杏眸，皓齿，头挽妇人鬓，别着小朵的青玉簪花，倒是有着江南女子的秀气。文萧公主看了一眼后，又朝谢景云那看，仿佛将两人的面孔当成一幅画，摆在画展上，仔细揣摩哪一幅画更加好看。当然，她
他是不承认谢景云比他好看，不怪荣安世子为此着迷，果真是生的一副勾人丈夫的狐眉之相。顾长宁冷不丁地接过了文霄公主的话，文霄公主嘴角的笑意顿时敛去了一半，不知道三皇妹竟然好这口。顾长宁转头面对着文霄公主，笑容灿烂地说。文霄公主瞬间握拳，顾长宁，别生气，你看人家正房夫人都没生气。顾长宁道，更何况今日是我的洗尘宴，如此隆重的宴会，三皇妹喜欢请些不三不四的人进来玩，我都不生气。你且漠视了公主的气度，让众人看笑话。谢景云低头抿嘴浅笑，文霄公主的火气就这样被顾长宁几句话挑了起来。顾长宁，你给本宫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没吗？顾长宁反问。梁王见情况不妙，打断二人，三妹，皇兄，他欺负我。华容，你太过了。梁王朝着谢景云看去，目光落在他细腻桃粉的面颊，随后低头看向那跪在一旁的梁婉之，眼眸微微一沉，你们起来吧。梁婉之牵着宋广泽的手站起身。梁王看了眼宋广泽，随口问道，这就是你们的孩子？回梁王殿下，他正是妾的儿子宋广泽。广泽，来，去给梁王殿下行礼。宋广泽抬头看梁王，目光直咧咧地盯着。来的路上，梁婉之就告诉他，要讨好梁王殿下，只有得梁王殿下的欢心，他们将来才有出头。可是梁王殿下的气势让他害怕，他不想过去，却被梁婉之用暗劲推到了梁王的面前。宋广泽硬着头皮举起双手，嘴里磕磕巴巴念着行礼的词，叩叩叩，见见。听到叩见二字，梁王脸色顿时阴沉，声音低斥，闭嘴。宋广泽两腿一软，裤子一瞬间被憋急的尿液湿透。第187章得罪。宋谦脸色大变，梁王怒火强压心头，气势骇然，冷冷吐出了两个字，不必。他就从宋广泽身旁走过，迅速离去。文霄公主也冷下了脸，所有逗弄的心思全无，随着梁王一同离开。而最后一个离去的七皇子微微停下了脚步，盯着宋广泽脚下的尿，说了一句话，尿失禁还遗传呀。宋谦面如土色，心中如同文霄公主一般，看不上10年为质的七皇子，却又不敢对顾长宁不敬，只能将这口恶气咽回。待顾长宁离开后，宋谦回头看了一眼顾长宁的背影，呜，宋广泽的哭声将他思绪拉回。宋谦回头盯着地上的那一滩尿液，脸色比刚才好不到哪里去，眼皮子狠狠跳了好几下，对着梁婉之大发雷霆，他怎么回事？梁婉之正在哄宋广泽，委屈的红了双眼，说，我在马车里教广泽要敬梁王殿下，我没想到梁王殿下会吓着了广泽。快闭嘴！梁婉之说的那可是大逆不道的话，什么叫梁王殿下吓着了广泽？而且现场又不是只有一个梁王，他只让泽根去敬梁王殿下，这会让其余亲王怎么想？这蠢妇，他就不该带他出门。你都教了他什么？我就说要跪拜叩头向梁王殿下问安。跪拜叩头！宋谦眼皮子狠狠跳了好几下。苏轼看不下去了，带着2个女儿先离开。红烛对谢景云说，夫人，谢太太走了，我们去找二太太吧。谢景云转身，不欲再多停留。宋谦看他离开，又见宋广泽哭闹的厉害，火气又燥又大。这时过来了一群宫婢，问宋谦，世子需要帮忙吗？带他去休息的地方，让他把孩子的衣物弄干净。与宫婢说完后，宋谦又对梁婉之说，你先带泽根收拾一下，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办，你莫要肆意乱跑，得罪了贵人，懂吗？我知道了，谦哥哥。梁婉之目送宋谦离开，随后低下头在宋广泽耳边说，泽根儿莫哭了，过了今日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走，娘带你去把衣物弄干净。姐儿，你等等。宋谦快步走来。红烛说，夫人，大爷追来了。谢景云脚步微微顿了一下，停下脚步等宋谦，眼中带着一丝不耐。宋谦没想到谢景云会停下来等他，他以为他不会理会他。他走到他面前，看向了谢景云身旁的婢女，道，姐儿，我有话想跟你说，你可否跟我去偏殿？谢景云冷冷看他，洗尘宴还未开始，便已对他动了歹心。他转身面对着宋谦道，好啊，正好我也有件事情想同你说。夫人，你……红烛担忧的劝阻，花溪却未开声，而是与谢景云对视了一眼。红烛、花溪、香露、花露，你们都不必跟着，我同世子有话要谈，谈完就去找二太太。花溪先开声道，是。其次是香露与花露一脸忧心的回应，是。红烛也跟着应了一声，就停在原地，目视谢景云与宋谦离开。等他们走远后，红烛与花溪道，有什么事情非得在行宫里找夫人谈？近日侯府里的人都知宋谦与谢景云撕破脸皮不和，魏氏将他派到谢景云身边，也是为了防宋谦对谢景云做什么。可红烛没想到谢景云就这么跟宋谦走了。
他心里慌得不行，总觉得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第188章杀人。而宋谦带走谢景云后，一路指引他往偏僻的地方去。谢景云走在前面，宋谦跟在身后，两人一路往桃园而去。穿过了桃园，便又是一片竹林。宋谦突然伸手拉住了谢景云的手腕，力道很大，仿佛只要钳制住谢景云，就没打算再放开他。他眉头深锁，转头看向宋谦的那一瞬间，从鬓间拔出百雀钗，毫不犹豫地刺向了宋谦。宋谦闷哼了一声，甩开了谢景云的手，往后退了退，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被谢景云刺中的胳膊，不敢置信地看向谢景云：“你想刺杀我？”宋谦望向他带血的珠钗，表情错愕。谢景云握紧了百雀钗，他不是不害怕，但刚才那一下也没有手软。他若不捅他，他就会把刀挥向他。这里已经没有人了，你看起来对万宁行宫的路线很熟悉，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刚才是想劈晕我？他想狡辩，可脑袋突然袭来一阵晕眩感，一下子头重脚轻，让他意识到中了谢景云的计。他狠狠咬了一下自己的唇瓣，却于事无补，重重倒在了地上。谢景云并没有立刻走过去告诉宋谦，他怕藏于百雀钗上的药效未能在宋谦身上起效。出来！他对着竹林深处喊了一声，一道玄色身影从高处飞落，停在了宋谦的面前。谢景云看了过去，那人正是顾长宁。林子里还走出了一名男子，是顾长宁身边的内侍江淮。江淮走到宋谦身边，在他身上踢了2步道，晕过去了。拖走！顾长宁挥了挥手道。江淮抓住了宋谦的裤脚，往竹林深处拖拽而去。谢景云看着宋谦的身影，问道：“哪里有路离开此处？方才来的路远，我要尽快回去。”有路。顾长宁走到了谢景云的面前，目光落在他隐隐颤抖的手上。他手中握着百雀钗，钗柄滴着宋谦的血水，却衬和他脸色越显苍白。第一次干这种事。顾长宁从他手里抽出了金镶百雀钗，拿抽帕子擦拭上面的血迹，待擦拭干净后，顾长宁亲手把钗子别到他的鬓发处。百雀生动，金坠璀璨。谢景云道：“不会是最后一次？”顾长宁看着他下白的脸，低嗤一笑，然后伸手握住他染了血的手。谢景云像触了电一般，迅速缩回自己的手，这才发现他离他很近。他下意识地往后大退一步，拉开了两人的距离。“我失礼了，拿去擦擦手上的血。”顾长宁把帕子给他，他的帕子是深色，没有花纹，只是一块简简单单的方帕，纵使擦拭过钗中的血迹，亦看不出鲜血。谢景云伸手接过，用力擦去了手指上的血水。“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他动作微微一顿，“是9岁。”他嗓音低沉，在他头顶响起：“陈国镇南侯的儿子，他欺负江淮，我在深夜偷袭他，把他一脚踢下了粪池，闷死了。他们至今都没查出害死他们儿子的真凶是何人。”他停顿了他所有的动作，震惊地看着顾长宁，不是震惊顾长宁第一次杀人，而是震惊顾长宁与他说这般隐秘的事情。顾长宁不经意间从他手里抽回帕子，用帕子包裹住他沾了血的手，然后捏住自己的一角衣袍，轻轻擦去他食指的血水。“别怕，一切有我。”第189章红鸾。竹林的尽头传来沙沙的异动，顾长宁猛地握紧谢景云的手，推着他走向对面的偏院，对他低声说道：“有人来了。”他转过他的身子，从雕花石窗望向外面，一群人从桃园十字路穿过，走到了竹林。为首的女子正是文霄公主，而跟在文霄公主身后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谢景云的继母苏氏。文霄公主面色阴沉，臭着一张脸走到了前面，苏氏谨小慎微地跟在后头，处事小心翼翼，大气不敢粗传。谢景云渐渐拧住双眉，继母不该出现在这里，更不该与文霄公主走得太近。不对，苏氏先前为了大哥的事情来寻他，如今又与文霄公主走到一起，他们是要去哪里，谋什么事？等谢景云回过神来时，文霄公主与苏氏消失在了竹林的另一端。竹林那边有什么？谢景云问道。红鸾宫是此次顾华容向太后要的一座偏殿，用于公主休息所用，不过也算是梁王之地。顾长宁解释得很清楚，那就说明宋谦是想把他引到红鸾宫，可此处离举办宴会之地甚远，他们计划一旦谋成，必须要引来众人见证，那他们为何要使他到如此偏僻之地？谢景云疑惑地回头看顾长宁，红鸾宫离太后所住的宫殿近吗？近啊。顾长宁眉头一挑，很近，那就说得过去了。怎么说？谢景云道：东窗事发后，最先发现的是太后，梁王殿下是想踢掉你最后一根骨，让你在无人支援。太后带回来的人是这种品行，万一在这场事件中太后出了什么好歹，顾长宁无疑走向了死局。他谢景云的结局自是不必多说，必死无疑。没错。顾长宁的胳膊穿过谢景云肩部上方的窗台，那你可知
文霄公主与你继母在此局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为何要过来此处？两人面对而谈，他炙热的吐息洒在他的头顶，而他思绪太沉，并未发现两人贴靠得很近。他紧锁眉头，紧盯着他胸前的那只巨兽獠牙，细细揣摩整件事情的策划。文霄公主现在是要去见太后，我继母会找借口随文霄公主去给太后娘娘请安，如此我继母跟着文霄公主走到一块，也就名正言顺。说到此处，谢景云微微抬头与他对视，为了避免太后撞见你我之事后包庇袒护你，文霄公主与我的继母便会成为很好的证人。太后捂得了宫婢的嘴，却不能处置文霄公主与我的继母。等事情发酵出来，宋谦便会以我丈夫的身份向太后、梁王表明，必定要处死我。他们会将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我身上，出嫁妇勾引皇子罪名是大，我的哥哥们都无法再为我辩解。最后要的是还有一环。谢景云眼底水光盈盈，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摆。大哥必定不忍看我受死，梁王意图拿文霄公主绑死我谢家，拖我谢家下水，我大哥必定会答应文霄公主亲事，救我一命。第190章公平。顾长宁低嗤一笑，伸手拿去他头顶上一只枯叶，叶子飘落。谢景云侧目一看，这才发现他们两人离得很近。而在他反应过来后，顾长宁也往后退了一步，抬手指了指一旁的长廊，从这里穿出去，一直走到尽头，可以看到一处亭子，你的二哥在那里接你，我的人会暗中护你周全，你放心走。二哥。谢景云顺着顾长宁所指的方向望去，那长廊一眼望不到头，四周无宫壁走动，应该是在宴会开始前有人封锁了此地。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谢景云朝他扶了一个身道，多谢殿下鼎力相助，你不欠我，不必谢我。谢景云临走时回头对顾长宁说了一句话，当人受的苦难够多时，未来一定是坦途，老天是公平，所以给了他重生的机会。顾长宁凝望谢景云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太庆宫，皇祖母呢？文霄公主到太庆宫后，并未见到皇太后，便询问宫婢。宫婢回道：回公主，太后娘娘在佛塔听无量大师讲佛经，洗尘宴开始前便会回到太庆宫梳洗更衣。文霄公主自觉无趣，转身去了偏殿。她并退宫婢，只留下苏氏在跟前谈话。谢夫人，本宫的事情你与谢景云说明了吗？文霄公主坐在软榻上，面容凝重地问道。苏氏微微皱眉，回道：回公主，此事谢景云并不赞同。哈！文霄公主笑了一声，她不同意又如何？本宫想问的是谢夫人你的意思。苏氏感觉骑虎难下，谢慈的婚事她一人做不得主，他是谢家的长子，未来要接管家主之位，选妻更是重中之重，谢兰峰也要亲自把关。可他们给他的承诺亦是十分让他心动，一边是月儿、福儿的好姻缘，另一边是他亲生儿子的仕途。让谢慈娶公主并非辱没他的事情，他就是想不明白为何谢慈不愿，谢兰峰也由着他来。公主金枝玉叶，长子谢慈能得公主殿下的青睐，是他的福气与运道，臣妇自是千般满意这门亲事。只是文霄公主并不是看不出苏氏的难为，你做不得他的主。苏氏抬头看了看文霄公主，面露难色。长子婚事，谢家族中十分看重，上面还有老夫人坐镇把关。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长子的意思。长子宠着长女，长女的话他能多听两句。臣妇本想让长女与长子提两句，却没想到长女竟也如此不识好歹。文霄公主静静地听着，心里却不恼。你知道本宫为何要你来太庆宫随我一道见太后吗？苏氏心里瘆得慌，也不知是为何。她抬头看了一眼文霄公主，摇头回道：不知。你过来。文霄公主勾了勾手。苏氏缓缓靠近，文霄公主也凑近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苏氏听完后脸色霎时大变，脚下一绊，重重跌坐在地上，眸中席卷起惊恐之色，声音颤抖地说：公主使不得。第191章阻碍。谢景云是谢家嫁出去的姑娘，她若失去贞洁，谢氏一族必遭大祸，她的女儿也会受到影响。文霄公主冷笑了一声：谢景云不是已经自请脱离谢氏了吗？跟你谢家有何干系？再说事成之后，谢慈必定要来求本宫，等本宫嫁入谢府后，你两女一子的姻缘不一样顺心顺意吗？什么？苏氏不解。公主，你此计是因为嫁给谢慈？若真是如此，文霄公主也太疯魔了。这只是其一，于私于利，此计对我们无一害。你想想，顾长宁那个贱货失去太后支持，那得利的岂不就是我的皇兄？近来父皇已经与内阁辅臣们商议立储之事，此计一成，谢夫人，你便是我皇兄的功臣，由本宫给你兜底。你还愁你两个女儿寻不到一门好亲事？文霄公主威逼利诱苏氏。苏氏心脏跳得很快，思绪颇乱，却也在不停地衡量这件事情带给她一房儿女的利益和危害。你无需做什么，只需东窗事发时做证人便可。
苏轼抬头看了看文霄公主，随后低头应道：“是。你先出去收拾收拾，别叫人看出你脸上的端倪。”苏轼扶了一个身，在退出偏殿之前，他抬起双手捏了捏自己的脸，调整好脸上的表情，这才走出宫殿。可他刚迈出殿门，就见2名太监扛着一个沉重的麻袋走入另一条宫廊。他清楚地看到麻袋里的人挣扎晃动，只是很快2名太监就动作利索地消失在苏轼眼前。苏轼回过神来，脸色又是一阵巨变。他知道那里面的人就是谢景云。这场计划是梁王为算计七皇子而促成，无人可以阻止，他亦无能为力。也好，谢景云死后会少了很多阻碍的。他如释负重，深吸了一口气，随宫婢走去花园。而苏轼刚离开偏殿，就有一名宫娥手捧着香炉从外面走入。他把檀香放在文霄公主的左手旁，檀香四溢，芳香扑来，文霄公主突然倒在了软榻，昏睡了过去。宫娥转头冷眼看了看文霄公主，转身走出了红鸾宫，然后扬手一挥，刚才的那2名太监搬着笨重的麻袋走入偏殿。二哥，谢景云走出了那条悠长的宫廊，在水月亭见到了谢景玉。他坐在石凳，手执白子，目光暗藏的杀机。谢景云的出现打破了他陷下的困局。白子落，置之死地而后生，前路坦途。他站起身，唤道：“姐儿。”他看向他身后那一条幽深的宫廊，二人都心照不宣。可谢景云却不想就此沉默下去了。他走入亭子，看了一眼石桌上的棋局，随手执起了黑子，放到白子中间，道：“让二哥担心了。是七皇子让我在此等人。”但他并未告诉他等的是谁。当看到谢景云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谢景玉的有些震惊：“你和七皇子？”“我和七皇子守礼合规，不曾做出令家族蒙羞之事。”“不是。”谢景玉全无指责与质疑之意。“我是问你，你和七皇子在谋什么事？”谢景云低下头，轻轻地回道：“宋谦说有事与我谈，便引我入桃园内，后到了竹林，我被他困在里面，是七皇子救我的。我不知宋谦引我去那偏僻之地做什么。后来我在回途路中看见文霄公主与母亲结伴同行。二哥，母亲方才来找过我，你知她与我说什么吗？”谢景玉敏锐的蹙眉：“所谓何事？”“大哥与文霄公主的婚事。而在2日前，花溪曾在福禄楼见过母亲与梁王妃在厢房一聚，他还带着谢景玉一块去。”话音落下，谢景玉同眸熹卷起一阵狂怒。第192章祖母。近日家中可再替玉儿一亲？谢景云问道。谢景玉点点头，说：“祖母有意给玉儿说姑姑长子贾家，也就是我们的大表兄，姑姑十分满意此事，可母亲嫌弃大表兄是个商人，不屑这一门亲事。祖母说以玉儿的性子，不合适做官家夫人，嫁回江平县贾家，有姑姑看顾，大表兄生意又做得好，连江平县的知县都敬着他，他嫁过去衣食不愁，表兄又是嫡长，将来掌家之权也要交到玉儿手里。”谢景玉越说到最后，语气越发沉。谢景云也意识到不对劲，怕是继母在见梁王妃之前就与祖母闹过了。那他与梁王妃见面，必定是梁王妃允诺了他什么。家中之事你不必操心，我回去后会与父亲和大哥商议此事。你想不想见祖母？他今日也来了。谢景云下意识地攥紧帕子，心头微微一颤。祖母身子不好，洗尘宴要应付许多贵人，他哪里吃得消？他是为了见你一面。谢景云喉咙哽住了，水光瞬间覆满眼眶。谁告诉他那些事情？母亲。他看了看谢景玉。谢景玉摇头：“不算。”“那是谁？”他声音有些颤抖。“是谢景玉。母亲与祖母之间因为谢景云的事情闹得很大吗？”谢景云的嗓音里渐渐听出了怒意。谢景玉道：“母亲不敢与祖母闹什么，是谢景运因不愿嫁到江平县，在祖母面前大闹了一场，因而将宋谦与安氏育有一子之事告诉了祖母。他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不想让谢景云太担心他们的祖母。可谢景云自小聪慧，熟知这3位哥哥的言谈举止，一眼看穿了此事并不那么简单。谢景运同祖母说了什么？姐儿，我要知道谢景运在祖母面前说了什么。谢景云不希望谢景玉隐瞒他。谢景玉垂眸看了看谢景云，眉头微皱，双手握拳，回想起那日的事情。谢景运得知谢老夫人给他谈的是江平县贾家，连谢兰峰都默认此事，气得冲入西河堂的院子，对谢老夫人说：“祖母，你姨的亲事已经把大姐姐害得够惨了，你出去看看整个燕京城，谁不笑话大姐姐？12岁守寡，等回来的男人却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下儿子，人就在眼皮子底下，大姐姐还不知，若不是那日家宴，恐怕大姐姐还要被蒙在鼓里，月儿不想过的大姐姐一样苦。”谢景玉逐字不漏复述给谢景云听。谢景云脸上血色全无，捏紧帕子问：“那祖母她如何反应？”祖母请了家法了，打了父亲几棍子，说我们全都骗他一个人，他让父亲把你接回谢家，
父亲说你回不来，宋府不放人。祖母知道你会去洗尘宴，早几日就准备好了礼服首饰来见你。小妹，难受就哭一会，我待会带你去见祖母。谢景云听到他最后一句话后，猛然转身，拿起帕子，掩着面失声痛哭。第193章，回家。湖面，荷香亭，一位身穿华服、两鬓白发的妇人，手握灸杖，端正地坐在石凳上。她就这样一动不动，盯着前面的荷花池，端坐了许久。谢景云从湖上九曲廊走来，谢老夫人身边的秦姑姑道：“老夫人，是大小姐。”谢老夫人一下子从石凳站起来，朝着秦姑姑所指的方向望去，见一行人朝荷香亭而来。谢老夫人杵着灸杖走下台阶。谢景云看到这一幕，快步的飞奔过去，扶住谢老夫人：“祖母，你仔细脚下的台阶。”谢老夫人见到谢景云后，把手中的灸杖给了秦姑姑，再伸手把谢景云搂到身前来：“祖母在这亭子里坐了好一会儿，起来活动活动，没想到你就到了。”她低头看谢景云，眼周红红，心中了然。她露出慈祥的笑容，说道：“许久没回家中，瞧着瘦了许多。”祖母，她一时扯开了笑容，扶着谢老夫人回到亭子。谢老夫人并未坐到刚才的石凳，她让谢景云坐，而谢景云却发现谢老夫人坐着的石凳并没有垫上软垫，那把那一块唯一的软垫给她了。祖母，谢景云走到她面前，双膝跪地，整个上身贴靠在谢老夫人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抱紧老夫人的身子，哽咽地说：“你打我吧，但是只能打2下，姐儿最怕痛。”谢老夫人脸上挂着笑，眼中含着泪，看着缩到怀里的人儿，手掌放落在他的背上，轻轻的抚摸。怎么都不够，他们都说祖母偏心，不论你做什么，我都纵着你。哪天你有一日把天捅破了，我怕是也要帮你堵上。他声音很轻很缓，手掌贴在他的耳鬓，尽管老夫人在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情绪，却依然听得出藏在话里的哽咽。不论你做什么决定，还有祖母在。谢景云抬头看他，通红的眼眸溢满了泪光，娇红的容颜挂着牵强的笑容。我只想祖母身子安康，长长久久的活好。对不起，是姐儿让家中亲人瞒着祖母。泪珠滴落，融入谢景云的鬓发间，浇在了百雀的瞳眸，也滴在谢景云的面庞。他清醒地感应到那滴泪的炙热、悲痛、悔然，滚烫的泪珠仿若心中的怒火，烧灼人心，痛彻入骨。附在他耳鬓的手指也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谢景云不敢看谢老夫人，他紧紧地抱紧谢老夫人的身子，把脸埋在谢老夫人的衣里，千句万句安慰的话运在嘴边。最后谢景云发现苍白无力，再多安慰的话，在谢老夫人的心里，无疑是把扎在他心上的利剑。他什么都不必再说，也不要再用谎言安慰他的祖母，才是最好的安慰。说什么对不起？老夫人喉咙已经哽咽的不行，她也意识到自己不该在七皇子的洗尘宴这般模样，赶紧抬起手，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轻轻地拍了拍谢景云的背，说：“快起来，祖母叫人做了一笼吃的，你先垫垫肚子。”谢景云也低下头，偷偷抹去眼泪。秦姑姑上前扶他起来。谢景云道：“祖母，你起来，让我看看你。”谢老夫人不解地问：“怎么了？”但是他已经站起身。谢景云拿起了坐垫，扑到谢老夫人坐过的石凳上，道：“现在可以坐了。”谢老夫人低笑了一声：“你这丫头，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祖母就不罚你了。”秦姑姑打开了石笼，谢景云看了一眼，从里面拿出了一条糖酥，咬了一小口，吃完后说道：“好甜。”谢老夫人点了点头道：“我来得早，提前先去了太庆宫给太后娘娘谢恩，这会儿就不陪你去洗尘宴了。我让人把东西送到你马车里，你随你二哥过去参加七皇子的洗尘宴吧，莫迟了。”谢景云深深地看着谢老夫人，好多话没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如今这身份是不可能再回到谢家了。不过他相信快了。他又咬了一口糖酥，轻声回道：“好，祖母回家等我。”第194章打死。继而快到流金殿时，谢景云和卫士碰面了。梁婉之和宋广泽紧跟在卫士的后头。谢景云快步走向卫士：“二婶，红珠说谦儿把你带走了，我正愁着此事，让人到私处找你，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了。走，我们一道进去。”卫士热情地说。谢景玉与卫士打招呼作揖，卫士也朝他点了一下头。这时梁婉之拉着宋广泽走到面前：“夫人，怎么就只你一人回来？世子呢？”他只与我聊了2句话，就被人叫走了。谢景云淡淡的说。梁婉之皱眉：“不可能啊，绝不可能！今日在施行大计，夫人绝无可能再回到流金殿参加宴会。”“什么不可能？”谢景云微眯起眸子，冷道：“你在质疑我？不是，妾不是这个意思，妾是说世子应该和夫人一道回来，而且你也不该出现在这里。若被梁王殿下知道大计失败，他的谦哥哥就再无路可走了。夫人可否带妾去找世子？”“闭嘴！”
卫士瞪看梁婉之：“你哪来那么大的脸，让姐儿带你去找宋谦？他那么大个人，好手好脚的，还能跑丢了不成？洗尘宴快开始了，莫不成还要叫七皇子等宋谦来了才能开宴？不懂规矩就滚回去，少在这丢人显眼，污了贵人们的眼睛。”梁婉之脖子一缩，往后退了几步。就在这时，内侍高声呼喊：“七皇子到！”流金殿外的众人纷纷退到一边行礼。顾长宁身着一袭紫色华袍，从太清宫的方向走入宫廊，很快就到了流金殿前，出现在宫殿众人的视线中。他眼角余光朝着殿外人群中最显眼的女子身上瞥了一眼，俊美的容颜顿时扬开了一抹笑容，嗓音响亮地对宫殿内的皇子、公主们道：“都到齐了哈，就等我一人呢。”梁王听到内侍的通报声时，整张脸都阴沉了下去，刚拿起来的酒杯放回桌面，问身旁的梁王妃：“怎么回事？顾长宁怎么出现在流金殿？他此刻不是应该在红鸾宫与谢？”谢景云的身影也出现在梁王的眼中，他随卫士走入流金殿，坐在了靠近角落的位置。梁王眉头拧得更紧，梁王妃也顿感不妙，抬头看了看人群，这才发现文霄公主还未入席，华容还未来。本王安排华容去太庆宫给祖母请安，她没有那么快入席，你派人出去找一找宋谦，问问他怎么回事。梁王声音里透着一丝杀意，敢坏他好事，宋谦他完蛋了。梁王妃派身边的婢子出去寻人，没一会儿，婢子回到了梁王妃身旁，替梁王斟酒时禀报道：“王爷、王妃，奴出去后见到了荣安世子身边的妾室，他说荣安世子曾与宋夫人一道离开，回来时只有宋夫人一人，并未见到荣安世子本人，他也在派人去寻，找的人也还未回来。”梁王深锁眉头，望向坐在对面的顾长宁，他拿起酒樽，冲着梁王挑眉一笑，然后一饮而尽。梁王握拳对梁王妃：“不好，有诈，快派人去红鸾宫找华容。”就在这时，江淮从外面慌慌张张走入，迈过舞池时，江淮还狠狠摔了一跤，然后连滚带爬，艰难地走到了顾长宁面前，高呼喊道：“七殿下，快去太庆宫吧！太后娘娘撞见文霄公主与荣安世子在偏殿上大行男女之事，受到了惊吓，拿着龙杖要打死文霄公主。”第195章处置。皇祖母。梁王赶到太庆宫时，顾华容被内侍按在地上，受着杖刑。他看向顾华容身上的血迹、凌乱的发，他虽已穿好衣物，却处处透露着他刚与人欢好的痕迹。而此刻，顾华容在杖刑之下被打得晕倒了。快住手！住手！梁王妃怒斥。梁王冲到手拿杖板的内侍身旁，一脚踢飞了内侍。皇太后怒喝：“不准停！给哀家打死这畜生！”梁王妃挡在了顾华容身侧，梁王护在顾华容的面前，而梁王带来的护卫也将他们维护在圈内，令太清宫的太监不敢轻举妄动。皇太后看到梁王此举，握紧龙杖道：“你知他犯了什么滔天之过？不就是与荣安世子好上了吗？”梁王妃将事情轻轻地说出口，皇太后顿时拿起了一旁的檀香炉，朝着梁王妃狠狠砸过去。梁王妃被吓得抱头低呼了一声，但那香炉并未砸到她头上，就被梁王挡去，然后呵斥梁王妃：“你别说话。”说完，他又对皇太后说道：“皇祖母，此事是华容之过，孙儿会带华容回宫交由母后处置。你还想把她带回皇宫？皇祖母，此事已人尽皆知。”皇太后身子一颤，她已经封锁了消息，怎么会人尽皆知？她抬头看向殿门，顾长宁从外面走入。七弟身边的内侍去流金殿向我等通报华容和荣安世子的事情，众臣与士族内人们皆在。皇祖母，若要打死华容，便要连同荣安世子一同打死。皇太后表情僵了僵，目光深深地看向顾长宁，随之低头看向被梁王妃抱住的顾华容。她在深宫生活了几十载，躲过了多少黑暗算计，如今才恍然回悟，顾华容遭人算计了。梁王见皇太后没说话，低着头微眯起双眸道：“可就算要打死华容，也要先好好调查此事，万一华容与荣安世子是被他人算计，那这事就更要好好调查了。他们今日敢算计皇室公主，他日岂不是要把手伸入皇祖母的宫殿，更甚至深入坤宁宫乃至乾清宫？”话落，顾长宁已经来到了一旁，向皇太后行礼：“祖母，孙儿觉得皇兄说的没错，须得好好查一查。”梁王妃也劝道：“是啊，太后，你看华容已被打得血肉模糊，哪怕是要惩戒他，他也吃尽了苦头，后头要如何处置，不如就交给皇后娘娘和梁王殿下来处理吧。谁也想不到华容竟会在七弟的洗尘宴上出事。”顾长宁眉头一挑：“皇嫂，最后一句话，臣弟怎么听着挠耳？”梁王妃冷着脸回头对顾长宁说：“七弟，皇嫂并没有说是你算计华容，你如此敏感做什么？”顾长宁掏了掏自己的耳朵：“我好好的洗尘宴，他先是请那什么老子的世子，连同宋家那位人尽皆知的贱妾都一同邀请到万宁行宫，如今出了这种事情，我倒还想问问他，他是不是故意坏我洗尘宴，找人来辱我？”
七弟，梁王握紧双拳道：“华容就是贪玩了些，并无不敬你之意。你自己听听，你自己信吗？”梁王妃正欲反驳，皇太后低斥：“都把哀家当成死人吗？好啊，哀家当真是管不了你们了，连个规矩都不懂。走吧，都走，少在哀家宫殿污搅哀家的清宁。你们要如何安排华容，哀家不管了。皇家颜面丢尽，你们就继续纵着吧。”话音落下，皇太后杵着龙杖从顾长宁身旁走过，离开了此殿。顾长宁追了上去，搀扶着皇太后。梁王阴着脸盯着顾长宁的背影，道：“待华容先回梁王府。那宋谦如何处置？”梁王妃问。梁王满脸杀意，道：“我自有处置。”第196章求救。怎么哭哭啼啼的回来，没得招人晦气？谦儿呢？梁婉之拉着宋广泽的手，哭着回到了慈松堂。宋广泽一边哭一边擦眼泪，道：“爹爹回不来了，祖母，爹爹完蛋了。”泽哥儿，你说什么呢？宋老夫人愣了一下，转头看向梁婉之，语气恶劣，冷冷地问道：“谦儿呢？”老夫人，谦哥哥他被梁王殿下的人抬走了。什么叫抬走了？要抬也该是抬走谢景云。谢景云人呢？夫人他好好的，谦哥哥他被重打了100个板子，浑身血淋淋的被梁王殿下的护卫抬离了万宁行宫。梁婉之哭着说，心里慌乱的不行。宋老夫人见他一句话都说不利索，冲上去一巴掌打在梁婉之的脸上，呵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谦儿为何会被重罚100大板子？我让你盯着谢景云，你就这么盯着？”梁婉之被宋老夫人的气势吓得跪在地上，哭声更大。老夫人，谦哥哥与文霄公主共枕一席，被众人尽知，梁王怒火滔天，要处死谦哥哥。什么？宋老夫人眼前一黑，差点没晕死过去。李妈妈在身后扶着她，拼命掐宋老夫人的人中，才勉强让宋老夫人醒过来。老夫人，你要保重自己的身子啊，如今只有你能救世子。宋老夫人瞪大双眼，手紧紧地握着李妈妈的胳膊，道：“快扶我去找谢景云，他能救谦儿。只要他动用谢家人的关系，皇上也要看谢家主3分颜面。”他刚走出慈松堂，就在月洞门撞见刚回府的谢景云。继而，宋老夫人快步走前，握住了谢景云的手。祖母知道先前之事是谦儿之过，可是现在谦儿有难，你先回谢家，叫你哥哥父亲帮忙想想办法，先把谦儿从梁王手里捞出来。谢景云从宋老夫人手里抽回自己的双手，往后退了一步，冷脸道：“老夫人可知他犯了何事？那安氏已经回来同我说了，谦儿与文霄公主睡在一块了。梁王大怒，要处死谦儿。谦儿是你的夫君，你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呀！”呵，听到这话，谢景云不自觉地笑了一声，嘲讽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老夫人莫不是健忘了？我已自请脱离谢府，只要我在永宁侯府1日，我便不会再回谢家。你不如自求多福吧。”你，宋老夫人没想到谢景云会做得那么绝，谦儿可是你夫君啊！我在侯府守寡7年，不外乎便是余生继续守寡。他既已犯错，命该如此，谁能渡他？谢景云，宋老夫人气得伸手指着谢景云：“你好狠的心啊！原来你是盼着谦儿死。你休想，谦儿是忠烈之后，英勇之士，他不会那么轻易死的。”谢景云红唇轻扯，一个逃兵罢了，还谈什么英勇之士？他懒得和宋老夫人继续扯，在宋老夫人的怒骂声中回玉斐阁。李妈妈扶着宋老夫人道：“老夫人，既然夫人不肯救，那我们可以去找侯爷，他如今可是京上跟前的红人。”宋老夫人身子一颤，猛然回过神来：“对，走去梨香院。”第197章棺材。梨香院，你只管宋哲言回沈园，宋谦的事情你别管，咱们也管不了，他犯的可是大过，皇后要杀他也说得过去。卫士给2人整理好衣物，要宋弘凯离府出去躲2日。宋哲言走进来说：“祖母，老夫人过来了。”天杀的，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卫士将包袱塞到宋哲言的怀里，道：“别出来，我去应老夫人。算了，我还是出去同老夫人说清楚。再说，宋谦是大哥的遗孤，你想救他出来？”卫士突然面色阴沉：“你怎么救？跪在梁王府求梁王殿下放了宋谦。”宋弘凯脸色杀变，现在只是传出风声，等梁王决定要杀宋谦的时候，指不定就给他按一个强等于奸公主的罪名，到时候你又该如何救？卫士铁了心不想管那边的事情，最重要一点，他觉得谢景云还不如丧夫。宋弘凯坐回太师椅，卫士都想得到的道理，他自然也明白。卫士转身走出了屋子，吩咐道：“红烛，快把院门关上。”是，二太太。红烛见宋老夫人和李妈妈一群人快到梨香院院门口，立刻冲过去关上了院门，把宋老夫人气急了：“卫士，你快开门让我进去，我有事要找洪凯。”卫士回屋子关上了房间门。宋哲言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宋洪凯却心情复杂，他怎么都没料到宋谦会走到这一步。
你知道我为何动了心思分家出去？魏氏看向宋宏凯，因为姐儿说过，宋谦这7年在外头无人知道他干何事，住在何处，就和别的女人生下了孩子。若他还有旁的事情隐瞒着大家，拖着全族的人去做坏事，等哪天东窗事发时，便是全族人脑袋分家时。宋府一门是100年忠烈没错，可你在朝为官比我清楚功高盖主，姐儿都看得出来，7年前宋府一族大伤元气，实则却是保住了全族几百条性命。就算没有那一战，上面的也想收拾宋家了。我知你心里对我未知，觉得我心狠，我不怕掉脑袋，可我不能让折颜、裴娜等货色去送死。你现在出面，岂不是要告诉皇上，大房并未脱离宋家？魏氏一番话，令宋宏凯脑子越发清醒。他深深蹙眉道：姐儿她却是大房那边的，若今上真要怪罪，姐儿岂不是也要跟着大房一块遭殃？你是侯爷，真要走到那一步，就给姐儿放妻书，让她离开宋府。魏氏转头看宋哲言，这是我们该还的恩情，如果没有姐儿，咱们孙子也不可能拜南山先生为师。宋宏凯点头，默认了魏氏的做法，主要是谢景云提点的魏氏，他相信谢景云的判断。而在院外敲了许久的宋老夫人恼了，你们回院子去拿一条绳子过来。宋老夫人目光阴冷地盯着院内正屋，咬牙切齿地说：我今日就一根绳子吊死在这里，看他们出去如何向世人交代。屋子里的卫士听到宋老夫人的话后，顿时扯开了嗓门吼道：红烛，叫院外的管事出去买几副棺材，给老夫人准备着。宋老夫人倒吸凉气，许是真的被卫士气着了，她也扯开嗓门大叫：快去拿绳子来。红烛被卫士叫进屋子，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条白绫，递给了宋老夫人。第198章死绝。宋老夫人看到红烛递来的白绫，没想到卫士做事如此决然，被气得两眼一翻，直直晕倒在李妈妈的怀中。花溪回来禀报此事，没调成。红烛姐姐给老夫人递了一条白绫后，老夫人就被气晕了。谢景云冷笑了一声，气晕了。袁妈妈脸色不大好看的走入屋内，夫人，慈松堂那边派人过来，请夫人过去示急。谢景云缓缓转头，目光盯着跟在袁妈妈身后的梁婉之，眼眸微微一眯，回去同老夫人说，宋谦做出丑事，令我伤心欲绝，还需留下安姨娘在我跟前示急。什么？梁婉之怔住了。夫人，我只是老夫人。啪！花溪一巴掌打在梁婉之的脸上。什么我压你的？夫人1日未离开宋府，便是夫人，你贵为妾室，应当自称一句妾，出去外头没规矩，害得夫人在人前颜面尽失，回到府中也目无中人。你当你生下了儿子，就能这样和夫人说话？梁婉之捂着脸庞，慢慢回过神来，心中一阵恼意。夫人只敢在人后欺负我一个妾室，怎不靠着自个的能力把夫君从梁王手里捞出来？花溪又抬手准备打梁婉之。谢景云道：慢着。他从贵妃椅起身，走到梁婉之面前，抬脚重重地踢踹在梁婉之的腿部。梁婉之大叫了一声，双膝跪在地上。花溪与白露扑到梁婉之身后，拉着她的胳膊，把她按倒在地上。梁婉之大惊，她没想到平日里礼数教养极其端正的谢景云竟然打人了。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梁婉之挣扎怒道：你莫不是以为世子回不来，想借此处置我？谢景云蹲下身子，摊开手掌，一把抓住了梁婉之的鬓发，将她拉到了面前。在做着这一举动行为时，谢景云的脸庞依旧是那么平静的，可梁婉之却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杀意。夫人，梁婉之。梁婉之身子猛地一僵，夫人在唤他什么？谢景云用力抠紧梁婉之的鬓发，令梁婉之从疼痛中回过神来，痛苦地低叫了几声：夫人，你在叫谁？因你父亲懦弱无勇，一再退兵国土，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西关战役爆发，此一战拖至10年之久，至7年前燕国折兵损将，宋府年轻男儿几乎死绝。今上龙颜大怒，流放你梁家百口，无诏不得回燕京。你贵为良家女，如何能出现在这个地方？妾不知道夫人在说什么。她的头发被谢景云拉扯的疼痛难忍，说话声音失控的尖叫：啊，夫人，你先放开妾吧。疼吗？谢景云几乎要咬碎银牙，冷冷地说：流放之路很艰辛吧？我不是良家女，夫人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啊。谢景云拔出他头上的发簪，刺进他的头皮。梁婉之痛苦不堪的挣扎：夫人啊，救命啊，夫人要杀人啊！啪！谢景云用尽全力朝他脸庞狠狠甩了一巴掌。梁婉之只觉得头发钻心的痛，脸庞火辣辣的烧着。夫人，我不是。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把你的手给我放干净些，你在背后搞的小动作我全然知晓。梁婉之心头大惊，难怪谦哥哥他会被算计。他抬头看谢景云：夫人，你还知道什么？谢景云居高临下的漠视他：藏好你那2个女儿，可别被文霄公主知道了。梁婉之身子打了一个冷战：夫人这是什么意思？第199章报喜。夫人，
你刚才说的话是何意？梁婉之被赶出御斐阁后，袁妈妈一脸震惊地问。谢景云坐回椅子，刚才用来对付梁婉之的那只手微微颤抖着，可他声音却异常的冷静。我和花溪早已发现宋谦与梁婉之有两女一儿，那安氏并不是她的真名，她是9年前忠勇将军之女梁婉之。天哪！袁妈妈捂着脸，被真相吓到了。梁家不是已经流放了吗？她竟敢！夫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世子不知还有多少东西隐瞒着我们，你不能再被世子拖累。他们不会轻易放我离开。谢景云抬眸看向袁妈妈，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袁妈妈想到了文霄公主与宋谦的事情，一下子就理通了。世子他很快就会回府，是他必定会用谢家谋一条生路，最快不出2日，梁王便会放他回府，还会让他娶文霄公主为妻。夫人才是正室，世子又娶公主为妻，是在羞辱夫人，经上会允吗？袁妈妈有些恼意。谢景云道：这个时候就是谢家与宋谦谈和离之时，我是宋谦的正室，除非文霄公主甘愿为妾，否则她得放我离开。在她的字典里无平妻2字，可他们都见识过了宋老夫人和宋谦的无耻，都很担心宋老夫人会变个法子羞辱谢景云。袁妈妈跪在谢景云面前，双手握紧了谢景云的手。那若是他们不肯给和离书，偏生找个糟粕的理由休弃夫人，他们不敢。谢景云抚了抚袁妈妈的肩膀，道：袁妈妈，你去找二太太，叫她帮忙将我库房里的嫁妆全都运出去，别让慈松堂的人知道。东西太多，宋家的人为了这些东西，怕是会要了他的命才肯罢休。翌日夜，老夫人，世子回府了。何香快步跑入慈松堂，向宋老夫人报喜。原本躺在床榻，头晕脑胀，心里在诅咒二房不得好死的宋老夫人，利索地从床榻坐起身，快把世子送到我的院子来，就抬到隔壁屋子去叫豆蔻和那件蹄子过来照顾谦儿。没多久，宋谦就被2名家仆用担架抬到老夫人的院子。宋老夫人看着满身血水的宋谦，心疼地哭道：我的孙儿呀，你怎么那么命苦啊？怎么会打得那么重？快叫府医来。宋谦到了梁王的地牢，浑身无一处是好的，但勉强保住了一条命。等府医帮他包扎好了身上的伤，宋谦也清醒了过来。祖母，他声音虚弱地唤道。宋老夫人走到他身旁，握紧了宋谦的手。祖母在呢，你疼不疼？他哭着问道。宋谦咬紧了牙，才勉强抬头看屋子里的人。你让他们先下去，你们都先退下。宋老夫人发话。豆蔻带着自己的婢子先走出屋子，梁婉之却站在原地，犹犹豫豫，滋滋嗯嗯。宋老夫人瞪看梁婉之，你还不退下？是，老夫人。梁婉之这才走出房间，却一直心神不宁。门关上后，宋谦道：祖母去准备，我要娶文霄公主。第200章休书。宋老夫人怔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你要娶谁？我答应梁王，中秋烈焰那日猎杀谢家长子谢慈，梁王便留我一条性命，放我归府，让我好好准备聘礼，迎接文霄公主为妻。他声音极度虚弱，宋老夫人虚靠在他，才能听清他的话。而他每说一句话，宋老夫人眼中就多一丝亮光，仿佛看到了大房崛起的希望。喜极涕泪的哽咽道：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你若要娶公主，那族长必定要替你好好操办婚事，府中钟馗、长家之权也定要交还给大房。你不知道祖母这2日有多担心你。谢景云他说起谢景云，宋老夫人就一肚子火，他怎会完好的回府？你又怎会跟文霄公主？宋谦看着自己胳膊处的伤口，这就是被谢景云用百雀拆扎伤的位置。他咬紧了牙道：是他害我，去参加七皇子的洗尘宴时，他也在提防我们。祖母，我要休了谢景云，休了他，他也无法再活下去，谢家的人也不会再要这样的女子。既然你与他早已离心，他亦巴不得你死，你想休，那便休了吧。过错是他，休出后，他的嫁妆都得留在宋家，到时你再风风光光迎娶文霄公主过门。宋老夫人说完，便让李妈妈去拿纸和笔来，现在就写吧。宋谦嗯了一声，李妈妈验好墨，站在笔上递到宋谦的面前。宋谦艰难地抬手握住了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修出理由：7年无出，善妒、恶言等理由，足以混成庞大的舆论与谴责，毁掉一个女子的清名和她背后整个家族的声誉。谢景云拿到休书的时候，带着院里的护卫走进了慈松堂，将他们里里外外包抄了起来。宋老夫人亦没有想到谢景云竟然做出这么大的阵仗，她冷着脸呵斥：谢景云，你可以滚出宋家了，往后你与谦儿，桥归桥，路归路，你想去哪里都没人拦着你。你给我休书。谢景云站在宋谦的面前，把休书亮到他眼前。宋谦眼神闪躲，避开谢景云的视线。你不是想要离开宋府吗？我放你走，你敢休我？他是要堂堂正正的走，而不是声名狼藉，被人泼着满身污水与耻辱爬出这里。
宋谦痛得厉害，也没多少耐心。对，我要休了你。不能休，不能休！梁婉之突然从外面冲进来，扑到了床边道：“不能休了，夫人。”安氏，你住嘴！快把这件蹄子脱下去！宋老夫人气恼地命令下人。梁婉之回头对宋老夫人说：“老夫人，夫人她已知晓我的身份，不能就这样休弃了夫人，否则她就完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夫人及院里的人都死。”而宋谦和宋老夫人双双变了脸色，两人同时看向谢景云的方向。谢景云红唇上扬，将宋谦写的休书撕成了碎片，扔到宋谦的脸上，道：“给我喝离书。”